无尽宇宙中心，诸天万域，天域长生仙族江家，乃是承接远古仙道无数纪元，极尽辉煌的无上仙族。红帝城一座巍峨宫殿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首座之上，一位身披金丝凤袍、美艳如仙的女人慵懒地倚靠在宝座上，气质雍容华贵，举手投足间尽显风华。叶儿，太眼圣地的圣女近日觉醒了太阴圣体，本是说今日送到，却临时传来消息，那小圣女要推迟些时日，说是与人有3年之约。娘是觉着，这毕竟是双方提前定好的事，怎可轻易推迟？这多少有点不识抬举了。要不把太眼圣的灭了，再把云雅曼抓来，给你做暖床侍女，如何？苏红叶身旁坐着一位少年，身穿黑色锦服，绣有金丝龙纹，眼似星辰，立体的五官勾画出完美的轮廓，一头银色长发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浑身散发着清逸如仙的气质。江夜听后神色微敛，眸光微动，几息之间，万千念头在脑海中闪过。作为胎川大军的一员，他的投胎功夫简直炉火纯青。江夜出生便是长生仙族江家的神子，天生贵胄，背景通天。诞生之日，整个天域内天降瑞音，龙凤虚影环绕红帝城，天地变色，无数异象在天际显现，金光照耀。当日便被探查出拥有永恒仙体，天生无垢，自主吸收天地灵气炼化，修炼速度奇快，同时内蕴神纹可增强自身神通威力。自此，江夜便过上了锦衣玉食的奢靡日子，饮用的是纯天然灵液，吃的是龙肝凤髓，还给他配了数10个用于双修的侍女，全都是拥有特殊体质的绝色佳人，早早便破了身，整天骄奢淫逸。可能是前世被卷麻了，所以江夜3天打鱼2天晒网，同时还不思进取，只想着做躺平的仙2代，谁敢造次，直接就摇人。父母与家中老祖更是护犊子，生怕他受了半点委屈。但永恒仙体着实变态，哪怕是这种情况下，江夜的修炼速度亦是惊人。古灵时期已成不灭境9重，不过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黑暗动乱爆发，域外邪魔入侵诸天万域，其母苏红叶将他封入族内神元中，直至1个月前才重新解封。那场劫难被后人称为黑暗纪元，整整持续了近万年的战争，无数修士血洒乱世，无数大地强者纷纷陨落，最终只幸存10余位。之后又过了20万年的黑暗纪元，天道残缺，灵气稀薄，无人成就大地。而仅存的这些大地，但凡是与域外邪魔战斗过，无一例外，全都被邪魔气污染过，神魂被严重侵蚀，战力时不存一，随时间流逝愈发严重，要么选择自行作化，要么被邪魔气折磨到死，要么不知所踪，躲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苟活。直到江夜解封的前几年，诸天才开始渐渐复苏。外界变化很大，但对江夜影响不大，而且更加适合啃老了。其父乃是真灵大帝，在战争中重伤失踪，20多万年从未现身，外界认为早已陨落。但以他对自家父亲的了解，大概率是当逃兵了。虽然也被邪魔气污染了，但他父亲拥有极其罕见的神魂体质，能自毁被污染的部分，再以养魂秘法慢慢修复本源，以此长久维持生命。这是属于绝密，知情者寥寥无几。至于他的母亲苏红叶，红叶女帝这个坏女人，当初灾劫爆发时，由于刚刚晋升，大地外界无一人知晓，悄悄苟了起来，避世不出。直到战争结束的1年后，数位重伤被污染的大帝联合上门来江族，想要借点东西。苏红叶直接强势出手，轻易就斩杀3位大帝，轰动整个诸天万域。之后便留在江族独揽大权。20万年间，苏红叶到处不断的偷发育，筹备即将到来的黄金大事。最常见的，本地夜观天象，尔等族内宝库有邪魔一族潜伏，快让本地进去帮你们解决，否则今夜必有血光之灾。这小家伙天生伴有至尊骨，与我而有缘。那群老东西总说老娘欺负人，不就是借了一点太古神液吗？真是小气。于是江族渐渐恢复了当初的鼎盛，在诸天内成为几乎唯一的霸主。当然苏红叶也没把事情做绝，毕竟有些道统也是有其底蕴在身的。更不用说黑暗纪元中那些存活下来的老牌大帝，虽然其战力受损严重，但也是一种威慑。疑似达成了某些协议。基于种种迹象，同时依据江夜对自家双亲的性情了解，他不由得怀疑这夫妻俩私底下是不是在谋划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反正2人野心都挺大的，天生的反派坏胚。江夜解封后，苏红叶给他移植了抢来的至尊骨，又倾尽无数珍贵资源，助他在短短1月内恢复至封印前境界。直至今日，3年之约，挖至尊骨。江夜思绪不断延伸，眸光幽深。本以为成为顶级仙2代能够逍遥一世，哪成想竟然会出现这种离谱的设定。主角气运之子，天道宠儿，我难道是个反派？江夜心中苦笑，自己好像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基因，从小就是个坏胚子，对外行事霸道，骄横跋扈，喜欢仗势欺人，妥妥的反派模板，有点狗血。苏红叶见他沉默不语，美艳的面容神色变得关切起来，担心道：叶儿，你没事吧？怎么忧心忡忡的？江夜眼中的忧虑转瞬即逝，笑着道：没事，就是想到别的事了。何事？需要娘帮忙吗？
苏红叶在外可谓是被人称作是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女魔头，能指小儿啼哭，唯独在自家儿子面前就只是个温柔贤惠的母亲，也是她唯一的软肋。江夜两世为人，与前世尝过的冷冰社会与受尽凉薄的原生家庭不同，这一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此福缘，自当拼命守护。他眼神变得幽深，我在想，当初被挖骨的那孩童究竟死没死？我移植至尊骨后，总是能莫名感知到对方的气息，要不娘你派族中强者再去彻查一番。苏红叶闻言俏眉微凝，这么说来，确实需要彻查一番，娘会亲自督促这件事。江夜又补充道，母亲，如果查到那人没死，那就是宿命的安排，让下面的人先不要动手，交给我来处理吧。另外，关于太眼圣地一事，明日我便去一趟，处理好此事，我长生仙族江家不可辱。苏红叶红唇微勾，眼底露出欣慰之色，自家儿子好像忽然间长大了。定，检查到宿主不再摆烂，天命大反派系统觉醒，是否绑定？江夜心中一动，不愧是穿越人士必备，顶流绑定。定，天命大反派系统绑定成功，外挂到账。主角们，接下来让我们好好玩玩吧。既如此，娘让族内天卫随你前往，若还有处理不掉的问题，娘亲自出手。苏红叶神色威严起来，威严尽显，语气冷冽道：江一。话音未落，大殿内忽然虚空微微颤动，一道魁梧身影出现，单膝跪地，面庞被青面獠牙的面具遮掩，黑袍的胸前绣着鎏金色天卫二字，参见女帝神子殿下。江一，从今往后，天卫便跟随叶儿行动，保证他的安全。江一领命。天卫乃是苏红叶亲自培养的禁卫，江族中的精锐人员共有13位，修为境界皆在圣王境到至尊境巅峰不等，江一更是一位准地强者。江夜看着这阵容，有些不厚道的笑了。他想了想，随即道：江一，今日已先派人去调查一下，与那云雅曼定下3年之约的人是谁，有哪些亲人，以及背景靠山，祖宗18代，通通查个底朝天。我要最详细的信息。江一听后愣了愣，片刻后领命离去。江族作为长生仙族，其势力之恐怖，底蕴之深厚，毫不夸张地说，哪怕族内无大帝，其他势力也不敢轻易造次。除了明面上的力量以外，还有各种可怕的超仙器至宝守卫江族，若全数启用，可斩大地。光是这些，就让无数道统势力闻之色变。只要操作得当，同时系统加持，这些天命主角们就翻不了天。出来混，还是要讲背景。江夜思绪飘走，随后便离开大殿，向着自己行宫而去。一路前行，踏上云雾光桥，桥面如薄纱般透明，气息浩瀚的侍卫们四处巡逻，见到他纷纷跪地拜服，声音低沉而有力：神子万安。江夜微微点头，眼中却没有丝毫波动。步入行宫，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奢华至极的景象。宫殿周围仙草妖花竞相开放，灵气缭绕其间，池塘清澈见底，偶有仙鱼跃出，水面波光粼粼，犹如琉璃般耀眼。宫殿高耸，每一砖一瓦都承载了无尽仙力，光辉璀璨。这些珍稀名贵的各类仙材，放在外界都是要抢破头的存在，但在江夜眼中，不过是用于装饰的摆设品而已。他落座于殿内卧榻，闭目片刻，心念一动，唤出系统。顿时，一个页面浮现于脑海中：宿主江夜，17，修为不灭境9重，第7境，血脉体质至尊骨残，永恒仙体，功法永恒地经13层3层，阴阳咒魂真典阳篇，宝物炼魂壶，伪仙器，伪造化青莲，至尊器。炼魂壶是用于吸收世间各类邪祟恶灵或修饰神魂的宝物，还可滋养江夜的神魂。苏红叶给他的，虽然以江夜的修为还无法发挥出全部力量，但可以避免被魂类生灵入侵神魂。伪造化青莲是族中超仙器，割取部分力量生成而来，可以快速聚灵，辅助修炼。还有其他各类宝物用于防身。童子在不在？脑中冰冷的声音响起。童子，你有什么作用？给个使用说明书呗。丁，系统专为反派打造，就是为了让反派将主角狠狠摩擦踩在脚下。丁，作为一个大反派，需要自己去发现各类天命主角，在一定范围内系统将检测出来提示宿主。有点意思。那我整死这些气运之子有什么好处？击杀天命主角可获得反派值，反派值可用于提升修为，提升功法熟练度，提升宝物品质，系统商城兑换物品，应有尽有，无所不能的童子哦。江夜听后戏谑一笑，无所不能，那先给我送一点反派值呗。丁，系统权限不足，那你有啥用？总得有点见面礼吧。童子给宿主准备了新手大礼包，打开康康。还有童子，把你的语音给我调骚气点。丁，正在为宿主调整，已调教成功，正在为主人打开新手礼包哦，满满当当的呢。声音不错，就是怎么语气带有一丝丝幽怨。恭喜主人获得奖励，大道种魔体，混沌魔晶，破望金眸，一双纯金色，遍布符文的眼眸，可洞悉敌人弱点，穿透虚空剑真灵本源，对敌威慑正100%。天命大反派称号，作为一名合格的残暴大反派，以屏蔽他人天机神通窥探以及一切天道反噬，可无视气运值，不沾染天道因果，击杀天命主角，对天命主角威压正50%，对异性魅力正100%。丁，主人正在变帅中，新手礼包奖励不断传入耳中。
江夜眼神一半明亮，一半忧愁，因为给的大道种魔体与混沌魔晶，他很不满意。虽是反派，但这方天地修魔是一件比较令人忌讳的事，一旦暴露，所有道统势力抱团起来群殴，令人头疼。想他堂堂长生仙族神子，有的是各种顶级资源，童子还能直接提升修为，干嘛要去搞这种晦气玩意儿？魔功，小道儿，得不偿失。童子，我不要种魔体跟混沌魔晶，换个高大上亮、瞎眼的神体好不？正经人谁修魔啊？另外，功法最好给我整个比较适合当老六、好阴人的。好哒，主人。丁，大道种魔体与混沌魔晶已销毁，正在重新。恭喜主人获得光明神王体、虚空晶。光明神王体系统唯一出品，至神至圣，克制邪祟，免疫黑暗力量污染，免疫万毒，无法被魔道功法影响，无法被任何秘法抽取体质，肉身强度提升至当前境界极致，能够亮瞎狗眼，体质一开看不见。虚空晶，老六精品，可穿梭虚空短距离瞬移，无暇隐身，大成后可肉体虚化，使物理攻击无效。赠送主人一件老六神器，无法被毁灭的棒球木棍，伤害负50%，疼痛感正500%。江夜露出笑容，不错不错，你这童子还算厚道，以后保准跟我吃香喝辣。对了，童子，假如我直接杀掉这些天命主角呢？主人随意，主要还是收割反派值，榨干天命主角身上的好东西。江夜听后顿时明悟，脸上露出一抹邪性微笑。原来如此，抢夺宝物什么的我最喜欢了。主人高见，那就赶紧把新手礼包融合体内吧，动作快点，明天一早就要启程，请主人做好准备。体质融合开始，以自动屏蔽驻地外天外异象。江族驻地内，一股浩然气息从江夜身上直冲而起，冲霄的金色光柱仿佛击穿苍穹，璀璨金光于万丈洒落，似是福泽苍生。仙光萦绕，霞光万里，万兽俯首。虚空中金光漫天，法则异象不断交织，绚烂无比。一道艳红倩影破空而立，美眸注视着神子行宫。122，这是后天觉醒了另外一种体质。苏红叶目光柔和，冷霜的俏脸上带着些许担忧，倒是希望他普通点，毕竟家里什么都不缺，多娶几百个儿媳，生一堆子孙，开枝散叶，过逍遥日子不好吗？显然他是认真的。江夜要是听到，免不了又是心中一阵吐槽，这软饭他也想吃啊，但就怕吃不了几年就被天命主角们连根拔起了。咦，奇怪，神子这是觉醒了什么体质？为何没有引动天道雷劫？对啊，这是为何？江族驻地中异象遍布，很快引起了族中不少人注意，就连后山深处躺在棺材板的数十位老祖都被惊醒，一道道声威浩荡的身影鱼贯而出，悬立于半空。苏红叶秀眉微蹙，沉声道：“别看了，让族人散开，封锁消息。”他也注意到了此事的奇怪之处，从神子宫发出的强大气息中，可以判定江夜是觉醒了某种强大的体质，但他一介大帝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何种体质？为何只有异象，没有引发雷劫？他低声喃喃着。江夜表示，系统出品，非纯天然的光明神王体，不归天道管。嘻嘻，顿时冲天的磅礴金光洒下，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淡金色的虚无世界。惊鸿一瞬，一切归于平静。众人缓过神来，已然过去了整整1个时辰，后知后觉，令人惊惧不已。苏红叶当即撕裂虚空，瞬息间进入神子宫，身影落在江夜身前。122，江夜双腿盘膝而坐，面容愈发俊朗，双瞳深邃，隐隐有火光闪烁。原本的银灰长发，此刻染上了几缕金色，更添一份卓然气质，仿佛脱凡的神奇，浑身散发着无言的魅力。他缓缓起身，回道：“母亲，我没事。”苏红叶感觉自家儿子比之前更加俊美帅气了，上前将其轻轻搂入怀中，担忧道：“没事就好。你觉醒了何种体质？有点像是荒古圣体，但是我感觉比荒古圣体要强得多。”江夜并无隐瞒，直接开启光明神王体。大殿内气氛骤然变化，阵阵炙热气息弥漫开来。江夜的淡金色长发如同有生命般飞舞，光辉宛如阳光般绚烂，眼瞳中闪烁着神圣符文，仿佛天际的星辰都汇聚在于眼。随着气息的升腾，江夜的肌肤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肉体强度达到极致，天地间的光明似乎都汇聚在他身上，宛如神王降临。一股纯净无比的圣洁之光散发开来，至神至圣的气息弥漫，仿佛能驱散世间一切黑暗与邪祟。这是大道的气息。苏红叶美眸微动，惊讶道：“诸天从未出现过此种体质，觉醒还自带大道。”江夜微笑着回应：“母亲，可能是后天觉醒的特殊天赋体质吧。诸天万域存在的无数纪元里，确实有一些类似后天觉醒特殊体质的例子，然而这类事件发生的几率极为稀少，连江族的历史典籍中也少有记载。”苏红叶略一思索，便释然了：“我的宝贝儿子，你这种体质简直是那些异族邪魔的克星，邪魔气气恐怕根本无法对你构成任何威胁。”说完，苏红叶忽然又想到了什么，顿时眼中闪过一抹欣喜：“叶儿，你这体质是不是能治疗邪魔气气啊？”江夜沉思片刻，点点头道：“应该能。母亲是想让我去见父亲，帮他驱散邪魔气气。”提到父亲，他有些埋怨地回道：“倒不是，你现在修为太低，花上1000年也治不好他。再说那个老家伙需要你担心他。”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鬼混呢。随后，苏红叶笑得愈加狡黠，嘻嘻笑道：“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将来邪魔再次进犯，你这个体质怕是会成为整个诸天万域的宝贝疙瘩。哪个老不死的敢造次，直接就不给他治疗邪魔气气，到时候整个诸天万域的话语权自然而然就会掌握在我们江族手里。”江夜听闻后也是不厚道的笑了，自家老娘什么脾性，他能不知道？要不是诸天当中还要有好几尊老牌大帝苟在某个角落里，只怕整个诸天早就姓江了。接着，苏红叶又说道：“乖儿子，明日你便启程，娘再送你个宝贝，用于防身。”江夜听后嘴角微抽，太多了，根本用不完啊！没事儿，就当拿着玩吗？荒山界太眼圣地大殿内，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正在被数落教育。亚曼，我真是把你惯坏了，你可知为太眼圣的闯下了多大祸事？太眼圣地圣主云和泰满脸愁容，云亚曼神色委屈，气声道：“父亲，我只是不想委身于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且还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侍女，这让我如何接受？况且此前您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这也太突然了。”云和泰叹息一声，他何尝不知自家女儿的性情，可当前强敌环伺，数年前圣地中唯一的真王境老祖作化陨落，太眼圣地这几年在外行是小心谨慎，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各大势力间都有间谍安插，被外界知晓只是时间问题，并且近来周边势力形势愈发猖狂，云和泰完全有理由相信外界已然猜测到老祖作化，所以在不断试探其下限，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长生仙族江家此前在各大道域招纳拥有双修体质的女子，并承诺成为江族神子的侍女后，背后氏族将被江族庇护1万年，并且还有不少丰厚的修道资源赠予。诸天万域弱肉强食，出来混要有背景。云和泰深谙此道。亚曼，父亲也是没有办法呀。你可知长生仙族江家究竟拥有多大的能量？况且对象还是江夜神子，那可是大帝之子，诸天万域中如日中天的红叶女帝，哪怕只是一介侍女，那也是我们高攀了。但凡与其扯上半点关系，外界势力轻易不敢造次。云和泰语重心长地劝诫道。云亚曼尽管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自身的傲气让他万分为难，轻易不愿放下尊严，这般去讨好他人。父亲，再等我2日。叶不凡此刻正在赶来太眼圣地，现在他成了靠山宗宗主的亲传弟子，身份水涨船高，他对我还有情谊，若是把握得好，能够让其靠山宗出手庇佑我等，圣地的危机就能解除了。如若最后真的没有办法，我自会前往江族解决此事。他淡淡一笑，似是对心中谋划有很大把握。云和泰见状，也知一时半刻也劝阻不了，内心无比煎熬，希望江族不会将我等这些小人物放在心上吧。不过也得准备妥当，此事若不成，必须得备厚礼前往江族道歉，毕竟地族要的不过是个脸面。轰隆隆，雷鸣闪烁，云雾破开，龙吟声响彻天地，9条白玉苍龙身躯庞大如山，遮天蔽日，气势冲天。他们背后拉着一辆金碧辉煌的车辇，但近看更像是一座巨型宫殿疾驰而来，如同从云端降临的神器。光是这等声势便让人震惊无比。车辇中，神子殿下叶不凡的底细已查明，其生母10几年前曾与我江族中人结怨，被发配苦役，如今仍在矿脉中受苦，要不要直接除掉，把他送来，给叶不凡备一份大礼。江夜听完汇报，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此时他神色松弛，知悉已坐床沿上，身旁伴有2位绝色佳人，红烟与清玄，是又是被苏红叶亲自挑选培养的，视为亲信，专门为他准备的双修侍女，并且修炼天赋不俗，不过100岁便有神王境修为。清玄身着青色长裙，面容清冷绝美，身形高挑，腰肢纤细如柳，修长的双腿犹如山间流泉般灵动。红烟身姿曼妙，性情热情似火，浑身上下透着一种天生的诱惑，若隐若现的妩媚宛如一团烈焰。3人相识不过1月，但相处得极为愉快。两女一开始还有些拘束，主要是翻阅过以往典籍，以及听闻各类趣事中得知，江夜这位神子纨绔无比，性情变幻莫测，时而温文尔雅，时而霸道残暴，有时候还喜欢搞一些匪夷所思的骚操作。不过一段时日后，他们渐渐发现，江夜在亲近的人面前，性格其实相当随和，并非外界传言中的那般不堪。红烟与清玄2人自小便知晓，他们将来会是神子的人，所以并没有多大抵触。况且江夜身形修长挺拔，面容俊美如妖，比女人还要出众，这般如谪仙的男子，很少有女人能够抵挡。这几日3人该做的事都做过了，他江夜又不是装清高的柳下惠，自小就没亏待过2弟。此时清玄跪坐在江夜身后为其按摩，红烟则是包鲜果喂头，好不快活。神子殿下好帅啊，红烟今后就是您的头号粉丝了，要抱抱。红烟性情直律，说话做事毫不避讳。身后清玄面容一凝，当即嗔道：红烟，说话做事要注意分寸。红烟扮了一副鬼脸，白了他一眼。江夜温文尔雅地笑了笑，道：无妨，今后你们都是本神子的女人，放松点也好。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身份上的这点差距他并不在乎，他对自己女人的要求很简单，忠诚，忠诚，还他妈的是聪诚。重要的是说3遍。识大体，
不搞宫斗，娇惯些倒也无碍。神子殿下，朕你子性情乖张，您还是不要太过纵容他了。哼，神子殿下，你看他欺负人家。江夜脸色淡然，忽的嘴角微微提起弧度，起身一左一右抱住两位家人，笑道：我关如等面相不自然，定是做了亏心事，心中有愧，唯有躺白从坤，方可解罚。尔等然乎？红颜想到这几日的经历，初尝其事，10岁之位，不仅解锁多重姿势，还学会多门特殊词汇。他眯起媚眼，故作似是不懂的模样，嘻嘻道：然也。清玄面色一红，目光狠狠瞪着对方。一时间内，屋内传来一阵美妙的吟声。2日后，太衍圣地山城之下，2道身影徐徐走来，一老一少。老道一身玄色道袍，白发苍苍，眉宇间带着几分沧桑，颇有一副得道高人模样。而青年面容有些清秀，英气逼人，气质卓然非凡。来人正是叶不凡。他凝视着前方高耸的山脉，心中不由得涌上一股难以抑制的情绪，那是他一生中最为耻辱的地方。回想起往事，年幼时，叶家与太衍圣地原本是齐名的修道势力，2家自小便定下了娃娃亲，这本应是2家联姻的良好开端。叶不凡几个月大时，叶家碰上一位外来人，不知是何来历，只知道对方姓江。据族内人传，那位外来人当时看上了族内的一位美妇人，直接强闯叶家族地，将其掳走。叶家好歹是一方大族，怎可受这等奇耻大辱？于是族中强者纷纷出动，竟不是外来人的一合之敌，眼睁睁看着那位美妇人被带走。从此叶不凡便没了娘。经此一役，叶家族内强者全数毙命，直接从荒山界1流势力跌落至3流势力，不复当年辉煌。尽管叶家落寞，但由于娃娃亲的关系，云雅曼与叶不凡偶尔还是会见上1-2面，双方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只是因为叶不凡当时天赋出众，受到云和泰的赏识，便有意撮合2人，时常还会邀请他去太衍圣的做客。待到叶不凡12岁时，修为忽然间不进反退，泯然众人也。待到叶不凡16岁时，便带着一纸婚书走上太衍圣地，结果受到的待遇却是无尽的讥笑和嘲讽，骂他废物，讽刺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叶不凡傲气使然，当即喊出：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只是没有休了云雅曼，那可是他的白月光，同时还放话要与其定下3年之约。云和泰受到降之光环影响，当即宣布：3年之后，你若能胜过雅曼，我便将她嫁于你。从那一刻起，叶不凡便踏上了属于自己的修炼之路，同时心中暗自发誓，定要洗刷当日耻辱。终于回来了，叶不凡心中暗道：这一路走来，所见之人皆是墙头草，势利眼。除了师尊以及我的雅曼退婚之日，唯有他不曾数落过我。他心中必定是对我有心意，只是当时形势逼人。那该死的云和泰，这一次我定要让太衍圣的知晓，我已今非昔比。叶不凡胸中满是憧憬，脚步越来越急，向着那座高耸的山脉走去。一旁的老道看向他，缓缓说道：徒儿，修炼之道如同登高，一步步积累，既要有破竹之势，也要沉稳脚步，切不可心急气躁。说话之人正是靠山宗宗主李靠背。叶不凡听后很快平复心情，说道：谨遵师尊教诲，徒儿明白。李靠背闻言点了点头，心中暗自满意，孺子可教也。待你今日洗刷耻辱，修为必将再上一层楼。随着叶不凡与李靠背2人接近太衍圣地，远远便看到山门前聚集了不少人，气氛异常热烈，仿佛早已等候多时。众人目光齐齐投来，其中不少人很快认出了叶不凡。荒山界东域关于他的传言早已传开，当初3年之约被许多人视为笑谈，却没想到这3年间叶不凡独自在外，竟是闯出一番名声，现如今更是受得靠山宗宗主器重，成为其真传弟子，叫人艳羡。于是3年之约再次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今日不少人跑来太衍圣地山门，显然是为了目睹这一场好戏。快看，是叶不凡来了，好戏开场！诸位，我乃万玉商会王家分脉，当初听闻3年之约一事，王某颇为佩服叶少侠气魄，今日由我坐庄，来都来下注。叶不凡赔率1比1.5，云家胜女1比2，我下注叶不凡，我也下注。叶不凡与李靠背见状微微一愣，倒是没想到会是这般场景。见此，叶不凡嘴角咧出一抹夸张的弧度，何曾几时他也能享受到这般待遇，被人簇拥，被人瞩目，这种感觉真是让人不禁有些陶醉。他右脚踏出，沉稳一步，对着山门前喊道：我乃靠山宗真传弟子叶不凡，今日来此，便是为当初3年之。啪！一阵巨响，叶不凡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拍飞，整个人横扫数米，重重摔倒在地。只见场中出现一名男子，他戴着青面獠牙面具，黑袍的胸前绣着鎏金色天卫2字。他目光戏谑地扫向叶不凡，调笑般地说道：哎呀，知道了，你吼得那么大声干嘛？叶不凡猛地从地上爬起，右脸上印着一道鲜红的巴掌印，鼻口眼部血迹斑斑，整张脸被打得歪斜，像个猪头。怒火在他胸中翻腾，几乎要喷发出来。谁？你是谁？他怒吼着。然而当他目光扫过四周，那名男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旁的李靠背也是呆愣住了，想他堂堂一位真王境强者，
竟未察觉到对方是如何出手的，转眼间又消失不见。他心中一阵惊恐，这意味着那个男子的修为远超自己，而叶不凡则像被气血攻心的疯狗般狂躁不已，四处大喊：刚刚是谁出手打我？有本事出来，敢做不敢认吗？出来！一旁的众人见状也是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谁在这里大喊大叫，成何体统？一声低喝打破了沉寂。正当叶不凡气愤难平时，太眼圣地圣主云和泰带着云雅曼及一众随行之人缓步来至山门口。李靠背见状，立刻一道灵气打入叶不凡体内，那股清流般的灵气让叶不凡的心境渐渐平稳，但脸上依旧难掩滔天愤怒。深吸一口气后，李靠背上前一步，躬声说道：云圣主，我乃靠山宗宗主李靠背，今日前来正是为了我徒儿叶不凡履行3年前的约定。荒山界云端之上，9条白玉苍龙静静停驻在车辇四周，气吞万里。车辇内，江夜正舒适地享受着2位美人的服侍，忽然脑海中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叮！天命主角叶不凡被一巴掌打成猪头，颜面扫地，道心受损，气运值减少50点。恭喜主人反派直加50。江13做得不错。江夜淡淡的对车辇外说道：为神子殿下尽忠，视为吾等职责所在。外面传来恭敬的答话。这时车辇外走来一男一女，男的外貌普通，身上穿着江族服饰，女的面容较好，身材倒是还行，只是脸上带着些许不安与恐慌。男人单膝跪地，而女人则完全匍匐跪地，双手扶地，姿势恭顺，目光低垂，不敢直视。神子殿下，我已将刘梅带来，正是叶不凡的生母。男子低声说道。哦，你跟他关系如何？江夜淡淡问道。神子殿下可随意处置。来人是江家族人，江扬州，乃是江族安排在其他道域的一名驻守之士。10几年前，正是此人掳走了叶不凡母亲。据查，这女人也是手脚不干净。在荒山界一处秘境内，刘梅与江扬州起了冲突，导致江扬州错失大机缘，一怒之下杀光叶家高层过后，将刘梅拉去充当矿奴了。简单来说，江扬州当时并不想直接杀了她，而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折磨她，以泄心头之恨。至于这女人是否受到了其他虐待，江夜并不在乎，反正都是要上路的人了，况且她向来是帮亲不帮理。嘻嘻，好像要开场了。江夜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拿出系统赠送的那根棒球棍，对着空气随意挥舞了2下。山城上广阔的空地上，李靠背正与云和太极其他人交流。叶不凡见到3年来梦寐以求的人儿，心头的愤怒也随之平复了许多，目光灼热地看向云雅曼。云雅曼也是看向了他，神色平静，没有多大反应，只是微微一笑表示礼貌。叶不凡见此顿时心头一热，云雅曼刚刚竟然对他笑了，这笑容令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果然，哪怕时间过去这么久，他还是没有忘记我，总算不枉费我这般努力修炼。雅曼，一会儿你可看好了，我叶不凡定要让你看见我的潜力，未来我必将成为荒山界的主宰，带着你去往上界纵横一时。徒儿，发什么愣呢？云圣主同意履行当年约定，你可以上场了。李靠背走上前对叶不凡说道，同时私下传音，一定要沉住气，稳扎稳打，慢慢占据上风。我观那小丫头也不简单啊，年纪轻轻修为竟达到了子府境8重，你才刚刚晋升子府，要利用好你的血煞神体，时间拖得越久，你的胜率越高。美好的遐想被打断，叶不凡得知这些信息也是一愣，他不敢再拖大，神色认真起来，踏上临时搭建好的擂台，站在场中正色道：雅曼，我知道你这3年也提升得很快，但如今我一时今非。好，叶不凡的装逼时刻被9道震天的龙吟强行打断，9条白玉苍龙自云端破空而来，震得云层翻滚，身躯如山岳般庞大，龙鳞闪烁着晶莹的光辉，气吞万里，仿佛能撕裂天地，四周的空气似乎都为之一滞。紧随其后，一辆金碧辉煌的车辇宛如一座移动宫殿缓缓降临，车体华贵无比，表面镶嵌着成千上万颗璀璨的宝石，车身雕刻着龙凤图腾，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无上的尊贵与威严。车辇上刻有一个古朴的江字，整个诸天无不知晓其代表的含义。忽然，江一挺拔的身影出现于半空之上，俯瞰着下方犹如蝼蚁般的众人。长生仙族，江家神子降临荒山界，尔等还不快匍匐恭迎！其身上的准地气息全数展现出来，声音带有低微的压迫，令众人双腿发软。长生仙族江家9龙拉车，每一条白玉苍龙都有着圣人境修为，在荒山界就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在江族这里竟只能充当拉车的角色，而且还有一位准地护道者。天大的手笔！云和泰见此一幕，脸色苍白，那位江族神子竟然亲自过来了。荒山界不过是一小界域，圣人境修士都嫌弃的偏僻小地，竟然如此这般阵仗前来。云和泰想到云雅曼一事，怕不是要来问罪，他当即跪了下来，同时给圣地内所有人传音。大眼圣地所有人，包括老祖，全部出来恭迎江族神子到来。很快，圣地中的所有人神色慌忙，一道道身影鱼贯而出。还不快，都给我跪下！云和泰沉声呵斥道。众位长老与老祖脸色大变，当即跪下。片刻间，大眼圣地方圆数万里范围内，
所有生灵齐跪下，唯有一人特殊，正是叶不凡。他面色惊恐，双腿发软，准地磅礴至极的气息威压覆盖着所有人，他不例外。面对这般如此恐怖的存在，实难不生出敬畏之心，但内心的尊严不允许他下跪。而已经跪在地下的李靠背见叶不凡还没跪下，顿时吓得脸色惨白。他知晓这家徒弟那高傲的性子，但也不看看现在是何等状况。那可是长生仙族，尽管李靠背没有去过上界诸天万域，但身为荒山界顶级强者，还是知晓不少信息的。那可是江族神子，红叶女帝之子，此等存在，捏死叶不凡就像是捏死只蝼蚁般轻而易举，就连靠山宗也只是一粒尘埃般渺小。李靠背顿时呵斥道：“叶不凡，你也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状况？赶紧给我跪下！”叶不凡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不，我不跪。师尊，你为什么也要跪下？难道就凭背景大，就可以让所有人给他下跪吗？我辈修士与天与地与人争，我叶不凡堂堂7尺男儿，除了父母师尊，谁也不跪。”李靠背听后顿时懵了，他没想到这小子胆子竟然这么大，正要警告，但此刻江毅已经注意到了叶不凡，一股庞大的地威压迫在其身上，叶不凡根本没法抵抗，直接跪了。不，叶不凡只感觉内心无比愤怒。为什么？为什么？那什么江家神子一来，所有人就得俯首恭迎他？事实上是江夜特意传音提醒过江一，不然叶不凡直接就爆体而亡了。叮！天命主角叶不凡被迫下跪，道心受损严重，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掐着这个点出来，就是为了打断你装逼。嘻嘻，江夜心中憋着坏，同时从车碾下来，身后跟着红烟与清玄2人陡然出现在半空中，横踏虚空。众人抬头望去，少年如谪仙下凡，面容俊美如妖，散发着不属于凡尘的气质，金眸如炬，犹如深邃的星辰，淡金色长发如丝如绸，宛若阳光下的金色流云。修长挺拔的身影带着一股凌驾尘世的威仪，缓缓降落在地面。太眼圣地圣主云和泰，我等恭迎神子殿下，恭迎神子殿下，恭迎神子殿下。所有人目光带着敬畏，齐声喊道，声音直冲云霄，场面壮观。叮！检测到天命女主云雅曼。叮！检测到天命主角叶不凡，姓名叶不凡，19，境界子府境一重，第4境，体质血煞神体，功法炼气秘谱，邪文镜阵图，无双拳，宝物一红鼎，玉虚天罗斧，剩余气运值8501千。江夜破望京眸目光淡淡扫过叶不凡，原来没有戒指老爷爷，而是觉醒了血煞神体，难怪12岁时修为不进反退。血煞神体，修行者的鲜血便是其唯一养料，否则便会吸食自身修为以维持生命。想必叶不凡这个土鳖对这种体质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早年走了不少弯路。那里靠背应该也是看中了他的强大体质，才收他为徒。随后江夜目光看向众人，微微一笑，轻声道：“行了，都起来吧。”见神子殿下发话，太眼圣地老祖与诸位长老们以及各方来凑热闹的修士这才缓缓起身，唯独叶不凡一人仍在地上跪着，因为江一的威压并没有在他身上消失。神子殿下今日光临，真是令我太眼圣地蓬荜生辉，实乃三生有幸啊！还请您这边上座。云和泰笑脸相迎，让出场内首座，恭敬地道。周围人一言不发，颤颤巍巍地站在原地，不敢有任何动作，无一人敢先于这位神子坐下。江夜毫不客气，直接支膝椅坐上去，姿势优雅随意，气质潇洒。一众女弟子满眼闪烁着崇拜的星光，就连云雅曼也是美瞳异样连连。她也没想到，这位神子殿下看起来不仅排场十足，而且还这般俊美。这就是来自上界的神子吗？太帅了吧，宛若谪仙灵视，简直爱了。这么完美的男人真的存在吗？要颜值有颜值，家世背景也强大无比。江夜享受着众星捧月的赞美，这让一旁还跪着的叶不凡胸中一股妒火莫名燃起。该死的神子，不就是倚仗家世背景吗？这换我也行。江族神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别人都起身了，为什么只有我还跪着？我有得罪你吗？为何要这般为难我？众人闻言看去，不禁摇了摇头。叶不凡或许在荒山界东域勉强还算是个人物，但比起江族神子，简直犹如蝼蚁见星辰。李靠背在旁边吓得浑身一抖，当即出手动用灵气压制在他身上，使其说不出半个字来。开什么玩笑？叶不凡若是招惹到了这位神子殿下，10条命都不够赔的。云和泰此刻也是恨不得直接杀了叶不凡。他本就猜测江夜此番前来是来问罪太眼圣地的，而这等时候叶不凡还火上浇油，真是该死啊！但他看江夜没有丝毫反应，一句话都没说，便不敢先开口斥责叶不凡。而江夜端坐在首座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像是根本没有把叶不凡放在眼里一般。叮！天命主角叶不凡心中感觉屈辱无比，气运值减少2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首座之上，红颜很是熟练地坐在江夜身旁，而清玄则是为他沏上一杯茶。两位都是绝世佳人，颜值顶级，身材顶级，令人下方的众人艳羡不已。茶香飘渺，宛如云烟般氤氲在空中，沁人心脾。江夜执起玉盏，轻轻抿了一口，他目光缓缓扫视四周，神色平静如水，
唇角却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在场众人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压迫感施加在身，明明这位神子殿下一句话都没说，却像是一座山岳压顶般横亘在众人心头，难以喘息，气氛死寂，压抑到极致，甚至能听见有人紧张地吞咽口水的声音。终于，江夜将目光扫向云和泰，面色淡然地开口道：“云圣主，太眼圣地往常也如今日这般热闹吗？”云和泰瞳孔猛缩，冷汗直冒，恭敬回道：“这倒没有。”他此刻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一般，本来现在情况就已经够危险了，生怕再有丝毫得罪于江夜的地方。哦，那我今天倒是想听听，什么趣事这般热闹？江夜唇角微翘，语气慵懒随意，似是好奇。云和泰哪怕半个字都不敢隐瞒，赶忙将3年之约的始末一五一十尽数道出。说完后，江夜静静地坐着，神情依旧平静如水，眸光深幽，看不出丝毫波澜。可正是这份平静，让人更加不安。在场众人全都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心知这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征兆。江夜沉默片刻，忽然露出一抹淡笑，随即缓缓站起，身上的修为不再掩藏。第8境斩道境2重，这一股气势如潮水般席卷开来，瞬间激起周围的波澜。前日觉醒光明神王体后，江夜就自然突破了，这等气势顿时在场中掀起一阵躁动。云和泰与云雅曼也是愣在原地，震惊地看着眼前的江夜，仅仅古灵17，竟是达到这般恐怖的修为，简直难以置信。其他人也亦是如此反应。还跪在一旁的叶不凡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与不甘。他无法理解这个神子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修为，年龄甚至比他还要小，一定是依靠资源堆出来的，只不过是依赖家族和背景罢了。要是我也有那样的资源，凭我的天赋，甚至比他更强。叶不凡心中怒吼，双眼瞬间变得血红。这时，江夜目光瞥向一旁的云雅曼，破望金眸爆发出摄人心魄的威压，沉声道：“真是有趣，云圣主，这是要将族内给我选定的侍女当做赌约嫁出去？”轰！此话一出，整个场面瞬间静默，所有人都不敢出声。云和泰心头猛地一震，慌乱间，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将额头磕向地面，声音颤抖道：“神子殿下，我等绝无此意啊！只是叶不凡这小子当初挑衅我等，雅曼也是想要借此机会洗刷耻辱，以正道心，故此才拖延了几天时日，请神子殿下饶过我等。太眼圣地所有资源仙财，皆由神子殿下您全数支配，绝无半点怨言。好一个老狐狸！”叶不凡听闻后，眼中简直要恨出血来，心中直呼倒反天罡。他顿时怒道：“老东西，明明是你3年前羞辱于我，怎么到头来你竟然颠倒黑白，不知羞耻的老贼！”身旁的李靠背此刻被吓得半死，刚才江夜给人的压迫感实在太强，一个不小心又让叶不凡这般无理出声，顿时将真王境的力量再度狠狠压迫在他身上。李靠背毫不怀疑，若是再让叶不凡多说几句，得罪了那位神子殿下，小命立马不保，就连他身后的靠山宗都有可能会到牵连。叶不凡顿时被压得喘不过气，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江夜眼神中掠过一丝丝不满，他还想听叶不凡继续狗叫呢。云和泰此刻肠子都悔青了，他真的没有想到江族神子竟然会亲自下场，这摆明了是要清算。神子殿下，此子胆大包天，刚才更是冲撞于您，那这场赌约也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云和泰越老越贼，当即转移矛盾，连忙又补充道：“雅曼与此人不过泛泛之交，随时可与神子殿下前往江族，他以后就是您的人了。”云雅曼见状也是上前一步，嫣然一笑道：“神子殿下，这叶不凡颇为烦人，小女子拒绝过他多次，但他还是一直纠缠于我。本想着通过这场赌约让他断了念想，可他今日竟敢冲撞于您，简直不可饶恕，要不就直接杀了吧。”叶不凡闻言顿时怒火攻心，他万万没想到云雅曼竟敢当着众人的面说出如此羞辱他的话，该死的神子！他几乎要嘶吼出声：“不可能！雅曼他定是被逼的，是那江夜施压胁迫，他才会说出这种违心之言。”可愤怒归愤怒，叶不凡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脸色愈发涨红，五指发颤，眼眸赤红，胸膛剧烈起伏，气血翻涌，终于忍不住猛地仰头，一口鲜血狂喷而出。定！天命主角叶不凡无能狂怒，气急败坏，气运值减少5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江夜唇角微扬，神情悠闲，自己就说了一句话，这反派值就嘎嘎送来。看来这个天命主角心境不太行啊。另外，云和泰与云雅曼这两妇女倒是心机颇深。来此之前，江夜便让天卫将所有人的底细查明，对于这些人的小心思，他一清二楚。别啊，这赌约还挺有趣的。江夜淡淡开口，话语中带着几分戏谑。不用管我，这场赌约继续。不过嘛，我也来下个注。他眸光一转，落在云雅曼身上，随手倒了一杯茶，轻轻一推，轻声道：“若你赢，那你这杯悟道茶便赏你了。”茶香四溢，瞬间弥漫开来，人们这才恍然发觉，这居然是传说中的悟道茶，有价无市，求之不得的神物。多谢神子殿下，雅曼定当全力以赴。云雅曼强忍心头惊骇，俯身应下。他何曾见过如此豪奢的赏赐？这可是能够让人发掘自身道域，可以帮助修士领悟大道，
提升境界的稀世之物，可在江夜这里却是随意赠予。长生仙族的底蕴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荒山界从未有过，只在诸天上界听闻过。但下一刻，江夜话锋一转，语气却冷了几分：“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你输了，就把命赔上。”话音落下，整个场面陡然安静下来。云雅曼身形微震，脸色骤变，心中瞬间凉了半截。此刻他才发现，在这位神子殿下面前，自己以往的一切骄傲简直如尘埃般渺小，其心思更是难以捉摸，不怒自威。光是身边2位绝色佳人，便是将他完全比了下去。想到这里，他就不禁一顿自嘲：“是神子殿下。”云雅曼只能应下，缓步迈上了擂台，眼神紧紧锁定在台上仍跪着的叶不凡。云和泰不敢阻拦，反而一副顺从的模样，静静站在一旁。彼时，江毅也放开了对叶不凡的威压。李靠贝则悄然传音给叶不凡，劝解道：“儿，这一次情况非同小可，尽早认输，保住性命才是要紧事，否则我靠山宗也保不住你。”只见叶不凡眼睛通红，早已心神俱乱，心中滔天的愤怒无处释放。那江族神子刚才说云雅曼如果输给自己就要赔命，这难道是专门说给他听的？若是不赢，那自己岂不是又成了众人的笑柄？可若是赢了，云雅曼就要死，那可是他日思夜想的女人啊！好歹毒的阴谋，进退两难。他满眼怨恨地望向上方首座的江夜，看着对方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身旁的青霄与红烟正含情脉脉地为其按摩沏茶，浓浓的嫉妒情绪涌上心头，难以言表。他还想放狠话，但又看了看悬浮在半空中的江一，又只得将怒意吞下，满腔怨恨无处可发。叶不凡也不傻，既然自己师尊都如此忌惮，也知晓如果再放狠话，可能会性命不保。叶不凡看向对台的云雅曼，目光中带着几分痴迷，说道：“雅曼，我叶不凡今日……”然而还没等他说完，云雅曼的冷笑便已经响起，猛地抽出长剑，身形如风，快速冲向他。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温情，目光冰冷如霜。不必多说，你这个死舔狗竟敢如此冲撞神子殿下，今日我必斩你！跟神子殿下相比，你连只蝼蚁都算不上，顶多算个癞蛤蟆，也配与本小姐谈婚论嫁。3年前我不过是懒得理你，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一句句讽刺洞穿叶不凡的内心，同时一道道剑气呼啸而来，每一个字都让他的内心剧烈的颤抖，仿佛被撕裂了一般。他没有想到，曾经心心念念的云雅曼竟然会说出如此绝情的话来。云雅曼很聪明，知道现在是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他也是悔不当初，若是早见过神子殿下，又怎会做出这般愚蠢的事情来？这般完美的男人，让他倒贴都愿意。你！叶不凡躲闪着一道道剑气，满脸的不可置信，双眼全是通红的血丝。即便再蠢，也意识到了云雅曼从来都没有在意过他，怒不可遏。他无法言语形容此刻的滔天怨恨，就如快要喷发的火山。亏他刚才还想着要怎么帮云雅曼解决危机，自己真是个傻子，不再留手。叶不凡血煞神体全开，带着血红的气势冲上前。至于师尊的劝谏，全被抛在了脑后。此刻他只想赢，该死！今日本该是我扬眉吐气之时，怎可再受此侮辱？两股气势在擂台上猛烈碰撞，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云雅曼的剑气与叶不凡的血煞气息交织，彼此不断冲击，宛如风暴来临，整个擂台都在剧烈震动。定！天命主角叶不凡多次装逼被打断，憋屈无比，气运值减少2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定！天命主角叶不凡与天命女主云雅曼与决裂，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上方首座的江夜带着淡淡笑意，男女主一个舔狗，一个绿茶，互相背刺的戏码也算有些趣味。轰！擂台场中，双方激战正酣，叶不凡越战越勇，凭借着子府境1众的修为，竟能与子府境8众的云雅曼势均力敌，甚至隐隐占据了上风。云雅曼，你这个贱人，这么多年来，我可曾亏待过你？你为何要如此羞辱于我？如今你为了取悦那江族神子，竟甘心去给他当侍女，还要为此要杀了我，你对得起我吗？云雅曼眼中闪过一丝惊愕，他没想到叶不凡的实力竟然在短短时间内提升到了如此地步。可笑，叶不凡，你不过一介蝼蚁，也配与神子殿下相提并论？就算是侍女，我也是心甘情愿。云雅曼也是个狠人，为了上位不断用刺耳的言语刺激叶不凡的心神，偶有空隙便毫不犹豫想要将他斩杀。呀！叶不凡陷入无能狂怒，怒吼着强行反扑，血煞神体催动到极致，杀气翻腾。台下的李靠背看着场上激烈的战斗，面沉如水，心中满是失望与叹息。小不忍则乱大谋，年少气盛可以理解，但太过张狂终究是祸。他抬眸看向主座上的江夜，只见对方正懒散地倚在座椅上，与2位佳人谈笑风生，神色轻松，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但李靠背知道，今日要是江夜不发话，恐怕谁都别想离开。彼时大战落幕，只见台上叶不凡浑身剑痕累累，鲜血淋漓，但云雅曼已经被轰下擂台，昏迷不醒。经此一战，他竟届时突破到了子府境2重，不愧是天命主角。经此一战，叶不凡似乎又觉得自己行了。
他目光一凛，缓缓踏前一步，中气十足地道：“今日我胜，但我不再需要云圣主兑现赌约。”随后，叶不凡又望向上方的江夜：“江族神子，你可敢压制与我同一境界，与我一战？若我胜，你放过云雅曼；若我败，任你处置，如何？”叶不凡心中对云雅曼失望至极，但毕竟是青梅竹马，情感并非一朝一夕能割舍。最重要的是，他早看那江族神子不爽了。凭什么？他梦寐以求的女神，竟然舔着脸要去做他的侍女？凭什么？他一来就受到万众瞩目的拥戴。台下的众人顿时哗然，议论声四起。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叶不凡竟然如此大胆，竟要挑战江族神子。云和泰也是一阵惊讶，但想到刚才江夜说的赌约，他当即心思一转，出声喝道：“叶不凡，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与神子殿下一战？我看你是活腻了。神子殿下，我这就将这贼子拿，不必多言。”江夜冷声打断。此刻他一脸戏谑，眼中带着浓浓的玩味。果然，舔狗不愧是舔狗，都到这一步了，还要保云雅曼，这绿茶手段高超啊！看来小的时候没少给他灌迷魂汤。这般想着，同时悄然给江夜传音。叶不凡见江夜不搭理自己，满脸怨毒之色，再度喊道：“怎么，高高在上的江族神子，难道不敢与我？”啪！半空上的江夜冷哼一声，发动自身手段，虚空仿佛撕裂，一个巴掌印狠狠抽在叶不凡的左脸上，与右脸上的红色巴掌印相互对称了。叶不凡被扇飞出去，重重砸落在地。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老夫忍你很久了。下一刻，江一又猛地一挥手，顿时一道强大的气息席卷而出，瞬间将台下重伤的云雅曼包裹，砰地一声化为血雾。叮！恭喜主人击杀天命女主，天命主角叶不凡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叮！天命主角叶不凡心态爆炸，气运值减少8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80。声音宛如悦耳乐章。江夜淡淡看向刚刚爬起来的叶不凡，满脸血污，双目赤红，披头散发，狼狈极了。啊呀！我要你死！叶不凡彻底失去理智，眼中满是仇恨和疯狂，一字一句仿佛疯魔般咆哮，就要出手。李靠背冷汗直冒，猛地冲上台，一股气息压在他的身上，使其动弹不得。混账东西，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还不快给神子殿下道歉！开什么玩笑？长生仙族江家，那可是整个诸天万域的无上霸主，其母红叶女帝更是诸天万域中唯一一位没有被邪魔气污染过，处于全盛时期的大帝。20万年前正道，如今实力更是深不可测。传闻其行事霸道无比，狠毒决绝，灭人9族更是家常便饭。唯一的软肋就是这位神子殿下，一旦得罪，整个靠山宗怕是连根都不会留下。叶不凡此刻早就失去理智，不管不顾，疯狂叫嚣道：“凭什么？我到底错在哪里？凭什么让我道歉？”他江夜不过是仗着背后有长生仙族，才敢这般嚣张跋扈。他不敢与我一战，随意杀人，反倒要我给他道歉，这就是所谓的神子风范。长生仙族就这般欺压他人，不怕天怒人怨吗？此言一出，全场死寂，哪怕是江夜都未开口，场下诸多修士便已面露惊骇之色。他们还年轻，可不想因为这个蠢货被害了性命。众多声音当即响起：疯了！这叶不凡是真的疯了！快闭嘴吧！他这是要拉着我们所有人陪葬啊！你配与神子殿下相提并论？神子殿下连看都懒得看你一眼，还敢狂吠不止！此时江夜正懒散地抱着红烟，两人笑语盈盈。红烟经过这几天的教育，跟着江夜学会了很多套路，似是明白他的心思，笑盈盈地轻声道：“公子，有条狗好像在盈盈狂吠呢。乖，咱们不跟狗一般见识。”自始至终，江夜甚至连一眼都未施舍于叶不凡，更别说回应他的质问。江家神子，你说话呀！回答我，敢做不敢认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叶不凡歇斯底里的怒吼，嗓音嘶哑，仿佛疯魔。无言乃是最高的轻蔑，那份彻骨的无视，比任何言语都更具杀伤力。他声音渐哑，情绪濒临崩溃，胸膛剧烈起伏，脸庞因愤怒与羞耻而扭曲。叶不凡有些懵了，他感觉自己现在像个小丑一样，在人前表演似的大呼小叫，但对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算什么？周围人纷纷一阵数落于他，怒骂、讥讽、嘲笑，就像是看一条疯狗无能狂怒。孽障，够了！李靠背面色铁青，彻底失去了耐心，袖袍一挥，一道灵气重轰在叶不凡身上。轰！叶不凡宛如破布般摔倒在地，吐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动弹不得。孽徒，你简直是疯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口狂言，得罪神子殿下，简直是不知死活。叶不凡，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我靠山宗的弟子，我也没有你这个混账徒弟。你自持拥有血煞神体，觉得自己天赋超群，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神子殿下面前，你算个什么东西？有点成就你便不知天高地厚，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今日你敢得罪神子殿下，明日你怕不是要翻天？我靠山宗迟早有一天要毁在你的手里。叶不凡脸色苍白，浑身是血，他听着师尊那毫不留情的冷喝，瞪大双眼，满脸震惊与不可置信。先是被迫下跪，再是青梅竹马背叛，然后像是只蝼蚁被捏爆。满场的讥笑声、唾弃声
如潮水般将他吞没，被其他人看作笑话。这一切的根源都是那个突然到来的江族神子。那人自始至终连正眼都未曾看过他一眼，一句话都未说，但却好似支配了自己的性命，让自己众叛亲离，痛失青梅竹马。如今李靠背也要把他逐出靠山宗，凭什么？就凭他身份尊贵，高高在上，不甘、愤怒、仇恨，滔天愤怒已经不足以形容叶不凡此刻的心情了，而是怨恨到了极点，几乎要撕裂自己的心脏。他还从未如此痛恨过一个人。就在这时，李靠背深吸一口气，向着江夜跪下行礼，道：“神子殿下，此人不再是我靠山宗弟子，如此愚昧不知所谓的狂徒，您大可任意处置。”定天命主角叶不凡与世尊决裂，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江夜懒洋洋地舒展了一下筋骨，随手取出那根系统赠予的棒球棍，他随意挥舞了几下，风声凛冽，仿佛劈裂虚空。场中众人心神一震，紧接着江夜收敛笑意，目光淡漠地落在李靠背身上。靠山宗宗主，呵呵，我想你恐怕弄错了一件事。他的声音极其平静，却带着某种令人灵魂战栗的寒意。长生仙族江家，不可辱！无论叶不凡现在是否仍是你的弟子，敢辱我江族，他的九族，连同身边的所有亲人、朋友和势力，必定满门抄斩，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凡有一个漏网之鱼，那整个荒山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此言一出，犹如晴天霹雳，所有修士仿佛被人定在原地，脸色瞬间惨白，汗如雨下，尽皆跪在地上嘘声。狠，太狠了！动辄灭人九族，这等做事手法与红叶女帝如出一辙。李靠背也是呆愣住了，如遭雷击，嘴唇颤抖，眼神一片空白。一旁颤颤巍巍的云和泰面无表情，沉默不语。云雅曼死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甚至连眼皮都未动一下。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从江族神子亲自下场的这一情况看来，他就觉得十分的不对劲。按道理，云雅曼那点事儿放在平常算个屁，但如今神子亲临，再联想到江夜乃是黑暗纪元前的人物，于1月前解封出世，清算，呵呵，显然是要借此机会灭掉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势力，立威才是关键。云雅曼死后，云和泰不敢发出任何质疑，因为他知晓，果然真有那么一丝生机，那就是等这位神子把怒火烧到别人身上，这样才有可能保住太眼圣地。悬浮于天际的江一见此，眼底不由泛起一丝赞叹，不愧为我江族神子，做事果决，斩草除根方，为我辈修士之魄力。看向江夜的眼神也愈发敬畏起来。而李靠背此刻面如死灰，整个人如坠冰窟。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是因为叶不凡一人，他与他靠山宗所有人就要陪葬。噗的一声，李靠背猛地喷出一口精血，自身力量紊乱，施加在叶不凡身上的灵气也轰然散去。叶不凡顿时恢复行动能力，踉跄起身，脸色狰狞道：“你怎么敢？你欺人太甚！我之前所说有哪一句不对？竟要灭我九族？姓江的，有本事你我战上一场，拿我家人来威胁算什么？来啊！”叶不凡目眦欲裂，眼中的恨意到达了顶端，他已经顾不上什么了。这短短不过1个时辰，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接连遭遇的打击让他彻底疯狂，理智都快要崩溃了，只能不断的嚎叫着，还能稍微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然而江毅微微抬手，一缕地威如山般再度震下，使得叶不凡根本无法动弹，只能跪在原地，喘着粗气，大喊大叫。不愧是天命主角，嘴够硬。江夜玩弄着手中的棒球棍，也不知是什么制裁，反正系统说打谁都很痛，痛觉症500%。他随手把玩2下，似笑非笑，轻描淡写的开口：“来人！”话音刚落，虚空震荡，12道身影宛若死神般自虚空裂缝中踏出，气息凛冽冰寒。去趟叶家，靠山宗也走一趟，鸡犬不留。只要是跟叶不凡关系稍微亲近一点的，把头砍下来扔叶不凡面前，其父留个活口带到这里来。中途若遇阻拦者，灭九族。说完，12位天位立即撕裂虚空，消失在原地。叶不凡此刻面目扭曲，双目血红，声音嘶哑到几近崩溃，怒道：“姓江的，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何要如此作弄于我？祸不及家人，你玩不起吗？有本事下来与我一战！”叶不凡跟骂街大妈一样，疯狂叫嚣着，周围的人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个个跪倒在地，不敢喘气，生怕下一个被灭九族的人就是自己。至于江夜，终于他缓缓抬眼，第一次正眼看向了叶不凡，只不过他却只是懒散地躺在清霄光滑白嫩的大腿上，享受着红烟俯身替他揉捏肩颈，手法娴熟，温香软玉，嘴角带着一抹戏谑的微笑，悠闲地看着他。这孩子气坏了，就喜欢他气急败坏却又奈何不了自己的样子。叶不凡跪在原地叫骂了好久，但江夜始终不搭理他，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只是笑盈盈地注视着他。这种完全忽视的态度让叶不凡感到异常的憋屈。为什么？这该死的神子！如果是对骂或者羞辱，哪怕只是一句冷笑，甚至给他几耳光，叶不凡都觉得或许能稍微舒坦一点。可偏偏江夜什么都不做，什么话都不说，一副完全不鸟他的态度。这种完全的漠视比死还难受。无论叶不凡如何咆哮，别人都觉得他只是在无能狂怒，毕竟他动弹不得，连近身都做不到。最终他完全瘫坐在地，
喉咙沙哑，明明是自己九族被灭，师门死绝，还不跟自己说话，气氛压抑，静得可怕，仿佛连落针都能听见。这时叶不凡抬头看到江夜依旧躺在清霄的腿上，好像是睡着了，这番姿态更是让他气得半死。定，天命主角叶不凡被灭九族，心态崩溃，嫉妒主人的帅气容貌，气运值减少15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50。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江夜缓缓睁眼，神子殿下，您交代的事已经办好了。退下吧。下方只见叶不凡身前滚落有数10颗他熟悉的人头，双目失神，眼角流着泪痕，显然是哭过好一会儿了。这时他才彻底清醒。师姐师妹，叶家族人，大伯二舅，小姨表妹死了，全都死了，除了他的父亲和师尊，全都死了，回不去了。这一切的根源不过自己放了几句狠话，就要灭自己的九族，亲人死绝，凭什么？凭什么他生来就拥有一切？凭什么他生来就有生杀予夺的权利？视人命如草芥，而其他人却只能低头俯首。更可恶的是，他明明是高高在上的长生仙族神子，行事却毫无底线可言，不接受他的挑战，完全的无视他，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从头到尾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而自己就气急败坏的在那里破口大骂，歇斯底里，就像是在无能狂怒，成为了众人的笑话。这种令人感到无比恼怒的感觉，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无地自容，无言是最高的轻蔑，像是一时间里无法接受，恨意与悔意交织涌上心头。叶不凡想要发疯，想要怒吼，想要杀了那个高高在上随意将人性命夺走的少年，可他做不到。现在就连自己与父亲的性命也都握在对方的手上，无法反抗。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此前的行为究竟酿成了怎样的灾难。叶家、靠山宗、太眼圣地，甚至于整个荒山界，在那长生仙族江家面前，就连蝼蚁都算不上，不过弹指即灭。此刻叶不凡身旁跪着2人，是他父亲与李靠背，满脸呆滞，瘫坐在地上不知所措。倒是没想到这天命主角的羊毛这么好薅，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还剩350点，看来很快就能收网了。主人，一般家人没死光的天命主角，道心没那么稳固，而且叶不凡还处于发育阶段，所以很容易被打击到。江夜带着几分悠闲与满足感，伸了伸懒腰，起身将棒球棍搭在肩头，轻轻一闪身，便出现在叶不凡等人面前，俯视着他们。只见一位身穿龙纹黑袍的少年缓缓向他们走来，面容俊美如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叶兄怎么了？何故行此大礼啊？快起来，地上凉。听到来人声音，叶不凡猛然抬头，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颤抖，指着对方怒吼道：江，姓江的，你这个……砰！江夜直接一棍子打断施法，狠狠敲在他脑门上。叶不凡整个人被打得倒飞出去，脑袋上瞬间鼓起一个大包，狼狈至极。好好说话！江夜笑盈盈的提醒着，语气温和，却带着莫名的压迫感。走到叶不凡面前，补充道：不感谢我吗？我可是准备了这么大排场的见面礼，好让你一家团聚，整整齐齐的一起上路。叶不凡鼻血横流，艰难地撑起身子，眼中满是怨毒与愤恨。你到底要……砰砰砰！江夜挥舞着棒球棍，一棍接一棍的招呼在叶不凡身上，每一下都避开要害，却疼得他几欲昏厥。快感谢我！叶不凡感觉自己全身都被打骨折了，身上传来的疼痛感过于剧烈，一时间分不清谁是谁了，竟然眼泪汪汪地哭出声来。一旁的叶父跪倒在地，眼中满是绝望，对着江夜哀求道：神子殿下，求您别打了，不知犬子究竟是何缘故得罪了您？老东西，我让你说话了吗？砰砰砰！江夜话音未落，棒棍已至，转瞬之间，叶父也被敲得满头是血，狼狈不堪，残暴，太残暴了！众人依旧跪伏在地，大气不敢出，没有人敢说什么，内心煎熬着，只希望这场闹剧快点结束，再也不凑热闹了。江夜又再度转头看向叶不凡，高高举起棒球棍，笑嘻嘻地道：还不快感谢我！叶不凡被打得浑身抽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嘴唇颤抖，他惨笑着道：你要杀便杀，但休想！砰砰砰！又是一顿棍棒教育。我错了，谢谢你！叶不凡终于忍不住痛哭出声。叮！天命主角叶不凡痛哭流涕，气运值减少5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江夜这才心满意足的点点头。他晃晃悠悠的在3人面前走来走去，步伐悠闲，也没说话，只是来回踱步，但却像是死亡倒计时的钟声，敲击在众人心中。哒哒哒！这简单的脚步声，在场每个人耳中都仿佛催命鼓点。一旁的李靠背也实在忍不住了，颤声开口道：神子殿下，不知您究竟想如何处置我等？砰砰砰！话音未落，江夜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抡起棍子就是一顿毒打。李靠背顿时惨叫连连，疼痛彻骨，倒在地上狼狈扭动。虽然他的修为比江夜高，但江一的地威一直在压制他，连动弹都难。不愧是系统出品，打谁都像是打普通人一样，修为再高也没用。江夜心中想着，接着又2棍子敲在了叶不凡的头上。我没说话，看你不顺眼怎么了？还不快感谢我！
谢谢。叶不凡被整得实在没脾气。以往在外历练的时候，他的抗打击能力堪称一流，但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这莫名其妙的棍子明明感觉伤害不大，但痛的却是让人难以接受，让他连惨叫都带着哭腔，生怕再被打。他屈服了。江叶见状，思索了一番，感觉继续打也耗不出更多反派值了。叶不凡整个人都快吃傻崩溃了，得给他点希望。江扬州，出来吧！只见天际上九龙车辇正停留在半空，一男一女出现，随后缓缓落在地面上。神子殿下 X2，刘梅是吧？屈跪在叶不凡旁边。刘梅娇躯微颤，看了一眼地上血肉模糊的叶不凡与叶父，心中恐慌至极。当初他只是荒山界一介女修，后被江扬州带到了上界，受尽了10几年的苦役，才逐渐了解长生仙族江家究竟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诸天中名副其实的第一仙族，绝不为过。他连半点反抗的念头都不敢起，立刻俯身跪在叶不凡身旁。见到刘梅与江扬州现身，叶父泪流满面。刘梅像是没听见一样，一言不发，恭敬地匍匐在地。煽情的戏码就不必了，叶不凡你看看，我把你娘带来了，让你们一家团聚，还不快感谢？江叶坏笑着，语气轻佻。瘫坐在地的叶不凡听后瞳孔骤缩。娘！他看着父亲的神情反应，再看到江扬州一脸戏谑的模样，猛然明白过来。他知晓当初娘亲被人掳走，叶家也是因为这个江扬州惨遭重创，后续一切的羞辱都是因为他间接造成的。关于这点，叶不凡倒是想错了。江扬州当年在荒山界游历，被刘梅狠狠坑了一把，当时没有灭其九族已经是仁慈了。不凡，刘梅这时也是忍不住了，眼泪婆娑地看着自家儿子。他这些年尽管在苦难中度过，但并非一无所获。刘梅猛地看向江叶，壮着胆子说道：神子殿下，我有一物，乃是黑暗纪元之前所诞生的产物，那是一份鬼图，可以开启鬼气大帝死前留下的传承，被我藏起来了，只要您能饶我儿不凡一命，我便将它交于您。江叶微微动容，随后又淡淡笑道：大帝传承倒是稀奇，可是对我没用，死心吧。大帝传承或许对其他人是个宝贝，但对江叶却是可有可无，毕竟江族什么没有，自诸天诞生，江族便长存于世。时至今日，江族内的大帝传承不下100份，他母亲红叶大帝光是在黑暗纪元时期所收集到的大帝传承就不止2位数，况且大帝之间亦有差距。鬼气大帝江叶也有听闻过，不过仅仅是中位大道，其实力也是一般般。刘梅藏有鬼气大帝的传承鬼图，或许回江族后，江叶可以派人去寻找一下。自己虽然没用，但给族内多增加一份底蕴，倒也是不错。刘梅听后，满脸苍白地坐在地上。叶父此刻也是心如死灰，神情扭曲。真不知我叶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要遭受你们江族如此报复，你们真是不得好死。他看出来了，眼前这个神子殿下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们，索性直接翻脸。江叶直接一棒子狠狠敲在他后脑勺，昏死过去。爹！叶不凡痛苦至极地惨叫道，他的双眼赤红，泪水已经止不住的流淌，他彻底崩溃了。眼前的一切几乎让他无法呼吸，心中的最后一丝理智和坚韧被痛苦吞噬，恍若置身地狱。在此刻，他后悔了，为什么自己要逞口舌之快，放那些狠话，有什么意义？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自己的傲骨、尊严根本不值一提，对方只需抬手，轻易就能摧毁自己的一切。这是为什么？不过是所谓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叶不凡终于认清了自己，若非自尊心作祟，非要在江叶面前找回几分颜面，也许事情不会演变至此。而如今，连自己的生母都被卷了进来。姓江的，动手吧，我会在地狱等着你。叶不凡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滔天恨意，他也看出来了，以江叶的冷漠与无情，断然不会放过自己一家人。心如死灰之下，已然毫无顾忌。他想要爬起来，却发现浑身骨头都被江叶打碎，只剩下一具残躯，如风前烛雨里灯。咔嚓！接连的崩溃之下，叶不凡的道心彻底破碎，他的修为急速跌落，从子府2重直接跌落到气血8重。定！天命主角叶不凡道心完全崩溃，境界跌落，自知自己与父母十死无生，心如死灰，气运值减少15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50。江叶神色淡漠，直接传音给江一。下一刻，一股磅礴的力量从虚空中汹涌而来，瞬间，叶父、李靠背2人被这股力量瞬间撕裂，肉身爆成一团血雾，原地只剩下一滩滩的血迹。刘梅则是被这股力量踢在半空中，抽搐了片刻。江毅将其搜魂后也直接抹除掉，而江叶提着棒球棍，静静等待着系统的播报。奇怪的是，整整过了1炷香的时间，叶不凡却没有任何反应，仿佛早已认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还剩下110点呢，要不还是直接杀了。江叶轻声自语，稍微停顿了一下，随后踏前一步，祭出一件光滑璀璨的神物——炼魂壶。炼魂壶形态奇异，通体由白玉所制，晶莹剔透，壶身上刻满了神秘纹路，隐隐有灵魂波动，带着浓浓的摄人气息。这是专用来收集魂魄的，用于滋养自身神魂的至宝。叶不凡，看看这个，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好宝贝。江叶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操控着炼魂壶。只见壶口微微张开，仿佛一个黑洞，吞噬周围的气息，散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吞噬力量。叶不凡灰白眸子微微颤动，何意？江夜笑了笑，冷漠的声音如同魔鬼般缓缓解释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我现在还不打算杀你，这是炼魂壶，可以容纳生灵神魂，你今日辱我江家，我便让你不得好死，你将永远无法死去，你的神魂意识将被困在这壶中，承受亿万亡魂的撕扯和折磨，你将经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以及你想象不到的所有痛苦，无尽的折磨将伴随你，永远困在炼狱里，迷失在无尽的虚无之中。另外，我还为你布置了一些特殊场景，供你享受。想象一下，被水淹死，被火烧死，被活埋，万蛇吞噬，凌迟，切割四肢，再加上宫刑，然后每天都吃奥利给，然后复活，重新再来，无尽循环。你将永远被禁锢在里面，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亿万万年岁月还能等着你呢。就算有一天我死了，你都不会死，直至岁月的尽头。叶不凡听着江夜那冰冷到毫无感情的叙述，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整个人如遭雷击，仿佛遭遇了天大的打击。这一刻，他所有的骄傲与自尊全都土崩瓦解，再也不敢嘴硬，整个人如泄了气的皮球般。他哆哆嗦嗦地爬伏在地上，声音破碎的几近难辨，颤抖着低声哀求：神子殿下，我错了，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条狗，不会说话冲撞了您，是我不对，我就是个屁，求求您饶了我吧，给我个痛快，求求您。定天命主角叶不凡无比恐惧，跪地求饶，彻底屈服，气运值减少110点，气运值清零。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10。江夜终于满意的露出笑容，一旁的江扬州、红烟与清玄看到这一幕，不禁心头一震，冷汗直冒。不过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疑惑，这等残忍无比的神魂折磨法真的有吗？答案自是没有，至少炼魂壶做不到，纯是江夜胡乱编造，用来吓唬叶不凡这个土鳖的。炼魂壶的确可以吸收他人神魂，用于滋养神魂之力，但吸纳进去很快也就炼化了。每次收纳神魂也都是有极限的，一般炼化后用来滋补江夜的神魂，然后再从江族的执法地牢中挑选修为高强的犯人重新吸纳炼化。不过是这么个流程，正常来讲，就算将整个荒山界所有人炼化，都不如一尊圣人境修士所贡献的多。江夜走到叶不凡身前，嘴角扬起一抹邪笑，目光犀利地盯着他。西西，怎么，你之前不是很狂的吗？我还是喜欢你那般桀骜不羁的模样，然后我再随意捏死你。一字一句间，叶不凡早已破防，他顾不得许多，只管一味地求饶着。对，我是蝼蚁，您是真龙天子，可以随意捏死我。神子殿下，求您饶了我吧。江夜慢慢起身，面色淡然，仿佛对叶不凡的求饶失去了兴趣，悠哉地在叶不凡面前晃荡，挥了挥手中的棒球棍。给你讲个故事吧，不过呢，这次你最好祈祷我一直讲下去。叶不凡脸色惶恐地点了点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此刻的他仿佛只要是江夜不把他放进炼魂壶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江夜眯了眯眼，神色忽然变得严肃，微微抬头看向遥远的天际，开始缓缓讲道。这是一个十分烂俗的悲伤故事。从前有个人叫平凡，平凡出生于一个家境优越的世家，整日花天酒地，勾栏听曲，最喜欢的便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狂奔。直到他遇上一个女孩，朝夕相处之间，平凡动了情，渐渐爱上了她。但这个女孩身患绝症，平凡倾尽家中资源救济女孩，仍然只是杯水车薪。其父母虽然劝阻过他，但对于自家儿子向来是无下限的宠溺，满足纵容一切。然而女孩从未感激，反而一味索取。后来他遇上一位比平凡家境更为显赫，外貌俊美且才华出众的男子，名叫恶徒。女孩爱上了恶徒，但平凡不甘心，不愿放手。平凡无法放下对女孩的执念与爱意，于是开始疯狂挑衅恶徒，频频前去寻找女孩，妄图在女孩面前争得一丝青睐。可他从未考虑过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说到此处，江夜忽然笑了，眼神中满是调侃与讥诮。接下来我真的希望听下去，因为到重要部分了。说完，他还晃了晃手中的棒球棍，笑得极为和善，却让叶不凡如坠冰窟。有一天，平凡彻底惹恼了女孩，女孩借助恶徒家族的力量，亲自带人屠灭了平凡的家族。平凡从未认清自己的位置，故此招来大祸。其母用自己的生命为平凡挡下一劫。后来平凡终于发觉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愚蠢，他终于明白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女孩，而是那些一直陪在自己身旁不曾离开的人。如果说平凡的生命是一艘船，那么他的父母便是那条河流，每当船只搁浅，总是以自己的生命将他托举送至远方。平凡发誓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努力修炼，游走于各大道域。无数年后，他成就大地之上，终于站在了诸天顶端，屠灭了恶徒的家族，并亲手杀了他曾经那个爱的死去活来，现在已成人妇的女人。后来他跪在父母的坟前，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痛哭流涕。在摇曳的光影里，背后早已空无一人，止于风声呜咽。故事结束，江夜晃晃悠悠地随意甩弄着棒球棍，
像是将要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淡漠而残酷。叶不凡沉默着，两行热泪无声滑落。他知道江夜是在暗示自己，如果今日云雅曼没死，迟早有一天会亲自前来处理掉他。但冥冥之中，叶不凡很是奇怪地感觉到，这段故事仿佛是他原本的人生轨迹。这时，江夜高高举起钢棍，俊美如妖的脸庞浮现一抹残忍的笑，语气如同冰霜：“你可以呼吸，你可以哭泣，也可以在心中向上帝忏悔，但是记住，一定要虔诚。”说完，手中钢棍狠狠落下，没有哭声，只有四处迸溅的脑浆与鲜血。叮！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主角叶不凡，获得反派值1000。叮！回收天命主角叶不凡的所有物：血煞神体、霓虹鼎、玉虚天罗斧、复原丹 X32、气血丹 X11。叮！回收完成，获得反派值1270。江夜的目光愈发冷冽。对于他而言，在这个天道残缺的时代里，黄金大事即将到来，届时会冒出诸多天骄，以及像他一样的古代怪胎，天命主角更是会层出不穷。叶不凡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从自家母亲挖至尊骨，以及叶不凡母亲被江扬州抓去当矿奴的路线来看，这些天命主角冥冥之中似乎会被引导成为江族的敌人。江夜有些猜测，天道讲究的是一个盛极必衰，毕竟江族已经强盛太久了，天地需要维持平衡，而这些天命主角可以说是天道的代表，亦是江族的最大威胁。所以为守护江族，无论道德、善恶、是非，无论男女老少，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不管有罪的还是无罪的，江夜只管将其送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此事已了，走吧，回江族。江夜收起棒球棍，淡淡扫了一眼躺在血泊中的叶不凡，神色波澜不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红烟与清玄紧随其后，随着江夜等人御空而起，九龙车辇如雷霆般横贯天际，卷起滚滚惊云，余威未散。地面上，云和泰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放松了几分。而在太眼圣地的广场中，先前自始至终跪伏于地的众人，直到此刻才缓缓起身，脸色苍白如纸，冷汗直流，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这位神子殿下性情还真是喜怒无常啊。是啊，我还以为他会接受叶不凡的挑战呢，倒是没想到直接不讲武德。嘘，小声点，捉摸不透啊，搞不懂神子到底为何如此行事，难道就为了杀一个叶不凡？确实有点奇怪。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下一刻天穹骤然轰鸣，一道震耳欲聋的天威从上方传来，万丈苍穹剧烈震动，一道磅礴无比的地威盖压而来。轰隆隆，乌云滚滚，万物哀鸣，万丈阴影将众生尽数笼罩。一只巍峨如山、遮天蔽日的巨大手掌自云端缓缓落下，卷动着一股股暴虐凶猛的能量，黑压压的阴影将众人笼罩，压得所有生灵几乎喘不过气来，声势浩大，宛如世界末日。完了完了，无命休矣！这等威势，只怕以太眼圣地为中心的方圆10亿里，怕是要化作死域，寸草不生啊！这就是准帝出手的景象吗？众人仰望着那庞大的手掌，面色灰白，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纷纷瘫坐在地，痛哭流涕。云和泰木然站在原地，眼中尽是死意，嘴角浮现一抹悲凉的笑容，喃喃自语：呵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谋略都显得苍白无力啊！那点小心思，怕是早就被那位神子识破了。雅曼，爹也下来陪你了。天地颤动，万物寂灭，随着巨型手掌带着无比庞大的地威猛然落下，所有生灵被全数抹除殆尽，只剩下空荡荡的荒芜之地。车辇内，红烟与清玄一左一右依偎在江夜怀里，任由他上下其手，玉颊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羞涩红晕。神子殿下，那个叶不凡有何特别之处，竟需要您亲自出手？清玄有些不解地问道。江夜狠狠拍了一下他的挺翘，淡淡说道：为夫做事，汝等好好看好好学，将来有需要你们打配合的时候，直接杀人很简单，但学会杀人诛心才是真正乐趣之所在。两女无奈地翻了个白眼。江夜说话向来随性，9成9都是胡言乱扯。就在此时，车辇之外忽然传来江一的传音，低沉而肃然：神子殿下，太眼圣地方圆数10亿里已被尽数抹除。很好。江夜神情淡漠，语气却透着些许好奇。还有那个刘梅，曾得鬼泣大帝的传承鬼图，搜魂之时可曾有所发现？回禀神子殿下，这刘梅不过小介于女修，记忆内没有设下任何禁制，已经得知鬼泣大帝传承鬼图的藏匿位置，立刻派人前往，可择族内天骄探寻鬼图传承之地，若有其他异常情况再告知于我。江毅领命。江夜微微点头，不再关注此事。至于云和泰与云雅曼这两妇女，心眼子一个比一个多，尤其是云和泰，越老越贼，都快成精了。江夜自然不会放过他。更重要的是，外出一趟总得有些动静，不然自己侍女被退，事后没点反应，这不是在打江族的脸吗？若传出去，别人怕是会觉得江夜好欺负，就像太眼圣地此前所面临的危机一样。老祖作画，在他人挑衅面前容忍退让，这才让敌人得寸进尺。唯有杀得让人心生畏惧，他人才不敢轻易造次。江夜躺在软榻上，心念一动，唤出系统面板，准备消费一波。宿主江夜，
17修为斩道境2重，第8境血脉体质至尊骨残永恒仙体破望金眸光明神王体，第1阶段可进化。功法永恒地经13层3层，阴阳咒魂真典阳篇虚空经。宝物炼魂壶伪仙器伪造化青莲至尊器无法被毁灭的棒球棍。大道圣光大道10%，反派值3270。江夜盯着那光明神王体可进化的字样，挑了挑眉毛。童子，光明神王体显示可进化是何意？丁提示主人，光明神王体当前仅处于初始阶段，共分6大阶段，可通过消耗反派值逐步进化，每一阶段都会获得全新能力，掌控大道质变。第2阶段有什么能力？第2阶段主人可掌握光明耀焰，天地异火中最为纯净的烈焰，可以疗伤与净化心魔，也能燃烧敌人肉身与神魂。同时初步掌握耀焰大道，配合圣光大道，威能倍增。不错，进化要多少反派值？回主人，进化至第2阶段需消耗反派值2万点。江夜脸色一僵，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了一下。你逗我玩呢？第2阶段就要2万，那之后的第3阶段乃至最终形态得要多少反派值？岂不是要上天？一个叶不凡榨干了也才3000出头啊！主人，叶不凡只是个小界域的小卡拉咪，才刚刚起步阶段就被主人带到了，稍微发育正常一点的天命主角能榨取的反派值远远不止这点了。另外2万反派值主人不仅可以提升阶段，还可以掌握耀焰大道，独立于3000大道之外，绝对物超所值的呢。江夜沉默片刻，觉得有点道理。毕竟半天时间不到，叶不凡就没了，确实是小卡拉米。毕竟大道的领悟何其艰难，许多天。红烟公子，难道是喜欢这种风格？嫣儿愿意哦。清玄则是有点慌张，这不行的，神子殿下，达咩达咩。江夜可不管那么多，当即抓住清霄，调笑着道：没关系，玄儿乖，交给我来帮你穿。半刻钟后，江夜十分满意的看着眼前自己的作品，再忍不住电光火石间身上不着片缕，猛地扑向两女。公子不要！达咩达咩。2个半时辰后，一场激烈的大战终于结束。江夜洗了个澡，神清气爽。这时车辇外面传来江一的声音：神子殿下，天域到了。彼时九龙车辇横空而行，穿云破雾，终于跨越空间，抵达另一方天地。天域域内大气磅礴，气象万千，一道道琉璃神光如洪流般灿烂，弥漫天际。天空中的灵气比之荒山界浓郁了何止万倍，无数强大生灵行走，金灿宫殿、仙山、仙岛连绵亿万里，目光所及，处处都是如梦如幻的美景。比之诸天中的其他数以万计的大千道域，显得更加恢宏壮丽，繁荣的无法言喻。江夜掀开车帘，放眼望去，眼中露出一丝欣赏的神色。正要返往江族中心区域时，系统传来一阵播报：定检测到天命主角林红颜，定检测到天命女主于映雪，姓名林红颜，24，境界归境5重，体质火神体，功法离火诀、焚天诀、卷云真火经，宝物神渊尘火炉、丹阳镯、炼心炎龙笛，剩余气运值3000-3000。江夜顿时眼前一亮，哟，韭菜亲自送上门，还是3个叶不凡。他望了望四周，并未看到人，于是淡淡问道：童子，这个林红颜在哪儿？在江族驻地外围的外脉第18支脉，江城一府中，已为主人定位。一道位置坐标迅速浮现在江夜脑海中，当即释放自身力量，转变道路。转道去江城一家割韭菜了。江城一家庄房内，小姐，您真的要嫁给那江城一吗？我听说他不过是江族的第10序列候补，还有不少竞争者呢。而且您不是喜欢林红颜吗？一名眉清目秀的侍女低声问道。位于映雪梳妆，于映雪的容颜冷艳，气质沉郁，眉间似有深深的忧愁。她是于家家主长女，于家虽为一方古族，二流不朽势力，在外界也颇具威名，但在底蕴浩瀚如海的长生仙族江家面前，只能用蝼蚁撼天来形容。不想嫁又如何？此等联姻之事，不是我能左右的。若是悔婚失约，江族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映雪语气低沉，轻启朱唇，难免露出一丝无奈。这门婚事其实是他父亲为了巴结江族主动联姻的，根本由不得他拒绝。若是他在此刻任性，于家怕是要遭到毁灭性的报复。虽然江城邑只是江家外围分脉，但再小的枝叶也依旧是根连江族的存在。若是闹出了乱子，惊动了主脉之人，那就悔之晚矣了。大殿外，整个府邸上空悬挂着万盏红灯，流光溢彩，霞光漫天，烘托出喜庆而庄严的氛围。仙乐悠扬，氛围祥和而隆重。沿路台阶两侧，衣袂飘飘的女修依次而行，皆面容姣好，气质婉约，手中花篮内盛满珍稀灵花花瓣，光辉流转，宛若瑶池鲜花。伴随着他们婀娜的步伐，花瓣如雨般洒落，空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芳香，令人陶醉。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处白玉石铸成的高台，其上摆满了精致灵石与佳酿，灵气蒸腾，香气扑鼻。各方宾客云集而来，或笑谈风雅，或低语推杯，场面气氛热闹非凡。一在一处偏僻的平台上，林红颜坐在角落的桌旁，毫不顾及形象，正大快朵颐地享受着美食和灵酒。只见他手持瘦腿，
嘴角油光闪亮，一边大嚼一边咕哝自语，丝毫未察觉旁人异样的目光。不就是意外为之卖吗？就连待客的09宴食都这般丰盛，对修士乃是大补之品，有顿悟之效。这要是在外界，只怕一些大家族都拿不出来。狗大户，长生仙族江家，呵呵，这些迟早都是我林红颜的。林红颜面露的一只色，嘴里塞得满满的，双眼眯缝中闪着贪婪的光芒。周围宾客纷纷侧目，不禁摇头叹息，因为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粗鄙之人。宴席尚未开始，09一杯又一杯的续，抓着桌上的宴食就胡吃海塞，狼吞虎咽，吃相极为难堪，跟个饿死鬼投胎一般。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一旁身穿紫纹道袍的老者也终于看不下去了，眉头紧蹙，压低声音训斥道：“林红颜，注意你的言行举止，这可是疆族的宴席，不是你乡下赶集。他乃是子萧丹宗的大长老药源，今日前来赴宴，是自家这个徒弟要求的。”林红颜没有说要来干嘛，但药源能猜个8、9不离10。于映雪那丫头他也见过，知道跟自己这徒弟关系匪浅，情愫颇深，而今却要嫁于他人，怎会甘心？今日来赴宴，怕是要闹出乱子来。不过老夫已经联络了天道院的老朋友，江家分脉道也不足为惧，只要不惊动主脉的人，到时候赔礼道歉，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药源暗自思索，眸中掠过一缕忧虑。对于这个宝贝徒弟，炼丹天赋一流，就是自从踏上修炼一途以来，顺风顺水惯了，性情还仍需打磨。只要顺利，将来黄金大师的地位都可以争一争。很快，殿内传来阵阵嘈杂之声。快看，江澄逸与于映雪从正殿出来了，当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是啊，于家小姐乃是国色天香，江澄逸又是疆族这一世的10大序列候补，听说几个竞争者之中他最有希望。江澄逸还不到30啊，修为就已经达到斩道境了，真是天才配美人，叫人艳羡。在震耳欲聋的礼炮声中，2位新人步入正殿，霞帔飞舞，步履端庄稳重，犹如神仙眷侣般惹人注目。所有的目光几乎在同一刻集中在他们身上，正是于映雪与江澄逸。江家的司仪总管高立台前，身着绯红仪服，手持金兽，朗声主持这场盛大的婚典，其声音雄浑激昂，传遍四方。庆贺郎酒！满堂宾客纷纷举杯，齐声欢呼。灵酒飘香，琉璃盏中映出万道光辉。就在此时，一道突兀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我不同意这门婚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的来源。林红颜猛地将手中酒杯摔在地上，随即跳上桌台，气宇轩昂地朝正殿中央走去，大声宣告。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全场一片寂静，随之而来的是阵阵骚动，众人纷纷低声议论吃瓜。哦，有意思，倒是想看看是谁这么大胆，敢在江家大婚之日闹事。啧，这小子是谁？抢亲抢到江家头上，怕是不想活了。看看他这副穷酸样，也敢来抢婚，怕不是失了智，被人敲了脑袋神志不清。其他各大势力道统的宾客们目光炯炯，各方来宾或冷笑或摇头，皆作看客之态，都等着看热闹。几息过后，于映雪美眉微一凝，脸上浮现出一丝惊愕与不敢置信，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心头五味杂陈。他对林红颜是有感情的，只是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合适吗？理智告诉他，若是今日闹出麻烦，于家怕是要面临清算。但他真的来了，他的心不禁加速跳动，有一股冲动在体内翻涌。江澄逸眼中爆发出怒火，他大步上前，双目紧盯着林红颜，质问道：“你是何人？在我江家地盘上如此无礼，竟敢当众挑衅？你是想找死吗？”林红颜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中气十足地说道：“我乃子萧丹宗真传弟子林红颜，今日前来便是为了抢亲。你江澄逸借助长生仙族的威势，逼迫一个弱女子与你成亲，做出这等丧尽天良的无耻之事。我就算今日来抢亲，又有何妨？倚仗权势欺压弱女，毫无廉耻。我林红颜今日便要当众揭你伪面，带他离开这里。”话音落下，场中众人顿时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殿下一位身穿玄袍的中年男子，脸色一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双眉紧蹙，怒火在胸中翻滚。正是于映雪的父亲于恒。他以前也见过林红颜这小子，深知此子绝非是自家小女良配。当初他便断定此人倚仗自己有点天赋本事，就喜欢四处招惹是非，目中无人，日后必惹大祸。所以于恒果断便让自家女儿与其断绝联系，并且与江家人联了姻。倒是没想到这小子真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公然之上来江族闹事，胆大至极。于恒脸色阴沉，心中怒火涌动，他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小子把这联姻搅黄了。就在江澄逸准备反驳之际，于恒抢先开口，语气严厉道：“诸位，我是映雪的父亲，此等大婚乃是我们双方经过长久商议，斟酌权衡所达成的联姻，并不存在什么威逼与强迫。林红颜这小子幼时与我家小女熟悉，他今日前来抢亲，恐怕是因嫉妒心作祟，当众污蔑我等，想搅乱这桩婚事。此子用心恶毒，猖狂至极，罪该当诛。”于恒字字铿锵，句句有理，周围人纷纷低语，再次引起一阵骚动。林红颜脸色涨红，因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说的话漏洞百出，一时竟语塞，气势弱了几分。在辩词上，他哪里会是于恒这个老狐狸的对手？于映雪见状，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他上前一步，
脸上带着些许无奈与焦虑，低声说道：“林红颜，别再闹下去了，你赶紧走吧。”此时，在上座的江家族老也开口了，声音如雷：“胆子不小，竟敢在我江家大婚之日来闹事！来人，给我将此人拿下，废其修为！”数道气息强横的护卫蓄势待发，眼中杀意毕入，准备出手。林红颜丝毫不惧，目光扫视四周，对着众人说道：“我今日抢亲，并非硬抢，诸位在下斗胆提一个要求，能否让我亲自问问映雪的心意？若她执意嫁人，我林红颜便转身离去，绝不再扰此地半步。”话落，全场一静，但江家族老却是面色更沉，眼中怒火更炽，厉声喝道：“放肆！今日乃是我江家大婚之日，岂容你这无知小儿这般挑衅？”众人皆是认同，大婚之日闯入闹事，而且态度嚣张狂妄，言辞无礼，实在是有些太过放肆了。此举简直就是在当众扇江族的耳光。于恒更是冷笑出声，顺势补刀：“没错，儿女婚事自古便由长辈定夺，岂容你这乳臭未干的小辈在这大放厥词？来人，给我拿下！”坐于下方的要员目光沉凝，眉头不禁深锁，他长叹一声，终于按捺不住，缓缓起身，微微弯身，恭敬地对众人行了一礼，随后踏入正殿中央，抱拳对上方的江族族老与众人开口道：“我乃子萧丹宗的大长老耀云，林红颜此子，现如今已是老夫亲传弟子，未来必将继承老夫衣钵。今日他之所为虽有鲁莽，但老夫愿在此替他求个情，恳请江族长老能够给老夫这点薄面，不要为难他。说到底，这不过是年轻一辈之间的私人纠葛，今日让林红颜问个清楚，大家也可避免日后彼此为难。”耀元话音刚落，另一旁坐于一侧的天道院太上长老古兴德也缓缓站起身，双眼闪烁着锋利的光芒。只见他眸中神光流转，面容冷峻，轻轻一阵袖袍，释放出一股恢宏浩瀚的修为波动。轰！竟是一位至尊境9重的强者。观其姿态，踏入准地亦是指日可待。古兴德今日来也是为了林红颜，至于为何，源自于古兴德身上那神秘莫测的天道卦术。他不仅精通天机推算，拥有一身深不可测的卜算之能，更因其后天觉醒的天机眼，能感知他人的气运走向，只是不能用得太频繁就是了。事实上，古兴德早在很久以前便察觉到了林红颜身上的异样，发现此子身上竟有气运金龙笼罩，气运之盛远超常人，显然是拥有大气运之人，于是心中就起了爱才之意。如果今日能够在关键时刻予以帮助，待他日后崭露头角，天道院也能顺此捞取利益。老夫乃是天道院太上长老古兴德，今日也是为林小友而来，还请诸位给老夫一个面子，莫要再为难这位年轻人。他话音未落，殿内气氛再次沉寂，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古兴德与耀元。毕竟天道院与子萧丹宗在上界都属于不朽道统，其影响力举足轻重，连这等人物都站出来为林红颜求情，不禁让众人心头生疑。这林红颜究竟有何过人之处，竟然能请动这两位？所有人的目光开始变得复杂微妙起来，他们此刻也在看江族今日要如何处理此事。此刻江成义面色铁青，眼中闪烁着怒火，见到这么多人为林红颜撑场子，只觉脸上无光。族老见状，沉声问道：“成义，今日是你的大婚，你觉得如何处理此事？”众人目光齐聚，江成义沉默良久，终是缓缓看向于映雪，神情复杂。他声音低沉，缓缓开口：“映雪，今日之事毕竟是家中长辈定下的婚约，你心中是如何想的？”于映雪心中惊疑不定，一时间里不知如何开口。他原本是不打算退婚的，但今日林红颜冒着如此大的危险为他前来，而且还有子萧丹宗与天道院来撑场子，说不敢动是假的。于映雪美眸微颤，心中动摇：“映雪，我林红颜今日前来，便是为了带走你，请相信我，我能帮你摆脱这一切，你什么都不用考虑，你只要需要回答我，你愿不愿意跟我走？”林红颜语气坚定，此刻是满脸自信，毕竟天道院与子萧丹宗两大不朽道统都在为他说话，这是为何？还不是因为看他天赋好，将来有求于他，这便是他林红颜的底气。长生仙族江家那又如何？不过是他未来成就大地之上的踏脚石而已。今日他便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彻底打破江族的虚伪面具，让这个纸老虎颜面扫地。于映雪注视着下方意气风发的林红颜，容貌并不出众，只能说是顶多有点清秀，但这掩盖不了他那傲视于天的气质，让人感觉充满了魅力。他心跳加速，久久沉默，最终咬唇下定了决心：我愿意。他不再想沦为家族联姻的牺牲品，而且林红颜现在有天道院与子萧丹宗在背后撑腰，根本不怕江家，他父亲也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殿中众人神色巨变，江家之人更是一个个面色铁青，仿佛被狠狠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在当众打他们的脸啊！江成义怒火中烧，指着于映雪，声音低沉却带着无法掩饰的愤怒：“于映雪，你这是何意？我江家此前有亏待过你吗？你竟然如此羞辱于我！”于映雪刚欲启唇解释，林红颜便当即跳出来，冷笑道：“羞辱你又怎样？映雪根本瞧不上你，你还强行逼迫她成婚，又算得上什么好人？要我说……”轰轰！忽然
天际之上，一道惊天雷霆划破长空，轰鸣声震撼天地。紧随其后，一阵震撼心魄的龙吟悠扬响起。吼吼吼！所有人惊愕抬头，9条如白玉般晶莹的苍龙自天际奔腾而出，拖拉着一辆金光闪闪的车辇，车体如一座悬空浮动的宫殿，车身发出的光辉照耀四方，栩栩如生，象征着无上的奢华与尊贵。车辇尚未落地，一道令人心悸的身影自虚空浮现，正是江一，江族神子亲临。尔等还不速速迎接？江族天位准帝！这一刻，殿内所有权贵、宾客、长老皆是神色凝重，目露骇然。而坐在一旁的耀元与古兴德，此时也不由眉头紧皱，两人目光暗沉地交换了一个眼神，只感觉情况有些不妙。寻常修士不清楚，但他们作为不朽道统的高层，却是清楚得很。这位神子殿下与以往的神子不同，不仅仅代表江家，更是直接代表着红叶女帝。谁人不知，江叶是苏红叶最宠爱的儿子，少了一根汗毛，直接出手灭人道统。更重要的是，据传闻，这位神子殿下性情古怪，喜怒无常，是个极难应付的对象。装逼被打断的林红颜不由得脸色一沉。刚刚他还想继续奚落一番江诚意，半路却杀出个什么江族神子，感觉被抢了风头。哼，我今日倒要看看这所谓的江族神子是何方神圣，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江族之人见状，宛如见到救星一般，当即纷纷屈膝行礼，恭敬地道：神子殿下万安，神子殿下万安。车辇轻轻落地，无上气运如同潮水般铺开，席卷而来。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款款而来，少年俊美如妖，一双金眸如炬，气质如谪仙下凡。他身披龙纹黑袍，袍面如墨染的天幕，周身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圣洁气息。行了，都是自家人，起来吧。江夜潇洒地摆了摆手，语气中带着几分轻松随意，来到正殿中央。哇，第一次见到神子殿下，真的好帅。是啊，简直是梦中男神。你想多了吧，小妮子，神子殿下还没成年呢，你就动春心了。正殿中，许多女性修士们看见江夜，眼中无不是露出别样神色，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就连于映雪也是有些呆愣地看着江夜，她还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男子，比女人还要漂亮，一身气质更是令女性着迷。这神子也不过是个小白脸罢了，虚有其表，就凭这份容貌，竟然能博得众人围观，真是让人恶心。高台下的林红颜此刻眼中带着妒火，脸色铁青，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的光芒。正殿之上，江族家老上前恭迎道：神子殿下，还请这边首座。不用，我就是凑个热闹。周围的众人纷纷腾出位置，江夜随意地找了个空位坐下，环顾四周，他的目光落在了林红颜身上，发现那家伙正满脸嫉妒与不满地盯着自己。长得帅遭天命主角嫉妒，呵呵，老生常态了。场内气氛严肃，众人神情奇异，纷纷在看这位神子殿下对今日之事是如何态度。江夜懒洋洋地看向江族家老，问道：怎么，今日不是有人成婚吗？神子殿下，这是因为……江家家老还未说完，林红颜却突然跳了出来，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江夜，愤然大声喊道：他们成不了婚。映雪根本看不上。话音未落，江夜面色一冷，忽然间一挥手，掏出棒球棍，全身气息暴涨，灵气狂涌。他轻轻运转虚空金神通，瞬息间便出现在林红颜身后。很快，周围有眼尖的人立刻察觉到，这竟是虚空神通。这位神子殿下才多大啊，便已掌握如此神通，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紧接着，棍棒狠狠砸下，空气中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沉闷响声。砰砰砰！林红颜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敢直接对他动手，而且速度之快，根本没来得及反应。棒球棍砸在他脑袋上，还有一股强大的威压压迫在他身上，完全还不了手。啊呀！你啊！不要！惨叫声不断响起，林红颜3、5两下被打趴倒在地上，面如灰土，拼命扭动着身体。但江夜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一棍又一棍的狠狠砸下。林红颜头破血流，鲜血横流，骨骼碎裂的声音不断传来。而一旁的耀元与古兴德想要出手阻拦，但体内气息稍一运转，就感觉到庞大无比的地威压在他们身上，一旦出手，将一会将他们直接撕碎。两人皆是汗流浃背，出门没看黄历，哪会想到这位神子殿下今日会突然降临此地，而且二话不说，直接当场动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这么做不怕别人说有失身份吗？耀元的眉头紧蹙，表情复杂，却依然硬着头皮出声道：神子殿下，此人乃是我子萧丹宗的亲传弟子，可否给老夫一份薄面，放他一马？江夜似乎根本没有听见一样，手中的棍棒依旧狠狠地落下，继续暴捶林红颜狗头。哎呀，别打了，你到底要干？哎呀，我一定要杀了你！哎呀！林红颜脸上满是痛苦，神情扭曲，只感觉全身上下被疼痛笼罩，完全承受不住。但他的修为与江夜差了整整2个大境界，根本还不了手。江夜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挥动着手中棍棒。叮！天命主角林红颜被暴打，屁滚尿流，哀嚎不断，自觉颜面扫地，羞愧不已，气运值减少200点。
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定，天命主角林红颜继续被暴打，痛哭流涕，心态崩溃，自觉脸上无光，无地自容，气运值减少3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300。江夜心中笑开了花，看来对林红颜这类天命主角而言，脸面和尊严胜过一切。暴打一通，反派值就嘎嘎送来。该死，该死！这江家神子凭什么莫名其妙就出手打我？我师尊呢？天道院太上长老呢？他们为何不出手阻拦？究竟是怎么回事？林红颜趴在地上翻滚着，惨叫不断，心中疑问丛生，满脸的不甘与愤怒。耀元脸色变得极为阴沉，显然江夜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无奈地转头看向古心德，再不阻拦，恐怕林红颜真要被活活打死。古心德脸色也变得愈发难看，当即沉声道：“江神子，我乃天道院太上长老，能否给老夫一个面子，放过这位年轻人？”然而江夜还是一样，继续挥动着手中的棒球棍，冷漠的笑容挂在嘴角，完全没有任何停手的迹象。啊呀呀！我要杀了你！啊呀啊呀！林红颜的哀嚎声愈加凄厉，她的身体已经满是血迹，拼命地扭动着，似乎想要躲避。但无论她怎么动，江夜的棍棒总是如影随形，不断落下。见江夜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古心德脸色发黑，终于忍不住威胁道：“莫不是江神子以为自己在诸天万域中能够只手遮天了？我天道院可还有一位大帝没死呢！”江夜笑嘻嘻地瞥了他一眼，再次抬起棒球棍高高举起，然后狠狠落下，继续暴打林红颜，频率反而更快了。砰砰砰！我没招惹你吧？你为什么？啊呀啊呀呀！林红颜几乎快要崩溃，想要反抗却根本没有机会。凭什么？凭什么这个江家神子能够一言不合就出手暴打他？就连自己那师尊也不敢轻易反驳。今日本该他扬眉吐气之日，本都快要成功了，却哪曾想对方仗着江族神子的身份，在所有人面前把他打得痛哭流涕，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却无人敢出手阻拦。该死的长生仙族，该死的江族神子！他的双手紧握成拳，指节咯咯作响，心中涌动着愈发疯狂的恨意，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一定要将这份耻辱100倍奉还，让这江族神子尝尽生不如死的痛苦，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玩弄他的女人，亲手屠灭他背后倚仗的长生仙族江家，一定会的。林红颜心中的嫉妒与恨意达到了顶端，但是暴打仍在继续。砰砰砰！江夜的动作愈加迅猛，仿佛不知疲倦，毫不留情。古心德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目光闪烁不定，咆哮道：“江神子，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夫这般请求也不给面子。”然而回应他的是砰砰砰砰，痛，太痛了！鬼哭狼嚎间，林红颜被打了好久，忽然发现了一个规律，只要他不再发出声音，江夜打他的频率就会稍微慢一点。于是他不说话了，甚至连惨叫声也硬生生咽了下去。江夜依旧没有停手，还是接着暴捶林红颜，只是动作稍微放缓了一些。爽，太爽了！才打10分钟就抵得上一个叶不凡，真是财大气粗。江夜笑得越来越开心，林红颜被打得越来越痛苦憋屈，他终于承受不住，开口求饶：“求你饶了我吧！”砰砰砰，棒球棍再次落下，林红颜的哀嚎声再度回荡在整个殿堂中。定，天命主角林红颜崩溃了，开口求饶，道心出现裂痕，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0。古心德此刻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发狠道：“江夜，今日你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天道院绝不善罢甘休！”砰砰砰，林红颜仍在被暴打，江夜完全无视他，手中棒球棍挥动一下比一下迅猛。小辈，你这般无视我，是要与我天道宗发动不朽战吗？古心德怒吼出声。说完，在场的众人脸色巨变，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论实力底蕴，天道院在诸天中虽然比不上江族，但是其名声影响力却是响当当的，院内强者也不少。砰砰砰，江夜沉默不语，心中不屑，手上挥动的棒球棍代表了言语。老子被封印之前就看那狗约的天道院不爽很久了，老娘这是咋回事啊？为啥这群道貌岸然的老狗到现在还这么蹦跶？天道院自上古以来便自诩天道正统，其院内人个个狡诈伪善，极为难缠。不过他可不怕，苏红叶可是跟他讲过，乖儿子，出门在外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随便弄，出了任何事都有娘给你撑腰，出来混要讲背景。江夜深谙此道。砰砰砰，场中的景象越来越惨烈，林红颜依旧在地上哀嚎着，血流成河，眼前一片模糊，周围的观众不敢发声，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残暴，太残暴了！看着场中林红颜血肉模糊的惨样，众人无不是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心中一顿发寒。不断的暴捶期间，渐渐开始有人幸灾乐祸了起来，不少人早就看林红颜那副刁拽的作态不顺眼了，这下碰上狠人了吧？而古心德则是彻底沉默了。原本他是想借用天道院的威势令其投鼠忌器，但现如今他也看出来了，江夜是真不怕他，也不怕天道院的威胁。按照红叶女帝的性情，绝对是敢为他儿子发动不朽战的，而自家那位大帝老祖还不知道具体情况，是死是活没个准数。
反正很多年前就失去联系了。关键是江夜能代表红叶女帝，但她古心得好像暂时还没法完全代表天道院。砰砰砰，暴打继续。此刻不少人也是觉得有些过于残忍了，但看着江夜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谁又敢阻拦？这位神子殿下行事还真是不拘一格，帅，简直太帅了，又帅又坏，好残暴，我好喜欢，安全感满满啊！这真是要把林红颜活活打死的节奏啊！众人心中纷纷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但更多的是震撼与无奈。江承义等江家族人此时一个个的脸上满是红光，心中满是畅快喜悦，早就想教训这家伙了，不愧是神子殿下，帮他们狠狠出了一口恶气。这时于映雪看着满身血迹被暴打成猪头的林红颜，忍不住上前走几步，小心翼翼地开口道：神子殿下，今日是我大婚之日，能否？砰！江夜眼神一冷，直接将注意力转向于映雪，毫不留情的一棒敲在他头上，将他打飞出去，然后转头接着暴打林红颜。叮！天命主角林红颜彻底崩溃，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气运值减少4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400，狠，太狠了！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多好的美人啊，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直接打飞。时间慢慢流逝，林红颜整整被暴打了半个时辰，若是寻常的修士早就被打死了，但天命主角岂能被活活打死？不得有个皮糙肉厚的设定。最终林红颜被打得彻底动弹不得，全身骨头碎裂，顶多眨眨眼皮，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了，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以及无法掩饰的滔天恨意。江夜这才伸了伸懒腰，转了转僵硬的脖子，笑嘻嘻地说道：哎呀，不小心打太久了，应该没死吧？林兄你可别怪我呀，谁叫你刚才打断我跟族老说话的？你一个外人胡乱插嘴可不是好习惯，我帮你爹娘教育你一下，你总得感谢我吧？但是林红颜完全无力回应他，眼中带着无尽的怨恨。江夜甩了甩胳膊，又淡淡看向地上林红颜，笑着道：没关系，等你能说话了以后再感谢我。众人面面相觑，脸上不禁微微抽搐，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要感谢他，不知道该说啥好了。江夜沉默了片刻，随后笑嘻嘻的着看向众人，他甩了甩棒球棍上的血迹，横起棒头指向众人，眼中带着一丝危险的意味，问道：你们觉得呢？一时之间场面一片寂静。很快于恒第一个反应过来，他面带笑意，仿佛如沐春风一般，抱拳开口笑道：哈哈哈，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神子殿下今日的表现当真是给我等上了一课，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少年英才，英俊神勇，无可匹敌，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佩服万分呐！见此，众人纷纷附和，脸上带着谄媚之色。没错没错，神子殿下英明神武，实乃我辈修士之楷模呀！神子殿下真是仁慈宽厚，此子罪大恶极，今日江族大婚之日还敢跑来抢亲，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罪该万死。这种人神子殿下都没直接杀了他，真是便宜他了。神子殿下真乃是菩萨转世，慈悲心肠啊！叮！天命主角林红颜趴在地上，听到众人对主人的恭维，气血攻心，气运值减少4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400。正殿之上，古心德与耀元两人脸色青的发紫，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一句不对，江夜就直接动手，不讲武德，毫无顾忌，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耀元思索了一番，开口道：神子殿下，您看这气也消了，我能把我徒弟带走吗？现在这状况，有这位神子殿下在，别说是抢亲了，林红颜的命能保住就不错了。此话一出，江毅身上的准地威压变得更强烈了。耀元眉头紧锁，不明白这是何意，难道还要赶尽杀绝？江夜神色淡然地说道：耀元是吧？你急什么？我这不是才帮你教育了你徒弟一顿吗？他还没感谢我呢。耀元嘴角抽搐，心中憋屈与愤恨不断交织。这徒弟什么脾性他能不知道？被打成这般模样，若是还要感谢江夜，怕不是比死了更难受。而且如果林红颜真的这么做了，只怕也是道心破碎，跟废人没两样了。神子殿下，老夫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江夜听后冷笑一声，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一双眸子如深潭般幽暗，紧紧盯着耀元与古心德两人，语气突然冷冽下来：不知就别讲了，你也不看看现在是谁在掌握局势？无论是天道院还是紫霄丹宗，想要与我江族开启不朽战，好啊，你们随意，我奉陪到底。话音落下，耀元与古心德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江夜这话昭示着背后红叶女帝的态度，若真是这样，今日只怕是保不住林红颜了。不知神子殿下打算如何处理此事？耀元不甘心道：别急啊，咱们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清算。江夜语重心长地说道，随后他转身向江承义招了招手。江承义恭敬行礼：神子殿下，你现在想怎么做？江承义微微皱眉，他看向此刻正瘫坐在地面上已然失魂落魄的于映雪，冷声道：这女人我本身也没什么感情，本是家中做主，但我从未曾亏待过她。今日此女当着所有人的面公然羞辱我等，让我等下不来台，如此女人让我恶心至极，如何处置一切听凭神子殿下吩咐。说到这里，江承义话锋一转，语气中的感激之意更加明显。此外，
感谢神子殿下今日替我等出了这口恶气，从今往后，我将诚意誓死效忠于你。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江族之人纷纷点头，鞠躬行礼。我等愿为神子殿下效死力。江夜听完后，嘴角微扬，眼底却闪过一丝森然冷意，当即对所有人一同宣布道：今日之事我已了然，林红颜抢婚，而于映雪也不愿与我江族善结良缘，儿子萧丹宗与天道院联合起来对我江族施压，当真是好得很啊！今日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咱们慢慢来，一件一件的清算到底。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敢在我江族的地盘上如此挑衅，到底是装了几个胆子？此刻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这位神子殿下于1月前才解封出世，此番举动在江族内无疑是一件收买人心的好手段，同时也是在打压林红颜以及他背后的子萧丹宗与天道院，凭此立威，看似嚣张跋扈，但实则暗藏生机。于映雪瘫坐在地上，脸上充满着后悔之色，他也意识到了今日这件事已经闹大，不再是江家分脉的事，而是牵扯到江族神子的威严。看到自家父亲一脸冷漠的神情，知晓这是放弃他了。刚才于映雪开口为林红颜求情，于恒整个人都被吓住了，暗骂自家女儿在这种时候干嘛要去触眉头，简直愚昧至极。耀元此刻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个徒弟惹了多大的麻烦，这位神子殿下显然不是单纯的纨绔，不仅要收买人心，更要立威。这场局势早已彻底超出了耀元的掌控，他此刻心中只求一件事，不要再把子萧丹宗也牵连进来，这位神子绝不是他能够得罪得起的。就在此时，古新德眉头紧锁，忽然间气息紊乱，浑身气血剧烈翻涌，噗！他猛地喷出一口精血。古新德双目瞪大，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神情紧张地望向江夜。他深深地看了江夜一眼，仿佛泄气般的开口道：杨神子，今日之事是我唐突了，从今往后我天道院不再过问林红颜，还望谅解。直接当众放弃了林红颜。因为刚刚古新德动用天道卦术探查了一番，原本龙气冲霄、气运如渊的林红颜，竟在短短1个时辰内气象衰败的几乎不成样子，犹如天上龙神骤然沦为土鸡瓦狗，没有太多培养价值了。再联想到林红颜那自视甚高、狂妄无度的性情，古新德心中已然明了，这等人已经不值得他天道院再为之倾力扶持。而更让他心惊胆寒的是，他刚才又动用了自己的拿手绝活去推演了一番江夜，结果令人大惊失色，没有气运显现，仿佛陷入迷雾深处，命运轨迹一片灰暗混沌，无论他如何推演，未来皆模糊不清。黑暗无边的虚空中，他隐约看见一道通体洁白的神光自天穹垂落，瞬间将他反噬震退，道运崩裂，气血逆行，险些伤及根本。想来是身上带着江族给他的至宝，让人无法窥探。至此，古新德只能服软。呵呵，唐突了。江夜嘴角挂着冷笑，眼中尽是讥讽之意。他自然发觉了这条老狗之前在探查他，但是不好意思，他有系统加持，窥探必遭反噬。本想先清算于映雪的，结果这老狗自己先跳出来，那就怪不得他了。就先给天道院与在座各位一点小小的惊喜吧。江夜冷冷地盯着古新德，眼神中毫不掩饰厌恶与杀机。我看你这条老狗真是嚣张得很呐！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要跟我江族开启不朽战吗？不是还要本神子给你个交代吗？现在就想拍拍屁股抽身？古新德心中一寒，对方竟这般咄咄逼人，连一点台阶都不给，难道当真是要清算于他？那江神子想要如何？本神子今日第一个要清算的，便是你和你背后整个天道院。古新德瞳孔猛地一缩，有点想不明白这是为何。按道理来说，不是林红颜与子萧丹宗最应该先被清算的吗？现在反倒是要先拿他来立威，而且口气大的吓人，竟是扬言要清算整个天道院，简直猖狂。古新德本就脾气暴躁，刚才江夜接连的无视他，如今更是得寸进尺，真当他是泥捏的，当即就忍不住暴脾气，怒声道：江神子，你若真要紧咬不放，我天道院也不是吃素的，今日如果事情闹大，你怕是也不好收场。江夜嘻嘻一笑，双手鼓掌，不好收场，那今日我就偏要见识一下你们天道院到底有多大能耐。他突然摸向腰间一枚绯红玉匾，上面雕刻着一道无上道韵，红叶二字无比醒目，仿佛透露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肃杀地威。古新德脸色骤然巨变，恐惧至极，语气顿时软了下来。别，神子殿下，算老夫求您，我天道院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江夜眸光一寒，杀机浮现，眯着眼道：晚了。他轻轻运转灵气，绯红玉匾顿时爆发出摄人心魄的红光，所有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头皮发麻。这是要直接把女帝请来？完了完了，这古新德老匹夫凭什么敢如此招惹神子殿下？可别连累我等啊！听闻红叶女帝狠辣无比，睚眦必报，今日怕是难以善了。在场的每个人都被吓得浑身发冷，在心中不断祈祷着这场横祸波及到自己头上。古新德睁大眼睛，死死盯着那枚玉匾上的红叶二字，脸上顿时出现深深的恐惧之色。疯了疯了，这江夜究竟怎么回事？这不过是芝麻大小的事，竟然直接就要让红叶女帝出手。在这黑暗纪元尚未彻底终结的时代，至尊之位几乎就是各大道统的老祖，而准帝
更是每一个势力中无可撼动的至高存在。他天道院到底是怎么了？江夜竟是毫不犹豫，直接就要请动一位没有被邪魔气气侵蚀、战力完好无缺的巅峰大帝。身为天道院太上长老，古心得岂会不明白？红叶女帝，天道院绝对招惹不起。终于，古心得神情惊恐至极，急切地问道：“神子殿下，这是为何啊？”江夜饶有兴趣地盯着他，眼底带着一抹淡淡的戏谑，心中早已有了打算。别啊，你刚才从头到尾不都挺硬气的吗？这会儿怎么软了？我叫女帝母亲出来帮我撑撑场子，你若不服，也可以把天道院的大帝老祖叫出来啊。怎么不叫呢？不会吧，不会吧，你们天道院不会是叫不出来吧？难道你们老祖不会已经作画了吧？他笑意未减，语气还带着一丝挑衅。古心得此时满身冷汗，瞳孔剧烈收缩，心头涌起一股极度的恐惧。他完全没想到江夜竟然会将局面引到如此地步。他刚想张口，还想再辩解几句，嗡，一道恐怖无比的深红神光将整个天地笼罩。天空之上，红叶如血染尽天穹，如同被鲜血浸染，宛如末日降临。人未至，异象已现，整片区域染上漫天的猩红色，恐怖可怕的气息笼罩大地，所有空间仿佛被一道无形的枷锁封锁，就连上空的江翼都跌落在地面。江族祖地中，正在参悟无上之境的苏红叶，美眸缓缓睁开，他轻轻一挥手，周身如血霞般的光芒瞬间穿越亿万里虚空，出现在江夜身前。随着他的降临，整片空间仿佛遭遇了一股无形的压迫，庞大至极的地威如洪流般席卷四方，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岳，重若亿万钧。除了江夜以外，在场所有人无不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窒息与无力感，所有人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如潮水般跪伏在地，拜见红叶女帝，拜见红叶女帝。众人齐声高呼，声音中带着惶恐与敬畏，头颅低垂，连抬眼看女帝的勇气都不敢有。苏红叶一袭黑红地袍，赤金纹路盘绕，身姿如天外仙人，容颜出尘轻视，长发宛若银河倒挂，透出令人迷醉的光华。他缓缓靠前，将江夜轻轻搂入怀中。叶儿，唤娘前来何事？何人欺负你了？苏红叶的声音轻柔而充满溺爱。场中所有人尽皆俯首跪地，瑟瑟发抖，低头不敢直视。殿宇上空，猩红色的杀气如同实质般涌动翻滚，宛若血浪翻腾，犹如末日临世一般，压得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连神魂都在微微颤栗。一些修为稍弱之辈早已冷汗涔涔，衣袍湿透，面如土色，不敢发出半点声响，生怕一个呼吸错乱，便被这股凌厉的杀意直接碾成血泥。大殿寂静的可怕，唯有林红颜那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声，仿佛一道讽刺的丧钟，在众人心头敲响。这时，江夜点点头，开口道：“娘，你先开个结界。”苏红叶唇角微扬，眼中满是柔意与宠溺，与周围的肃杀气息格格不入，缓缓伸手揉了揉江夜的脑袋。好，他轻声应道，唇角噙着笑意，随即手指轻弹，一道红光自掌心升起，霎时间红雾翻涌，宛如流云迅速弥散，顷刻间便将母子二人笼罩其中，凝成一个泛着猩红微光的隐形结界，将外界一切目光、声音与气息尽数隔绝。结界之外，众人皆是屏息凝神，连动一下都不敢。说吧，叶儿，要先拿哪个老家伙开刀？苏红叶神情淡然，仿若闲聊家常。江夜脸上神情顿时变得极为委屈，金眸微眯，咬牙切齿地说道：“天道院那群老狗骨头硬得很，大婚之日来我江族闹事挑衅，刚才那古心得还要我给他天道院一个交代，要跟我们开启不朽战，简直是嚣张至极。”他顿了顿，接着又向苏红叶简单讲述了一番今日之事。苏红叶听完后，原本温柔的神情顿时冷冽下来。天道院早已不复当年辉煌，人才凋零，天机大帝也生死未卜，如今还敢欺负我，那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江夜这才露出一丝笑容，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轻声说道：“娘，你信吗？据传闻，古心得这只老狗有某种秘法，配合他后天觉醒的天机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他人身上的气运所在。天道院当中肯定还有不少老古董有类似的推演之法。如今黄金大事快要来临，必然会出现许多大气运之人，若是全被天道院找到并收入麾下，未来必将成为我江族最大的敌人，所以他们必须全部死，连同他们的道统传承古籍都必须全部销毁。娘，你也知道那天道院有多可恶，全是一群倚老卖老、道貌岸然的老狗。天道院自称天道正统，最喜欢搞伪善那一套，什么事情都想横插一脚。不仅仅是江夜，诸天中其他不朽道统对其也多是厌恶。哦，那古心得竟能看到大气运之人？苏红叶眸光微闪，轻轻一挑眉，语气中多了几分兴趣与冷意。江夜点头回道：“是啊，这是个大隐患。”苏红叶微微眯眼，心中已有计较。在他20多万年的人生经历中，虽知晓一些类似的窥天秘法，但从未听闻竟有人能将天机窥探到如此地步。过去的天道院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如此说来，自家儿子倒是提前找出了一大隐患。既如此，娘今后得着重打压一下这些拥有天道窥探之术的道统了。今日便先拿天道院开刀。轰的一声，苏红叶玉手轻挥，红雾瞬间消散，江夜与他的身影再度映入众人眼帘。刹那间，
那股无形的地威再次笼罩而来，空气中压迫感愈发强烈，令所有人仿佛被重重巨石压住，难以呼吸。古辛德心中顿时涌上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脑中一片空白。很多人平日里狐假虎威，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但当真正的大恐怖降临时，才能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古辛德咬着牙，强忍住心中的惊惧，声音发颤，口齿不清地低声求道：“女帝大人，今日之事。”然而他话音未落，苏红叶眼神骤冷，目光宛若寒霜凝霜，一道冰冷杀机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他玉指微抬，轻轻一握，霎时间绯红地息如瀚海倾泻，自虚空之中席卷而下，一股恐怖的地威顷刻将古辛德包裹，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整个身体瞬间被绯红之力捏碎，化作齑粉，神魂俱灭。四方寂静无声，死一般的沉寂笼罩全场。苏红叶缓缓收回手指，美眸冰冷如刃，转过视线，落在了旁边早已面色惨白的耀元身上。耀元，尔等子萧丹宗不过黑暗纪元才冒出来的蝼蚁，竟敢带着不知名的杂狗跑来江族大闹婚宴，依本地看，子萧丹宗也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砰砰砰！耀元额头重重磕在地面，鲜血渗出，整个人如同筛糠般颤抖。他眼中满是惊恐与懊悔，带着哭腔哀求道：“女帝大人，今日是我该死，实乃我咎由自取，还请女帝饶恕子萧丹宗的其余无辜之人啊！”苏红叶闻言微微偏手，看向江夜，唇角勾起一抹淡淡笑意。江夜嘻嘻一笑，面露狡黠，笑声在听者耳中仿佛是魔鬼在低语。自家老娘是什么样的人，他还不清楚吗？相比起直接杀人，更喜欢抢东西。老狗，你刚才不是要保林红颜吗？现在还保不保了？耀元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摇头，语气急切道：“不保了，不保了！此子性情恶劣无比，即日起我子萧丹宗与林红颜再无半点瓜葛，彻底划清界限。神子殿下，请随意处置他。”耀元都快要哭出声来了。子萧丹宗虽然能勉强称得上是不朽道统，有一位准帝坐镇，但在这位红叶女帝面前，跟只路边的野狗没什么两样。江夜笑意更盛，语气中却透出令人胆寒的狠厉。既如此，那你现在就去把你们宗主所有长老各带老祖统统召来，跪在地上等我回来，还有你宗门内所有的丹药资源全部带来，向我江族赔罪献礼，并当众宣布子萧丹宗自今日起彻底归顺我江族麾下，奉江族为尊，不得有半点二心。除此之外，你宗门中所有至尊境以上修士全数当众自裁，以谢今日之罪。如此，我便饶过子萧丹宗的其他人。江夜声音中充满了戏谑与威胁，而苏红叶则是十分满意的看着江夜。自家儿子喜欢仗势欺人，这很好。别的不说，他不怕江夜啃老，就怕像某些年轻天骄一样心高气傲，任何事都想着自己解决，反而容易陷入他人圈套。能动用一切可利用之物，不择手段的为自身谋取利益，才是真正能成大事之人。耀元听完后眼前一黑，当即喷出一口老血。江族神子好狠，一丝余地都不留。没等耀元回话，江夜再度开口道：“我和我娘先去把天道院灭了，回来后若是没有看到子萧丹宗的人跪在这里，那就怪不得我了。娘，我们走吧。”苏红叶大手一挥，伴随着地威撕裂虚空，两人身影顿时消失在原地。众人这才缓缓松了口气。耀元眼神中带着迷惘，他望向仍然躺在地上浑身抽搐的林红颜，脸上尽是无奈，心中充满着深深的悔恨与恐惧。为何要带林红颜这个惹祸进来江族，自己还陪着他胡闹？如今大祸临头，子萧丹宗也被卷入其中，悔之晚矣。周围的众人看着耀元，不禁投去同情的眼神。一尊全盛时期的女帝，古辛德仅仅只是得罪了他儿子，整个天道院就要陪葬。长生仙族江家不可招惹呀。还有那位江神子，未及成人便有一身惊天修为，深不可测。其人也是城府极深，为达目的，丝毫不在乎所谓年轻一辈的名誉，行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喜怒无常难以捉摸。一言不合直接让女帝出场，这谁受得了啊？不少人还瞄向趴在地上的林红颜，残暴令人发指。所有人心头都是这个想法，如果能活着回去，必定要将今日所有事告知自家势力，将江夜的面容给其后辈好好看清楚。一旦不小心冲撞了这位爷，那就是灭顶之灾。耀元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旋即破开虚空，瞬间身影消失在原地。海德道域，这片辽阔无垠的天地，乃是诸天万域的大千道域之一，也是天道院的根基所在。轰！晴朗的天幕忽然被一层漫天的猩红血色所笼罩，冲天的无上地威顷刻间便弥漫在整个海德道域。亿万里疆域被覆盖于浓浓的血气领域之中，大道之音靡靡展开，浩荡磅礴的气息涌入整片天地，周围空间竟皆被血气领域覆盖封锁，半只苍蝇都休想飞出去。这是好庞大的地位，不好，是红叶女帝来了！海德道域内的所有生灵顿时感到一股压倒性的无上地威，身体仿佛被定在了地面，就连呼吸都变得异常不自然。众生不约而同望向天穹之上，亿万生灵瑟瑟发抖。天穹之上，一道无比伟岸的地影凌空而立，天际仿佛被他的威压所撕裂，血色的光辉弥漫了整个道域。他的旁边，江夜轻松地落在虚空上，
脸上带着戏谑的微笑。这等磅礴浩荡的地位显现，令整个诸天无数道统势力发生动荡。此刻，诸天之中无数强大存在纷纷发动一道神念，注视在海德道域方向。叶儿，娘这就把整个海德道域抹除，给你出头。如今你也是刚刚出世，恐怕诸天中有不少老东西盯着你，娘这就给你铺路，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认清自己的位置。只有心存畏惧，才不敢轻易造次。苏红叶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决绝的狠厉，那种从气场发出的霸道与无情，饶是江夜都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压迫感。在他看来，海德道域虽是大千道域，但在整个诸天之中，实际上有着数以万计的大千道域，以及海量的中位界域和数之不尽的小界域，而海德道域不过沧海一粟。轰隆隆，随着一声震天巨响，海德道域天穹之上，一道猩红手掌陡然显现，笼罩着整个道域，轻易就撕裂掉这方天地设立的防护法阵，卷动着能够摧毁一切的无上地力，缓缓降下，声势浩荡，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天道院后山祖地中，这是红叶女帝为何会对我天道院出手？到底是谁招惹了那位恐怖存在？看这等威势，怕是要抹除我们整个海德道域啊！一位位沉睡已久的老祖们纷纷从长眠中惊醒，一道道恐怖的强大气息轰然涌动，身影出现在半空中，望着头上那无比庞大的猩红手掌，神情中满是惊慌。海德道域中，一道道身影鱼贯而出，眼中满是忌惮和警惕。红叶女帝，这是为何啊？江夜轻点了一下，2位准帝，11位至尊。苏红叶目光扫过这些人，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他浑身爆发出更为强劲的地威，犹如洪流般压迫向他们，令这些强者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众人心中惊惧不已，纷纷疑惑：你们天道院太上长老古心德，好大的胆子，竟敢带人来本地疆族大闹婚宴，还以大欺小，对本地儿子出手，今日尔等一个都逃不掉，沧海道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苏红叶声音冷冽如刀，带着无情的杀伐之意。古心德，他这是发什么疯？跑去疆族闹婚宴，还竟敢对神子殿下出手？不对劲，不对劲！诸位至强者心中疑惑，为首的天道院一位老祖面色惊惧，赶忙解释道：红叶女帝，我天道院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还请您饶过整个海德道域的亿万生灵啊！是啊，这绝对并非我等有意为之，实属是那古心德被猪油蒙了心啊！还请红叶女帝饶过这亿万无辜苍生。这时江夜忍不住冷笑道：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老狗可真不要脸，动不动就拿天下苍生仁义道德来威胁别人，今日若是饶过你们，明日就有人敢来疆族取我的人头。苏红叶一脸欣慰地看着自家儿子，不愧是老娘的种，对外人绝不手软。不会，绝对不会啊！我等。话音未落，那道浩荡伟岸的猩红手掌已然落下，携带着无尽的地威爆发，整个天地瞬间变得血色滔天。轰隆，一道震古烁今、覆盖亿万里的猩红光芒照耀了整个诸天万域，诸天顿时传来一阵震动。2位准帝，11位至尊，天道院连同整个海德道域的亿万生灵，都在这道庞大地威下瞬间化为尘埃，消散于无尽星空之中。整个海德道域也在这道猩红手掌下化为虚无。此刻，外界无数不朽道统、隐士古族、禁忌势力以及躲藏于阴暗角落的老鼠们，见此一幕，无不心神颤抖。这等无上地位，恐怕就算是黑暗纪元前的那几位巅峰大帝，也是望尘莫及。不过想来也是，虽然如今诸天处于黑暗纪元，天道残缺，无人能够再成就大帝，但对于已经成为大帝的苏红叶而言，丝毫不受影响啊。20万年的时间里，又是诸天当中唯一一位没有被邪魔气气污染的大帝，无数资源无人敢与其争夺。这般情况之下，众多强者心中惊疑，这位女帝是否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境界？想到这里，他们内心恐慌更甚，赶紧将那位神子殿下的容貌画出来给族中之人看清楚了，绝不可招惹到那位小祖宗。这是什么情况啊？不是有达成过协议吗？不清楚，那是20万年前的事了。看如今红叶女帝修为更进一步，只怕诸天要重新洗牌，快去告诉老祖，询问一下究竟是何情况。与此同时，苏红叶极具威严的声音在诸天中响起：本帝苏红叶今日昭告诸天，尔等若再有人敢对本帝儿子出手，以大欺小，下场便与这天道院一样，连同整个道域一起毁灭，上天入地，不死不休。江夜见此一幕，同样也是眼神火热，这般无上至强的力量，挥手间便是翻天覆地，举手投足间覆灭整个道域，无不令人向往。令人惊骇的无上地威渐渐消散，苏红叶目光温柔地看向江夜，轻声道：乖儿子，有娘在，今后不管哪个势力敢对你出手，娘直接出手灭了他。江夜眼神有些担忧地问道：您这般出手，不影响自身底蕴吗？他原本是想着灭掉天道院就差不多了，但哪知自家母亲直接出手覆灭一整个道域。不过这倒也是省了很多功夫，毕竟整个海德道域基本都以天道院为尊，天道传承的后花园全部灭掉，也就免掉了后续一系列的麻烦事。你这小坏蛋，总算知道心痛娘了，不错，有进步。不过娘跟你说，娘现在已踏入地境巅峰，乃无上帝之极境，这种程度不过尔，除了一些老不死的怪物，寻常大帝根本不是娘的一合之敌。苏红叶脸上笑颜顿开，若是寻常人拍他马屁，根本不屑一顾，但是自家宝贝儿子关心他，
心里面欢喜得很。江夜听后脸色惊喜道：“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苏红叶单指淡了但江夜脑门，嗔道：“臭小子，想把你娘累死是不？好生修炼，少动歪脑筋。真要是这么容易，老娘早就让这诸天万域乃至整个无尽宇宙姓江了。”江夜也明白，到了自家母亲那个层面，眼中的世界变得更为真实辽阔，往往与寻常修士所认知到的世界有很大差距。这大概就是已知越多，未知更多。沉默了一会儿，见苏红叶没有动静，江夜问道：“我们不回江族吗？”苏红叶笑了笑道：“不急，一会儿会有人找来。”彼时深空之中，两道恐怖的身影撕裂虚空，突然出现。海德道域周围一股股强硬至极的力量笼罩。苏红叶与江夜脸上神情轻松，并无慌张之色。红叶女帝，数万年不见，可还安好？两道身影中，身上尽皆带着一股恐怖至极的黑气笼罩。尽管双方相距甚远，同时还有着苏红叶的地威防护，江夜依旧是能感觉到其令人心悸的邪恶气息。邪魔气气，这是两位黑暗纪元前的大帝破虚大帝、玄黄大帝，两人释放大帝之力，将整个区域的空间封锁，让外界无法洞察其内部的动静。但看其神色，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意图。还行，破虚大帝也来了。玄黄老头，你带他来是为了方便逃跑吧？听到苏红叶毫不掩饰的嘲弄神色，玄黄大帝脸色暗沉，但也无可奈何。他全身上下皆被邪魔气气污染，整个人垂老不堪，犹如风中残烛，气息极其虚弱。破虚大帝不比他强，身影佝偻，容貌苍老，仿佛已经被邪魔气气侵蚀的无法再回巅峰。即便隔着老远距离，苏红叶也能感受到两人身上的气血枯竭，时日无多。而玄黄大帝与破虚大帝，此刻他们眼中的红叶女帝修为境界深不可测，已经看不透了。无上帝之极境肯定是有的，至于有没有突破到那传说中的境界，他们就看不出来了。大帝寿命几乎无限，肉身和元神早已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腐朽。这女帝才多大？在他们这等老怪物眼里，苏红叶顶多也就算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玄黄大帝微微一叹，今日之结果，他们早有预料。邪魔气气的污染让他们愈发虚弱，战力势不存一，整体修为不跌落就不错了。而红叶女帝当年仅仅不过万岁就正道成帝，本就有着镇压数个纪元的绝世天赋，还有无限的成长潜力。如今已是20万年过去，实力早已不可同往日而语。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哎，女帝也看得出来，吾等时日也不多了。今日前来是想询问一下，女帝如今突然打破协议，仅仅只是为了这位神子殿下。玄黄大帝态度平和的开口，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奈。苏红叶美瞳一挑，红唇启齿道：“自然，本帝懒得跟你们打架，等你们自己老死不好吗？”两位大帝嘴角一抽，这位女帝说话行事向来如此，他们也早就见识过了。那吾再问一个问题，不必多言，那份协议本帝没打算撕破，但要是再有老怪物敢动我了，本帝不介意让诸天再经历一次黑暗动乱。苏红叶话中带着强烈的威胁之意。玄黄大帝听后眉头紧蹙，心中生出惊恐。他听得出来，如果江夜死了，这位女帝必定会做出一些极端疯狂的事来。但玄黄大帝也没再多问，只是道：“既如此，那吾等便告辞了。只要女帝记得诸天最大的敌人是谁便好。”且慢！正当两位老牌大帝正欲转身之际，苏红叶出声阻止道。玄黄大帝与破虚大帝步伐一致，眼中闪过一丝忌惮。女帝还有何事？苏红叶轻笑一声，眼底闪过一丝狡黠。天机那条老狗在哪儿呢？今日本帝灭了他的道统，却迟迟不现身，是死了吗？还是在自我平衡状态？自我平衡乃是邪魔气气导致出现的一种状态。大帝被邪魔气气污染后，除了要饱受气气污染折磨以外，还会呈现疯魔状态，无法自主控制自身力量与理性。若不加提前筹备并加以控制，疯魔状态下的大帝会造成无法遏制的灾难。自我平衡与沉睡不同，必须通过利用一些至宝压制自身，通过各类秘法、仙财资源进行自我平衡。此阶段，帝者是无法感知到外界任何事的。虽然几位存活下来的大帝对于这等平衡之法已然摸索出规律，自成一套体系，不过他们仍需大量的时间进行自我平衡，才能继续苟活下去。玄黄大帝沉吟片刻，皱着眉头道：“不清楚。天机老鬼向来行事莫测，不见首尾。”苏红叶美眸微凝，冷哼道：“不愿说就不愿说，骗鬼呢？”两位大帝沉默不语，眼中闪过一抹深沉的忌惮。自20万年前红叶女帝连斩3尊大帝后，幸存的大帝们心生畏惧，彼此联合成一个秘密圈子。除了联合起来自保以外，同时也是因那气息邪魔诅咒威胁日益增强，令他们无法忽视，彼此偶有联系，探讨压制与破解之法。这些年来，他们也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这位女帝发生直接冲突。关于天机大帝，他们是真不想掺和这等麻烦事。两人刚想抱拳告辞，苏红叶却目光一闪，露出一抹狡黠的笑意：“两位，本帝还有一个交易想与你们商议，能够彻底解决邪魔气气，可有兴趣？”两位大帝听闻，神情猛地一震，随即眼神对视，似是传音交流了一番。片刻后，玄黄大帝开口道：“自然是有，这个不用多说，女帝就不必吊吾等胃口了。
有话不妨直说。他们很清楚，关于此事是没有选择的。争道成帝者与天地同寿，没人能设下永恒，生命死去，大地强者更是惜命。到了他们这个层次，但凡有一丝希望，哪怕血流成河，众生悲鸣，也要争上一争。很好，但有个条件，本帝绝不允许这件事外泄。苏红叶提出要求，先是天道反噬发誓，再用江夜便宜老爹独创的神通天魂九天诀中的一部分进行神魂契约限制，相当于在神魂中设下禁制。两位大帝脸色微变，心中充满警觉，一时间里明显有些犹豫，主要是担心有陷阱圈套。这位女帝向来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他们对此深有体会，不想知道就算了，两位请回吧。苏红叶嘴角勾起戏谑的微笑，故作感人的姿态说道。这时玄黄大帝眼神一凝，似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沉声道：红叶女帝，希望你不是愚弄吾等，老夫这些年也是积累了不少手段。破虚大帝也没有离开，淡淡道：解决邪魔气气，这对于吾等难以拒绝，希望女帝不要哄骗吾等。随着他们的同意，三位大帝迅速进行了秘法契约，又立下了天道反噬誓言。誓言一出，天地间仿佛都为之震动。苏红叶面带柔和，发动自身无与伦比的地力，再次将四周的空间严密封锁。好了，乖儿子，快给两位大帝长长见识。江夜微微一笑，心领神会，随后激发出光明神王体的全部力量。轰！一束璀璨的白光陡然爆发，迅速转变为柔和的淡金光泽，圣洁的气息宛如天上的甘霖般迅速弥漫开来，仿佛一股温暖的风吹拂在两位大帝的脸上。至神至圣！两位大帝脸色骤然变得惊愕无比，显然被眼前的神异景象震撼到了。女帝，这究竟是何体质？这般圣洁的气息，思若他达到大帝境界，顷刻间便可治愈我等。荒古圣体？不对，不是荒古圣体，绝无这般圣洁无瑕的气息，这简直就是邪魔气息的克星啊！域外邪魔的气鬼一族，若是见到这等体质，怕是会彻底疯狂，不惜一切代价斩杀他。吾等有救啊！两位大帝眼中带着狂喜，不由自主的喋喋不休起来。苏红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目光中带着几分傲然，看把这两个老家伙激动的跟土鳖似的，自家儿子就是这么优秀。好了，看得够了，本帝也该说说交易内容了。破虚大帝与玄黄大帝脸上表情凝重，但他们没有再多说什么，直接表示同意，神色中带着几分无法掩饰的期待。苏红叶沉吟片刻，红唇启齿道：首先，本帝要除掉天机老鬼，你们两个必须参与进来。二来，本帝儿子目前修为尚浅，你们拿点好东西出来，以免叶儿在外游历时遇到危险。最后，两位与我疆族结盟，包括严家与太虚神教，如果两位同意，将来待本帝儿子成帝之后，便为两位治疗邪魔气气，如何？一连串的要求下来，两位大帝沉默了片刻，彼此对视，眼中透出深思。他们有些疑惑，为何女帝突然提出要杀掉天机大帝？两人之间并无什么仇怨啊，难道是因为天道怨，所以要斩草除根？不对，红叶女帝突然出手一灭整个海德道域，天道怨天机大帝今日之事，可能还存在着一些他们不知道的隐秘，都是万年老狐狸。很快想到了症结所在，但不管如何，治疗邪魔气气是他们无法拒绝的。一旦选择与疆族结盟，联合灭杀天机大帝，这件事其实并不难以接受。虽然有些上不了台面，但他们是大帝，眼中所认知的世界早已与寻常修士不同，众生如草芥。不说别的，光是他们正道成帝时降下的雷劫，就伴随着周围数个星域毁灭。随意一场争斗，就是几个道域覆灭。表面上或许会道貌岸然，讲几句天下苍生，真到抢机缘的关键时候，动作一个比一个快。只要利益得到，没有谁还会惺惺作态，谁慢谁就吃亏。破虚大帝与玄黄大帝沉默着，似是在不断权衡利弊。现如今天道逐渐复苏，黄金大事即将到来，成帝之事并不遥远。玄黄大帝刚才也注意过江夜，此子天生具有永恒仙体，尚未成年就有此等修为，且有疆族的大量资源扶持，成帝的可能性本就很大。如今再加上新觉醒的特殊体质，只要不是半途陨落，成帝几乎是必然之事。最重要的是与疆族结盟，其余还活着的几位大帝知道了，怕是颇有微词，万一狗急跳墙。忽然玄黄大帝有些疑惑道：女帝，吾有一事不明，为何不将神子觉醒的体质昭告诸天？届时其他大帝也都会前来相助。话至一半，忽然间止声，他恍然大悟，这位女帝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来一旦邪魔一族再度入侵诸天，疆族凭借江夜的特殊体质，必然成为诸天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要他们选择站队啊！叶儿这般体质要是传出去，怕是会被邪魔一族间谍盯上，毕竟诸天中还隐藏着一些小型裂缝的空间通道，你们就说答不答应吧。随着苏红叶话音落下，两位大帝瞬息间无数念头通达。其实只要是能治好他们身上的邪魔气气，别说疆族独霸诸天了，就算其他道统全部死绝，他们都不会有丝毫意见。两位大帝也不再做扭捏，表明态度。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这位神子殿下需立下天道誓言。不错，不能空头支票。苏红叶脸色阴沉下来，这场交易本就够宽容了，这两条老狗还想讲条件，尔等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
今日若非是你二人，本帝根本不会透露此事。苏红叶脸色冰冷如霜，语气漠然。这时江夜站了出来，安抚道：“没事娘，立个天道誓言而已，不算什么。他知晓自家母亲的打算，无非是让自己打打配合，笼络人心而已。至于天道誓言，不好意思，他有天命大反派光环，无视任何天道反噬。若是今后这两位大帝不听话，就别想被治疗了。两位前辈，小辈斗胆说两句废话。家母今日肯与二位交涉结盟，实是念在父亲昔日与两位的交情，还望两位前辈严守契约，将关于天机大帝的一切线索和情报尽数详告于我们，包括之后围杀天机大帝。若是往后两位前辈敢违约，或者打酱油不出力，那这疗伤之事也就到此为止了。”玄黄大帝与破虚大帝对视一眼，心中略有波动，片刻后终是默然点头应下。只要有了保证，剩余条件似乎也无关紧要。玄黄大帝思索一番，旋即又沉声道：“你弟，最后一点，我们结盟的事情暂时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剩余几位大帝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到时恐怕就不好收场了。”“没问题，不过还是与之前一样，立下天道反噬誓言，用秘法契约做担保。”两位大帝没有再犹豫，立刻同意。可善也。随着几人立下天道誓言，秘法契约达成后，此时玄黄大帝看了看江夜与苏红叶两人，主动开口：“据吾所知，天机大帝应该没死，虽然他已经有上万年未曾与外界联系，但我推测应该还在某个角落里苟活，并且以那老鬼的性情，估计又在密谋着一些古怪的计划。”破虚大帝此时也开口，眼中闪烁着一抹厌恶。这老贼凭借着一身通天卦术，自持甚高，讨论邪魔契一事时，那老东西只会坐在旁边听吾等讲述经验，他倒好，半天放不出个屁来，老夫早看不惯他了。江夜见此一幕，实在有点憋不住笑了。连大帝也逃不出真香定律。前些年游历青城道域时，老夫留意到过一个小修士，身上带着一缕天机老狗的独特气息，有可能是私底下收的徒弟。听闻一些传言，好像是太古仙族叶家支系的人，听说此人天赋平平，甚至被叶族嫡系排挤。不过当时吾也没有特意关注。不对，应该是收了2个徒弟，还有一个好像就在天道院，现在可能已经被女帝一巴掌拍死了。听到这里，江夜的脸色垮了下来，这怎么听着有点天命主角的味道？自家老娘难道直接干掉了一个天命主角？天道反噬！他急忙瞄向自家母亲，见她面色依旧淡定，啥事儿没有，脸上似乎还阴着笑，稍微放下心来。童子，天机大帝那个徒弟是什么情况？不清楚呀，主人。通常来讲，气运满值的天命主角不太容易被直接杀死。童子刚才也没有播报，说明要么不是天命主角，要么就是没死。江夜这才放轻松了些，以后可不能惯着自家老娘，随随便便就直接灭整个道域，万一藏着个天命主角咋办？但话说回来，这天机老鬼有点东西啊，看这架势，怕是收了2个天命主角当徒弟，也不知暗地里卖的什么葫芦药。回江族后必须得派人好好调查清楚，又能有韭菜割了。3位大帝交换信息后，同时谈妥了接下来的事宜，谈话终于告一段落。苏红叶似乎心情不错，美眸微眯着说道：“好了，接下来请2位拿点好东西出来吧，给本帝儿子保驾护航。”2位大帝脸上顿时露出肉疼神色，开什么玩笑？20万年来，诸天不知出现过多少神物、遗迹、秘境，通通都被女帝抢夺霸占，自己身上那可真是没啥油水了。玄黄大帝沉吟片刻，旋即拿出一枚小巧的瓶子，挥手间能量涌动，飘落在了江夜手里。此乃纯阳神液，瓶内存有20滴，可以用来打破荒古圣体枷锁，并且能够提升体质的神物，对于提升修为境界也大有裨益。这本是吾花了近千年收集得来，本欲寻得一位荒古圣体的后辈，看看能否借此化解邪魔气。如今看来，将它交给你是最好的选择。玄黄大帝稍作停顿，嘴角带着几分期待的笑意。从你的体质来看，似乎也存在某种枷锁束缚，对吧？吾倒想看看，待你这体质枷锁完全破除后，最终会是何等神态。江夜脸色顿喜，将其收好，答谢道：“多谢前辈。”此时破虚大帝锐利的目光锁定了江夜，似乎察觉到什么，他微微沉默了片刻，问道：“你身上有股微弱的虚空气息，莫非是修习了虚空类的神通？”江夜坦然点头：“正是。”破虚大帝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取出一块紫黑色的玉石，玉石通体晶莹剔透，表面光滑如镜，内部蕴含着浓郁的虚空气息。这块玉石是吾早年间寻得，如今成就大帝，虚空大道早已大成，此物对吾已是无用，但对你将来领悟虚空大道有着莫大的帮助，多谢前辈馈赠。江夜将紫黑玉石收好，再度答谢。苏红叶见2位大帝已经兑现承诺，开口道：“既如此，本帝便带他回江族。若你2人寻到天机老鬼的藏身之处，务必第一时间告知本帝。”玄黄大帝点头应道：“自当如此。”破虚大帝然也。唰，虚空涌动间，2人几息之间便回到江族驻地外。苏红叶一脸古怪地看向江夜：“你这小坏蛋，什么时候修炼了虚空神通？娘竟然不知道？”前2天去荒山界碰巧得知。苏红叶露出一脸你看我信吗的无奈，但也没再多问，反正是自己儿子，有点秘密也算不得什么。关于天机老狗一事，娘怀疑他在搞什么阴谋，你若有空
可以去找一下他那2个徒弟的麻烦，看能不能把那条老狗给引出来，永绝后患。江夜点点头应下，他还不清楚自家老娘，其一是斩草除根，其二嘛，恐怕是看上对方身上的宝贝了。随后江夜话锋一转，有些担忧地问道：对了娘，那2位大帝真的值得信任吗？能成就大帝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吧？苏红叶听闻后，美眸带着欣慰之色，缓缓解释道：你能有这番见解倒是不错，不过放心吧，刚才娘与他们2个定下的神魂契约是用你爹最近才独创的专属神魂印记，没人认得出来，而且种下了2层印记，就算他们真的察觉出问题，那也晚了。江夜满头冷汗，就在他感叹自家母亲的心思缜密时，脑海中收到一阵来自系统的播报：叮，天命主角林红颜神体蜕变，伤势恢复，气运值增加2000点。叮，天命主角楚南收到天道院覆灭的消息，气血攻心，恨意滔天，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0。叮，天命主角楚南收到亲妹妹楚丽已死的消息，气运值减少10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0。林红颜被打残了还能恢复，不愧是天命主角楚南，这韭菜是真肥啊，上来就送一个叶不凡。江夜心中惊喜。江城一家正殿内，林红颜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他感觉自己又行了。该死的江家神子，若有来日，我必定杀光你全家。他暗自咬牙，满心愤恨。然而尽管林红颜内心愤怒到了极点，却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眼神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忧虑与惊惧。头顶上若有若无的威压施加在他身上。此时江一坐镇现场，威严的声音响起：神子殿下没有回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场中多出了2道身影，一位是身姿略显佝偻、气息深邃的老妪，乃是一位圣王境强者，不过此刻他眼中却闪过一丝懊悔之色。另一位是林红颜的红颜知己温静轩，同时也是不朽皇族温家的家主之女。今日来此，是因为他的护道人九长老在林红颜身上留下的神魂印记，发现其气息异常虚弱，便来此查看。然而温静轩万万没想到的是，一踏入此地，便看到他的红颜哥哥满身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浑身骨骼碎裂，瘫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他毫不犹豫拿出一枚珍贵的不死神凤药，亲手喂给林红颜，希望能挽回他一线生机。却没想到林红颜竟奇迹般的觉醒了大炎神体。温静轩看着林红颜，眼神决绝的说道：别担心，红颜哥哥，一会儿将神子一到，我亲自去跟他交涉，一定让他放了你。林红颜眼中闪过浓浓的恨意，又瞄了一眼上方的江一，于是他低声回应：谢谢你静轩，待我将来变得强大起来，必定要让那江族神子100倍奉还。想到刚才江夜暴打他的场面，以及红叶女帝降临时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怖气场，心中不免有些发怵。林红颜是真的有点害怕了。温静轩点点头，我相信你，不过一会儿你别强出头，让我来跟他说。轰！一阵空间震荡突然传来，紧接着一群身影降临了大殿。这些人身着统一的紫色道袍，正是药元以及紫霄丹宗的众多长老级人物。他们脸色犹如死人般苍白，气息沉寂且压抑。几人走到正殿前，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恭敬地向高台上的江一行礼。药元将一只沉重的袋子递向江一，装的全是储物戒指，低声道：这是紫霄丹宗所有储备的丹药，恳请前辈转交给神子殿下。林红颜看到药元后，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师尊。然而药元眼中并无半点波动，心如死灰，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想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沉默无言的扑通一声跪在一众紫霄丹宗长老身旁。师尊，这是为何啊？林红颜发出疑问，脸上满是不甘与愤怒。哪知跪在地上的紫霄丹宗众长老们皆是一脸怨恨，恶狠狠地盯着他。滚开！之前你没在场吗？没听那位江族神子说过的话吗？都是你这个混账东西，把我紫霄丹宗引入到这般境地，你还有脸站在这里？你师尊道心破碎，境界跌落，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你这个狂妄至极的混账，你真是该死啊！屁大点修为就敢去得罪江族神子，真是害苦了我等！一连串的怒骂声如刀割般刺入林红颜的心头，让他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温静轩见此一幕，心中震惊的无以复加。紫霄丹宗这个连他不朽皇族温家都不敢轻视的强大存在，如今竟齐齐跪倒在地，像是在请罪。诸多前辈，这是怎么了？何至于此啊？温静轩不解地问道。一位旁观者冷冷一笑，眼中闪过一抹轻蔑道：小女娃，你怕是还不知道吧？就在刚才，天道院与整个海德道域被红叶女帝一掌抹平了，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林红颜这个惹祸精。你若是不想背后的家族也不后尘，就赶紧跟这林红颜撇清关系吧。温静轩的护道人九长老闻言，瞳孔猛然一缩，浑身一震。来之前他可不知道红叶女帝出面了。小姐，这等祸事绝对不能牵扯到我们身上，你得明白，天道院那是我们不朽皇族温家都惹不起的存在，竟然直接被抹除。你要听好了，若你执意要与他为伍，就休怪老身冒犯了。九长老神色急切，话语中带着浓浓的警告。场中，温静轩神情呆滞地望着林红颜，原本坚定的眼神逐渐变得犹豫和动摇。
他本是想要帮助红颜哥哥，但现在这一切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还未等温敬轩做出决定，九长老猛地拉住他，便要带他离开。轰！一道灵气湮灭，九长老这才猛然发现此地空间已然被江毅封锁。神子殿下没回来以前，谁都不许离开。听到江毅的话语，温敬轩顿时脸色苍白，心中瞬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有些后悔来这里了。林红颜脸色难看至极，他怎么也没想到，天道院、紫霄丹宗以及不朽皇族温家，竟然都对这个长生仙族江家如此忌惮。而且他们刚才说，天道院以及整个海德道域已经被那位女帝磨平了，什么都不剩了。该死！为什么？为什么江族怎能如此霸道？为何那江神子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背景，而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束手无策？正当林红颜在心头愤懑不已时，轰！一道空间裂缝突然撕开，伴随着一阵澎湃的气息，两道身影降临了此地。江毅单膝跪地，神色恭敬拜见红叶女帝。神子殿下！此话一出，周围众人纷纷跪倒在地，齐声喊道：“拜见红叶女帝！神子殿下！”温敬轩与九长老脸色巨变，眼中闪过一抹恐惧，随后也无奈地跪下，俯首恭迎。唯独林红颜还站着，仅仅犹豫了不到半秒，他刚想要抬头看向红叶女帝，眼前便立刻血红一片，眼球爆发出剧烈的剧痛感，顷刻间他的眼珠血泪狂涌而出，砰地一声，眼球瞬间炸裂，随即一股浩瀚的地威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狠狠压迫在他身上。啊呀！惨叫声响起，然后他又跪了下去。叮！天命主角林红颜双目失明，被宗门憎恨。温敬轩亦是对其心生埋怨，再度被迫下跪，心态爆炸，感觉颜面无存，气得半死，气运值减少1000点。恭喜主人，反派直加1000，不知死活的杂狗！苏红叶与气森然如冰霜，浑身散发着让人不敢直视的威压，正想要出手杀了林红颜，却被江夜一把拦住。母亲，这人就交给我吧，我还没玩够呢。苏红叶看着儿子，脸色顿时变得柔和起来。那你打算如何处置其他人？姨娘看，要不干脆把他们全都灭了，免得留下祸根。此话一出，整个大厅内空气突然凝固，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温敬轩与九长老同样变得极度惊惧，眼中满是懊悔与不安之色。红叶女帝，虽然所有人都知其存在，但唯有亲眼见到，才会意识到究竟是何等恐怖存在，让人生不起半点违逆之心。俗称不见棺材不掉泪。江夜看着苏红叶，轻笑着道：“娘，你先回去吧，我来处理，别让这些人脏了您的眼，好吧？那娘先走了，免得你不好发挥。”苏红叶揉了揉江夜的头，露出一抹宠溺的笑容，接着脸色又变得清冷威严起来，对众人道：“本帝警告你们，今日若是有人敢对本帝儿子的要求说半个不字，灭九族。”听闻后，就连江夜都忍不住直呼：“太狠了！”很快，红叶女帝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红叶女帝离开后，气氛依旧冷得可怕，跪在地上的所有人一个个动也不敢动，尽皆都是在等着江夜发话。除了林红颜与狗，其他人都起来，所有人如释重负的缓缓起身，一言不发，纷纷心里直呼：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没事办什么婚宴啊？晦气！这大概是所有人的想法。而此刻仍跪着的林红颜彻底没了脾气。江夜看了看众人，不禁感到有些无趣了。自家母亲威慑力太大了，都没人敢反抗，多没意思！正好又有新的韭菜可以割。林红颜身上那点儿气运值，他都有点看不上了。算了，能炸一点是一点吧，送佛送到西。江夜想着，同时拿出那根还沾着鲜血的棒球棍，随意的晃了晃。众人顿时又感觉到一阵寒气直逼心头，想到之前的残暴场面，差点一腿软又跪下去。他身形一闪，迅速出现在林红颜面前，缓缓蹲下身来。哈喽！林红颜猛地抬头，但他已经没有眼球了，只剩下2个血窟窿以及满脸无法言喻的仇恨。江夜抄起棍子就砸了下去，打断了他的话语，随后笑道：“刚才我替你爹娘教育了你一顿，你不感谢我？”林红颜还是那副 SM 表情，几乎条件反射般的开始叫嚣：“江夜，我弱！”砰砰砰，棍棒的击打声响彻大厅，没有废话，直接就是一顿棍棒教育。林红颜的惨叫声接连不断，回荡在众人的耳畔。一顿暴打之后，说不说？林红颜的脸色已然苍白，犹豫了片刻，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江夜冷笑一声，挥下棍棒，再次狠狠地砸向他。砰砰砰，又是连续暴打，惨叫声不绝于耳，全身骨头碎裂的声音传来。林红颜又被打残废了，无力地呻吟着。一旁的温敬轩都看傻了，见他的红颜哥哥被如此残忍对待，实在忍不住想要开口。九长老猛地拉住他，并且用自身力量封锁其行动，同时传音道：“小姐，这件事绝对不可掺和，你想让温家遭受灭顶之灾吗？”话音落下，温敬轩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和无奈，最终他默默转身，不再去看这残忍的场面。温敬轩没想到，这个外表俊美无比、气质出尘的江族神子，行事竟然如此残忍，心中涌起阵阵不寒而栗的恐惧。他原本还想着红叶女帝离开后，
找江夜求情的，现在完全不敢耍半点小心思。而另一边的于映雪已经见识过了，神情复杂的默默注视着，不敢再有任何言语。呀，求你不要再打了，我错了，谢谢。林红颜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连喘息都带着颤抖，像是把最后的尊严也一口气咽了下去。他到现在都懵着，为什么这个江神子完全不跟他说话谈判的机会，上来就动手打他？那棒子看着也不吓人，可每一下都像砸进骨髓，疼得他头皮发麻，心头发寒。饶是他自尊心爆棚，也根本承受不住。最终他只能屈服求饶。定天命主角林红颜当着2个天命女主的面，被主人狠狠暴锤，颜面扫地，道心严重受损，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0。江夜嘻嘻笑道：谢谁？谢什么？林红颜的嘴角微微抽搐，怨恨如滔天巨浪般汹涌而来，眼中充满了无法抑制的愤懑。你犹豫了。江夜毫不留情地再次挥下棒球棍，砰砰砰，不，呀，我错了，不要打了。棒球棍接着落下，林红颜语气中带着哭腔，仿佛遭受了无尽的屈辱。谢谢神子大人教育我。砰砰砰，又狠狠暴锤了几下，江夜这才停止。定天命主角林红颜恨主人根本不跟他多逼逼，直接暴锤，心里憋屈无比，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0。江夜看着林红颜身上的气运值只剩1个叶不凡，不禁摇了摇头。就快到结尾了，他这才将目光投向温敬轩，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不朽皇族温家对吧？说说看，你们今日来我江族是所为何事啊？温敬轩与九长老神情一愣，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开口。神子殿下，我等就是来凑个热闹，还请见谅。九长老抢先开口道，生怕温敬轩乱说话。哦，凑热闹，好啊，凑热闹凑到我江族来了。江夜脸上带着一股玩味。不是，我等绝非此意。九长老赶忙解释道。那好，请温小姐过来。温敬轩眉头微皱，不知道江夜究竟要做什么，但他没有拒绝的权利，只得一步步走向正殿中央，站到江夜身前。神子殿下，你今日来是想给林红颜求情是吧？温敬轩娇躯一颤，心中一紧，停顿了片刻道：没有。江夜冷笑一声，直接将那根沾着热血的棒球棍递到他面前，去把林红颜打死，证明你跟他没有关系，否则你死。这温敬轩的心跳猛然加速，脸色变得苍白，犹豫之情瞬间浮现。他咬着唇，指尖微微发颤，往昔种种一幕幕在脑海翻涌。当年在下界历练时，正是林红颜出手相助，受过林红颜恩惠。后来两人同行数月，耳鬓厮磨之间，他便对这傲气凌人却又锋芒如野的男人生出了几分情愫。可现在江夜却要让他亲手杀了林红颜。九长老同样也是嘴角抽搐，不知所以。江怡在一旁开口道：还不快滚！九长老没有办法，咬牙苦笑，随后虚空一闪离开了。这时林红颜似乎恢复了一些力气，他勉强抬起头，又起身作死道：江夜，你卑鄙，你不得好！砰砰砰，林红颜又被暴打了一顿，终于躺在血泊中老实了，只剩下半口气吊着。随后江夜又将目光看向了于映雪，你也过来。于映雪听后瞳孔一震，顿时明白了江夜的意图，他不敢有任何反抗，缓缓上前迈步，似是不敢面对接下来要做的选择，所以走起路来有点像是在拖拉。你犹豫了？江夜面色冷冽，沉声问道。不是。于映雪当即被吓得半死，快步来到江夜身前，目光带着委屈与不甘。江夜递过棒球棍，声音无比冷漠地说道：打死他，否则你死。于映雪接过棒球棍，颤颤巍巍地走向林红颜，他不敢有任何犹豫，举起棒球棒，闭上眼睛便砸了下去。砰砰砰，于映雪挥动着棒球棍，不断敲击在林红颜身上，慢悠悠的，轻飘飘的。林红颜的惨叫声也远不如之前美妙就是了。没吃饭吗？难道是舍不得？江夜语气冰冷地威胁道。你。于映雪的脸上满是彷徨，眼中闪烁着一丝怨毒，但手中的棍子却是不敢停下来，但也没啥作用，还是没实力。江夜见像条死狗一般的林红颜趴在地上，无力地扭动着身体，面容扭曲。这时他脸上又勾起笑容。于映雪，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不然你就跟刚才的温敬轩一个下场，打他蛋。林红颜听见后，身体如同触电般颤抖，顿时露出恐惧与慌乱。于映雪浑身颤抖，手已经开始微微发抖。他恨今日若是没有江夜，他就能跟林红颜一起走了。若是没有江夜，天道院与子萧丹宗能保护他，不再被命运束缚，逍遥天地。他更恨江夜不仅摧毁了他的一切希望，现在还要逼他亲手杀了林红颜，还没有丝毫拒绝的余地。停顿了半天，于映雪还是没有下手。你犹豫了？江夜不再留手，手指微微一凝，白光就要亮起。这时于恒站了出来，他脸上满是失望与冷漠，眼中没有任何情感波动，只有寒彻骨髓的狠厉，抱拳说道：神子殿下，能不能让我亲手杀了这个不孝女？此话一出，犹如一枚炸弹，瞬间在众人心中炸开。于映雪脸色巨变，眼中布满惊恐与不解。江夜也愣了片刻，很快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心中不免有些敬佩此人，壮士断腕，道士果断。为何？江夜轻声问道，眼中似乎带着些许好奇。于恒没有犹豫，将心中所有念头一股脑说了出来。今日于映雪当众悔婚，让江家众人下不来台，后面更是敢为林红颜求情，神子殿下饶过他一次，并且给出机会弥补，依然是死不悔改。我自小抚养他长大，无数修行资源供于他，自问从未有一丝亏待，但此女多次让我失望，本想着为他铺路，让他远离林红颜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惹祸精，并且还安排了我最为看好的江女婿为其联姻，没想到他心里还是只想着林红颜一人。说来他这份感情，我这做父亲的打心底里也有一份敬佩之意，但让我彻底心寒的是，都这般境地了，他仍然没有考虑过于家的安危，还是由着自己想法肆意妄为。你们看看他的眼神，即便今日林红颜没有来闹婚宴，等到将来只要他有机会，必然做出各种叛逆之事，我于家迟早会因他而陷入万劫不复。假如今日神子殿下没有杀他，事后我这个做父亲的也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她是我的女儿，我爱她，但我不只有她一个女儿，我还有几个儿子，还有整个于家，所以我于恒要亲手杀了这个不孝女，还望神子殿下成全。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于映雪呆滞，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所谓命运使然，半点不由人，就连江夜也不例外。他原本还想躺平做个仙二代呢。江夜若有所思地看着于恒，这倒是个狠人，也算是去，只要不是天命主角，他不介意卖个顺水人情。于家主请便，从今往后，于家受我江族庇护，只要没有反叛之意，这份承诺无期限。话音刚落，满场肃然，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一种深深的敬畏之色。于恒这老狐狸心是真狠啊，亲生女儿也下得了手。哼，别说是他，任谁有这种女儿也是寒心至极。不过于家倒是因祸得福了，神子殿下也是不简单呐，对人心的把控当真是恐怖如斯。众人一阵言语之间，在于映雪满脸失神难以接受的表情中，于恒随之出手，圣人境巅峰的实力全力爆发。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随即灵气澎湃翻腾，只见于映雪的身影在一阵凄厉的惨笑中瞬间灰飞烟灭，连一丝残余的灵魂气息都未曾留下。定，天命主角林红颜再次痛失所爱，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于恒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与敬畏，屈膝半跪道：多谢神子殿下，从今往后于家上下唯您是尊，任凭调遣，以表忠心。他早已发现这神子殿下对外狠辣无比，但对自己人却是意外的宽容与护短，能够败在江夜手下，未必不是一件幸事。于恒，别的我不在乎，只要于家能诚心效忠于江族，我便不会亏待你们。江夜面色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说完，他又转头看向林红颜，还是那副龇牙咧嘴的怨恨表情，都快看腻了。这林红颜还真是个渣男，两个女主才值200。微微一叹，江夜都失去戏弄他的心情了。忽然他心思一转，金眸扫过一旁仍旧跪着的紫萧丹宗众人，嘴角顿时勾起一丝淡淡的笑意。他来到耀元身前，递出棒球棍：耀元，你知道该怎么做，若是能让我满意的话，你们紫萧丹宗便不用自裁了。耀元浑身一震，眼神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紫萧丹宗的众人眼中纷纷闪过一丝明亮，仿佛黑暗中抓住那唯一的稻草，看向耀元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耀元脑海中无数念头闪过，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带着一丝冷漠。他没有说话，只是面无表情的缓缓起身，接过江夜手中的棒球棍，迈步朝着林红颜走去。师尊。林红颜虽然已经失去双目，但依然能听见动静，感知到熟悉的气息。在这短短几个时辰内，他接连遭受到重大打击，从天堂掉到地狱，中途燃起过希望，随后又被无情的打碎，成了一滩烂泥。他此刻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呵呵，师尊，就连你也要背叛我是吗？就为了去讨好那江神子？你们一个个的都是贱人，都是墙头草，都该死啊！林红颜声音沙哑，语气中带着歇斯底里。耀元并未回应他，只是沉默地举起棒球棍，猛地一棍甩在林红颜的脸上，几颗牙齿被打落，鲜血喷洒四溅。林红颜，你跟那于映雪没什么两样。耀元语气中带着冰冷，仿佛眼前这人不再是他的徒弟，而是仇人。所有人都一副吃瓜表情，江夜也是饶有兴趣地旁观着，一言不发。只见林红颜脸部早已面目全非，整个头颅像是颗巨大的肿瘤一般，就连表情都做不出来了。几块牙齿碎屑堵在喉咙里，嘴角不断呕出浓白的泡沫。耀元停顿了几息，冷漠的脸上眉毛缓缓舒展，忽然他脸上露出一种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笑容，神情中带着一丝癫狂之色。哈哈哈，可笑，真是可笑！哈哈哈哈！笑声从低沉到高亢，像野兽一般嘶吼着，回荡在寂静的大殿内，让人头皮发麻。林红颜嘴里还残留着碎牙，口鼻喷血，听见笑声，声嘶力竭的嘶吼：耀元，你这个狗贼，你也配当我师尊？接二连三的受到重大打击，他神智也有点癫狂了。你真该死，为什么不保我？为什么看着我被打成这般模样也不出手？你收我为徒，本就应该保护我，为什么还帮着那江夜打我？听闻到凌晨的话语，
耀元脸上的笑意戛然而止，眸中闪过一丝阴冷。保护你！他猛地一棍砸下，咔嚓一声，林红颜的手臂应声而断，骨头刺破皮肉，森白可怖。林红颜惨叫，身躯如虾米一般蜷缩。耀元喘息着，眼睛死死盯着他，像是看着一条毒蛇。他自嘲般冷笑：“我的乖徒儿，你知道你为何会失败吗？”耀元脸上带着癫狂之色，停顿了一下，道：“哈哈，因为你愚蠢、自负、狂妄、自大、好色无度、薄情寡义。你愚蠢自负，所以眼界狭小，不过是有些炼丹天赋，便以为自己就是那天命之人，把诸天万域的各方阴劫看成是一无是处的庸人。你可知诸天出现过多少惊世绝艳之人，每一个都是你需要仰望的皓日，你不过是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你狂妄自大，每次在外面惹了麻烦，到最后还不是我们给你擦屁股？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你好色无度，因为一个女人便让你敢跑来江族抢亲道士。你薄情寡义，我耀元浩尽心思与宗门大量资源栽培你，把你当传人，当亲子般养着。如今你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我们护不住你了，你变着我们都该死。你的2个红颜知己因为舍不得杀你，结果死在了你面前，你愣是半点情绪波动都没有，还好意思口口声声说爱他们。若是他们泉下有知，变成恶鬼也不会放过你。你了不起，你清高，你连累了我们所有人，而我在你的脸上看不到丝毫愧疚之意，还是那赴死不悔改的模样。任何事情你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永远都是别人的错。你以为你那是傲骨，其实你不过是可怜的自尊心作祟，怕丢失颜面罢了，所以你只能狂妄叫嚣。你以为这样别人就能高看你一眼，其实他们都只是在你的笑话，愚蠢至极，不过是蝼蚁撼天，不自量力。哈哈哈哈哈！想我堂堂一代炼丹大宗师，居然一不小心竟把你这个傻逼玩意儿看成了豪杰，还收你为徒，害苦了我自己。林大天才，你不是挺能吗？有本事站起来啊！你不是要成就无上大帝之境吗？独断万古吗？你有本事别趴着呀！哈哈哈！砰砰砰！耀元越说越激动，手中棒球棍狠狠落下，毫不留情，没有章法，没有顾忌，只是疯狂地挥动着棒球棍。林红颜身躯疯狂扭动，血肉模糊的脸上露出扭曲至极的癫狂之色，几乎是用尽了所有力气喊出声来：哈哈！该死！你们就该死，全都该死！给我去死！情节跌宕起伏，不断反转，所有人都看呆了。紫霄丹宗的人亦是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耀元，这还是平时那个脾性温和谦卑的老头吗？啧啧，想想也是，这林红颜真不是个东西，就是个畜生。不对，骂他畜生都是高抬他了，我简直不知该用何词语形容此人。不，他不是人，畜生都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东西，世风日下呀！众人议论纷纷，看向林红颜的目光中带着鄙夷，脸上皆是厌恶之色。定，天命主角林红颜丑陋虚伪的真面目被人们看透，自觉颜面扫地，无地自容，道心完全崩溃，整个人彻底疯狂，气运值减少7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700，这孩子疯了。江夜无语，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评价。童子，别人把林红颜打死，我得到的奖励会不会减少？不会哦，主人，只要是主人造成的，童子都是照常结算的呢。那就让林红颜多享受一会儿吧。江夜无所吊畏的继续看戏，倒是别有一番风趣。不知过了多久，童子终于传来美妙的播报声：定，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林红颜，获得反派值5000。定，回收天命主角林红颜的所有物：大炎神体、神渊尘火炉、丹阳镯。定，回收完成，获得反派值8900。好，从即日起，紫霄丹宗便是我江族附属势力，你们可以回去了。江夜当即宣布道。林红颜已经彻底死透，耀元这才恍然惊醒，心中狂躁的情绪终于逐渐平复下来。他将棒球棍还给江夜，眼神中满是深深的敬畏之色。若说最初耀元眼中的江夜是一个嚣张残暴的纨绔，但随着天道院与整个海德道域的毁灭，再到后来收复余家、放过紫霄丹宗的种种举措，他眼中的江夜彻底变得不同了。尽管一开始是江夜把紫霄丹宗拖入万劫不复之地，但有着天道院一事在前，天大的差距形成强烈的对比。紫霄丹宗一众人心中只会有不尽的感激之情，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段更加深深震撼了他。暴力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出手暴打林红颜，别人觉得过于残忍，有失身份，但江夜似乎完全不以为然，仿佛没有丝毫的羞耻心，反而隐隐以仗势欺人为荣，利用强大背景作为支撑，通过纨绔子弟的外表展现出来，令人敬畏与恐惧。此等深谙人心、冷静无情的行事手段，真的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年能想出来的吗？耀元心中有些自嘲，相比起林红颜，简直不堪入目到了极点。亏他之前还不顾一切的死保林红颜，现在想来真是眼下。这时，紫霄丹宗宗主连忙抱拳，承诺道：“多谢神子殿下宽恕我等，紫霄丹宗从此以后愿为神子殿下效死力。多谢神子殿下。”江夜也没再为难其他人，当即让在场所有人散场，众人这才如释重负，纷纷离场。玉尘道域，圣灵之地，此乃云顶书院驻地，在诸天中名望显赫。院内收徒讲究一个重品性不看天赋的规定，加之老院长德高望重，
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当然，假如你一点天赋都没有，那不好意思，云顶书院也不喜欢浪费资源养废物。不过相对而言，云顶书院收人的确相对宽松许多。山脚下薄雾萦绕，空气湿润，一片宁静祥和。一位年轻道士缓步而行，他身着青袍，面容普通，头戴斗笠，遮掩了大半张脸，手中握着一只古朴的木桶，是他常用的挂具，一枚小巧的古铜钱币和几枚刻满符文的竹签。道士面色阴沉，眼角带着些许泪痕，心中翻滚着无法平息的仇恨，只是嘴角还挂着一丝难掩的苦涩。他叫楚南，自小与家妹楚丽相依为命，流落街头。有一日，楚南意外捡到一部挂术类功法，凭借过人的天赋，成为天道院的真传弟子，生活渐渐好转。可哪曾想，仅仅只是外出历练了几月，天道院直接没了，妹妹也死了。江族神子真是好大的威风！红叶女帝成帝者，便可以如此罔顾苍生，随意抹除整个道域吗？此事我楚南绝不善罢甘休。待我加入云顶书院，一步一步爬上顶端，成为书院道子，有了对抗江族的势力之后，终有一日，我定要为我妹与天道院报仇雪恨。当年那个被挖至尊骨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吗？神子宫内，江夜端坐于高座之上，金眸扫向眼前的中年男子，淡淡问道：江玉良，现如今的江族家主，修为已达至尊境巅峰，权掌族内大小事宜。虽说苏红叶掌控着整个江族的大权，但江夜心知肚明，自家母亲向来不喜操心这些琐碎事务，只有遇到重大事宜才会过问，平日里几乎不会插手，要么是在祖地领悟更高境界，要么出去找点好欺负的对象，借一点修行资源回去。江玉良看着眼前少年，神色恭敬地开口道：神子殿下倒不是完全没线索，从目前查到的信息中可以断定，当年这人确实没死。现在我们锁定了几个道域，正在派遣大量人手进行追查，想必1个月内定能找出此人。江夜微微皱眉，神情一凝：当年你们是怎么办事的？那家伙又是怎么活下来的？江玉良神色变得有些古怪起来，目光闪烁，沉吟片刻道：30年前，女帝带族内高手去许家施压，借点了东西，归途之时正巧碰上了那小家伙。他当时不过10岁左右，女帝一眼便看出他身怀至尊骨，便想挖来给您增加底蕴，但这等事自然不可能女帝亲自出手，于是吩咐了我等去做。我当时也并未多想，直接就派人去做，并且吩咐了斩草除根。要不是您最近提起，我才调查到，那少年原本乃是许家旁系许七叶。只是奇怪的是，那许七叶天生伴有至尊骨，许家可是荒古世家，虽然不如我江族，但绝对是顶级不朽道统，竟是从未发现。当然，也可能是那许家故意掩藏，以免木秀于林。挖骨后，许七叶就从此消失了，再没回过许家。江夜眯着眼，淡淡问道：当年此事是谁做的？江玉良道：一个真王境的修士，非族内之人。前几日神子殿下提起，直接就搜了魂。他当年挖骨之后，见其可怜，放了他一马。江夜略微沉思，既然没死，为何不回许家？那个真王境是何来历？搜魂时可有禁制？来历干净，禁制也是没有。不过此人的确是不喜欢我江族的作风，挖骨后还特意告诉了那许七叶，是我江族所为。江夜脸色一黑，暗骂这天命主角还真是到哪儿都能碰上贵人。好啊，吃着我江族的饭，砸我江族的碗，这个真王境修士，别让他死得太痛快了。神子殿下，此人正在的冤深牢中受苦，那就好。江夜又往深处想了想，既然这种事出现了苗头，那就说明内部存在盲点。江玉良神情一凝，眼神变得深沉起来。江族独霸诸天20万载，时间过于长久，极盛之下，必定有心怀叵测之人在内部潜藏，四处给江族埋祸根，借此让江族被诸天各大势力仇视。神子殿下，既然如此，何不扔块巨石，先看看这水有多深？江夜知晓对方的想法，直接讲道：没有这个必要。黄金大势预计还有1000年彻底开启，没有必要跟这些鼠辈较长短。江族长，此事由你负责，从上至下，由内到外，包括天域外的江族势力，动用所有非常规手段，严格进行彻查，声势必须浩大。但凡查出有半点反叛迹象，直接搜魂。我记得族内不是有件超仙器可以快速运养神魂吗？被搜魂之人若是没有问题，让其来江族用超仙器给他修复神魂，并补偿一些修行资源就行。当然，若是有问题，直接追查到底，该杀就杀，绝不留情，亮出点底蕴给世人看看我江族的魄力。此后每隔几个月或者2、3、5年再次进行突击调查，反复彻查，这样便能让那些鼠辈投鼠忌器，就算藏得再深，也对我们造不成什么影响了。另外，如若调查到有类似于今日这类情况，比如被挖至尊骨还没死的这种与江族结仇的，直接将这类人的信息交给我。江玉良脸上神情豁然开朗，族中的至宝超仙器积灰不知多少年了，宝物不用就是废铁。神子殿下，此事还是要女帝点头才行。没事，这件事我去跟母亲说，她会应允的，你先去办。江夜金眸变得幽深，此举不仅仅是为族内排除异己，更是为了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天命主角。光是自己一个人找，怕是麻烦死了。有这么大背景不用闹着玩呢。接着
江玉良继续汇报道：关于太古仙族叶家支系的修士，已经派人去查了。至于楚南，已经有了确切消息。此时他正在前往云顶书院的路上，应该是要重新找靠山。话说回来，神子殿下，您也可以亲自去一趟云顶书院。毕竟我们江族与书院从黑暗纪元前就是盟友。书院太上长老苏清梦又是您小姨，过去当个道子，轻轻松松，还能顺手捞点好处。江夜微微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梦姨已经给我来书信了，让我去竞选这一世的书院道子。你说我这身份合适吗？江玉良闻言，脸上顿时浮现出欣喜的笑意，满是赞许。合适，太合适了。云顶书院当初在黑暗纪元战争中损失惨重，之后的20万年来一直受我江族庇护。说白了，书院早已成为我族的后花园。您去游玩一番，直接就内定了，还能借此壮我江族声威，岂不是一举两得？而且听闻这一世的道子竞选，奖励的是雾影繁花啊，那可是一件惊天神物，不仅有机会借助此物领悟传说中梦影大道，还相当于直接有了一件超仙物，与超仙器都没什么两样了。江夜神色一动，微微有些惊讶，顿时来了兴趣，问道：可是炼宝古树每万年结果一次的超仙物，具体还有何作用？江玉良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抹敬畏。正是，雾影繁花乃炼宝古树这一世催生的唯一超仙物，此物据说能在梦境中影响现实，借助梦影大道的力量操控梦境与现实的力量，但要完全发挥其威力，使用者必须领悟更深层次的梦影大道。云顶书院那些老怪物天赋不行，参悟不透，放在宝库里也是积灰，只能当做奖励拿出来。江夜的神色变得深邃，他有点动容了。在江家他可是什么都不缺，但这物影繁花不同，炼宝古树那可是诸天万域中排得上前10的先天至宝，每万年结果一次，每结果一次便会诞生上百件未知的神物，每一件神物在外界都会引来无数强者抢个头破血流，另外更是会诞生一件超仙物。雾影繁花正是炼宝古树这一世催生出来的唯一超仙物。梦影大道，传说中的极位大道，朦胧如雾，缥缈如云，不遵循常理，也非存在，如梦似幻，但却能够影响现实。因为过于晦涩难悟，诸天万域存在无数纪元里，无人成功领悟过，就算是有，也仅仅只是小成。江夜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别人领悟不了，但他有系统可以加点啊！看来黄金大师的预热已经逐渐拉开帷幕。云顶书院这次显然是要下重注了，这书院道子我当定了，而且还能有韭菜割，何乐而不为呢？江玉良走后，江夜在神子宫换出系统，开始准备消费。他从储物戒指中拿出纯阳神液与紫黑玉石，正是那2位大帝送他的礼物。童子，这纯阳神液能帮我净化光明神王体吗？可以的，主人。这1滴纯阳神液可抵2000反派值，仅限于净化神王体。这纯阳神液其价值连城，比起仙物都未必落于下风，1滴才价值2000。江夜微微皱眉，是的，纯阳神液并非解锁光明神王体的特定产物，所以价值有所下降。但这纯阳神液可以提升修为境界，直接兑换会不会亏了？不会，20滴纯阳神液能帮主人修为提升至封王境1重，童子不会吃回扣的呢。江夜闻言微微一愣，他虽然不爱苦修，但也知道常理。像纯阳神液这般神物，以他目前的修为，炼化1滴只怕得要2-3月，系统直接就帮他完成炼化，倒是省了不少功夫。江夜美滋滋地说道：全部兑换，炼化，定，正在兑换中，正在为主人快速炼化。嗡，金灿神光骤然乍现，一阵磅礴浩瀚的力量如潮水般席卷开来，仿佛山峦粉碎。隆隆，霎时一股纯粹且至极的能量从江夜体内汹涌而出，脑海中也是生出一丝玄妙的感应。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如猛兽般节节攀升，无数圣劫之力犹如开阀泄洪般暴涌而出，流淌在他全身脉络中，犹如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轰隆，斩道境3重，斩道境4重，斩道境9重，封王境1重。1个时辰过去，伴随着灵气的暴动，这股恐怖的能量终于渐渐平息。江夜缓缓将灵气内敛，睁开眼，眸中金光炽烈，宛如一轮耀眼的朝阳，像是一尊古老存在。一股若有若无的威压游荡于神子宫内，他的长发如瀑布般飘洒而下，变得更加金黄灿烂，耀眼的如同黑夜中唯一的光源，光芒四射。无穷无尽的圣洁气息在他周身若隐若现，仿佛能够驱散一切邪恶，如晨曦般温暖。感受到体内磅礴至伟的力量传来，江夜那张俊美如妖的脸上微微扬起一抹轻笑。恭喜主人将光明神王体进化到第2阶段，掌握光明耀焰一火，领悟耀焰大道。他右手摊开，灵气微微催动，呼，一道金光灿灿的火焰自掌中生出，缓缓燃烧着，如纯净至极的圣火，带着一股磅礴的生命力涌动着，温暖至极。微微注入灵气，呼呼呼，光明耀焰熊熊升腾燃烧，恐怖的气温骤然上升，整个神子宫微微震动，仿佛空间被燃烧损毁。不愧是系统，有点东西。江夜收回灵气，火光消失，目光投向手中的紫黑玉石。童子，看看这紫黑玉石能炼化不？江夜心中充满期待，有了外挂，谁还想着苦修啊？那不纯折磨自己。可以炼化，
直接帮助主人领悟虚空大道，但是修为不会提升哦。那好，直接炼化。定，需要消耗2万点反派值。江夜嘴角一抽，旋即问道：还要给钱？是的呢，主人。好，直接简洁的解释。那你刚才怎么不要反派值？刚刚是帮主人兑换反派值，顺带就炼化了纯阳神液。算了，消耗吧。江夜的想法很简单，诸天中大道很多，但是任何修士想要领悟大道，都需要机遇与大量时间领悟才能有所小成。这童子已经算是有点良心了，还好不是某些妖艳绝货。定，正在炼化中。这时，一股置身虚空的轻浮感传来，虚无与实在之间摇摆不定，没有时间的束缚，也没有空间的限制。很快，江夜周身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玄奥起来。虚空非虚构，无物不见，无物不通，空灵如水，无物无我，化虚为实，化乱为虚，万象归虚，众生归寂。一阵阵奇异的感悟涌上心头。不知过了多久，江夜缓缓收气，一股玄妙至极的感觉传来，身形虚实不定。恭喜主人领悟虚空大道，虚空经进度提升。恭喜主人领悟神通，虚空闪烁，虚空隐身。不错，好奇异的虚空之力。换出面板。宿主江夜，17，修为蜂王境一重，第9境，血脉体质至尊骨，永恒仙体，破望金眸，光明神王体，第2阶段20%可进化。功法永恒地经13层，3层，阴阳咒魂真典，阳篇虚空经42%。宝物炼魂壶，伪仙器，伪造化青莲，至尊器，无法被毁灭的棒球棍。神通光明神王指，虚空闪烁，虚空隐身。大道圣光大道20%，虚空大道17%，耀焰大道10%，反派值620。好家伙，本来有2万多的反派值，炼化一下就直接没了。江夜吐槽，若要是有人听见，怕是要跟他急。以江夜这个年龄与修为，别说3条大道，能领悟到1条大道，哪怕只有1%都算是天才中的天才。只能说奈何有挂。童子，光明神王体进化到第3阶段有啥功能？定，主人圣光大道更进一步，并且解锁光之银刃领域，可在兵器上附加银刃特性，并且可利用神念操控兵器远程打击敌人，无坚不摧，并掌控封灭大道。领悟至大成阶段，可生成银刃领域。江夜脸上一喜，旋即问道：需要多少反派值？10万反派值。江夜脸色一黑，10万？我哪来10万反派值？童子，你这是给我超级加倍了吧？主人，童子不是故意的，温馨提醒主人一下，进化第4阶段要100万反派值哦，主人快点去折磨天命猪脚们。江夜眉间露出深深的忧郁，希望这个处男期运值高一些，别让我失望啊。翌日清晨，江夜缓缓醒来，只见他怀中躺着一位身姿曼妙的美艳女子，胸前的宏伟格外引人注目，雪白如玉的肌肤在晨光下愈发迷人，像只八爪鱼一般粘在自己身上。红烟，你怕是绝对想不到吧？江夜嘴角微微扬起，眼中带着一抹玩味的笑意，他忍不住轻轻捏了捏怀中那张莹润软淡的俏脸，触感柔软的如同最细腻的丝绸，真软。昨晚清玄半夜悄咪咪的跑来，非要跟他一起睡，抱着自己就不撒手，明明年纪不小了，倒像是个热恋期的小姑娘一样。分开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地黏着他。公子，清玄声音甜腻，脸上微微染上一抹红晕，眨了眨那双晶莹的美瞳。江夜轻笑，温柔地拍了拍他的挺翘，低声道：快起来了，带你去云顶书院玩。不带红烟吗？带，都带。他可不会说某些人看起来高冷，没想到喜欢偷家。两人腻歪了一会儿，清玄细腻地服侍江夜更衣。片刻后，江夜换上龙纹黑袍，与清霄走出神子宫。还没走出多远，就看见红烟正咬着红唇，满脸幽怨地盯着两人。好啊，清玄姐姐偷吃。清玄像是个做了坏事的孩子，低着头脸色通红。云顶书院，群宫连绵，气势恢宏，金砖红瓦交错辉映，宝光四射，璀璨如星辰。山路蜿蜒其间，神光透出，恍如仙境。一位女子身材修长，曲线流畅如雕塑般完美，轻步走来，仿佛踩在云端，周围的空气似乎都为之微醺。她的容颜绝世，似天宫开物般完美无瑕，每一寸肌肤都如雕琢而成，细腻如凝脂，犹如凝固的美丽，令人屏息凝视。淡红色的眼瞳仿佛自带魅惑，仿佛轻轻一瞥便能摄人心魂。所过之处，一道道目光看了过来，皆是痴迷不已。关云瑶师姐当真是美得令人不忍亵渎啊！就你什么档次？你也真敢想？云顶书院中谁不知道？谁敢染指云瑶师姐，王仲明便要来寻你麻烦。书院五首席之一，得了吧，谁不知道关云瑶师姐一心向道，那王仲明也就只能欺负一下老实人。关云瑶神色清冷，对周围议论充耳不闻。他目光淡然抬起，视线穿过层层人群，落在圣灵之地的半山腰。那边的喧哗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忙碌，正在如火如荼地搭建着论道台。明日云顶书院举办的论道大会开启，为期1月。除了院内的所有学员全数到场以外，还有不少外来修士慕名而来，但多数是一些野路子修行者。这些人都是为了云顶书院的首席之位而来，同时争一争那令人向往的道子之位。论道台上，场地辽阔无比，这般盛大场面
不仅仅是为了挑选首席，也是要招收一些普通弟子。云顶书院的长老们悉数到场，他们的目光锐利，除了为自己挑选一些心仪的弟子，也是要看看这些首席的各项能力，最终进行综合评估，再选出5位首席，凑齐10位首席，最后再选出这一世的书院道子。书院道子，关云瑶低声念了一句，眸光不由自主地投向半山腰，他的目光一路向上，直至登天路的顶端，被云雾笼罩，直达天穹。瑰丽的瞳色中闪过一抹渴望与若有所思的光芒。他出生于地族官家，天生太清灵体，天赋卓越，早早便被封为帝女。关云瑶不喜参与权谋争斗，一心向道，来到云顶书院便是图个清静。他对成为书院道子并无兴趣，但这并不妨碍他想要登顶登天路的争锋之心。登天路100层，每一层都考验修行者的天赋与意志力，没有坚韧毅力之人，连第10层都难以跨越。关师姐，早上好啊！一位面容清俊、身穿白衣的男子正缓步走来，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眼中掩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觊觎。关云瑶没有回应，他早已习惯了这些不请自来的骚扰，这样的人太多了，让他厌烦至极。王仲明，你又来烦师姐，你要脸不？王仲明的脸色瞬间一沉，转头望向那道身影，竟然是沈炼。他的瞳孔微微收缩，眼底闪过一丝忌惮之色。此人不过是野路子出身，修炼之法也是半路捡来的邪功，时间长了很难在半途转修回来。邪修在诸天虽然名声不好，但也不是人人讨伐的对象，只能说比较小众。但有些顶尖的邪修实力却是异常强大，能够与天赋卓越的家族子弟抗衡。眼前的红发男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年仅30就达到了斩道境1重，实力颇为强悍，其神通手段也是相当诡异难缠。此前王仲明与之较量过，结果被装逼打脸。沈炼，你个邪修跑来论道大会干什么？你不知道邪修是无法竞选道子的吗？你以为这是哪里？云顶书院讲究是修心修道，不是好勇斗狠。沈炼穿着一袭青袍，容貌平凡，听到王仲明的话后眉头微微皱起。那又怎样？就算无法成为道子，但是不妨碍我把你们都踩在脚下。他语气中气十足，但内心却掩饰不住一丝不悦。这话戳中了他的痛处。当年沈炼刚踏入修行路，哪知什么邪修会受人排挤。其实诸天也不是没有邪道宗门，但是这类宗门能提供的修行资源实在强差人意。云顶书院不排斥邪修，但绝对是不允许邪修成为书院道子的，就连首席都不能参选。沈炼有想过转修，但奈何自身体系已然成型，若是强行转修，怕是要斩去部分修为，自身神魂也会受到影响，根骨底蕴不能失去，否则得不偿失。况且靠着自己的邪修功法，能够碾压大部分人，你也就只能在打斗方面逞能。论经诗文、琴棋书画，你哪样是我对手？王仲明直接怒对道。沈炼没有理会，这些方面他的确不行，不过他不在乎这些虚名。他缓缓走向关云瑶，正要打招呼之际，一道轰鸣的雷声响彻天际，轰！随之而来的是数声威压强劲的龙吟声。吼吼吼吼！9条洁白如玉的苍龙破云而来，庞大的身躯在空中翻腾，龙鳞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气息凌厉的仿佛能撕裂苍穹。紧随其后，一辆金碧辉煌的车辇缓缓降临，车体如同宫殿般雄伟，车辇上古朴的江字熠熠生辉，象征着无上的尊贵与威严。关云瑶美眸望去，看出了来人是何来历。自家师尊最近有与他提及过，家族中人也用传讯时跟他提醒过，不能招惹此人。刚出世不久的江族神子红叶女帝，因为他直接抹除了一整个海德道域，诸天震动。江夜，关云瑶的美眸中闪过一丝兴趣。PS 凌晨3更开始验证期，求求好评，催更追读。小作者拜谢。好大好宏伟的宫殿，这是谁的座驾？那是长生仙族江家的辉映。论道台上瞬间喧哗四起，惊疑不定的议论声此起彼伏，众人纷纷抬头，眼中闪烁着惊愕与震撼之色。沈炼也不由得抬头望去，目光被那宏大的景象牢牢吸引，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这等排场究竟是何等大人物？若是自己也能有般身份与背景，哪还会遭受这般排挤？他心中动容万分，五味杂陈，莫名的升起一分觊觎。关云瑶一时露出一抹神异色彩，即便是他这等身份，也根本不可能有这般豪华奢侈的车辇，更别说9尊圣人进苍龙为其拉车。他虽一心向道，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乎。论道大会，好生热闹！温润如玉的声音犹如清风拂面，随着声音的落下，一道修长的身影自虚空中穿梭而来，步伐轻盈，如同谪仙降临凡尘。灵气涌动间，不少人反应过来，此乃虚空神通。好快的身法！江夜身着龙纹黑袍，气宇轩昂，面如冠玉，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天然的尊贵与从容，步伐轻缓地走向论道台中央。顷刻间，整个论道台的气氛骤然凝固。仙人下凡般的男子，如画卷般完美。他容颜俊美的近乎妖异，又不失英气，神情之间散漫潇洒，却让人心中升起不容忽视的压迫。无论男女都有些失神，要么是面露惊艳之色，满眼都是小星星，要么就是羡慕嫉妒，满脸不爽之色。他凭什么长这么帅？这让我等情何以堪？长得帅怎么了？是你家大米了？哥哥快看我！
我愿意倒贴。骚动间，清玄与红烟也一同现身，紧紧跟在江夜身后，仿佛2朵盛开的绝世鲜花，艳丽动人。众人看得目瞪口呆，眼中的艳羡之情愈发浓烈。早听说这位神子殿下风流多情，没想到是女境也是这般惊世绝艳。不止如此吧，光是这天赋就已经不弱于书院内的那些首席了。一旁的沈炼看得妒火骤起，原本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没成想是个少年，这等落差感瞬间让他内心不平衡了。其余男性修士皆是一副不太舒服的表情。江夜早已发现了沈炼，不仅仅是因为系统给予了播报，更因为他体内那缕若有若无的邪异气息。他身负光明神王体，天生对邪恶与黑暗气息极为敏感。江夜几乎是还未落地，就从人群中锁定了他。定，系统已检测到天命女主关云瑶。定，系统已检测到天命主角沈炼，姓名沈炼，31，境界斩道境一重，第8境，体质血魂魔体，功法血魔吞噬功，黑血杀戮阵，毒焰炼化术，魔影步，宝物冥魂铃，血煞珠，血月神环，剩余气运值7000-7000。定，系统已检测到天命主角楚南，姓名楚南，29，境界归一境8重，第6境，体质天机眼，后天觉醒，功法3生诀，3运异道法，元气天挂点，雾禅雷卷，宝物天机紫微镜，乾灵盘，地气残，剩余气运值45000-6000。江夜眼神一亮，金眸不断扫视着四周，却始终没有看见楚南。主人，楚南才刚刚抵达圣灵之地，正在山脚下赶来。听后，江夜释然。与他用九龙拉车赶路不同，在诸天万域中跨越无数星域抵达玉尘道域，再到圣灵之地，寻常修士需要花费大量灵石，乘坐低效率的神舟缓慢抵达。楚南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但江夜却仅需几个时辰便可轻松抵达。不愧是云顶书院，直接就出现了2个天命主角，而且不是叶不凡、林红颜那种小八彩。江夜金眸中闪过兴致盎然之色，唇角微扬，心中浮现几分意味深长的玩味。这下有的玩了。心思落定，他悄然在系统商城中兑换了一张追踪卡，消耗50点反派值，锁定在了沈炼身上。忽然一阵剧烈的虚空波动传来，一位身穿灰色素袍的老者从虚空中缓缓走出。这老者面容略显苍老，脸上布满细小的褶皱，气息平和，整个人看起来毫不起眼，仿佛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但就在他现身的刹那，周围所有的弟子不约而同地弯腰行礼，恭敬无比。见过大长老，见过大长老。声音如浪潮起伏，气氛霎时间庄严肃穆。那老者缓缓抬头，如金芒般的眼睛落在江夜身上，眼中顿时掠过一抹亚色，随即收敛心神，露出含笑之色。他躬身微躬，声音温和谦敬：“江神子，云顶书院欢迎您莅临，老朽特来迎接，请上座。”江夜点点头，带着2女紧随其后，金眸微眯。对方看似恭敬，但眼中一闪而逝的审视与戒备清晰可辨，甚至眉角间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与排斥。尽管这些微表情很小，若是在常人眼中只会忽略不计，但是江夜有着颇望金眸，对于这微小的面部表情动如观火。想来这老头与自己小姨并非同一派系的人，争权夺利吗？哪个地方都一样。周围的弟子们看到大长老对江夜如此恭敬，不禁面面相觑。不愧是长生仙族啊，就连大长老都对他如此恭敬。红叶女帝之子，谁敢不恭敬？看看前段时日天道院与海德道域的下场，你敢得罪试试？唉，人比人真是气死人。众人私下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言语间难掩其中的嫉妒与惊叹。而下方的沈炼目光如鹰隼般紧紧盯着江夜的身影，眉头深深锁起。先不说对方的身份多么庞大，最让沈炼心中感到惊讶的是，他堂堂一介斩道境强者，在年轻一辈中可谓是天赋顶尖的存在了，但他却完全看不透江夜的修为，只感觉对方气势凌人，仿佛对方的存在就如同一座沉默的山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仅仅只是看着江夜，沈炼心中便涌现出一股深深的不安情绪。恍然间，他竟感觉到一丝冷汗从背后沁出，不知为何，总感觉这个江族神子与我气息上有天大的迥异，仿佛天生对立一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沈炼心中充满了疑虑。一旁的关云瑶亦是有些惊疑，他同样看不透这位江神子。在他眼中，对方气息十分内敛，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质感觉，如果与之对敌，胜算极小。不过关云瑶也没太在意，他不喜与人较长短，一时的高低证明不了什么，只是莫名有点好奇而已。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江夜步履从容地迈上了一阶高台，台上矗立着一座小巧精致的阁楼，整体风格古朴而不失雅致，雕栏画栋之间隐约透着淡淡灵韵，虽不算奢华，却有一股素雅之美。相较于论道台中其他阁楼，这已经是最为顶级的住所，位置优越，气脉汇聚。3层高楼，观景平台极为宽敞，四野云岚缭绕，天光云影尽收眼底。眼前的登天道路全数映入江夜眼中，犹如一条气势磅礴的通天大道，令人望而生畏。江神子，这段时日就请您在此地歇息吧，若有不周之处，还请您多多包涵。大长老李洪泰素来为人仁厚谦和，德高望重，
在云顶书院深得人心。江夜脸上带着淡淡笑意。好，大长老点点头，虚空一闪，缓缓消失在原地。公子，这云顶书院的待客之道简直轻蔑，这阁楼还没咱们车辇来的舒适呢。红烟俏脸上带着几分不悦，轻哼一声道。清玄微微皱眉，他的眉宇间透出几分不快，显然也觉得自家公子受到了怠慢。云顶书院素来以清修自诩，行事崇尚简朴，倒也不必太过计较。江夜脸上露出一丝阴郁之色，淡淡道：一些都是小事，重要的是这老头儿表面看似恭敬，实则是对我有不少意见，可能是不想让我当上道子，不过也挑不出毛病来，先观察一下吧。江一道虚影破空而至，魁梧的身影从裂缝中走出，神情肃然。刚才那李洪泰什么修为？圣人境。江夜眉头一挑，似是意外。堂堂书院大长老，竟才圣人境。我观其气机紊乱，气血破败，应是曾经身负重创，导致境界跌落。派个不易被发现的人去监视他。是。命令下达，江毅随之消失在原地。江夜坐着沉思片刻，忽然又吩咐道：江12，你去监视一个叫沈炼的书院弟子，备好留影时，我观此人身上魔气翻涌，说不准是练魔功的。江12领命。江12听闻后心头巨震，当即离去。在江夜看来，沈炼身负血魂魔体，天生就是修炼魔功的绝佳体质，邪修多半是为了掩人耳目。血魔吞噬功一看就是魔道功法，不过他观其气息，沈炼身上魔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浓郁，想来还只是入门阶段，没有大肆杀戮吞噬修士本源的缘故。至于江13，早已被他派去监视楚南了。开启上帝视角，江夜现在就想着找什么借口去暴打沈炼或者楚南一顿呢？毕竟这是在云顶书院，自己还要竞选道子，形式上得稍微符合书院内的核心价值观。毕竟以他这个身份，一举一动皆被人关注。算了，先老实一天，免得落人口实。江夜打算先去找梦怡，了解一下云顶书院的具体情况。他可不打算循规蹈矩，又不是主角，干嘛讲规矩？等这些主角们相互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发现道子之位早已内定，那时的表情一定很精彩，怕不是会被直接气得半死。直接先给你釜底抽薪。一念至此，江夜轻轻一笑，身形化作一道金芒，便消失在了原地。桃源洞天，江夜踏入此地，步伐轻盈，他一路畅通无阻，四周空旷无人，不见半点守卫踪迹，也未发现显眼的门户入口。整座洞天仿佛自成天地，外人根本无从窥视。他正四处打量，神识缓缓扩散。突然，一道璀璨的神光从洞天深处激射而出，转瞬间将他全身笼罩其中。那神光如同星河凝练，绚烂如梦，宛如一张无形的天网，将他与这片桃红世界紧紧融合，剥离了外界的一切气息与神识感知。江夜道也没有反抗，因为在这道神光中能清晰地感受到没有恶意，而是一种引导，给他一种十分熟悉的亲近感。等到他回过神来时，人已置身于一片如诗如画的桃花源中，桃树如云似海，枝繁叶茂，粉嫩的桃花在春风中轻轻摇曳，似霞似云，温柔地飘落一片片花瓣。树下的青草芬芳扑鼻，绿色的地毯上点缀着繁花，恍若人间仙境，宁静祥和，桃香四溢，简直就像是一处世外桃源。与自家母亲苏红叶所居的祖地截然不同，苏红叶的洞天永远弥漫着血红色的天光，遍地的粉种、白骨、杀戮与死亡气息遍布，就像炼狱一般。说是这样，有助于领悟无上之境的杀道真意。江夜曾经去过几次，那是真的吓人。梦怡，江夜神色轻松，语气中透着一丝打趣的随意。他步履悠然，在这片桃花源中信步闲游。园中有着各种灵植，其珍稀程度比起江族也不遑多让。还有一排排药田，药草长得十分繁茂，成色极好。灵泉从田间流过，泉水清澈见底，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些灵植，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他也不客气，随手摘下一株药草，看了一眼，品级不低，至尊境以下能够断肢重生的不死气血草，用于制作不死神血药，圣王境也能瞬间恢复伤势，满血复活。啧，小姨，你在哪儿呢？您这洞天已经是一个小世界了吧？在书院内不知贪了多少好处，简直恐怖如斯。话音未落，忽然一股强悍至极的气息出现，紧接着一道曼妙倩影从虚空中显现，宛若月下仙子，一步踏来。小坏蛋，我看你是皮痒了。声音带着几分威胁，却又不失轻佻与亲昵。他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的纱衣，纤细修长的身形曲线完美，那张倾国倾城的绝世容颜如出水芙蓉，3000青丝被一根金色发簪盘绕在头上，发丝间泛着淡淡光泽，给人一种脱离尘世的清冷感。这位便是江夜的小姨。20万年前，苏清梦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准地强者，现如今已是半步大帝，离真正正道仅一步之遥。诸天万域中，大帝不出的情况下，便是最强存在。当年在邪魔一族入侵之前，云顶书院曾派遣他前去调查诸天裂缝空间的异变，前往了另一方域外世界，半途得知了邪魔入侵的消息，直接与苏红叶一样避世不出，在那方域外世界游历了近万年，才回到诸天。这20万年来，一直背靠着苏红叶，不断发展自身底蕴。如今黄金大事
就要重临。以苏清梦的天赋与底蕴，又有他母亲苏红叶护道，必然能够第一时间成帝，而且一成帝便是那种底蕴深厚的大帝。梦姨，好久不见，可还安好？哼，刚才是怎么跟姐姐说话的？平日里敢对你娘这么说话不？看她打不死你！苏清梦轻启朱唇，伸出2只纤纤玉手，一左一右捏住江夜的俊脸。江夜被捏得说不出话来。苏清梦美瞳中闪过一丝狡黠，又将他搂入怀中，顿时传来一阵惊人的触感。叶儿怎么样？想姐姐没？叶儿又变帅了，越来越合我胃口了，嘻嘻。接着又揉了揉江夜的脑袋，玉手随意玩弄着几缕金色长发。小姨别揉了。江夜有些无奈地道。苏清梦微微眯眼，露出一丝危险的意味。什么小姨？你娘还没告诉你吗？我跟你娘根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我当年被他爹捡回去的。快点叫姐姐。真的？那当然。你娘在的时候不让我跟你讲，说我对你不安好心。对了，快点叫姐姐，不然本座可要生气了。不听话的小孩可是要被打屁股的。姐姐。江夜十分干脆地喊道，有点不敢造次。黑暗纪元前，他可是见识这位手段的。相比起自家母亲的十足威严，性情要更为跳脱古怪。他以前就经常被捉弄，就是每次事后都要被苏红叶摆着教育一顿。苏清梦听后顿时喜笑颜开。叶儿乖，既然这样，姐姐就送你个宝贝。别啊，太多了，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江夜苦笑，鬼知道这些年来苏红叶在外面到底抢了多少好东西，当真是要啥有啥。苏清梦神情无语，她也是知道那坏女人有多富有。那叶儿今日就在这里到处逛逛，有什么感兴趣的随便拿。姐姐这些年也贪，攒了不少家底，让姐姐好好瞧瞧。你娘说你后天觉醒了特殊体质，不错，真帅，修为都封王境了。你这小怪物还没成年就这般变态，你这体质有点像是神王体与荒古圣体的结合，倒是神异至极。苏清梦眼神中带着惊讶之色，滔滔不绝地说着。也许是太久没见到江夜了，仿佛千年冰封终于裂开了一道口子。20万年了，他轻轻的喃，语气中带着一丝恍惚。而江夜想了想半天，还是有点不知到底该叫小姨还是姐姐呢。沉吟了半天，终于开口：姐姐，你这儿有传说中的龙纹黑金吗？苏清梦听后沉默了。龙纹黑金这种只存于传说中的仙金，能够祭炼打造出超仙器，最顶级仙材。姐姐倒是有一些，就是姐姐我要。江夜此刻脸皮厚得像堵墙，有好东西不拿，天理不容。苏清梦脸上露出肉疼之色，你这小强盗，跟你娘一个德行。不过反正姐姐剩余的这点也炼不出一件仙器了，就当做提前给你的成人礼吧。苏清梦带着江夜在桃园四处闲逛了一会儿，拿到了龙纹黑金，只有一小撮，但用来打造极品小刀片应该没问题。等到江夜开启光明神王体第3阶段，就可以借助附着银刃特性，直接超远程操控杀敌。若是以他目前的修为，秒个真王境不成问题。神王境若无底牌，也有机会。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玩肉搏啊？直接用各种仙器刀片砸上去，它不香吗？现在谁不知道打仗靠的是笔烧钱？叶儿，你现在这个修为已经超远同辈了，姐姐一会儿直接跟书院那帮老家伙讲好了，当的书院道子绰绰有余，雾隐繁花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超神物，绝不能便宜了外人。苏清梦神情变得认真起来。江夜想了想，还是说道：我看今日那李洪泰就不太看好我啊，全是客套话。听后苏清梦脸色冷了下来，眯着眼道：看来还是有一些老狗不老实。李洪泰一条连至尊境修为没有了的杂狗，也敢把手伸到道子之位上，姐姐这就去废了他。江夜嘴角微微抽搐，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反正他与母亲还有苏清梦待久了以后，但凡是不对付的人，通通以老狗为称。他估计是自家母亲先开头的，好吧？江夜点点头说道：没有劝阻，暴力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优势在我。若是不趁强盛时出手，难道等着敌人打上门来才反抗？云顶书院组的深处，一处充满神异的混沌之地，几道沧桑威严的身影缓缓站立，彼此交谈，声音低沉而悠远，气氛浑厚而庄严。就在这时，李洪泰缓步走入，出现在几位老祖面前。书院院长王宏图目光看去，大长老，江夜那小家伙怎么样？另外几道身影亦是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李洪泰眉头微蹙，沉吟片刻便道：以我目前的修为，竟是看不穿他的修为与根骨，但观其气息应该不俗。但性情方面，一来我云顶书院便是九龙拉车，派头十足，喜欢耍威风，可能是今日刚来书院，所以并没有如传闻那般嚣张跋扈，时间久了也说不准，还有待观察。这时一道道古老浩瀚的声音响起，看不出修为，应该是身上带有女帝给予的宝物，防止他人窥探。江夜天生永恒仙体，更是红叶女帝之子，又有江族的恐怖底蕴给予海量资源帮助，未来地位必有他一位。这一世乃黄金大事重临，绝非以寻常规矩挑选道子，性情方面反而需要更为强硬一些的，这才能在未来的动荡局势中立足。不错，我书院不能固步自封。听着一位位老祖的言辞，李洪泰的脸色愈加凝重，心中的不安情绪愈发浓烈。不久后，
他深吸一口气，开口道：“诸位老祖，江烨作为江族神子，与我云顶书院道子一位有些冲突啊。未来若是两者之间出现利益纠纷，而道子一位的权力又过重，恐怕难以平衡。况且江烨此子在外名声并不好，行事霸道，若是让他成为道子，恐会让云顶书院的名誉受损。”在李洪泰的心中，一直秉承着德才兼备的理念。他认为云顶书院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书院气度以及风范的道子，而非仅凭家世背景与天赋便肆意张扬的狂徒。众位老祖闻言，目光顿时变得有些漠然。这时王宏图冷冷开口：“李洪泰，你怕不是昏头了？这般话语你敢在红叶女帝面前说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你这么做不过是为了你的徒弟凌晨罢了。”李洪泰身躯猛地一震，眉头紧锁：“院长，诸位老祖，我不否认我的心思，但道子一位关乎书院未来大计，不能如此草率做出决定啊！”轰轰，一道强大的威压涌出，猛然压在李洪泰身上，震得周围的空间微微颤动。大祖出手了！书院大祖名为曲景山，乃是准地9重强者，气息澎湃如海，威严无比。他面色温怒，看向李洪泰的眼神中带着冷冰：“你这小辈死板得很，当年没让你成为院长，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你以为书院自黑暗纪元之后20万年里是靠谁维持下来的？是太上长老苏清梦那一层的关系。红叶女帝，江族自黑暗纪元前就是我云顶书院的盟友，现在亦是。若非如此，当初书院示弱之时，早就被周围不朽道统蚕食殆尽了。如今这一世的道子一位，你真以为我们是给人竞选的？若是江神子不愿来，倒也就罢了，但既然来了，就不能不给红叶女帝面子，那不是我们能得罪的存在。更何况我等众位老祖早有此意，黄金大事即将重临，届时我们这些老不死的，还有几分机会挣到大地？难道让你一个圣王进来给我们护岛，真是腐朽不堪。依我看，你这大长老的位子也可以让出来了。”曲景山声如洪钟，带着一股震撼心神的威压。李洪泰一字一句听了进去，内心无比煎熬，但也知晓了答案。原来从一开始，这件事就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自己的想法根本不重要，云顶书院的未来才重要。这明显是要选择站队了。轰！这时一股恐怖气息传来，虚空撕裂间，一道身影显现，来人正是苏清梦。他目光冷冷扫过李洪泰，再看向众位老祖，毫不掩饰的沉声说道：“叶儿近来在江族发现了一些端倪，有某些鼠辈在江族内布局，给江族树立外敌，内部埋祸根，现正在逐一彻查。现在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关于书院道子一事，此时可能会有人在暗中挑拨书院与江族的关系。李洪泰此人，我要带走搜魂，你们可有意见？”话音落下，王宏图与众位老祖面色一惊，齐刷刷地看向李洪泰。李洪泰神情一顿，瞬息之间脸色变得恐慌起来。众人沉默了一阵，曲景山率先开口问道：“太上长老，此话当真？”“自然。”苏清梦眼中闪过一丝寒光，又冷声道：“一种至尊境都没有的废物，还留着他书院大长老的职位作甚？不如直接搜魂，看看背后还有何人在指使。”曲景山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道：“太上长老且慢，若真有问题，李洪泰身居高位，搜魂时恐怕会有禁止，待我先询问一番。”苏清城没有说话，表示默认。曲景山旋即用凝重的眼神看向李洪泰：“李洪泰，我知你不会背叛云顶书院，如今做出这般行事，在你背后是否有人受益？或者说，你该想想是不是被人利用了？一五一十的讲出来。”李洪泰的心头猛然一震，仿佛一块石碑从他心里坠落。数十年前，他遇到一位性情相投的孩童，天赋心境皆是不俗，顿时起了爱才之意，便将其收为了自己的亲传弟子。此人正是凌晨。当时在返程途中，两人遭遇了凌晨的仇家，一番激战后，李洪泰重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带着凌晨逃脱。之后便得知，凌晨得罪的乃是长生仙族江家，被灭了满门。此事牵涉重大，李洪泰一直没有与人提起。重伤于他，并与自家弟子有血海深仇，李洪泰心底自然不会对江族有好脸色，甚至极为反感，所以便有了如今这一幕。李洪泰自知事关重大，便不敢再隐瞒，当即全数道出。此事我当时也没想过太多，如今想来却有蹊跷。当日袭击我的那人实力不详，甚至是远超于我，这等人何须为了一个凌晨亲自出手？显然，在苏清梦说出有人一直在暗中挑拨与江族的关系后，他幡然醒悟，若是当初之事真是江族做的，岂会查不出他来？怕是早就找上门来了。李洪泰也是立马明白过来，自己真是被人利用了。曲景山怒气不争道：“你真是糊涂啊！为了一个徒弟，就差点把云顶书院推向江族的对立面，这么些年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苏清梦亦是一副鄙夷至极的神情，问道：“这个凌晨在哪儿？直接杀了！”李洪泰眉头紧锁，顾不得许多，硬着头皮劝阻道：“太上长老，凌晨这孩子心性不错，天赋也是不俗，当年之事如今看来明显是有人在暗中做局，凌晨也是毫不知情，能否让我亲自与他解释清楚，化敌为友，未来也是我云顶书院的中流砥柱啊！”他仍不甘心。院长王宏图与众位老祖连连摇头。曲景山道：“太上长老，此事由你而起，便由你做主决定吧。”下一秒，苏清梦一记猛击，狠狠拍向李洪泰胸口。
他顿时喷出一口鲜血，面色惨白，一身圣王境修为瞬间崩溃。李洪泰废了，多年的仇恨岂是轻易就能化解的？先跟我走一趟，还是得搜个魂。万一你这老狗没说实话呢？众位老祖脸上微微抽搐，乃还不明白，这是记仇了。不过，一个修为被废的大长老，还不值得他们出手保。唰，转眼间，李洪泰被苏清梦带到了桃源洞天内。叶儿快过来，这老狗修为被我废了，气出了没？苏清梦笑盈盈地说着，好似做了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随后又与江夜解释了一遍刚才发生的所有经过。江夜听后顿时一喜，普普通通的名字，家人死光，肉体凡胎，却天赋不凡，心性好，还跟江族有仇，大概率又是个天命主角。云顶书院当真是卧虎藏龙啊！他看向李洪泰，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凌晨现在何处？李洪泰微微皱眉，眼中带着一丝疑惑。如今道子一位已是神子殿下囊中之物，何必再为难一个小小的凌晨？江夜听后撇了撇嘴，懒得跟他废话。他看向苏清梦，直接道：“梦姨，搜魂吧，看看背后究竟还有何人在捣鬼。”苏清梦目光一冷，身上一丝地威骤然涌现，恐怖的气息笼罩住了李洪泰，瞬间将他的记忆剥离。李洪泰顿时瞳孔死死瞪大，眼球布满血丝，表情极为痛苦。轰！下一刻，苏清梦直接将其神魂碾碎。凌晨的师尊，错！定！天命主角凌晨师尊被杀，剧情大幅改变，气运值减少20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0。江夜顿时脸上一喜，随便一来就是2000气运值，看来又是个肥韭菜。苏清梦得到记忆后，转头对江夜道：“叶儿，李洪泰神魂内并无禁止，当年对他们出手的也不是江族，应该是单纯的被利用了。那当年出手之人是谁？”对方隐匿了身份，我也认不出来历。李洪泰这老狗太过孱弱，什么手段都没逼对方使出来，但观其记忆，从气息上看，或与杀影楼有关。杀手组织，看来得花费些功夫了。杀影楼乃是诸天中的一流杀手组织，虽跟不朽势力还有着不小差距，但其行事隐秘，潜伏各个道域中斡旋，在江族眼里跟蝼蚁没什么两样，但调查起来颇为麻烦。江夜微微点头，将此事记下，之后可派人去接触一下。若是不配合，大不了多花费些功夫拔除掉。那他徒弟凌晨呢？正在外面历练，暂时还没回书院，但应该这几天就会回来。他也打算竞选道子一位，真是痴心妄想。怎么了，叶儿？这个凌晨有什么值得你注意的地方吗？那倒没有，我准备好好跟他玩玩。哦，原来如此。这么多年过去，姐姐差点忘记你这小坏蛋的恶趣味了。翌日，书院举办的论道台上，此时论道台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圣灵之地山脚下，还有许多外来人陆续登山，只为一览云顶书院远近闻名的登天路。听闻登天路自出世以来无数纪元，但登顶百层的只有一人，红叶女帝。这个名字响彻诸天已经太久了，不知他儿子江夜此次能否登顶。不好说，江族神子据传闻纨绔霸道，从不接受任何天骄的挑战，只会仗势欺人，需慎言慎言。人群中议论纷纷，一位面容普通的青年正坐在人群中，默默聆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楚南眉头紧锁，面色阴晴不定，他万万没想到江夜竟然也来到了云顶书院，身是冤家路窄。江夜是吧？一介只会仗势欺人的恶霸纨绔，有本事与同期天骄公平一战，我倒还能敬佩你几分。灭我道域，覆灭我师门，还顺带把我妹妹抹杀，无妄之灾，血海深仇。虽然我楚南暂时还杀不了你，但借着这场论道大会，我必要让你颜面尽失。我会让你看到，我楚南即便没有优越的家世扶持，也能盖压你这所谓的江族神子。楚南的双手紧握，暗自想着，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论道台顶端位置的几座阁楼，不断扫视下，他目光锁定在其中一栋阁楼看台，一位青衣绝美女子身上。这是关云瑶，果然与传闻一般，好美。他眼中闪过一丝痴迷，低声的喃道。下一刻，楚南眉头紧缩，脸上带着无尽的恨意，咬牙切齿，因为在关云瑶的阁楼上，竟然出现了一位身穿龙纹黑袍的男子，他的面容如关玉般俊美，引得周围的群众一阵喧哗。江夜，你是真该死啊！楚南面露狰狞，他哪会不知江夜出现在关云瑶的阁楼是何打算？江夜的风流成性在外界早已传开，楚南不爽的是，好不容易遇到一位能让自己第一眼就生出好感的女子，却要被这个仇人接近，但楚南也无可奈何，对方背景实在是太大了，隐忍，只有当上云顶书院道子一位，才有资格与江夜同台争锋。周围人见此一幕，纷纷议论开来。江神子不在自己阁楼上待着，跑去云瑶师姐那里是什么意思？英雄好美人，你说能有几个意思？虽说云瑶师姐一心向道，不问红尘，但江族神子的身份太大，万一用强，怕是没人敢拦吧。不少男修士竟是一脸愤恨之色，巴不得取而代之。此时关云瑶的阁楼上，没有人敢阻拦他。江夜云淡风轻地来到第3层看台上，随意找了个位置坐在旁边。清玄与红烟端着鲜果与茶壶，侍奉在他两侧。关云瑶微微失神，江夜俊美如妖的脸倒映在他眼中，他神情中带着些许古怪。对方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来到他阁楼中，毫不避讳，令他有些猝不及防。
神子殿下，请问来我阁楼有何事？江夜微微一笑，眸中闪过一丝深邃，看着眼前这位一心向道的绝美女子，淡然开口：论道大会自然少不了同辈天骄之间的论道环节。当前登天路还未开放，论道大会的前几日便是同辈论道，论经诗文，比武切磋，这个过程比较闲散自由。关云瑶微微一顿，神情又很快释然，脸上带着一丝好奇之色。他也想见识一下这位女帝之子对道之一途的理解。既然如此，请将神子赐教。江夜假装思索，目光眺望远方山峦，沉默不语。过了许久，没有话语。关云瑶心中渐生疑惑，他不太懂对方这番行为是何意，旋即问道：江神子为何不言？不言，观行方能见其道。听江夜胡扯，青霄与红颜两女玉手掩笑。江神子莫要戏弄奴家。关云瑶微微皱眉，带着一丝嗔怒，绝美无瑕的脸上尽显风华。这时阁楼楼道传来一阵骚动，江夜神念一放，心中一喜，正主来了。他来这里可不是真心要与关云瑶论什么道，不过是钓鱼执法。这关云瑶长得极美，又是一位绝世天骄，还是一天命女主，自己只需要坐在这里，被人当作骚扰女主的登徒子，自然就会有天命主角主动找上门来。只见一头红发男子只身闯入看台中，目光灼灼地看向江夜与关云瑶两人，眼神中带着一丝血红。来人正是沈炼。自昨日遇到江夜后，沈炼心中就一直躁动不安，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个江夜与他天生不合，甚至在他面对江夜时，心中会产生一种十分不妙的心悸感。同时考虑到对方背后所代表的强大背景，沈炼本不打算招惹他，可现在他有些忍不住了。关云瑶是他入云顶书院后唯一动心的女子，他平日里就连说话打招呼都是小心翼翼，就像是心中的神女，不忍有半分亵渎。沈炼原本打算徐徐图之，但今日见江夜出现在关云瑶阁楼，心中不免急切。毕竟对方长得比他帅，家世背景更是10万8千里。再联想到江夜的名声，强烈的危机感自心底汹涌而出。云瑶师妹，你没事吧？关云瑶面露疑惑，摇摇头道：沈炼，你来这里做什么？他喜欢清静，更何况这是他的住处，他奈何不了江夜，还奈何不了这沈炼吗？沈炼本想说与之论道，但话到一半又咽了下去。他可不喜欢什么文绉绉的论道，世事无常，不服就是干。不过他也不可能这么忙。话锋一转道：云瑶师妹，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给你带了一些灵药，有助于你修道。沈炼有些肉疼地拿出一个袋子，里面装着2枚白鹿丹，这是由灵兽的精华与灵露提炼而成，具有略微的清心悟道作用。服用后，修行者的心灵能够感应到天地自然的气息，通灵心神。此等丹药可是沈炼花了2个月在外搏杀灵兽才得以换来，珍贵无比。关云瑶有些无语，这白鹿丹对沈炼甚是珍贵，但他乃是书院首席，又是官家帝女，这等丹药实在有些太低级了。沈炼，你收回去吧。为何？云瑶师妹不需要吗？这时江夜金眸火光燃起，看台周围猛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颤动，轰！无尽的威压施加在沈炼身上，差点让他没缓过来，体内气息也有些紊乱。这等垃圾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江夜金眸中带着一丝冷意。周围众多侍从与书院弟子听到动静，皆是一阵惊恐，面露敬畏的看着江夜一双金光灿灿的金眸，竟是破妄金眸。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可是与众同同一层次的无上铜体。破妄金眸可是号称能看破世间虚假之相的神童，世间一切无所遁形，亦有看穿对手弱点之处的神异功能。此童号称，谁敢再称无敌？哪个敢言不败？关云瑶美瞳微颤，他也没想到江夜除了永恒仙体，竟还有第2体质，并且身上暴露出来的气息连他都看不透。沈炼浑身巨震，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江夜实力竟然这般强大。他还没成年吧？定！天命主角沈炼十分震惊，心中郁闷至极，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江神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得罪你吧？沈炼愤愤不平地说道。江夜微微一笑，金眸的威压仍未停止。你还没对我行礼。说罢，威压变得更加强烈了。江夜一身封王境的修为完全暴露，全数压制在沈炼的身上，众人顿时面露冷汗，震惊不已。封王境，这江神子才多大呀？传闻不可信啊！纵然行事霸道，但其天资不愧是永恒仙体，天地之资看来并非虚言。沈炼浑身已被冷汗湿透，他原本以为江夜与他境界相差不大，只是借助了破妄金眸的力量才将他压制，但现在他知晓自己完全想错了。未成年的封王境，这是什么概念？只怕是亘古未有。定！天命主角沈炼发现主人修为竟比他还高，心头嫉妒不已，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定！天命主角楚南震惊不已，自惭形秽，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一连串的系统播报传来，江夜心中微喜，阁楼下的楚南心脏剧烈跳动，心中只感觉天都塌了。为什么？江夜不是一纨绔子弟吗？为何还未成年就有封王境修为？难道是家中资源堆积上去的？楚南随即摇了摇头，自己好歹也是不朽道统的真传弟子，他十分清楚，
这等年龄，这等修为，绝非资源堆积就能达成的，是因为永恒仙体吗？楚南想到这里，脸上不免带着一抹苦笑。他虽天赋不差，但毕竟只是凡体，自己的天机眼也是通过自身功法后天炼成而来，并无修行加持作用，深知自身与天生体质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我这等人真的有机会报仇雪恨吗？楚南心中忽地传来一种窒息感，有种十分无力的感觉。不，我要为妹妹报仇，如此血海深仇，怎能不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半途死掉的天才便不是天才。若是江夜在江族内，我绝无可能接近他，但他如今就在这云顶书院内，便是最好的机会，动用所有底牌斩杀他，否则我恐怕一生都无法追上他的脚步，只会被越拉越开。隐忍不了一点，现在不出手，恐怕这辈子都再无机会。楚南眼中生出血丝，脸上的嫉妒与怨恨肉眼可见，心中泛生出一个个恶毒的计划。定，天命主角楚南面对主人生出无力感，道心动摇，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见此，江夜表示菜就多练。面前沈炼亦是一脸想要杀了他的表情，但他动弹不得，只感到被一头远古猛兽盯住的窒息感。见过江神子。隐忍。沈炼自小在外闯荡，也深知此刻必须服软，但他心中甚是不服。江夜再强也只是暂时，等他成长起来，未必不能与其一较高下，同时还要把今日受到的侮辱加倍奉还。江夜这才散去威压，周围众人无不松了口气，仿佛身上压着的千斤重担突然被卸下。这时他视线又转向一旁的关云瑶，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云瑶，白鹿丹这等垃圾配不上你的身份。江夜的称呼听起来十分亲密。关云瑶黛眉一皱，冷气十足的俏脸上微微动容，凤眸中浮现一抹复杂之色。话音刚落，江夜手掌摊开，几粒仙气肆意的青色丹丸出现在掌心，外形如一朵白莲，洁白无瑕，轻轻一捻，便有丝丝灵光渗透出来，带着无瑕的清净气息。这一刻，周围的人目光呆滞，无不倒吸一口凉气，震撼与惊愕之情溢于言表。竟是6品神药，此乃静心莲丹，由9朵万年仙莲花的精华融合而成，每一朵仙莲花都是天地灵气的化身，吸纳千万年天经，承载无上道域，能够净化修行者心中的执念，令其彻底放空心灵，有助于领悟大道。既然是走火入魔的修士，亦能凭借此神药由祸转福。不过是些神药而已，我平时闲来无事，就喜欢吃着玩。面对江夜十分不要脸的凡尔赛，周围人无不脸色抽搐。沈炼嘴巴微张，有些呆愣地看着江夜手中的静心莲丹，眼中露出一丝渴望，但内心又十分苦涩。这等神药在他眼中无疑是无价之宝。狗大货！沈炼手中的白鹿丹算是灵药，而灵药之上是圣药，圣药之上才是神药，而神药之上还有仙药，仙药之上还有传说中的先天级药物。而这静心莲丹乃是6品神药，那可是圣人境大能都要抢破头的存在。江夜竟然说平时吃着玩，这就是长生仙族的底蕴吗？沈炼脸色难看，望着自己手中的白鹿丹，面对众人的目光，不免感到有些自惭形秽。关云瑶的冷艳俏脸上浮现一丝动容之色，她毕竟是地族之人，眼界不凡。此等神药官家虽不是拿不出来，但那都是族内的底蕴存在，非关键时刻绝不会拿出来随意使用。江神子，您这是？关云瑶眼中闪过一丝渴望，轻声问道。江夜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淡然道：没事，我就是给你看看而已。说罢，他直接将手中的数粒静心莲丹递给了身后的清玄与红烟。两女绝美的脸上顿然露出红润之色，心中美滋滋的。多谢公子赏赐。X2，两女没有推辞，喜笑颜开的接过仙药。关云瑶美眸闪过一丝幽怨，微微咬唇，竟然只是给他看看，这是在戏弄他，有点被忽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他三连问号。江夜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骚操作，让关云瑶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嗔怒与好奇。不行，不能再想了，道心要稳固。可恶，竟然不给我，气死了！无数念头从他脑海闪过，到了嘴边却不知说什么。这时红烟眼中带笑，他看向关云瑶的同时，又将一粒静心莲丹放入口中，身上立刻传出一股浓郁的清澈气息，如风般在看台上拂过，宛如春风一般清爽。体内的杂乱气息绪立刻沉入谷底，灵魂与天地自然之间变得融洽。红烟感知到更广阔的天地法则，心灵如同被光辉照亮，阵阵无暇清净般的气息传来，周围一切变得幽静起来。众人皆是感到一丝悸动，一股顿悟大道的气息在红烟身上传来。天啊，这就是神药的功效，哪怕不是服用者都能感受到一丝天地浩然之气。长生仙族江家，这等底蕴简直恐怖如斯，我也想做神子殿下的侍女。定，天命主角沈炼心中极度心爆棚，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江夜亲昵地摸了摸红烟的脑袋，似是一种赞赏。这妮子道是会来世，今晚好好奖励他。关云瑶面色动容，沉吟片刻后道：江神子，这静心莲丹对我十分有用，可否以物换物？他刚说完就有点后悔了，感觉似乎被对方拿捏了一般。江夜神情淡然，笑道：可以啊，不知云瑶想以何物作为交换？
一座二等灵脉。你看本神子是差那点零食的人吗？十枚朱雀果，谁会吃那种糟糠之物啊？关云瑶说了一堆，周围听者无不感叹两位的豪气，但以江夜的身价与底蕴，又能有什么能够打动他？关云瑶微微叹息，是啊，她虽是官家弟女，但相比起长生仙族江家，还是过于渺小了。江夜又是女帝之子，身上各种顶级资源，怕是多得离谱。关云瑶也不傻，看着江夜脸上的笑意，乃还不知这是在给自己下套。他红唇紧闭，不再言语了。接着，江夜又拿出一枚清心道果，众人细细感受，竟是半仙级。哎，最近也是想再收一个能给本神子端茶倒水的小侍女，谁能胜任，这个就当做报酬吧。轰的一声，众人只觉脑海嗡鸣，仿佛要炸裂一般，所有人都呼吸急促起来，只感觉被贫穷生生限制了想象力，无不眼红。江夜的话中仿佛自带轰鸣声，清心道果，天地灵气凝聚的天然产物，经过无数岁月的积淀，吸纳了无数日月精华而自然形成，具有清新静气、神魂升华、领悟大道，更是有不可多言的绝妙功效。哪怕是江夜本人，这等仙药也是颇为珍贵，用处不凡。江夜为什么能够随手拿出来？还不是自家母亲给的太多了，20万年来不知收刮，不对，是收集了多少天才地宝，根本用不完。周围的女修士们纷纷露出一副狂热至极的神态，她们目光滚烫，纷纷娇声喊道：神子殿下，我愿意为您执伞捧茶，侍奉左右。神子殿下选我，我什么姿势都会。清心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想做神子殿下的侍女，尽心服侍殿下。关云瑶红唇微起，面颊上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动容。她感觉到这清心道果与自己所修行的九玄太清经气息极度契合，哪怕只是远远闻着仙药散发出的气息，体内功法的瓶颈便已微微松动。若是能得此仙药，这江神子简直就是个大坏蛋，明摆着是想要本小姐做他的侍女。怎么办？怎么办？关云瑶啊，关云瑶，你有点出息行不行？一颗果子而已，岂能轻易屈服？没钱还修什么仙？江神子其实人挺好的，长得也是颇为俊美。内心翻江倒海的关云瑶，美眸定定地凝视着江夜手中的清心道果，心中矛盾至极。江夜嘴角带笑，神色闲散，淡淡看向他开口道：云瑶，我看你最为合适，给本神子当1个月侍女，清心道果便是你的，如何？关云瑶娇躯微颤，神情不由得动容万分。1个月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就在这时，一旁的沈炼脸色铁青，终于按捺不住，急声喊道：云瑶师妹，此事万万不可。他话音未落，便见清玄神情冷厉，玉手轻抬，神王境气息轰然释放，磅礴神念威压如山岳般重重震在沈炼身上。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家公子行事，岂容你插嘴？低贱之人，再打扰我家公子说话，就废了你！沈炼脸色难看至极，他没想到江夜身边的一介侍女都是神王境修为，简直离谱。不过好在他深谙隐忍之道，强压下心中怒火，咬牙闭嘴。他方才也是关心则乱，他可不相信云瑶师妹会因为一颗果子就答应做江夜的侍女。云瑶师妹一心向道，岂会如此轻贱自己？阁楼看台上，所有人都面露调侃之色，看着关云瑶，沉默了半晌。关云瑶神色平静，自然而然地开口应下：多谢江神子青睐，希望江神子信守承诺，不要戏弄小女子。他也没什么好扭捏的，1个月就1个月，能换一颗清心道果，已是赚了天大的好处。机缘在前，再不答应，可能会遗憾终生。此言一出，沈炼顿时瞪大了双眼，神情一片错愕，心中五味杂陈。他怎么也没想到，关云瑶居然这般轻易就答应了下来。不就是清心道果吗？不过是半仙级药而已，他沈炼将来未必没有。恍惚间心潮翻涌，万千念头闪过，该死的江族神子，竟然让这般纯洁无瑕的云瑶师妹屈尊去做你的侍女，我平时碰都不忍碰一下，你竟敢如此轻薄于她！你给我等着，待我去修习了那篇经典写点，定要把你身上的永恒仙体化为己用，让你彻底沦为废人，到时候看你如何猖狂！叮！天命主角沈炼心态爆炸，道心出现裂痕，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500。江夜金眸扫视过关云瑶，忽然发现这女人本钱的确不小，身段纤长曼妙，容颜绝艳。本来只是打算借此薅点沈炼的羊毛，现在先当1个月侍女调教一番，1个月后就是妾室了。他看着关云瑶那张风华绝代的俏脸，微微泛着红晕，娇躯轻颤，玉手无措地搅在一起，倒是显出几分动人心魄的娇羞模样。好，从即日起你就是本神子侍女了，只要这段时间让我满意，清心道果便归你。说罢，又将清心道果收了起来。关云瑶轻咬樱唇，似乎欲言又止，而江夜慵懒地伸了个懒腰，似笑非笑地开口道：瑶儿，快过来，给本神子揉揉肩。所有人面面相觑，暗骂江夜不要脸皮。关云瑶听到江夜的称呼，俏脸上瞬间抹上一缕羞红，缓缓起身来到江夜身后跪坐下来，伸出玉手揉捏起来。她动作上没有任何迟疑，心中却是不断想到：哼，除了按摩倒茶以外，你休想再对我做别的事。我关云瑶可不是轻浮女子，为了清心道果，本小姐暂且先忍着你，事成之后，哼，定要叫你好看。叮！天命主角沈炼见关云瑶给主人按摩，心中愤愤不平，
羡慕嫉妒恨，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沈炼脸色铁青如铁之翻滚，却又不敢妄动半分。刚才清玄的恐怖威压让他心悸不已。隐忍。江夜感受到身后那一双柔弱无骨的玉手传来的触感，微微眯起眼睛，露出一抹慵懒惬意的笑意。瑶儿，10点镜，手放下来点儿。江神子，我，叫我什么？还想不想要清心道果了？公子，乖，继续使劲儿。是。关云瑶咬着银牙，红唇嘟起，表露不满，但还是只能屈服在江夜的淫威之下。为了清心道果，隐忍。时间1分1秒过去，沈炼的脸色铁青无比，心中怒火狂涌，恨意几乎化为实质。他现在十分尴尬，被清玄神念压迫，瘫坐在地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想要离开，却又担心走后江夜对关云瑶做出其他事。看着江夜那张俊美如妖、一脸享受的模样，心中的怒气不断升腾，忍不了，再忍下去，他怕是道心都要破碎一地了。沈炼咬了咬牙，硬着头皮对江夜喊道：“江夜，今日乃是论道大会，你敢不敢上比武台与我同境界一战？”高高在上的江族神子，不会这点要求都不敢答应吧？他想要利用这些世家弟子的高傲心，逼其一战。境界修为比不过，但他对自己同境界战力很有信心，绝不是江夜这等纨绔子弟能够比拟的。放肆！你这等低贱之人也配挑战神子殿下？清玄怒声道，身上传来的压迫感越来越大。沈炼脸色铁青，差点匍匐在地。他强撑着，目光灼灼地看向江夜道：“江神子，你莫不是怕了吧？”江夜摆了摆手，示意清霄停止威压，笑嘻嘻地看向他说道：“你先说说看，我为何要与你一战？”沈炼神情决然，毫不犹豫地开口道：“我沈炼想要请教江神子的高招，看看我与江族最强年轻一辈究竟有何差距。”众人面露惊讶，虽然这小子有些强词夺理，但内心也是相当期待。同境界下，江夜究竟有何等实力与手段？江夜唇角微勾，微微笑道：“你都30岁了，才堪斩道境一众，我还未成年就封王境了，你也好意思让我压制境界与你一战？难道不应该是你压制境界吗？”此言一出，沈炼脸上瞬间浮现出几分羞愧之色，但他依旧强撑着，硬着头皮道：“境界不代表一切，若是江神子不愿压制修为，我也能接受。”所有人神色骤变，心中暗叹这沈炼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在神子殿下面前耍这般拙劣的小聪明。不过若是江夜真不压制境界与其一战，怕是赢了也不光彩。这时江夜当即笑嘻嘻地回道：“好啊，既然你能接受，那本神子今日就成全你。”你说什么？你？沈炼顿时呆住，眼中浮现难以置信之色，四周之人一皆目瞪口呆，神情惊愕，就连关云瑶也被这等无耻至极的说辞惊呆了。只有清玄与红烟两女掩嘴偷笑，自家公子的性情他们可是了解的，只能用完全不讲武德来形容。这江神子当真如传言一般，不按常理行事啊！哈哈，你们快看看沈炼的脸，跟死了 M 一样难看，笑死我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等小心思，神子殿下只怕早就看穿了，岂会让他如愿？神子殿下好坏啊，我好喜欢。沈炼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讥笑议论，脸上抽搐的几乎变形，羞愤交加，却又无地自容。他自觉下不来台，连忙服软道：“还望神子殿下一会儿手下留情，毕竟这是论道大会，只是一场切磋。”此刻沈炼恨不得直接钻进地缝里，但为了自身小命，只能服软。开什么玩笑？两人相差整整一个大境界，哪怕他自认同境界战力无双，也绝不可能是江夜的对手，不被当场打死就不错了。真是卑鄙无耻啊！若有一日我得势，必定要你不得好死。沈炼心头恨意滔天，暗自咬牙。江夜面露坏笑，语气悠然道：“你放心吧，我不会手下留情的。”你无耻！沈炼气得差点当场跳脚，他都已经低声下：“神子殿下，咱们要不还是……”清玄，沈炼走不动路，快帮他一马。不用了，我自己走。很快，论道台之上，擂台四周早已被人潮围得水泄不通，所有人议论纷纷，人声鼎沸，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期待看好戏的笑容。擂台上由一位书院长老主持，但见江夜在此，根本不敢多言，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着。江夜云淡风轻地站在台上，面如冠玉，身形挺拔，宛如谪仙一般。反观沈炼，此刻脸上像是吃了米田共一般难看，双目贼溜溜地乱转，整个人战战兢兢。沈炼，准备好了吗？沈炼喉咙紧张地滚动了一下，嘴角忍不住抽搐，但一想到自己的小命，心中慌乱不已，唯恐真的死在这里，那就一切都没了。最终他带着浓浓屈辱抱拳行礼，声音里透着几分不甘与哀求：“江神子，能不能开始？”江夜直接打断施法，自顾自地宣布道。瞬息之间，棒球棍握在手中，身上虚空气息疯狂涌动，带着一股强烈的大道道韵铺盖全场。虚空闪烁，下一刻，江夜身影诡异消失，在现实已然来到沈炼身后，一棍子狠狠砸落下去。沈炼这才惊觉，江夜已经消失在了原地。猛然惊恐间，已然察觉身后动静，但他的身体根本来不及反应，棒球棍已经狠狠砸在了他后脑勺上。只听砰的一声沉闷破空声响起，啊！
啊呀！一阵熟悉的惨叫声迭起，鲜血飞溅。沈炼只感觉头痛欲裂，一边口中惨叫，一边想要动用自身力量反抗。江夜整整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沈炼或许能够跨越小阶而战，但大境界上的差距，在整个无尽宇宙中，几乎属于是无法违背的真理。除非有至宝在身，否则绝无反抗的可能。蜂王境的恐怖威压狠狠落于沈炼身上，让他根本反抗不了一点，只能被动挨打。啊呀！不要再打了！不要！啊呀！我认输，总行了吧？不要再打了！沈炼脸色痛苦地嚎叫着，但江夜一下又一下的棍子接踵而至，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内心憋屈到了极点，没想到自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一身的本领在江夜面前完全使不出来，纯是单方面的被碾压，而且对方似乎掌握了某种大道之力，这江夜还未及成人啊！沈炼只感觉头皮发麻，浑身发寒，那可是只有神王境以上的修士才有一丝机会去领悟到的。江夜才封王境啊，难道这也是长生仙族的底蕴吗？想到此处，他心中不免有些绝望。比舞台上，砰砰砰，沉闷而又厚重的敲砸声此起彼伏。江夜俊美如妖的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手上不断挥舞着棒球棍，姿态像是一头狂暴至极的野兽，看起来残暴无比。擂台上的书院长老脸上微微抽搐，对方已经认输了呀，但他不过一小长老，辈分浅薄，哪敢阻拦江夜的行为？他满脸怜悯之色，暗中想到，这倒霉孩子惹谁不好，竟敢去招惹这位小祖宗，真是茅厕里打灯笼，着米填供。台下看着眼前一幕，无不瞪大了双眼。刚刚一开始是什么情况？江神子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沈炼身后，那是虚空神通，诸天中最诡异难缠的身法神通，修行难度极高，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般年龄就能有如此成就，神子殿下好帅，好残暴，打死那个奇丑无比的坏人，竟敢挑衅神子殿下，当真可恶至极。所有人议论声络绎不绝。论到高台之上，几道气息恐怖如渊的身影屹立其间，遥望擂台。书院院长王宏图面色震惊，神念一直在注视着比武高台上，身旁的几位长老亦是如此，无不面露惊惧之色。这女帝之子成人礼还没到，修为竟是达到了封王境，这究竟是什么妖孽啊？关键是他这般年纪竟然还领悟了虚空大道，观其道运流转，恐怕已至小成之境，简直恐怖如斯。这自诸天诞生以来最年轻的大道领悟者了吧？怪物啊！王宏图等诸位长老见此一幕，眼皮止不住的抽搐。他自问见过无数天骄妖孽，可与这位江族神子相比，简直连提鞋都不配，心中不免生出对书院诸位老祖的敬佩之意。当真是高瞻远瞩啊！此等恐怖妖孽，未来成就绝不比红叶女帝差。看来我云顶书院这次当真是下对了注，大兴有望啊！他不由心中感慨连连。最上座的绝美女子见江夜如此优秀，眼底浮现浓浓的欣慰之色，听着几位长老夸张赞叹，挑眉说道：“我姐的儿子自然天纵无双，尔等现在还敢有何意见？”说话之人正是苏清梦。诸多长老与王宏图齐齐拱手，态度恭敬道：“我等绝无半点异议。”大长老李洪泰已经消失了，自家众位老祖也没有半点动静，大局已定，自然不敢再有其他想法了。这时苏清梦又再度说道：“李洪泰那个徒弟叫什么凌晨的，也要斩草除根，你们之后配合好一儿行事即可。”众位长老面面相觑，一个区凌晨虽是书院首席，也用得着他们这些老家伙配合？搞不明白苏清梦是整的哪出，但他们也只能应下。定，天命主角沈炼被无情暴打，浑身骨裂，心境跌落谷底，气运值减少10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0。定，天命主角楚南在台下看呆了，对主人的实力与残暴心生恐惧，气运值减少3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300。听着系统不断播报，江夜心中满是喜悦，手中挥舞的棒球棍愈发狠厉，砰砰砰！啊呀！求求你别打了！沈炼浑身是血，瘫倒在地，脑袋肿胀如猪头，满心悔恨交加，嘴里连声哀求。他算是看出来了，江夜的确没有打算杀他，而是要折磨他，羞辱他。台下众人每个人的表情都异常复杂，不断变换。他们先是一副看笑话、吃瓜的态度，后又吃惊于江夜强大的修为与神通手段，再然后江夜以强势姿态碾压沈炼，拿着那根棒子狠狠暴打沈炼，其行事之残暴令人骇然惊恐。砰砰砰！江夜连续不断的暴打，沈炼皮开肉绽，全身溃烂，满地的鲜血中还流淌出一滩黄色液体，生出一股恶臭至极的气味。天啊，太残暴了！好可怜的沈炼 ，SL 都被打出来了。嘘！所有人噤若寒蝉，气氛死寂。除了沈炼的惨叫声，整个场面寂静无比，落针可闻。关云瑶红唇微张，他哪里见过这等残暴至极的场面，同时也没想到，看起来文雅俊美的江夜，另一面竟然这般残暴可怕。不言观行，方能见其道，这便是他的道。看不懂。关云瑶有些迷惑，喃喃自语。平时江夜表面上温文尔雅，修行天赋异禀，同辈无人能出其右，但偶尔又玩世不恭，给人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此刻性情又变得异常残暴，行事极其狠辣，令人恐惧，完全猜不透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他心中忽然生出极大的好奇。江夜见差不多了，再不停手，沈炼就要被打死了。最后2棍，定叫你鸡飞蛋碎！砰砰，2棍子没有丝毫留情。沈炼下半身传来剧烈无比的痛楚，整个人几乎痛晕过去。啊呀呀！我的坤坤！沈炼痛苦不堪，甚至哭喊出来。江夜这才停下，他将棒球棍放在肩头，眯着眼看向地上的沈炼，沉声道：“跪下磕3个响头，叫声爷爷，我便放你一条狗命。”沈炼整个人都被打得全身骨碎，连膝盖都支不起来。他拳头紧握，指节发白，面色痛苦而又纠结，双眼涣散地盯着地面，心中的愤怒与屈辱交织，内心极度挣扎。身为云顶书院的天骄，甚至连一些首席都比不过他，这让沈炼一向目空一切，怎能想到竟会有如此屈辱的时刻？短短一息之内，无数怨毒的念头疯狂翻涌。江夜，我要你死，一定要你死！我要活下去，我要复仇，终有一日，今日的屈辱定要100倍奉还！他停顿片刻，拿出储物戒指内的一枚气血丹，吞了下去。身体恢复了些许后，沈炼缓缓地支起身体，匍匐跪地，双手按在地面，低着头，面如死灰，心中万分不甘。爷爷！话音刚落，他开始磕头，发出沉闷的响声。砰砰砰！周围的众人看着这一幕，纷纷感到震撼，甚至连关云瑶也露出了一丝复杂的神色。沈炼这个曾经威风凛凛的天骄，现在却被迫低头，竟是如此的彻底。定！天命主角沈炼鸡飞蛋打，跪地磕头叫爷爷，内心无比憋屈，道心隐隐有破碎之意，气运值减少1500点。恭喜主人，反派直加1500。江夜脸上带着玩味的笑意，这个沈炼的心性比前2个天命主角要好一些。懂隐忍，他缓缓上前，抄起棍子又砸了2下。你什么档次，也配当我孙子？赶紧给我滚，别让本神子再看到你，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定！天命主角沈炼气得吐血，感觉无比的屈辱，气运值减少500点。恭喜主人，反派直加500。定！天命主角楚南吓得胯下一凉，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直加100。随着沈炼拖着残废不堪的躯体狼狈离开比武台，这场闹剧终于宣告结束。此番血腥场面让不少人心有余悸，心头久久难以平静。江夜却丝毫不以为意，带着关云瑶与2女悠然返回阁楼看台，看了一眼系统，顿时喜笑颜开。刚才一番操作下来，沈炼气运值已经只剩2900了，再薅2波应该就可以收网了。他伸了伸懒腰，勾了勾手，只示意关云瑶。关云瑶绝美的脸蛋上透露出些许无奈，暗嗔对方不要脸皮，但为了清新道果，只能稍作扭捏，缓缓上前，伸出玉手按摩起来。云瑶，你不是喜欢清静吗？今日我帮你把沈炼赶走了，往后你就清静了。江夜脸上浮现出享受神情，随意找了个话题。关云瑶微微一叹，说道：“公子，我有些不明白，你看起来不像是会轻易放虎归山的人，你不怕沈炼将来报复吗？你这是在关心本神子吗？这沈炼身上还有些秘密，没有必要赶尽杀绝。等我把他身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拿到手，再泼些脏水，最后以正义之名斩杀他，还能获得众人赞赏，何乐而不为呢？”江夜轻笑一声，话语中带着几分调侃，却又隐隐透出寒意。关云瑶听后俏脸上满是惊惧，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平日里深居简出的他，何曾见过这般杀人诛心的套路？他自问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因为道之一途不讲善恶，只有天道无情。但江夜的行事手法还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关云瑶沉吟片刻，有些好奇地问道：“这便是公子今日所说的道？”江夜笑意不减，淡淡地道：“我哪来什么道？从小到大，不过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语毕，他又抬手轻轻拨弄着他鬓边碎发。江夜语气似漫不经心，又似认真至极。世间大道千万条，但于我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世。瑶儿笑起来的模样，究竟能有多美？关云瑶闻言，俏脸顿时绯红如霞，心中羞涩，但又忍不住微微欢喜，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抹浅笑。江夜见状，立马打趣道：“对了吗？我家瑶儿笑起来真美，果真是倾国倾城，人间绝色。”哼，坏家伙，谁是你家的？别以为这样，本小姐就会上你的当。关云瑶微咬红唇，内心戏不断，她不敢再说话了，生怕江夜又借机调戏她。可目光一不小心，却又瞥到了江夜那张妖异俊美的脸庞，唇角微扬，笑意四溢，如玉雕琢而成的五官，精致得令人生不起半点厌恶，倒是生得一副好皮囊，就是太风流了点。她若是能专情一些，关云瑶你在想什么呀？羞死人了！一心向道的自己绝不能动半点真情。对，就是这样。江夜似是感受到他的目光，面带微笑的与他双目对视。只片刻间，关云瑶率先挡不住他的眼神攻势，脸色不由红润起来，眼神开始躲闪，转过头去，气氛在不知不觉间旖旎蔓延。江夜直接不给他反应的机会，身形一动，便将他轻轻揽入怀中。啊！关云瑶惊呼一声，声音细弱文明，带着一丝慌乱，一股温热的气息自江夜怀中传来，带着淡淡的檀香与男子独有的沉稳味道直扑心间，心中不由自主地泛起层层涟漪，竟是一反常态的没有挣扎，
像是呆愣在了江夜怀中，丝毫没有反抗的意图，情不自禁地靠在江夜的肩膀上，心跳疯狂加速。他以往各种内心戏停止了，只剩下顺从本能的静默，不吵不闹。这一刻好似时间停止，被定格。天色渐沉，晚霞如流火，在天际铺洒出绚烂的一片光海。论道台周围，连绵的群宫在夜幕中缓缓发光，金辉浩荡间缭绕着古朴仙光与氤氲仙气，宛若天阙降临人间。论道大会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修士在如此盛会中通常不到单，各方势力散修弟子三五成群，或高谈阔论，或切磋比试，道术碰撞间，气氛虽热烈，却自有一股松散的自在，无拘无束，似清风拂面。更多人则是静坐礁上，吸纳月华，闭目参悟，心神沉浸于浩瀚天地大道之中，与云顶书院一贯气韵颇为相合。所有人心中都清楚，最重要的是之后将要开放的登天路。而王仲明因沉着脸，隐藏在人群中，目光妒恨地望着关云瑶阁楼上。事实上，江夜初现身时，他便已注意到了。但无奈的是，前几日家中千叮咛万嘱咐过他，绝对不能招惹江族神子，所以他当时就找人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沈炼。没想到这个二愣子果然去触眉头。一开始王仲明还期待着两人能斗个你死我活，没成想沈炼居然直接被打废了。回想起那副惨烈场景，王仲明胯下一凉，心中升起恐惧。此刻他眼睁睁看着关云瑶被江夜搂入怀中，却只能强忍怒火，不敢有任何举动，这几乎让他快要发狂。终于他按耐不住了，王仲明凭借着书院内的关系，召集了几个精英弟子，一同踏上了关云瑶所在的阁楼看台。见数位书院弟子上来，被搂着抱了好久的关云瑶终于回过神来，他俏脸一红，猛地挣脱江夜，重新端坐一旁，眼神中出现一抹幽怨，心中也不忘嘀咕了几句，差点被这登徒子得手了。假如晚上他真的要，我要拒绝吗？哼，江夜你休想！江夜嘴角勾起，目的已经达到了，也不急于一时，金眸平静的注视向几位来者。王仲明心中只想杀人，但脸上却是不敢露出分毫怒色，挤出笑容道：久仰江神子大名，今日特来拜访，便是想一窥其风采，当真是天地之资啊！你有事吗？江夜毫不在意地说道，视线扫过，竟发现了跟在众人身后的楚南，心中顿时一喜，刚刚才收割了一波沈炼的韭菜，又有新的枕头自己送来。不过他也能看得出，楚南此刻是有所易容，想来是怕天道院真传弟子的身份惹出麻烦，大概率身份也做了假，有点小聪明，但是不多。江夜明面上还不认识楚南，倒也懒得拆穿他。王仲明沉吟片刻，笑着道：彼人王仲明乃是云顶书院五首席之一，想与江神子谈论道之意图，交流诗文笔墨，以尽心得。关云瑶闻言，眉头微微一蹙，他烦这个王仲明很久了，刚才还打断，现在又来烦他。正欲出言，一道声音冷不丁响起，只见一位青袍青年走入，带着淡然语气道：在下楚浩见过江神子，乃是一介散修，久闻江神子天资绝世，深得我辈修士之敬佩。今日一见风采，便想与众位道友一同与您论道作诗，陶冶情操。彼人虽无大能，倒是有些诗才。今夜天上宫阙神光璀璨，景色宜人，心生感触，斗胆想与神子即兴作诗一首，比试高下，不知神子可愿赐教？王仲明与其他几位书院弟子神情一僵，嘴角微抽，这是哪里冒出来的蠢货？虽说他一开始的目的便是这个，但要徐徐图之啊，这般直接，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来找茬的。作诗，江夜眉稍微挑，金色眸瞳浮现几分玩味。好歹他也是个穿越人士，虽说不是什么高材生，但大学还是上过的，报的还是文科，跟我比作诗，怕不是自己撞枪口上，作死吧？他差点没笑出声来。不过心念微转，江夜眸光微敛，暗自思索，这个楚南莫非也是个穿越者？童子，这楚南是不是穿越者？如果是穿越者，童子会为主人显示的。江夜这才放下心来，不过又转念一想，自己可是反派，干啥要跟他比作诗？出来混要讲背景。江夜眸光冷冽，忽然生出一计，他淡淡开口：作诗可以，不过总得加点赌注吧。话音落下，群宫之上，众人面面相觑，脸上露出几分惊异之色。清玄与红烟秀眉微蹙，心中暗暗焦急，他们再清楚不过，自家公子可从未做过什么诗文，连关云瑶也禁不住心头微颤，眸光复杂，略带担忧。王仲明连忙一喜，他也没想到江夜竟如此轻易就答应了下来。背景比不过，修为也打不过，但诗文一途，他可算得上是书院一绝。既如此，还请江神子指教。楚南也不由一怔，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功夫，现在倒是不用了。他方才听有人说王仲明爱慕关云瑶，准备来找江夜麻烦，他便悄然跟了上来。江夜，我楚南这几日虽暂时杀不了你，还需一番布阵，但你一纨绔也敢与我对诗，今日便要你身败名裂，颜面扫地。楚南心中很笃地想到。江夜微微一笑，眼底闪过一抹狡黠，他轻轻一挥手，掌中顿时浮现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玉石，晶莹如玉，透过石层可以看到流转的神光，仿佛蕴藏了无尽的天地精华。宝光弥漫，神光飘渺而薄，犹如仙境中的一抹明珠，悬浮在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极为纯粹的仙气。此乃仙髓。
其价值之高，就连至尊也不得不青睐，用以辅助凝练仙气，凝聚精元，突破天地之谷。场中众人顿时一片骇然。别说仙髓，在场的大部分修士，就连比仙髓低一等级的仙元，乃至在往下的神元都没见过。拿出相对等的宝物做压注，否则尔等也配与本神子对视。江夜言罢，整个人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冲天的豪气。清玄与红烟捂嘴掩笑，关云瑶更是怔住，红唇微张。王仲明苦笑，楚南脸色难看至极，神情阴沉如水。经过之前沈炼被暴打一事，他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顺利，但也根本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拿仙髓出来炫富。关键是他还真拿不出能够与之相媲美的东西，就算是在天道院，楚南也根本拿不出此等神物。卑鄙无耻！作诗是我先提出的，若是拿不出来，岂不是相当于自认穷酸，主动认输？这是要直接羞辱于我呀！楚南心中怒火狂涌，王仲明顿时一阵泄气，讪笑着表示道：神子殿下，这赌注未免太重了一些，不若我们稍作减轻，全做彩头如何？论到台上，感知到这边的仙气萦绕，锐气蒸腾，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注意到了此地。听到王仲明的言语，台下不时传来一阵低笑与窃语。江夜咧嘴一笑，声音懒散，却带着几分讥诮。这点赌注也较大，别说是仙髓，本神子身上就连仙气都有好几件，放在储物戒指里积灰呢，这点赌注都没有，如何配得上本神子的身份？王仲明，你这是在瞧不起本神子吗？话音一落，江夜手中顿然出现一根血肉淋漓的棒球棍，横起指向王仲明。当然，他身上并无仙气，只有伪仙气，但这并不妨碍他吹牛。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王仲明面色骤变，浑身一震，言语间颤抖不已。仙髓这等神物，那可是至尊大能都要抢破头颅的东西，他王家区区二流势力，怎么可能拿得出与之相匹配的物品？江夜猛然起身，虚空闪烁发动，顿时出现在他身旁，手中棒球棍轻飘飘地搭在王仲明肩头，停留片刻，又冷漠地扫视一圈他带来的这些狗腿子。尔等应该都有家人吧？回头本神子或可派人登门送上一份大礼。此言一出，王仲明与几位弟子脸色瞬间惨白，眼中满是惊惧，纷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神子殿下，是我等有眼无珠，今后但凡有差遣之处，我等愿赴汤蹈火，义不容辞。王仲明极为识趣，眼见不妙，当即跪地求饶，再以表忠心。江夜这才微微一笑，说道：这是做什么？本神子就是开个玩笑，都起来入座，陪本神子赏风月。众人这才战战兢兢地起身，老老实实入座，不再言语。唯有楚南一脸尴尬之色，进退两难，同时心中暗骂这些人不争气，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江夜眯眼望向他，手中棒球棍在楚南身前挥舞了几下，场中气氛顿时变得死寂凝重。他停顿片刻后笑道：你呢？还要对师不？不赌就跪下磕个头认错就行了，否则你就是在戏耍本神子，得付出代价。楚南眼中的怒火与仇恨一闪而逝，但想到之前沈炼的下场，他脸色又瞬间变得苍白起来，心头涌上一股彻骨的寒意。咕噜，他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强作镇定开口道：在下愿与将神子作诗对赌。楚南此刻心中暗悔，但木已成舟，事到如今，若是不愿低头，就只能硬着头皮与其对赌，只要拿得出相匹配的物品就行。论作诗，我楚南还从未输过。江夜，你的仙髓是我的。念及此，楚南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江夜身前那枚悬浮半空、仙光飘渺的仙髓上，眼中掠过一抹炽热与贪念。他袖袍一拂，掌中浮现一面乾灵盘，其形状古朴，盘面宽广浩瀚，仿佛自成一界，散发着无尽混沌雾霭。盘身之上符文若隐若现，宛如星河流转，隐隐可见乾坤轮转，日月沉浮，似有天地玄奥之变化。此乃楚南机缘之物，在外闯荡时偶然所获。众人目睹此物，皆露震撼之色。伪地气，谁能料到眼前这看似寒酸的青年，竟藏有如此惊世神物？观其气息，隐隐已超越寻常地气范畴。若将来再用一些天材地宝淬炼，怕是有望蜕变为一件真正的顶级地气。才不外露，除非你有天大的背景。周围人看着楚南，心中无不升起浓浓觊觎之意。若是江夜拿出此物，他们是万万不敢生出半分贪念。但这个楚南好像并无什么背景。楚南面色镇定如常，但心底却暗暗警惕，毕竟这个江夜给他的感觉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太不讲武德了。这时他中气十足地说道：此乃师尊赠予的重宝，既然是与将神子作诗对赌，那我也不能没有诚意。不过我们双方需立下天道誓言为证，以此作为约束，遵守赌约，否则天下修士尽皆为耻。将神子以为如何？楚南敢将乾灵盘拿出来，自是有几分底气。他这些年来手中积攒了不少底牌，纵然之后会有人觊觎，他也能自有办法逃脱。听闻此言，周遭众人纷纷颔首，毕竟双方赌注都很大，不立天道誓言心里没底，难以让人心安。换作他们亦是如此，尤其是江夜背景太大，若是反悔，怕是没人敢阻拦。公子，要不要直接出手抢夺？公子，要不您先拒绝他，晚些时候奴家就去把这乾灵盘抢来。江夜脑中传来清玄与红烟的传音，他金眸幽深，
此前系统播报时就有注意到这件乾陵盘，当时就想着要如何抢来。江族内地气不少，但也不是烂大街的东西，现在倒是顺理成章了。只是当这乾陵盘于眼前呈现时，江夜感之中涌出一股独特而难以言表的古老气息，似与天机大地有关。先拿到手再说。江夜沉吟了片刻，开口道：“一个小小的作诗对赌，也配让本神子天道历史？以本神子的身份地位，要什么没有？一件区区伪地契而已，也就是你把它当成宝，在本神子眼里，不过就一赌注彩头罢了。玩不起就不要玩，不赌就赶紧给我磕头认错。”他的语气慵懒，却带着一丝凌厉，身上气势如浪潮般汹涌席卷。众人听后无不嘴角抽搐，这话说的，感情人都如你一样，仙髓都能拿来当彩头做赌约。定天命主角楚南羡慕嫉妒恨，心生屈辱，气运值减少1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楚南脸色阴沉如水，只感觉对方是在故意羞辱于他。看着江夜那副豪气冲天的嘴脸，恨不能立刻冲上去狠狠给他一拳。可恶的江夜，当真是罪大恶极，无耻之尤，行事作风毫无底线可言。他不立天道誓言，事后万一反悔，我根本没办法制约他。但作诗对赌，我胜算很大，不可以说是必赢。倘若江夜遵守赌约，我收获极大，实力能进一步提升。若是反悔，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对方颜面尽失，失信于众，绝对是一次沉重打击他的好机会。楚南心中不断权衡着，最终他下定决心，当即说道：“我赌，不过我想请在场各路英杰做个见证，确保对赌的公平公正。想必江神子也不会仗势欺人，践踏天下公义吧？毕竟天下公义，在场各位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中。”闻言，众人心头也是生出一阵敬畏之意，皆是不约而同表示愿意作证，但也没有人敢大放厥词。很多人都认为江夜不会接受作诗对赌，毕竟看楚南那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想必肯定自是诗才不凡，应该是有很大把握的胜算。而江夜也不是傻子，肯定知晓自己大概率不是对手。所有人目光漠然，尽皆汇聚在江夜身上，似是在等待对方的下一步动作。这时，江夜全身气势猛然展开，接过话题对众人道：“既然如此，那就开始吧。不过本神子也要求个公平，既然是作诗对赌，那就必须临时出题，限时半个时辰内作诗，然后现场所有人进行评定，如何？”语毕，众人心头皆是一震，不少人觉得这位江神子有点狂傲托大了，这等情况下还敢应接对赌，若是耍赖反悔，只怕第二天流言就会传遍整个诸天万域，颜面尽失不说，声望必将一落千丈。届时所有人都不会再轻易相信江夜。楚南面上喜色更盛，拱手问道：“不知江神子是想以何题目作诗？”他心中早已暗笑连连，在他看来，江夜的确有些小聪明，临时出题是为了以防自己提前做了准备，但作诗一途讲究的是天赋才情，胸藏万卷方能成篇，岂是临阵磨枪便可弥补？况且江夜就一纨绔子弟，肚子里没有丝毫墨水，对于临时出题作诗，楚南早已成竹在胸，有着足够的自信拿下。江夜金眸微敛，神色淡然，语气平静道：“就以你我今日的作诗对赌为题，如何？”楚南顿时浮现一脸喜色，他此刻心中无数念头感想涌动，充满心中一股豪气，正有作诗一首之意。可以，既如此，那就开始吧。论到高台之上，笔墨砚台很快便备好，素卷铺开，其上金丝流转，隐隐有锐气蒸腾，宝光氤氲。双方很快入座，台下万众屏息，目光紧紧锁定两人，一副期待至极的模样。不少人心里都希望江夜输，这样之后可以组团去抢劫楚南。乾陵盘与仙髓玉盒被安置在高台一侧，周身宝辉澎湃，仙光冲霄，胜者得之。一层结界缓缓升腾而起，将高台隔绝开来，不仅阻断声音，还能隔绝神识传音。只不过江夜早已提前传音，让青霄与红烟去办事了。香炉燃起，青烟袅袅升腾。作诗起！只见楚南神情振奋，眼中光芒闪烁，拿起笔杆便开始在脑中酝酿诗词，很快便开始下笔。江夜一脸淡然，久久未曾动笔。楚南眼角余光扫过，心中不由冷笑连连。江大神子，这下怕是不好收场了吧？现在还要佯装淡定，一会儿就是你颜面扫地之时。高台下，众人早已按捺不住，议论之声此起彼伏。看好戏了，我觉得那楚浩如此自信，大概率能胜，就看一会儿江神子会不会反悔了。应该不会，仙髓虽然珍贵无比，但以江夜的身份来说，也算不得什么。哼，不管如何，本小姐就要投给神子殿下，颜值极正义。傅前女，一位男修士不屑地啐道，满脸嫉妒之色。忽然他鼻翼微动，只觉身后一阵幽香飘来，转头望去，只见红烟身姿曼妙，纤腰如柳，玉手正托着一方锦囊，不断从众人身边经过，每经过一人，便悄然地上一块仙气氤氲，灵光四溢的神元玉髓。男修士怔住，眼中露出炙热之色，紧接着只觉一道温柔声音传入脑海：神子殿下若输，此物收回；若胜，事后再赠一金。男修士低头望着手中晶莹剔透的神元，仙光流转，灵机盎然，心中顿时狂喜。彼时场中所有人都面露红光，看向江夜心生感激，看向楚南
目光怜悯。虽然有高雅亮节之人不屑一顾，也有一些大势力的顶级子弟并不在意，但决定不了多数人的决定。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人性莫过于此。其中还有不少人心中暗藏着几分幸灾乐祸，尤其是一些女修士，目光灼灼，看向江夜的眼神都快要拉丝了。香炉中香烟袅袅，已燃去半截。江夜眸光淡然掠过下方人群，嘴角带着淡淡笑意。虽然台下人不少，但长生仙族的底蕴岂是常人所能想？这点神元连9牛1毛都算不上，而且前灵盘的价值也远远不及于此。时间缓缓流逝，眼看时限接近，江夜执笔如风，手中朱笔沙沙作响，如游龙般飞舞在素纸之上，如眼空空空自负，是非不便自取辱，白日虚名如狗吠，痴心妄想于不及。收笔。对面楚南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狂喜，最后时刻，他带着一丝得意与挑衅的神色，偷偷扫了江夜一眼，心中得意至极。最后胡乱写了2句是吧？不行，还不能笑，我要忍住，再等几息，你就要身败名裂，而我楚南就要宣告胜利了。你的仙髓是我的。只见香炉青烟停止燃烧，楚南猛地起身，将手中纸张猛地展开，左右拉扯，高高举起，面朝四方修士示意观摩，脸上止不住的笑意。寒门出贵子，终见不青云。好诗，真是好诗，但可惜了。众人神情微妙，各自压抑着情绪，脸上憋着笑意，努力保持面无表情，不露破绽。楚南神色一僵，这等佳作不是应该受众人赞赏吗？为何没有反应？修士感知或视力皆非凡，不可能看不清字迹，应该都能看得清啊。楚南咳了咳，当即大声朗读了一遍，声音响彻四野。他笑意频出，已经脑补出被众人簇拥赞誉的场景了。终于，耳畔陆续传来不少声音：“你这特么也算诗？字句干瘪，狗屁不通，连押韵都不会，丢人现眼，简直不堪入目。东拼西凑的词句，连个起承转合都搭不上，如此拙劣，还敢献丑？苍白无力，毫无章法，怕不是拿脚写出来的吧？此诗平平无奇，句句如嚼蜡，读之令人昏昏欲睡。什么平平无奇？分明就是垃圾！”各种嘲讽辱骂声接踵而至，如潮水般涌来，刺耳不堪。楚南懵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股憋屈至极、莫名其妙的感受传来。他当即厉声反驳问道：“怎么回事？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我这诗哪里有什么不对？说清楚！我这诗词明明如此有意境，临时作诗，虽说算不上什么惊世绝艳，但绝对也是一佳作啊！回答我，到底哪里不对？说话！”楚南难以言表此刻心中情绪，满脸涨红，语气也变得急促，有些神志不清的不断与人舌战群儒，但奈何台下人数实在太多，何止千百，吵不赢，根本吵不赢。又被台下人奚落了一番后，将楚南讥讽得体无完肤，声势才渐渐平息下来。这时江夜灵气浮动，桌案上锦鳞素纸铺开，面向众人，全场轰然沸腾，赞赏声顿时如浪潮般响起。太精彩了！这首诗当真是字字珠玑，句句生花，不只是诗，是大道之音，是天地之韵，妙哉妙哉！这首诗写得气韵生动，风骨峥嵘，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啧，这种大气磅礴、另辟蹊径的风格，唯有神子殿下能做得出。这等绝世诗篇，堪称无上之作，一出手便胜过古今多少文豪啊！必将传颂万古，流芳诸天万界。只见众人纷纷拍手叫好，恨不得把掌心拍碎，脸上写满了狂热与激动。演得不错，事后加钱。江夜气定神闲地负手而立，脸上带着淡淡笑意与抽搐。饶是他这脸皮，差点都要遭不住了。定！天命主角楚南怀疑人生，懵逼傻眼，感觉快长脑子了，气运值减少2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200。楚南满脸呆滞，东张西望间，看着台下众人神情，心底不禁怀疑起来：我这诗当真如此不堪？为何全在夸赞江夜？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写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目光看向江夜横幅诗文，顿时反应过来，这特么乃是诗啊，分明是在变着花样骂人。楚南眼睛瞬间充血，布满血丝，他来回扫视台下一个个人，只见每个人手上都有着一小块仙气浓郁的深渊。霎时间，楚南恍然大悟，怒火直冲云霄。他猛地转头，死死盯住江夜，只觉胸腔仿佛要炸开，脸色青紫发黑。江夜，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你竟然直接贿赂所有人！江族神子就这般气度吗？你就是这般戏弄天下人的吗？楚南火冒三丈，气得眼前冒黑。他怎么也没想到江夜竟会使出这等无赖的手段，完全没把人放在眼里，简直是在把他当成小丑玩弄戏耍。关云瑶与两女见状，不由得掩嘴偷笑，花枝乱颤。众人一时憋着笑，但收了好处，必须专业一点。毕竟江夜还承诺了一金神元，当即反驳楚南的诗文垃圾如粪。江夜懒洋洋地挑了挑眉，随后淡淡开口道：笑话，你自己才疏学浅，写不出好诗，还怪我哥？口舌之力倒是练得不错，至于贿赂，本神子不过是慷慨赠予诸位道友羁旅神元罢了，何来贿赂之说？江夜声音清冽有力，说完还嗤笑一声。楚南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他脸色铁青到发黑，连呼吸都变得紊乱。他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江夜的脸皮厚度。如此无耻之极的一番话，竟能说得这般堂堂正正、理直气壮，而四周众人更是拍手叫好，群情激愤。神子殿下气度恢宏，心怀天下，岂是尔等小人之辈能妄加指摘的？这楚浩鼠目寸光，污蔑神子，简直罪该万死！如此拙劣小丑，竟妄想与神子并列，当真是笑死人了！哈哈哈 ！P.S. 要开始首秀了，不定时加更，求求追读催更呀！坐尸台下，讥讽声此起彼伏，如同浪潮般狠狠拍在楚南的脸上，让他憋屈难受到了极点，双拳死死攥紧，指甲深深陷入肉中，鲜血渗出都没发觉。这时，江夜袖袍轻拂，起身虚空一闪，来到高台一侧。诸位同道，如今胜负已分，这钱灵盘本神子便笑纳了。话音未落，江夜根本不给楚南反应过来的机会，直接大手一挥，将仙髓与钱灵盘收入储物戒指中。楚南瞳孔猛地一缩，手指着江夜，颤抖道：“江夜，你当着所有人面前耍赖，赶快把钱灵盘还给我！应该是你输了才对，若是不还我，事后我师尊必定来寻你麻烦。”场中众人一脸嗤笑，傻子都能看得出，这楚南已经被气得神志不清，开始胡言乱语了，还搬出莫须有的诗尊作挡箭牌。若真有，为何提早不报出名讳来？江夜也是一脸无语，无所谓的笑问道：“敢问道兄师承何门？有没有大帝修为啊？”楚南脸部表情扭曲无比，指着江夜说不出话来：“他有个屁的师尊，不过是运气好，捡到一些传承罢了。天道院在时倒是有一个，但是现在已经死了。”江夜见其噎住，又顺手拿起那篇诗文，摊开纸张对向他，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神情道：“道兄，请看清楚了，这可是本神子专门为你做的诗，放眼整个诸天万域，这份殊荣你可是独一份啊！”楚南微微一愣，下意识循声望去。这时众人也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当看到每一排第一个字后，当场憋不住了，轰然大笑。但毕竟是诸天万域，大家都是修士，目前还从未听闻过有这等操作，不少人脸上露出些许疑惑。有脑子好使的人反应过来，偷笑着小声道：“看藏头。”顿时全场轰然大笑，眼泪都止不住。江夜，你不得好死！你竟然……噗！楚南双眼发黑，捂着胸口，呼吸急促，血涌心头，当即喷出一口精血。下一息，他身形一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气息紊乱，昏死过去。此时系统声音响起：“叮！天命主角楚南失去重宝钱灵盘以及后续机缘，气得大失惊血，本源受损，气运值减少1000。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0。”江夜唇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眸光中带着几分冷意，看了眼楚南的气运值还有2300，正在思索要不要尝试直接杀了，看看能不能引出天机大帝。可转念一想，江夜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今日虽然收获不错，身上已经有1万多点反派值，但距离解锁第3阶段的光明神王体还相去甚远。韭菜的慢慢割干净了，江夜心里才会舒坦。同时他接下来准备借着楚南这根钓竿，以此来窥探一下天机大帝的这么些年布置是为了什么。毕竟楚南目前实在过于弱小，掌控他的生死与动向轻而易举。从此前天道院与海德道域被灭时，他都没有现身的情况来看，这老狗得很。若是直接杀了楚南，反而容易打草惊蛇。童子，这楚南所修行地功法3生诀，为何叫3运一道法？江夜提出疑问。主人，楚南所修行的3生诀有问题。虽然3生诀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创造此功法之人是布置了特殊手段的，这个特殊手段就是3运一道法。这3运一道法有什么用？叮！童子缺少3生诀具体的相关内容，无法给主人解答。3生诀内容，那不简简单单？江夜嘴角微扬，露出一丝冷笑，步履从容地来到昏迷的楚南面前。他负手而立，对论道台的众人义正言辞地说道：“诸位道兄，此人用心险恶至极，3番2次挑衅于我，自知修为不够，却又不敢堂堂正正与我一战，妄想利用自身之长取巧克我之短。这一点，王仲明首席一行人可以作证。如今这楚浩落在本神子手里，也是罪有应得。诸位，请先散去。神元一事，本神子稍后自会派人一一奉上，还望诸位道兄海涵谅解。”听到神元一事，台下所有修士脸上顿时笑逐颜开，纷纷拱手称谢。临走前还不忘诋毁楚浩为人阴险，不配进入风气醇厚的云顶书院。至于楚浩死活，一介散修而已，没人会在乎。江夜见众人渐渐散去，眼神微冷，他当即施展起阴阳咒魂真点，一道阴冷邪异的摄魂之气在掌心凝聚，泛着幽幽黑光，猛地映在楚南天灵盖上。嗡！啊呀！这时原本昏死过去的楚南猛然惊醒，惨叫声撕心裂肺。他只感觉神魂中犹如万重噬骨般痛苦无比，全身传来一股极为阴冷的气息。搜魂之法，阴阳咒魂真点乃是红叶女帝独创功法，除了有搜魂之法以外，还有设下魂印诅咒，双修时吸收异性本源，对敌时附带诡异的咒魂之力等功效。总体来讲十分阴毒，但是包罗万象，泛用性比较全面。神识流转间，楚南的全部记忆被江夜尽数得知，抬手又是一巴掌，将痛苦呻吟的楚南再次拍得昏死过去。江一，先把这楚浩关进狗笼，
设下结界，别让他跑了。遵命。江毅从虚空裂缝中出现，拎起楚南，转瞬间消失在原地。定，天命主角楚南被主人搜魂并种下魂印，神魂受损严重，部分记忆失去，伤及本源，修为跌落，气运值减少10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1000。听到提示，江夜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旋即脑海中浮现出3生绝功法的全部内容。童子，现在能够解答了吗？主人，根据您的记忆推测，3运异道法应是一种极为隐秘的非良性布置。它原本的主人会分走楚南的部分气运值，导致楚南发育缓慢，骨龄29才达到归一境。江夜得知答案，暗自心惊，这天机大帝手段够奇特啊，倒也是个人物。童子，那这天机老狗莫非能够直接掠夺这些主角的气运？主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人能够直接掠夺气运，应是利用这些气运之力来达成某些目的。童子推测，可能是天机大帝借用某些秘法，用于抵御邪魔气气侵蚀。原来如此，江夜放下心来。既然如此，他接下来也要着手布置针对天机大帝的计划了。桃源洞天，江夜直接来到了这里。由于他看不出这钱灵盘的来历，便将其拿出给苏清梦查看。苏清梦不愧是黑暗纪元前的人物，几乎是一眼就认出此物来历。他若有所思，缓缓说道：“这恐怕是一件超仙器，甚至是先天级重宝，分化了部分力量，熔炼而来的紫气，品级只有准地气。这等手段，若非大帝无法做到。观其气息，这不是天机大帝黑暗纪元前夺得的乾坤天盘吗？如果不出我所料，应该是乾坤天盘出现了重大损毁。这钱灵盘应该是借助乾坤天盘残损本源被抽取炼化而成。既然出现在那个楚南身上，看来他是打算通过某种秘法修复补全乾坤天盘。”江夜听闻后脸色微变，这来历的确有点大。苏清梦也是露出惊讶之色，先天级重宝他也有一件，但那是纯属运气好得来，事关当年那场异域裂缝，否则以他准地修为是断然不可能得到的。寻常修士不清楚先天级宝物的可怕，但他清楚得很。整个诸天万域乃至无尽宇宙诞生到现在为止，出现的先天级宝物不超过双10数。江夜无数念头闪过脑海，恍然大悟般的想到，看来前些日子母亲镇杀古新德那条老狗时，应该还搜过魂，从而得知了这件重宝的部分内容吧。但目前看来，这天机老狗并没有收他们为徒，只是利用压榨，这些人身上都有他的传承，后天炼成了天机眼，借用天命主角的气运来修复先天重宝吗？江夜思绪不断延伸。梦怡姐姐，能通过这钱灵盘探查到天机大帝吗？不行，这上面明显是有布置过手段的。叶儿，这个钱灵盘应该不止分化了这一件紫气吧，至少还有一份。苏清梦美瞳微凝，心中已经有了异动。他沉吟片刻，看向江夜正色道：“听闻那乾坤天盘具有演化天地、宝物归元、攻伐镇压，甚至微控时空之力等作用，十分神异，对你将来成帝后有着很大帮助。必须想办法抢过来，得让那个坏女人出手，干掉天机老狗。另外，姐姐也可以用先天级至宝帮你娘干扰一下天机老狗，毕竟天机大帝也是一位老牌大帝，即便是战力是不存一，哪怕神魂污染再严重，也绝非苏清梦准帝修为能够力敌的。如果说准帝最高战力为99，那么大帝最差战力便是1000。鸿沟巨大，江夜也早就动了心思，自然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抢到手。放心吧，梦姐姐，我娘她早就布置好了，就等天机老狗本尊现身。云顶书院山脚下一处幽暗的窟深处，一个身形佝偻的红发青年一瘸一拐，在一片荒芜腐败的枯败平地踉跄前行。此人正是沈炼，他浑身伤痕累累，皮开肉绽，鲜血与泥浆凝结在一起，隐约可见森白骨骼，下身不断传来撕裂般的剧痛。他此前已经服用了几枚赤血丸，虽然勉强止住了血流，比起先前的惨状已有所好转，但依旧狼狈不堪，形同枯鬼。沈炼脸部肿胀无比，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是强忍着痛苦不断前行，一步步挪到了猩红恶臭的筑台中央。江夜，这是你逼我的，你让我明白了，我这等身份若是不入魔，老老实实走正道，只能被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仙族贵胄踩在脚底，随意欺压，永世翻不了身。唯有成魔，只有成魔，我才有那么一丝机会与你争锋。这一次我定要把我失去的一切夺回来。还有关云瑶那个贱女人，为了一颗果子就把自己卖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成为我的禁卵奴隶。还有江夜，你仗势欺人，迟早有一天我必定要让你不得好死，覆灭你背后所倚仗的长生仙族江家。沈炼此刻宛如疯魔，眼神癫狂扭曲，嘴里不断喃喃自语道。他自踏上修行意图起，便始终小心翼翼，时刻克制着内心的魔鬼，一次次告诫自己不可修炼这门禁忌秘法血魔吞噬功。沈炼早年在一处秘境中偶然得知，他知晓这是远古时代曾令人闻风丧胆，人人而诛之的嗜血魔帝留下的传承。到目前为止，他还都只是利用此法淬炼肉身，通常都是以灵兽血液，虽然也吞噬过一些修士的精血本源，但从未有过大肆杀戮，毕竟这是与整个诸天为敌的行为，一旦真正堕入魔道，就回不了头了。而且沈炼不是很信任这份传承，这份传承除了功法以外，
还有一滴嗜血魔帝本尊的精血，只有吞噬炼化这滴精血，血魔吞噬功才能真正激活，发挥出最恐怖的威能。但是远古时代的嗜血魔帝有着令人发指的复活重生能力，其人性情更是暴虐残忍，谁能知晓这其中会不会有陷阱？他原本打算徐徐图之，设法铲除其中的风险，并把这份传承当做一条后路，但沈炼此刻已经没有选择了。可惜啊，若是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就有办法毫无风险的接下这份传承。该死的江夜，都是因为你啊！沈炼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那个男人所留下的阴影，除了恨意与怒火交织以外，还有一丝深深的恐惧。蛋碎了，全身骨头断裂，修为也快要跌落。此刻若是不吸收精血蜕变，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介废人，什么也做不了。他从未这么恨过一个人。若是这一次能挺过来，我定要把你的永恒仙体吞噬，化为己用，让你从仙人之姿变成泥地里的土狗。到那时，看你还能如何高高在上。沈炼眼中露出无尽的贪婪与残忍，望着眼前流转着血光的嗜血法阵，深吸一口气，催动体内最后的灵气。嗡，血阵轰然运转，诡异的血腥符文如毒蛇般游走，阵内猩红血气不断翻涌，一滴蕴含着惊人威压的暗红精血缓缓浮现，悬立半空，散发出震慑灵魂的恐怖波动。沈炼狞笑一声，他毫不犹豫地踏出一步，伸手一招，将那滴嗜血精血吞入腹中。江夜回到阁楼看台后，便悠然享受起3位美人的侍奉。公子，燕儿这力道合适吗？公子，尝一口仙果呀。关云瑶则脸颊飞起一抹红霞，跪坐在柔软锦垫上，双手捧盏沏茶，动作显得局促不安。与清玄红烟不同，他哪里见过这般荒唐的场面？按摩手法不正经，仙果也是用嘴喂，丝毫不避讳他这个黄花大闺女，完全本色出演。关云瑶心头微乱，脑海中不由浮现起江夜今日种种霸道，以及不按套路出牌的举动，胸口有股莫名情绪愈发强烈。这等翩翩贵公子为何这么坏呢？他低头垂眸，心绪翻涌，却又忍不住偷瞄向江夜的方向，望着那张清俊无愁的脸，心中复杂与喜悦之情升腾交织。可害！江夜眸光微眯，唇角含笑地看向发愣关云瑶道：“瑶儿在想什么呢？”关云瑶嗔怒地瞪了他一眼，这个坏家伙总变着花样想调戏自己。他又不是清纯小白莲，平日里也曾翻看过一些话本，晓得这些撩拨套路。没想什么，他暗骂自己不争气。每次明明想着要回对江夜，可一看到他那张脸，心中所有怒意就立刻土崩瓦解掉。他羞恼地在心底暗骂自己，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竟沦为肤浅的颜控了？哦，那就是在想我哥。别不好意思啊，本神子就在你面前，你可以随便看，不要临时的。你关云瑶又羞又怒，偏偏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硬不起来，只能气恼地瞪他一眼。江夜见状，心下越发愉悦，索性又与他打趣了几句。他对这个官家帝女的观感还不错，性情温和，带点傲娇，没有大小姐架子，长的也是一副倾国倾城之姿。官家乃是帝族，势力底蕴深厚，在诸天中算得上是一流不朽势力，收来当的妃子也是不错的，门当户对。瑶儿，可是官家修行资源供给不足，为何要来云顶书院？哪怕你是五首席之一，对你也没多大注意吧？江夜饶有兴趣地问道。关云瑶脸上闪过一缕温红，心底微微一动，旋即他想到族中之事，眉间染上一抹难掩的忧色，轻声解释道：“可能是公子刚刚解封出世，所以对于诸天现如今的地族还不甚了解。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隐秘之事。诸天虽仍有10大地族，但早已今非昔比。许多昔年威震寰宇的大地老祖，不是在黑暗纪元那场浩劫中战死，便是重伤消失，生死未卜。而失去了大地坐镇庇护的地族，又经历了这20万年的岁月洗磨，诸天万域修行资源早已枯竭残破，地族自然也在逐渐衰败凋零。官家便是其中之一。”他语气低落几分，掩不住的忧愁。至于云顶书院，也是族内安排让我来参选道子，借此为官家谋取一个强大盟友。我一开始其实并不情愿这种安排。他微微抿唇，眼中划过一丝倔强与无奈。但真正来到书院后，却发现此地远比族中清静，气氛和睦许多，没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倒是让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当然，说到这儿，他微微皱眉，娇叶绯红，轻哼一声，除了偶尔会遇到一些凡人的追求者以外，其实我对道子之位也没有太大兴趣。但既然是族命所托，我只想着尽力而为，问心无愧，便也罢了。江夜神情十分认真地听他讲述，若有所思。他虽解封不久，但对于诸天当前局势也是有所了解的。黑暗纪元20万载，虽是残破不堪，失去以往强盛时期，但却是相对来讲比较和睦的时代，就像是受伤的猛兽在舔舐伤口，等待重出天日。如今黄金大势将临，各方势力便开始激烈斗争起来，跃跃欲试，这倒也正常。江夜沉吟片刻，看向关云瑶，带着一抹似笑非笑的意味。道子一位其实早已内定，就是本神子。关云瑶闻言，眸光微微波动，却并未露出太大亚色。公子出灵书院之时，云瑶便隐隐猜有这种可能，心中可有不甘？没有，反倒有一种解脱感。如果江族神子成为书院道子，官家便不敢有任何意见，更不会难怪于我。关云瑶绝美的俏脸上忽然露出淡淡笑意，
整个人瞬间松弛下来，气质中自带一股清灵淡雅的韵味，竟平添了几分动人心魄的魅力。江夜微微一顿，随后又故意打趣道：“累本神子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清心道果就不用给了吧。”关云瑶俏脸微正，笑容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一副气鼓鼓的委屈之色。他轻咬着红唇，水眸微微泛红，低声娇嗔：“公子。”江夜哈哈一笑，这女人倒是聪慧，直接撒娇。二人又闲聊了一阵，说说笑笑，也不知道为何，关云瑶整个人变化不小，不像以往那般清冷，反倒是开朗不少，像是本性暴露，性感活泼。正当江夜惬意之时，忽然眉头微动，耳畔响起一道熟悉的传音波动，是江毅传来的讯息：神子殿下，沈炼入魔，正在炼化某位远古大能的精血，是否命将12出手，将其强行镇压？江夜正思索着，一道美妙的声音传入脑海：定，天命主角沈炼接受嗜血魔帝传承，正在炼化精血，彻底入魔，气运值上升1万。定，天命主角沈炼受主人影响提前入魔，大幅改变剧情，炼化精血将会受其嗜血魔帝残魂影响，埋下巨大隐患，气运值减少3000点。恭喜主人，反派值加3000，1万气运值，这韭菜长势好猛。江夜心中惊道，念及此，他心头一动，想到了此时正被关在狗笼中的楚南，顿时计上心头。江一，沈炼入魔的画面都有留影吧？已按您的吩咐办妥。很好。江夜淡淡一笑，掌心一翻，一枚泛着幽青光泽的丹丸倏然浮现而出，淡淡血光在丹身之上流转。8品圣药清魂丹，这种东西在他小金库里堆成了山，但却能帮楚南恢复一些神魂的损伤，不至于变成白痴。江夜指尖轻弹，清魂丹稳稳落入江一掌中，将楚南带去沈炼闭关的洞窟里，掐好时机，将这枚清魂丹喂给楚南，复制一份留影石放在他身边。领命。江夜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让2个天命主角互相残杀，而且双方背后都还各自绑着一尊大帝。接下来有好戏看了。地窟深处，一座古老破败的洞窟中，血雾缭绕，腥风扑面。沈炼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死死镇压着魔血，一股股嗜血之力疯狂涌入4肢百骸，将他的肉身与神魂焚炼改造。他坐在阵法中心，全身赤红如血，双眸已化作猩红树瞳，闪烁着疯狂与嗜血的光芒，红发也在血气侵染之下变得赤红如焰，缓缓飘动。在沈炼面前，一道黑袍猩红身影剧烈震颤，传来低沉咆哮声，那是远古大能残魂在嘶吼挣扎。本座终于重见天日了，小子，臣服于我，否则你将神魂俱灭。这时，地窟法阵内血气暴涨，竟浮现出一尊漆黑巨影，双翼遮天，头顶血色王冠，是传说中的嗜血魔帝虚影。就算你是嗜血魔帝，现在也不过区区一介上古残魂，也想夺舍我，给我彻底消散！沈炼声音低沉，带着些许疯狂之意，仿佛魔神咆哮。轰！血光炸裂间，气息飙升数倍，一股滔天魔威冲霄而起，直入云霄，震得整座幽暗地窟颤动不已。沈炼使出浑身手段，试图将其镇压。小辈，尔等安敢！猩红黑影语气中带着惊惧，显然没料到对方竟准备了如此多的手段，不由得加紧了夺舍进度。一炷香后，沈炼面庞紧绷，冷汗浸湿全身，仍未彻底抹除掉嗜血魔帝残魂，但双方消耗都很大。他不再犹豫，拿出一件圣骸古物，当即发挥到极致，双魂共生。小辈，你疯了吗？都是被逼的。江夜，你真该死啊！走到这一步，我已经没得选了。不，这是沈炼最后压箱底的手段。2个神魂从此共用一具身躯，从此往后同生共死，并且无法再夺舍使用其他身躯，再无半点退路。到这时候，沈炼心中无尽的怒火只想着江夜，对嗜血魔帝反倒没有太多恨，仿佛一切都是因为江夜害得。地窟洞口，一个浑身泥污、狼狈不堪的少年缓缓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楚南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只觉得头痛欲裂，神魂仿佛被撕裂般剧痛。清魂丹的药力正在发挥作用，帮他缓慢修复受损神魂，但带来的副作用就是神识紊乱，头晕欲呕。我怎么会在这里？妹妹，师尊，江夜，好痛，是江夜把我放在了这里，我好像被他搜了魂。楚南缓过神，头皮发麻，全身的鸡皮疙瘩抽起，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杀我。楚南挣扎着起身，环顾四周，忽然一股森冷血腥之气扑面而来，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下一刻，他目光骤然落在地窟深处，不断向他走来的红发男子，对方气息上暴虐无比，血气滔天，周身魔影环绕，赫然正是沈炼。沈炼神情一滞，一双猩红血瞳，目光如刀般落在楚南身上，杀机汹涌，脑海中顿时传出嗜血魔帝的声音：小子，因你所致，你我现在是属于同一条船上的人。他看到你身上血魔气息了，现在的你还十分弱小，绝不能让他传出去，杀了他！沈炼当即祭出血月神环，身上血煞气息爆发，死死地盯着他。血魂魔体已成，入魔再无回头余地，若是暴露出去，必定会引来无数道统势力前来围杀他。楚南浑身发怵，身旁一块留影石忽地作用起来。哎呀，我若成魔，天下无仙。
江夜，我要你死！一道银光铺满幽暗洞窟的昏暗，赫然是沈炼方才入魔的场面。见此一幕，楚南哪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江夜布置好的，故意把他丢在了这里。沈炼，我认得你，不要出手，我也是。轰！沈炼毫不犹豫，当即出手镇杀。他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影，骤然扑杀而来，血轮如月，携滔天魔威直取楚南咽喉。糟了！楚南脸色惨白，体内灵力混乱，身体尚未恢复巅峰，连躲避都显得吃力。生死关头，他只能咬牙强行催动体内残存的灵力，手中祭出一面天机紫微镜，瞬间格挡而出。当！沈炼血轮直接一激动，碎掉镜面，强横无匹的魔气阵得楚南胸膛凹陷，喷血倒飞而出。可害！楚南惊怒交加，心头升起难以抑制的恐惧。不管你是谁，但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必须死。沈炼狞笑着，一步步逼近，赤红魔焰缠绕周身，宛如地狱血图。轰！他一步踏出，血气如潮，直接封锁整个洞窟空间，瞬间断绝掉楚南逃跑的一切可能。完了！楚南心头发寒，身子止不住地颤抖。沈炼毫不留情，血轮飞出就要斩落楚南头颅。这时，空间内传来一阵道法之力波动。嗡！楚南体内一缕淡青色光辉悄然浮现，微弱却带着勃勃生机，生机如水，化作护体青光，关键时刻强行激发，将沈炼祭出的血轮功伐魔煞血气一寸寸卸去。沈炼目光微凝，感受到了楚南体内那股诡异的生机波动，隐隐中竟有一丝大道流转。有古怪，小子快动手！这是大道之力。沈炼耳畔传来嗜血魔帝的急切声，他也意识到严重性，当即再次出手。遥远的一处残破山村中，一座寂静古庙陡然炸开，一道磅礴地威冲霄而起，一道佝偻身影盘膝而坐，面容老态，眉间深深皱起。他身上厚重的邪魔气气不断翻腾，使得神魂受损极大，体内三运异道法传来熟悉的波动。楚南，发生了何事？生命垂危，气运稀薄，为何会有遭受如此劫难？我天道院的长老去哪了？为何不庇护楚南？天机大帝无奈摇头，服下一滴圣辉灿灿的仙漏，浑浊的老眼顿时变得金芒毕露，神念一叹，是谁灭了我天道院？找死！低沉古老的声音如同天穹之上响起。原本天机大帝身上邪魔气气污染就十分严重，此刻又属于强制开机状态，察觉到楚南身上的气运之力流转微弱无比，更是盛怒。是谁？天机大帝神念探出，发现海的道域已经被抹除，一丝生机都不曾留下，唯有无穷无尽的杀戮血气。是红叶女帝，为何会出手灭我天道院？吾从未得罪于她啊，当年不是有过契约协定吗？先救下楚南再说。一道淡青色身影破开虚空，宛如从九天降临，直坠玉尘道宇。地窟中，楚南身上青辉护体，沈炼几番功法仍是无果。骤然间，一道身影落于此地，只见那佝偻老者穿着布衣麻鞋，容貌老态，唯有一对眸子仿佛蕴藏着亿万条天机演变。那是沈炼双目骤缩，心脏仿佛被无形巨手狠狠攥住，一气化三清，天机大帝本源分身降临。这是大帝之力！天机大帝老眼青辉闪烁，看着眼前血气滔天的沈炼，背后嗜血魔帝虚影彻底显化，双翼怒震。上古嗜血魔帝，他轰然认出其来历，身上无数清玄符文疯狂运转，恍然明白过来，眼前此人竟也是大气运之人，还是魔道传承者，难怪楚南会遭此一劫。看来老道此前不该吸收他太多气运，罪过啊！这时，沈炼身后的嗜血魔帝也反应过来，残魂中传来一阵猩红魔气爆发，血红树瞳中带着嗜血的光芒。小子，快让本帝出手！此乃一具大帝本源分身，让我吞了他，以我皆能得不少好处。残魂之躯也敢放肆！天机大帝老而成精，先行一步出手，屈指一点，亿万道清玄符文化作锁链从虚空涌现，向着沈炼与嗜血魔帝虚影一同镇压而去。轰隆隆，地窟顿时炸裂开来，山体崩塌，大地龟裂，清玄锁链与魔帝血影在空中激烈碰撞，撕裂长空。嗜血魔帝残魂怒笑，双翼张开，魔光遮天，一道猩红巨掌将大片清玄符链撕碎。沈炼躯体口吐鲜血，但眼中却越发疯狂。来得好，就让本帝吞了你这道本源分身！砰！两大地折力量彻底碰撞，天地间仿佛炸裂，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贯穿数万里虚空。下方的楚南可就惨了，被震飞数百丈，气息萎靡至极。可恶，蝶无死！天机大帝分身一掌拍下，将沈炼的胸膛轰得炸裂，魔血横飞。嗜血魔帝这时也爆发出滔天的魔气凶威，一道邪爪狠狠洞穿了天机大帝分身胸口，将其地躯撕裂。哼，区区一分身也敢与本帝争锋，也不知如今是何年代，以这大帝实力竟如此孱弱，看来本尊是受到了严重损伤。正好，魔帝残魂狰鸣嘶吼，血口大张，魔焰席卷，将天机大帝分身生生吞下，分身崩碎，化作亿万血雨，消散天地间。但嗜血魔帝残魂也受重创，血色虚影破碎大半，气息衰败。小子，本帝此次损耗了不少力量，
必须先将这具大地本源分身逐步炼化完。这里动静不小，你赶快杀了此人，离开这里，去血芒山寻一秘境钥匙，那里有无藏匿的上古之宝。本帝接下来得沉睡一段时间。沈炼咬着牙，拖着残缺魔躯，满脸疯狂与狰狞，哈哈哈！不管你是谁，大帝来了也保不住你。他陡然转头，血瞳死死盯住那已奄奄一息的楚南，给我死！轰！沈炼血掌拍下，生生将楚南震得粉身碎骨，肉身炸裂，神魂也被血轮彻底撕碎。哈哈哈！沈炼仰天狂笑，整个人全身魔血淋漓，残躯佝偻，却散发出无与伦比的疯狂与暴力。但下一刻，他脚步一踉跄，整个人险些栽倒。嗜血魔帝残魂与天机大帝分身一战，使用的是他的血魂魔体，方才被天机大帝一掌余波震碎血肉，五脏六腑尽毁。咳！沈炼狂咳鲜血，面色惨白如纸。不行，不能死，我还要成为魔帝，还要杀了江夜那个畜生，逆天改命。他咬牙切齿，强行催动魔血之力，化作血雾笼罩周身，仓皇逃离此地。此时诸天震动，无数道至强神念投下，玉尘道域被尽数渗透。只见洞窟废墟中，除了滔天的血煞魔气余波未散，一片死寂。碎裂的地面上残留着大片地力，这是上古地之力，是血魔帝，还有清玄地力，是天机大帝。前段时间天道院被灭不出，此时为何会突然现身，还与嗜血魔帝扯上了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魔道之人？嗜血魔帝，诸天远古时代的魔道巨擘，无数道统都有相关记载，魔威赫赫。不管如何，如今黄金大事将至，嗜血魔帝又重见天日，必须扼杀于摇篮，派人追查到底。吾也将派出宗门精英前往搜查。吾也在此表态，复议。各方众多大道统纷纷表态，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肃清本源，诛杀有关嗜血魔帝的一切。无论是诸天还是外界其他仙域，都对其魔道吞噬他人体质、本源修为这等手段极为忌惮。其实剥夺他人血脉体质这种事倒也不算什么，不少没背景的天骄，如若身怀特殊血脉体质，一旦被大势力之人盯上，极大可能的下场就是被剥夺血脉体质。就像江夜的至尊骨，剥夺他人移植，能够发挥出来的威能肯定不如天生至尊骨本人，但只要是敌人，哪怕聊胜于无，也一定会毫不留情的下手。而魔道一途最可怕的还是吞噬本源修为，这让魔道一途修为迅猛无比，但会使其根基不牢。更可怕是灾恶魔心根深蒂固，一个不小心便失去神智，残杀吞噬大量无辜修士，造成重大浩劫，人人讳莫如深。与此同时，江祖地内，苏红叶美眸遥望天际，红唇微微勾起，带着些许笑意。他刚才看到了玉尘道域的一切，不愧是老娘的宝贝儿子，略施手段便让天机老狗与嗜血魔帝互掐，倒是让本帝看了一出好戏。苏红叶提早就收到了江夜的讯息，所以一直在关注玉尘道域方向。天机大帝本源分身现身后，他便伺机在寻找时机出手，但遗憾的是，对方似乎一直在防备着被人窥探。这老狗倒是谨慎，隐匿手段不少。不过此战天机老狗本源分身被吞噬，神魂又是严重受损，怕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沉睡了。下一次本帝必定让你生死道消。苏红叶脸上又露出淡淡杀意，下一刻他掌心出现一块血红石碑，上面流转着一道恐怖而又纯正无瑕的杀戮之气。这次送来的东西还不错。残破山村中，天机大帝惨白着脸，地上一滩本源精血带着邪恶活性缓缓涌动流淌。可恶的嗜血魔帝！老太虚浮的身躯微微颤抖，方才一具本源分身被吞，本源受损不小，再加上楚南被杀，三运异道法供给的气运之力减少，体内的邪魔气气污染也更加严重了。天机大帝一脸怒色，嘴中低喃道：可惜老夫谋划布置了这么多年，竟然一朝之夕又回到原点了。他心中不断叹息。黑暗纪元后，他身上邪魔气气侵蚀严重，先是耗费了10几万年时间参悟并独创了三运异道法，就是为了借用气运之力抵御邪魔气气，后又花费了数万年去寻到一些大气运之人，天道院的古心得就是其中之一。但此前诸天万域残破荒败，他寻得的大气运之人都不甚孱弱，三运异道法对其剥夺的气运之力十分微弱。后来又过了数万年，一无所获，直到黄金大事将出，他好不容易花费了数千年，终于找到3个真正的大气运之人。这才过了几年，今日直接就死了一个，还被突然出世的嗜血魔帝吞噬了他一道本源分身。不对啊！天机大帝眉间紧蹙，身上清玄符文阵流转涌动，卦术招式，原本老夫不应发生此劫难啊！究竟是发生了何种变数？他话音刚落，随后又苦笑着摇了摇头。若是自己的卦术能够推算一切，那不早就应该登顶无尽宇宙之巅了。另外，这红叶女帝又是抽了什么风？为何突然就没有天道院？没道理啊！难道是老夫所创的气运窥探秘法被他发现了？但这也不至于吧？李洪泰死了，难道凌晨当年的事被江族发现了？不对啊，老夫当初做的极为隐秘，怎会如此？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了老夫多年来的筹划啊！天机大帝满脸愁容，心中疑惑丛生。他确实是在暗地里对江族使了些绊子，既是为诸天公义，亦是为私仇。须知诸天万域需要平衡，若是
未来让江族统御诸天，以他对苏红叶野心与狠辣的性情了解，必定会把手伸到诸天之外，到时候整个无尽宇宙生灵涂炭，恐再遭谅解。另外，就是在黑暗纪元战争结束后的1万年左右，他本来寻得一处大机缘，一整个大池子的造化仙液，此物乃夺天地之造化神物，弥足珍贵。但没成想，半途红叶女帝突然驾到，二话不说直接抢夺。天机大帝本就战力孱弱，当年还身受重伤，自是不敢与之争夺分毫。但也因为此事，他记恨上了苏红叶，此乃大机缘呐！若是当年老夫得此神物，也不至于这20万年来活得跟个鬼一样，甚至能够更进一步。天机大帝老太的脸上皱纹更深，心中无比气急。他很想再释放一道分身，去天域质问一番红叶女帝。毕竟当年之事，自己也没有与对方冲突，反而是颇为识趣的让给了对方。表面上双方并没有结仇，但红叶女帝的脾气他又如何不知？生怕对方再斩自己一道本源分身。他神念再度释放，探知了一番天道院的讯息。古兴德对女帝之子江夜出手。霎时间，天机大帝脑袋嗡嗡，一脸问号。他昔日对古兴德还是有些了解的，脾气暴躁，性情高傲，但万万没有想到，竟敢以大欺小对江夜出手。不对劲啊！天机大帝眉头紧蹙，又再度运转卦术推算了一番。噗呀！他又猛地喷出一口精血，自身本源再度受创。为何推算一个小辈，竟然会遭来无妄反噬？江族何时有这等至宝，竟给了一个小辈？推演他竟会让老夫受到此等严重的反噬。显然，天机大帝认为江夜这是身上伴有至宝庇护，毕竟他可是一尊大帝，并不认为江夜一个小辈能有什么手段反噬他的推演卦术。本想着凑齐了3个大气运之人，再过数千年，老夫最少也能摆脱一半的邪魔气气污染。现在麻烦了，老夫必须要进入自我平衡状态了。真是无妄灾祸！难道是3运异道法还有未完善的地方，导致老夫遭受了厄运反噬？事到如今，也只能先修复自身本源，其余什么也做不了。必须在黄金大事开启前觉醒。老夫还有不少事要做。江族神子不过一小辈，永恒仙体无足惧在。凌晨、叶清玄，你们2个也都是大气运之人，可不要像楚南那样死了呀！你们还得为老夫提供源源不断的气运之力。唉，罪过呀，罪过！死道由不死贫道，乃天道也。咦，不对劲啊！气运之力为何少了一分？凌晨，为何他没有修炼3圣诀？这可是顶级地级功法呀，他怎么忍得住的？难道被发现问题了？这下麻烦了。天机大帝摇头苦笑，只能肉疼地拿出一些压箱底的好东西，动用起来压制邪魔气气。心中憋屈至极，玉尘道域圣灵之地这几日热闹非凡，陆陆续续来了不少各方势力的修士，其中还有一些不朽道统的人。这些人纷纷找上云顶书院院长询问王宏图。王院长，这些日子各大道域都传遍了，嗜血魔帝是在你云顶书院山脚下突然出世，可曾发现其行踪？接受嗜血魔帝传承的人叫做沈炼，那道留影记录全部都曝光出来了，曾是你云顶书院的内门弟子，请王院长解释一下，为何会有魔道之人出现在书院内？失察之责。王宏图满脸无奈，一个个来的都是大势力之人，只能不断解释撇清关系。他哪知道啊，原本沈炼也就是一个邪修，怎么突然就成嗜血魔帝的传承人了？而罪魁祸首江夜此时正在阁楼看台上勾栏听曲，潇洒自在，脑海中还不断播报着美妙的声音。叮，天命主角楚南被主人谋害，心态爆炸，道心破碎，气运值减少800点，反派值加800。叮，天命主角楚南因主人身死道消，气运值清零，减少500点，反派值加500。叮，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主角楚南，获得反派值6000。回收天命主角楚南的所有物天机紫微镜，回收完成，获得反派值3500。叮，天命主角沈炼被主人套路，出手击杀楚南，气运遭受天道反噬，气运值减少1300点，反派值加1300。叮，天命主角沈炼被天机大帝重伤逃跑，气运值减少1500点，反派值加1500。叮，天命主角沈炼成为魔道之人，被主人曝光，声名狼藉，万众唾弃，被各大道统势力通缉追杀，气运值减少2000点，反派值加2000。看着账户上还差50点就有3万反派值，江夜心中顿喜，这波韭菜自己都没出手，略施小计便嘎嘎送来。唯一可惜的是，楚南身上太穷了，什么宝贝都没有。要知道，林红颜当时身上的回收物都有8900，天机老狗也太损了，看把人家楚南给害的，穷得叮当响。心中想着，随后又传来江一的禀报：神子殿下，沈炼逃遁，但江12已经跟上去了，观其行进方向应是古山道域，是否缉拿镇压？此前江一对江夜的行为布置还有些疑虑，但随着见证嗜血魔帝与天机大帝出世，相互厮杀结仇，心中顿时生出无尽的敬佩之情。尽管他也是一准地强者，但江夜乃是女帝之子，能够得知的隐秘信息绝非他所能比。想到此处，江一心中释然，同时暗自发誓，从今往后遵照神子殿下的命令行事即可。江夜坐在软榻上，享受着3位美人的服侍，一双金眸微眯着。沉吟片刻后，
开口道：“暂时没有这个必要，让江12跟着就好，让他注意点儿别被发现了。毕竟嗜血魔帝的残魂还在沈炼身上。”遵命。江毅身影撕裂虚空消失。公子，没想到这沈炼竟是魔道之人，您为何不直接镇压他？正跪坐江夜身后为他按摩肩颈的关云瑶有些疑惑地问道。嗜血魔帝乃是远古魔道巨擘，谋划重生之前必然有布置一些至宝啊、秘境啊之类的，总之肯定藏了不少好东西，让沈炼去收集即可，反正最后都是本神子的。江夜笑嘻嘻地说道，心中不免期待起来。公子真是英明神武，把嗜血魔帝跟天机大帝都算计得死死的，就是公子最厉害了。红烟与清玄在一旁赞赏起来，献媚起来拿手得很。江夜对此都免疫了，沈炼这颗韭菜算是他遇到的天命主角中长势最肥的了，等他收集完嗜血魔帝的所有宝物就可以收尾了。关云瑶脸上一抹忧虑之色，问道：“可那毕竟是嗜血魔帝，若是将来成长起来，会不会影响公子？”江夜一脸戏谑地看着他：“怎么，瑶儿这是在担心本公子？”哼！关云瑶不说话了，小脸微红。放心吧，沈炼蹦跶不了多久。再者，就算是嗜血魔帝满血复活，也翻不起丝毫风浪。天地诞生之初，不知出现过多少凶名赫赫的魔帝，或许魔道之人战力无双，但他们全都止步于不朽帝。魔之意图终究是小道。或许寻常修士对大帝强者的认知不够，但江夜却是知道不少。不朽帝也只能算是大帝境中期，比起自家父母差远了。魔道若真能够无暇提升境界修为，那诸天万域乃至整个无尽宇宙早就没有正道了。秘境深处，灵雾缭绕，仙光氤氲，一座古老石殿缓缓崩塌，地面上一具枯朽的仙骨化作飞灰，唯有几件散发着悠悠辉芒的宝物悬浮半空。哈哈，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凌晨抬手，一株晶莹剔透的仙草射入掌中，眼底透出一抹炽热与野心交织的光芒。三生仙芝，啧，九品仙药，待我将来踏入登仙境，便能助我成就逆天根基，对未来崛起更加有利。他衣袍微猎猎作响，站在破碎石殿中央，神情冷峻而自信。哼，老天终究还是站在我这边。长生仙族江家，他心中低语，眼底闪过一抹阴冷。这个仙族在他心底几乎凝成了血仇之印。长生仙族江家风光无限，权势滔天，而他凌晨小的时候家族被灭满门，他却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我凌晨未来注定是要执掌万域的存在。长生仙族江家，你们不是与云顶书院结盟吗？带我回去登顶登天路，当上书院道子，必定与师尊强联手，脱离江族的掌控。总有一天，我会亲手覆灭掉江族，除掉这个诸天万域的毒瘤。再大的家族又如何？不过是我凌晨的踏脚石罢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凌晨嘴上说着，心底却莫名感到一阵不安的情绪。他天生伴有一种古怪的俘获感应天赋，这让他无数次显象还生。当年林家被灭族之前，就隐隐感觉到不太对劲。凌晨找了个理由出去游玩了几天，后面发现果真出事了。后来他又在一处秘境中捡到一本地级功法三生诀，但那股奇异的危险预知又出现了。凌晨为此一直在忍着，不去修炼这门功法。但这一次又出现相同征兆，他有些犹豫不定。这次可是竞选道子一事，绝不能有半点意外。我凌晨这些年来，多少次困境破龙，多少次因祸得福，可不仅仅只是靠这俘获感应天赋。凌晨原本有些忧虑的脸上逐渐变得坚定起来。毕竟事关重大，处于人生的关键阶段，绝不能有失。我被修士与天与地与人争，哪有机缘在前却畏手畏脚的道理？即便前方是龙潭虎穴，我凌晨也当一力破之。轰！凌晨御天而起，引有紫色神霞缭绕，直奔云顶书院方向。几日过去，云顶书院不断有各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前来，除了执法精英，还有一些族内天骄到场。恰逢登天路将开，便是想来见识一番。论道台上，不少人议论着，以往书院开启登天路，大都是一些书院强者攀登，毕竟又不是什么秘境，就算登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现在恰好赶上追查嗜血魔帝传人沈炼，反而引来不少天骄，倒是想看看这一次是否能有人登顶。此时关云瑶阁楼看台上，江夜正惬意无比地享受着美人的服饰。对他而言，潇洒自在，勾栏听曲，四方旅游，再欺负一下这些自命不凡的主角们，就是最舒坦的生活。至于登天路，关他什么事？狗都不去，又没什么好处。听说攀登之时累得要死，这不纯纯折磨自己。等到江夜当上书院道子一位，以及那个什么凌晨回来之后，抽干气运值结果了他，就差不多可以去找沈炼了。这几日，江夜已经给这个凌晨备好了见面礼，就等着他回来。公子，登天路开了。青霄在一旁提醒道。江夜金眸遥望天际边，只见虚空传来一阵震荡，混沌雾霭弥漫，宝光喷薄而出，茫茫群山之间，一道光柱拔地而起，宛若连通天穹。快看，那便是登天路！有人惊呼。只见群山之间，一条金色长街轰然凝聚而出，百层巨阶，巍峨如神岳，每层石阶神光飘渺爆发，古老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伴随着登天路彻底苏醒，天地间响起阵阵神钟鼓音，震得群山回响，仙岛颤动。一道道身影破空而出，不少天骄踏空而来。
看台上，江夜金眸快速扫视了一番，连连摇头。观其骨龄，气息流转，这些所谓的当代天骄，比起黑暗纪元前的那些古代妖孽，简直有如云泥之别。那个时代，江夜虽不参与争斗，但并不代表他弱。光是永恒仙体，再加上自身修炼地功法神通加持，便能碾压大多数人，也就只有寥寥几人还能对他稍微有些威胁。但如今江夜有系统加持，又有光明神王体，寻常天骄他看都懒得看一眼了。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阵呼声：“快看，那是不朽皇族温家的少主，拥有天武神体血脉。没想到他也来了。温丧古龄98，还未过100变，已成就封王境，不愧是太古皇族的太子。滑天下之大稽，江神子还没成人就封王，谁人能比？这个温丧算得上什么天骄？也就只能跟寻常修士比比。”温丧一身浩然之气，负手而立，哼，一群井底之蛙，只会逞口舌之力。他心中不屑地想到，斩道境就已经一方小界域的顶尖强者了，入封王境便是天与地之别。寻常修士纵是苦修千年，也未必能达到。200岁内封王便是天骄了，而他便是顶级天骄。温丧神色沉稳，然眉宇间却藏着一丝阴郁之色，冷冷地凝望着江夜所在的阁楼看台，没有言语，只是眼底闪过一丝森然。此前族内9长老传报，自家小妹温静轩被江夜一指镇杀，让温丧心中相当不爽。感情深厚那倒是没有，作为皇族子弟，向来心性狠辣。真正让温丧愤怒的是，对方杀了温静轩后，一纸交代扔给皇族温家，这无异于羞辱。当日朝堂震动，但玄武古国皇帝并无追究之意，反而告诫温丧一众子嗣不要去报复江夜。而温丧作为玄武古国太子，自小被教育国之威严高过一切，他不打算就这般算了，总要有点回应，否则他玄武古国的颜面何在？江夜，你这次来云顶书院，应该是为了竞选道子，得到雾影繁花吧？我倒也对此等神物颇为感兴趣，你给我等着，待我登顶登天路，便要看你如何跟我争。温丧目光阴冷，心中不断畅想着未来。此行其实并无太古皇族温家的授意，但他身居太子一位，背后竞争者无数，若能成为书院道子，便有一强大助力。另外，他也并非蠢货。来到圣灵之地后，温丧提前打探了江夜这几日来的动作。其实这段10日，关于江夜的所作所为早已传遍，不讲武德报打嗜血魔帝传人沈炼，与散修楚南对诗时，汇入书院众人。温丧心中生出些许惧意。他自小深宫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帝王之术，最擅长权谋算计，越是了解，便越能发觉江夜此人的可怕。天生永恒仙体，修行速度堪称妖孽不说，其人行事更是鬼神莫测，丝毫不在乎虚名，更有无与伦比的强大背景做支撑，这让温丧有点无从下手。但登天路是我唯一的机会，登天路不看修为，比拼的是人的意志与忍耐力，他对此很有自信。思及此处，温丧心念一动，浑身浩然之气如怒潮汹涌，轰然爆发，第一个踏上了登天路。紧随其后的是无数天骄，纷纷冲向那道金辉遍地的通天之路，满脸豪情，气氛热烈而激荡。这时，一个青衣男子缓步走入人群，周围人无不让开道路。凌晨也是五首席之一，其名声天赋皆为顶尖，书院中不少人认为是道子一位最合适的人选。他一路登山而来，旁观听闻了不少书院最近发生的风波。江族神子江夜，身是好大的威风，竟敢在我书院内如此嚣张蛮横。凌晨脸色阴沉，催发着自身力量，向着论道高台快速进发。他听闻江夜此行来到云顶书院，也是为了竞选道子，让他心中生出几分冷意，便即刻赶到此地。除此之外，凌晨心底也隐隐有种说不出的不安，死死压在他的心头。他不过才外出历练了几个月，没想到书院竟出了这么多事，而他最信任的师尊李弘泰也一直没有联系他。我师尊呢？凌晨眉头紧锁，目光四处扫视，想找到熟悉的身影。按理说这般盛会，书院大长老李应现身坐镇才是，绝不会无故缺席。可他看了一圈，却仍旧没见到半点踪迹。最后，凌晨目光落在了论道台前，那条金光冲霄、神辉漫天的登天路上。先不管师尊了，他老人家在院中德高望重，想来是另有任务，断不会有事。接下来，我凌晨先登顶这登天路。凌晨从人群中浩然走出，一身斩道境巅峰修为显露而出，周围众人当即瞪眼咂舌。他微微一笑，正欲踏上登天路，旁边不少人开始纷纷议论起来。是林首席，这才出去游历了几个月，就达到斩道境9重了。林师兄还不到60岁啊，这等天资当真是望尘莫及。啧，也就比刚才那个温丧要强点，但比起江神子还是差远了。凌晨听到院内众弟子言语，脸色不由自主地阴沉下来。他上山时便打听到了，那个作恶多端的江族神子竟然还未成年就达到了封王境，他心头无比烦闷，回想自己这些年凭借着俘获看台上，江夜饶有兴致地着看向场中一幕，脸上带着戏谑的笑意。想登顶登天路，竞选道子，直接给你抓起来关狗笼，不让你登。王宏图那边他早就打过招呼了，既然书院各大老祖都表明了态度，自然是对江夜的命令无比遵从。况且因嗜血魔帝一事，书院被各方势力施压，正好把李弘泰推上台前当替罪羊处理，同时也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
本就是个表面功夫。此刻书院大长老已死，很快便会息事宁人。不过没想到的是，这凌晨也是那天击老狗的棋子之一。看来凌晨当年被灭族之事，应该也是天机大帝在暗中推动，倒是巧了。但是为何系统显示的却是未修炼三圣诀？难道是有所防备？原来是有仙级功法呀，还是残篇？还有顶级仙药三生先知，身上好东西不少啊！江夜目光微微一敛，隐隐夹杂着些许好奇。这时，登天路下方又传来一阵怒吼声：“怎么可能？师尊怎么可能会勾结魔道之人？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凌晨此刻心中悲痛不已，止不住的狂吼道。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师尊被人诬陷了。李洪泰在书院向来是德高望重，对书院忠贞不二，怎么可能与魔道之人勾结？弄错？我等众位长老与老祖亲眼所见，岂会随意污蔑他人？魔道之人向来喜欢隐匿在各大道统中，以虚伪善良之面目欺骗他人。这次真是我书院瞎了眼，如此不察。王宏图一脸正义凛然之色，丝毫没有脸红，搞得就连凌晨都忍不住生出些许迟疑与迷惘。说来，你凌晨自打进入书院以来，从未有过什么贡献，反倒是仗着李洪泰弟子之位，欺压了同期不少弟子，结怨无数。就算你与魔道之人没有勾连，我书院也绝不收你这种自私傲慢的弟子。如今你师尊背叛书院，你也必须受到严惩，并接受调查，废其修为，搜魂调查。话音未落，王宏图陡然神色一冷，抬手便是一掌击出，一道气息狠狠打在凌晨身上。其出手速度之快，在场众人没有一个反应过来。当然，这是江夜提早就跟他说过了，一定要快准狠，不给其丝毫的反应机会。啊呀！凌晨惨叫出声，整个人倒飞出去，重重砸在地上，气息萎靡至极。他脸色惊恐，这才恍然反应过来，他下意识地催动着体内灵气，却发现什么也使不出来，修为被废了。啊呀！凌晨双目赤红，带着一丝疯狂之意。他怎么也没想到，场面变化竟如此之快。王宏图堂堂书院院长，一位至尊境强者，竟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亲自出手废了他，为何如此小题大做？心中情绪骤然升起滔天的怒意。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修炼至斩到巅峰，为何要这样对我？如此狠毒无情！凌晨仰天嘶吼，周围弟子与长老们个个瞪大双眼，脸上满是震撼与错愕。这可是书院首席之一，天赋不俗，就这么被废掉了。定！天命主角凌晨修为被废，道心破碎，气运值减少3000点，反派值加3000。王宏图冷哼一声，面带轻蔑之色，朗声道：“我云顶书院自立道统以来，便与魔道势力势不两立。别说你区一个首席弟子，就算是老祖也容不得分毫。”说罢，他气息瞬间暴涨，又准备出手搜魂。凌晨瘫软在地，脸色惨白如纸，眼神中透出浓烈的恐惧与绝望。他想不明白，院长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毫无反抗之力？为什么？我怎么可以就这样被废掉修为？我的血海深仇，我的成帝之路！他心中狂吼，似是有天大的不甘。刹那间，凌晨腰间一枚古朴玉符骤然绽放出赤白神光，一道强横无匹的护体力量呼啸而出，竟是硬生生挡住了搜魂之力。王宏图见状瞳孔一缩，心头掠过一丝惊诧，这是有人在暗中护着凌晨。他目光挪移，投向看台上的江夜。江夜露出一丝玩味，这天命主绝气运值未消减完，果然没这么容易死，看来是有靠山来了。幸好他留了个心眼，提前让梦遗布置了天罗地网。轰！就在此刻，一道威严身影自虚空之中破碎而出。住手！所有人循声望去，竟也是一位至尊境强者。那人穿着一身纯黑蚕丝制成的夜行衣，衣角绣有暗金色影子，银丝面罩覆盖全脸，唯有双瞳透出幽幽绿光。他缓缓落地，目光落于凌晨与王宏图身上。老夫乃是沙影楼二店主幽煞，此人与我沙影楼有些渊源，曾在一处秘境之中相助于我。今日可否给我沙影楼一个面子，放他一马，算我幽煞欠云顶书院一个人情？所有人听闻后无不惊讶。沙影楼那可是诸天中近来年来极为盛名的杀手组织，就连准地强者都要忌惮3分，竟然会有金影级杀手出手力保。与寻常修士不同，沙影楼这种组织最为麻烦的是他们专修隐秘，刺杀神通，藏于暗处，伺机出手，杀人于无形。不知有多少名门天骄被暗杀，令人防不胜防。凌晨见到来人，心中顿时升起一丝希望。前辈，今日若能相救，我凌晨他日必定涌泉相报。正如幽煞所言，他确实曾在秘境中助过对方一臂之力。数年前，他在秘境中发现这位二店主幽煞被困在深潭之下，便起了结交之心，便当即拿出秘境中偶然得到的破天界丹，赠予了幽煞。然而王宏图浑身气息节节攀升，至尊威压如巨山般逼人，毫不退让，冷声道：“此人与嗜血魔帝有勾连，阁下也敢保他？你不过一至尊境，也敢来我云顶书院放肆？就算是你们沙影楼楼主亲身前来，我书院也不会给你半点面子。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只要是关于嗜血魔帝之事，我云顶书院绝无退让。”幽煞听闻后微感不妙，他有些不明白凌晨为何会与嗜血魔帝这种竞技人物扯上关系。更诧异的是，凌晨不过一小辈，按理说自己一至尊境强者，
一份人情足以保下凌晨了，为何态度如此强硬？难道还真是为了所谓的正道名誉？优煞不禁心中冷笑，能达到他们这般境界，谁手上不是尸山血海？惺惺作态，不过是为了多拿点好处而已。他略微思索后，又道：“请问王院长要如何才肯放人？”优煞面具下眉头紧蹙，毕竟是云顶书院诸天中屈指可数的顶级不朽道统，底蕴深厚，若是惹上麻烦，可不好收场。沙隐楼充其量不过是个3等不朽势力，只有其楼主是准地修为，在外多是靠着行踪难查、神出鬼没的特殊能力，才会让人心生忌惮。王宏图正欲开口，一道温润如玉的声音又忽然传来：“沙隐楼不过是一群躲在阴影中的老鼠罢了。”优煞猛地回首，只见一名俊美无愁的少年缓缓向场中走来。江夜脸上带着淡淡笑意，补充道：“前几日本神子才被嗜血魔帝的传人挑衅，所有与其有关联的人都是我江族死敌。此人与嗜血魔帝有勾连，你这老狗很是嚣张啊，竟敢在我面前保魔道之人，信不信本神子今日就灭了沙隐楼，以儆效尤？”语气间带着浓浓的杀意。江夜金眸下尽是肃杀之色。他原本以为天机大帝当年布置凌晨这枚棋子时，沙隐楼不过是接了个单子，但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下一瞬，一道身影悄然现身，气息如渊似玉，遮天蔽日，正是江一。准地气息当空镇压，所有人呼吸一滞，不敢喘气。优煞心底瞬间掀起滔天巨浪，一抹慌乱浮现眼底。1个多月前，江夜解封出事时，沙隐楼便调查过他的底细。红叶女帝的逆鳞，天地之资，这就是江族神子。奇怪，他为何会出现在云顶书院？不是早年间传闻的那个纨绔子弟吗？难道也要来争夺书院道子之位？又为何偏偏在此刻现身？莫非他察觉到了凌晨当年的事？此刻，优煞心中念头翻滚，顿生无数疑惑，同时也没有了之前的底气。他沉默片刻，勉强稳住心神，试探着开口：“江神子，敢问此举为何？”江夜没有跟他废话的心情，神色淡漠，眼底杀机微现，直接传音将一动手，轰！一股庞大的威压顿时镇压在优煞身上。优煞瞳孔猛地一缩，心头骇然，当即便要运转沙隐楼的秘法神通逃遁，可他很快发现四周虚空早已被江夜暗中布下禁制，天地间浮现淡淡雾霭，如锁链封天，根本无路可走。他试图撕裂空间，然而周围虚空如沐天之井，将他牢牢困锁，无处遁形。优煞心神震颤，只觉体内精元如被重山镇压，灵力运转完全失效。他猛地喷出一口鲜血，身形踉跄瘫倒在地，脸色惨白如纸，眼中满是惊惧之色。江神子，这是为何啊？优煞不解。按理说他逃遁功夫可谓一流，哪怕面对准地也有几分把握逃出升天。但优煞心中惊恐地发现，整个论道台区域空间早已被封锁定死，仿佛是提前就布置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他的到来。原本我还只是猜测，现在嘛，这下我们有的聊了。江夜欲言又止，脸上神情带着一丝好奇。瞬息之间，优煞忽然间想到了什么，心头狂跳，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席卷全身，沉默不语。就在此时，一道冷冽如寒风般的气息从虚空中悄然降临。沙隐楼的鼠辈也敢来我书院撒野？苏清梦自虚空中踏出，一袭白衣如雪，空气中弥漫着轻柔的桃花香气，香气中弥漫着一丝厚重的压迫感。落地后，又一手探出，将江夜轻轻搂住，绝美容颜浮现一丝宠溺与亲密，玉手伸出捏住江夜的俊脸，轻声道：“叶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姐姐梦已给你撑腰。”云顶书院太上长老，半步大帝，见过太上长老，见过太上长老。四周众修士早已被驱散，偌大论道台上只剩诸位书院长老与江夜等人立于场中。优煞心中紧张无比，像是自己跳进了审判现场。而凌晨此刻早已心乱如麻，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江夜望着两人，尽量简洁语言，缓缓道来：“凌晨，你家族当年被灭满门之事，本神子这2日已经派人查出了原委。当年凌家与我江族只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小纠纷，根本没有出手，而是沙隐楼所为。我很好奇，优煞，沙隐楼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们这些杀手喜欢在神魂中设下禁制，搜魂对你没用，但若你还舍不得自己的狗命，那就全部告知于我，否则你就死吧。”优煞瞳孔猛缩，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没想到对方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这江夜究竟是如何察觉这一切的？他心中无比疑惑。呵呵，江神子看来并非如传闻般纨绔。优煞自嘲般低笑，一旁的凌晨更是瞪大了双眼。局面变化的实在太快，让他一时之间分不清真假，但他并不愚钝，很快便理清了头绪。江夜，诬陷我师尊，废我修为，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凌晨双目赤红，语气中带着无比的怨恨。他现在没有心情去想当年的真相，相比于过去，自己现如今的遭遇更加难以接受。然而江夜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仿佛凌晨不过是一条路边的流浪狗，连踩一脚的兴趣都提不起。优煞，不愿开口，那便自行了断吧，本神子没兴趣浪费时间。无论你说与不说，沙隐楼接下来都会被我江族连根拔起，大肆追查之下，总能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就算还有老鼠苟延残喘躲起来，也再翻不起任何风浪。从今往后，在诸天万域中，再无杀影楼的容身之地。江夜一字一句，宛如恶魔的低语，不带任何情感，只有彻骨的肃杀与决断。今日幽煞现身，让他确信了一点：杀影楼极有可能与那天机老狗暗中勾连，就算不是，也必然有在暗中给江族使绊子。否则，当年凌晨被灭族之事过后，就不会再与凌晨有任何往来了。幽煞神情惊恐至极，他怎么也没想到，今日出手解救凌晨，就让整个杀影楼暴露了出来。更恐怖的是，这江夜明明还未及成人，就有如此洞察与雷霆手段。作为杀影楼的二店主，他很清楚杀影楼暗地里究竟是做什么的。也正如江夜所言，他神魂中有设下禁制，只是比禁制还要恐怖一点。幽煞就算是想说出来保命，也做不到。这时，苏清梦开口了：“老狗，若是想保命，就点个头。我姐苏红叶曾给我一神魂秘法，可以撤去你神魂中的一切禁制，不过需要你彻底放开神识配合才行。你一身至尊级修为，苦修无数载，也不想就这般死去吧？”女帝苏红叶，幽煞十分清楚那位的恐怖，以杀正道，同皆无敌，同时手上还掌握着真灵大帝的各类神魂秘法。而眼前苏清梦是其妹，既然说出有办法解除神魂，那就一定可以。况且苏清梦说的没错，没有修士不珍惜自己的性命，更别说是至尊级强者。其实登仙之后成就圣人境，便是统御数方天地的至强者，寿命至少数万年，受尽后还可转世重修，可被称之为仙。至少远古时代的古仙域便是这般称呼的。而至尊强者更是一方顶级势力的老祖存在，寿命更有100万载。想他幽煞修炼到如今这般修为，经历风雨无数，自是不想就这般草率死去，死道犹不死贫道。杀影楼创立不过1000年，况且幽煞当时也不愿入杀影楼，而是被强迫的。短短几息时间，幽煞不再犹豫，直接点头。苏清梦美眸下露出狡黠，玉手轻轻一挥，空间波动传来，幽煞没有抵抗，瞬间消失在了原地。叶儿，等这老狗解除禁制后，我会亲自搜魂确认完整信息，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敢与我们对敌。江夜微微点头回应道：“辛苦梦姨了。”苏清梦闻言，抬手一阵虚空波动，消失在了原地。此时场内气氛降至冰点，王宏图只感觉头皮发麻。他云顶书院什么时候藏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人？沈炼是嗜血魔帝传人，楚南似乎与天机大帝有关联，现在就连首席弟子凌晨也与杀影楼有关联，其背后还藏有不可说的隐秘，还全部被江夜逮出来了。他是真不敢想象，若是没有江夜，云顶书院未来会变成个什么样子。念及此，王宏图看向江夜的眼神中愈发敬畏起来。江夜，我凌晨何时得罪过你？你既然调查清楚了当年之事，为何不直接与我道明，反而是杀我师尊，非我修为？凌晨神情带着疯狂意味，双眼布满血丝，大吼道。他心中满是不解。江夜没有理会他，直接走上前，施展起阴阳咒魂真点，一掌覆盖在凌晨天灵盖上。搜魂之法。很快，江夜得到了凌晨的大部分记忆。这凌晨倒是有些意思，竟然还有俘获感应这种特殊天赋，难怪没有修炼天机老狗的3生诀，就连乾灵盘都没有使用过。轰！掌心阴冷之气再度爆发，当即就要种下魂印。啊呀！凌晨惨叫出声，头痛欲裂。几息过后，江夜金眸下闪过一丝诧异，竟然种咒魂失败了。不愧是天命主角，总是会出现一些特殊之处。刚才搜魂也是，像是一种神魂强制保护，没能让他将全部记忆提取出来。凌晨满眼怨毒地爬起身来，心中生出无穷的恐惧。他强压下怒火与仇恨，沉声道：“江夜，你我之间没有结怨吧？你究竟要怎样才放过我？”定！天命主角凌晨心态大崩，被搜魂后神魂真灵受损，气运值减少500点，反派值加500。江夜不语，脑海中不断探查起对方的记忆。无量混元真点乃是一门残缺的仙级功法，此法源自太古无量道统，开天辟地，归一万道，修至圆满。修炼者神魂脱凡化圣，可凝练真灵，孕育无量道胎，可一念化万道，万劫不磨。神魂如无量星河，浩瀚无边。搜魂秘术、镇魂禁咒、奴印烙印皆失效，跨界驾驭法宝，甚至远隔诸天界域，也能遥控仙气地冰，随心所欲，万法难侵。难怪这凌晨被搜魂后还能活蹦乱跳的，仙级功法哪怕残缺，依然不俗。再结合他得到的9品仙药3生仙枝，达到登仙境时，能够更加完美的孕育无量道胎，这已经是自成体系了。只可惜他的无量道胎只孕育了1成半，若是完全孕育成功，我不可能搜魂成功。不过孕育无量神胎玉器，这倒是挺适合我的。江夜心中释然，同时打定主意，必须把凌晨身上的好东西全薅光。他右手轻轻一抬，只是一指点出，虚空微微一颤，仿佛连空间本身都避让开来。咔嚓！凌晨还未来得及反应，右臂寸寸断裂，血肉横飞，剧痛席卷全身，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身形踉跄倒退，面容扭曲。而江夜却神情平静如水，仿佛只是拍落一只蚂蚁。江夜手掌虚空一射，凌晨断裂手指上的储物戒指
便被无形力量剥离而下，稳稳落入掌心。此物，本神子就笑纳了。江夜低声吐字，语气淡漠。王宏图等人神色复杂，皆古怪地看向江夜。堂堂江族神子，竟然会看上一个首席弟子储物界中的东西？你还给我？凌晨心中无比慌张。可是他这些年来辛苦搜罗积攒下来的全部宝贝，若是今日能活下来，那便是他东山再起的根本，是重踏仙路的本钱。他想不通，江夜这等人物为何会看上他的东西？凌晨死死盯着江夜，咬牙切齿，却也难掩心底的慌乱与恐惧。我在戒指上设有禁制，你破不开的。江夜平静如水，又是一指轻弹，一缕炽盛如日的破戒之力瞬间涌入储物戒指之中，蕴含神魂侵蚀之力的破戒神辉流转，如烈日蒸融寒霜。原本层层叠叠、精妙繁复的禁制，就在这一指之下顷刻溃散。江夜神识一扫，立刻感应到了其中的珍宝气息，三生仙枝、乾灵盘、无量混元真典都在其中。此外，还有各类珍稀丹药、灵材、下品宝器堆积如山，像是一座小型宝库。这天命主角果然底蕴非凡，单是这些丹药和灵材放在普通宗门之中，足以撑起一个中型势力。尤其是三生仙枝，乃九品仙药，就算是以江夜的身份，也颇为珍贵。定，天命主角凌晨全身宝贝被夺，失去大机缘，气运值减少3000点，反派值加3000。江夜唇角微扬，露出一抹淡淡笑意，终于开口说道：“无量混元真典，配合三生仙枝铸就无量道胎，好东西不少啊！”凌晨心头猛跳，江夜怎会知晓自己可是凝练了真灵，无量道胎也孕育了1成半，他不可能搜魂成功啊！凌晨浑身如坠冰窖，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感疯狂滋生。不可能，你不可能对我搜魂成功！戒指上的禁制也不简单，你凭什么能破开？凌晨满脸慌张，疯狂怒吼道。江夜金眸带着一丝讥讽，家父乃真灵大帝，对神魂、禁制、破阵开戒等诸道颇为擅长，你引以为傲的无量道胎还太弱小了，自然护不住你那点小秘密。谢谢你，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么厚重的见面礼，倒是有劳了。你！噗嗤！凌晨气血翻涌，当即喷出一口老血。定！天命主角凌晨深受打击，心境破碎，气运值减少500点，反派值加500。江夜摇了摇头，若是凌晨有登仙境以上的修为，开辟内宇宙，他想夺宝就没这么轻松了。哎呀，江夜你这个卑鄙小人，你不得好死！凌晨瘫倒在地上，双目赤红瞪大，双手抱头，声嘶力竭地嘶吼着，仿佛遭受到了天大的打击。啪！江夜懒得听这些天命主角的嘴遁，抬手一巴掌甩了过去。凌晨闷哼一声，当场昏死了过去，犹如死狗般头着地。江夜垂眸看了他一眼，神情不置可否。现在他还不打算杀了凌晨。无量混元真典乃是仙级功法，虽然目前只有残篇，但若能凑齐全篇，恐怕自家父母都能看得上眼。江夜嘴角微挑，心中已有计较。按照他前世看的那些小说套路，但凡主角得到残篇，后面都必然能机缘巧合的凑齐全篇。这次就当养养韭菜了。就算如今凌晨修为尽废，但气运值还有500，说不定还能碰上什么狗屎运，再次崛起，气运值也能上涨。就比如沈炼与林红颜，等到凌晨修为再次修炼到一定火候之时，江夜又再次现身，抢光他身上宝物，然后再废修为，每次都只留下一点点气运值，利于长期发展。就先拿着凌晨做个实验吧。江夜心中打定主意。这时，王宏图小心翼翼走上前，脸上带着一丝恭敬，低声道：“江神子，您看这凌晨如何处置？”关狗笼，不死就行。彼时，江夜来到桃源洞天，四野桃花灼灼绽放，天光洒落，如霞似锦。而洞天深处一隅，却被一股森冷肃杀的气息死死笼罩。苏清梦此时已布置妥当，摄魂法阵环绕其周，光辉涌动不息。阵图半边猩红如血，杀机滔天，另一半却桃花湛烂，灵机氤氲，恍若沙雨声，死与春交织而成的绝妙画卷。法阵中央，幽煞浑身剧颤，额角冷汗直流。毕竟法阵内弥漫着一丝若有若无、纯粹无比的杀意，那是昔年苏红叶亲手所留，哪怕只是余韵一线，也能将他这个至尊境吓得魂不附体。梦姨，您这阵法布得真好看。江夜随意开口，语气轻松，宛如闲话家常。苏清梦白衣胜雪，嫣然轻笑：“叶儿喜欢就好，幽煞这条老狗也算有几分利用价值，事后如何处置，由你定夺。”江夜微微点头，懒散的转眸落在幽煞身上。至尊境强者还是沙影楼2店主，对江夜来说不算多么稀奇，但放眼整个诸天万域，至尊境还是极为稀少的。老实放开神识，今后效忠于我，若是表现得好，本神子可动用江族的太虚玄魂灯，给你修复神魂上的损失，甚至能更进一步。幽煞听后神情瞬间动容，超仙气！太虚玄魂灯可修复神魂，也可蕴养神魂，那是大帝强者都为之动容的东西。据传闻，当年红叶女帝出手斩杀3尊大帝，便是因为基于此物。天大的机缘在前，幽煞毫不犹豫道：“从今往后，老夫是为神子殿下效，死力马首是瞻。”轰！法阵骤然盛放光芒，
天地间杀机与柔意交织，气息诡异而玄奥。幽煞身躯巨震，只觉神魂深处仿佛被无形利刃撕裂，一道道盘踞已久的细微禁制皆被强行剥离。他口中闷哼，面色痛苦，却不敢反抗半分，额头冷汗层层而下。半炷香后，幽煞那些潜藏在神魂中的奴印、搜魂禁制尽数湮灭，久违的自由。幽煞露出一丝笑容。这时，苏清梦神色冷厉，沉声道：“放开神识，让我种下奴印，不然我如何放心让你跟着叶儿？”幽煞老脸又瞬间垮了下来，但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索性彻底放开心神。片刻后，幽煞被种下奴印。苏清梦神色稍缓，淡声安抚：“放心，待叶儿他日正道成帝，自然会还你自由。”幽煞不敢有丝毫意见。此时，江夜随意地靠坐在一株古桃树上，知悉已深，姿态闲散随意，目光漫不经心地投向幽煞。一个一个问题来吧。首先，当年凌晨灭族之事，151时到来。此事最初是由一位神秘人主动找上沙隐楼，故我们出手。那时，书院大长老李洪泰与凌晨形影不离，天隐楼主便亲自下场，促成了此事。幽煞不敢有任何隐瞒，全数道出。神秘人？苏清梦黛眉轻挑，眸光微微一凝。幽煞连忙躬身解释：“沙隐楼素来不过问雇主来历，这是规矩。但我作为二店主，知道些内情。此人与楼主其实早在数百年前便暗有往来，恐怕与沙隐楼创立初衷也脱不开干系。什么初衷？具体的老夫也不清楚，但肯定与江族有关。沙隐楼创立的数百年来，一直有意在暗中给江族使绊子，尽管影响一直不是很大，但确实是一直在推行此事。但不知其缘由。你当年为何加入沙隐楼？哎，说来那楼主身怀诡异神通，就算是在准地之中，也堪称顶尖。老夫被那天隐楼主逼迫为沙隐楼效忠1万年，作为至尊境，寿命长达100万载，自然只能识趣答应下来。区区一准地，胆敢如此猖狂！老夫乃是一散修，犹如无根浮萍。后来天隐楼主又暗中控制了2位至尊境强者，皆是无依无靠之辈，不然早就引发众怒，被群起攻之了。江夜闻言陷入沉思，那神秘人应该就是天机老狗了。不过有一点他挺好奇，不动声色地问道：“那凌晨按理来说不过是沙隐楼接的一桩买卖，你前些年为何又主动接触他，还特意让你欠他一个人情？这其中有什么隐秘？”幽煞神情微微动容，没想到江夜已经猜了出来，这其中没什么隐秘。他语气低沉，像是有些心虚。此事也并非是楼主授意，而是我私下所为。当时老夫想着，若能立些功劳，便可换取几件珍宝，于是心生一计。我翻阅了天隐楼历年资料，发现凌晨此人极为特殊，明明一介凡体，却能在30岁不到就达到斩道境，又与江族有仇，是个好苗子。未来他若能竞选书院道子，势必能影响书院与江族之间的结盟，所以我便做了此事。说完，幽煞有些慌乱地看了一眼苏清梦。江夜静静听着，眸中金光闪烁。看来天隐楼主未必真与天机老狗交情匪浅，至少从幽煞的描述来看，天隐楼主应当并不知晓天机大帝的布局，也未曾察觉凌晨是大气运之人。双方应该只是有些合作关系，并非同谋。那天隐楼主究竟是何身份？老夫猜测，可能与古仙域有关，也有可能是西方佛国。西方佛国与江族有仇，这诸天中谁人不知？江夜嘴角微抽，西方那群秃驴跟天道院一个德行。若说天道院尚且懂得隐忍低调，那么西方佛国就是刺头，自古便与江族争锋对立。从远古纪元开始，双方就明争暗斗不断，也就是黑暗纪元后，苏红叶独霸诸天，才稍稍收敛，不敢再轻易妄动。至于古仙域，江夜心中冷笑，早已落寞不堪。无数个纪元前，甚至比远古时代还要久远许多。那时天地初开，种族生灵初诞生时，古仙域曾是无尽宇宙真正的中心，辉煌一时，俯瞰无尽宇宙。彼时的诸天万域，只是灵气稀薄、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难登大雅之堂。古仙域那时以圣人境为仙，圣王境为真仙，至尊为仙王，准帝为仙帝。那时又正好是无尽宇宙开辟传世之初，灵气如潮，资源浩瀚无边，天才地宝漫天遍地，先天神液如泉涌流溢，仙脉横亘亿万里，先天仙液滋润着古仙域的每寸界土。修士寿元悠长，修行速度远超现世，哪怕同境界，寿命也要多出10倍不止。那是人人可成仙的盛世，天道圆满，没有大道裂痕，没有黑暗动乱，天地法则和谐无瑕。但也正因资源过剩，导致古仙域内修士们安逸和平，骄奢淫逸，形成了一个滋生傲慢与享乐的摇篮。神通粗浅，秘法未臻完善，其道法实力也远逊诸天万域那些从杀伐中崛起的强者，同境界内战力孱弱，甚至对大道真意的参悟也极其肤浅。诸天万域那时属于恶人罪犯横行的地界，弱肉强食的环境下，无数岁月淬炼后，反倒日渐强盛，后来居上。后来诸天各族强者联手攻伐古仙域，同阶之下，诸天修士战力远胜，古仙域修士连番溃败，战死如山，亿万修士尸骨铺天盖地，古仙山脉坍塌，道统断绝，仙脉被抽空，天才地宝尽数被抢夺，就连无数先天神液也被诸天势力尽数掠为己有。
后来，朱天中诞生出第一位大帝，彻底打破了局面，正是江族始祖姜太乙。姜太乙成帝后，以无敌之势横扫古仙域，覆灭了无数顶尖仙门，一举奠定江族万古不灭的根基。而古仙域自此走向衰败，资源枯竭，灵气断绝，再不复往日之盛况。诸天万域也借此彻底成为了无尽宇宙新的中心。江夜心念翻涌之际，苏清梦忽然开口，抓住那个天影楼主，便能接出背后藏身之人。江夜深以为然，微微颔首，眼神落向优煞：“你找个合适的借口，把那天银老狗引出来。”优煞眉头微蹙，沉声道：“恐怕不行。天影楼主对禁制此法极为精通，从我神魂禁制被解除的那一刻，他必定已经察觉到了，这本身也是一道保险。”江夜道也没有失望，似是早有预料，不可能这么简单。就在此时，苏清梦杀机隐现，语气森冷：“既如此，那就先将杀影楼连根拔除，看那天影还能坐得住否？”江夜颇为认同，对优煞道：“把你知道的杀影楼所有分布地点统统说出来，先全部拔掉，只要把明面上的势力抹除，就算有漏网之鱼，翻不起任何浪花。另外，江夜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接过此事，既然敢算计谋害江族，那就必须付出代价。优煞、梦怡，你们怎么看？这天影背后是哪一方势力的可能性最大？”苏清梦沉思片刻，开口道：“创立杀影楼不像是西方佛国那群老狗的手笔，至于古仙域嘛，那地方如今灵气凋敝，真正能称作一流不朽道统的，也就是古仙朝了。准地级强者倒是还有2个，但那天影不像他们其中任何一位。”优煞也低声道：“我观那天影气息上却有几分古仙域修士的影子。”桃源洞天中，江夜不紧不慢地踢开脚下的小石子，金眸闪过一丝森然之色，微微侧头，托腮望向远方，沉吟良久，待我回头问下母亲意见。我听说古仙域最近又诞生了不少先天仙叶，一会儿就派人将这个消息传遍诸天的每一个角落。苏清梦美眸一亮，心中颇为认同，先天仙叶早就在远古时代的一场亮劫中消亡殆尽了。若是以江族的情报网将此消息传开，各大道统势力必然趋之若鹜，就算知晓消息是假的，但也会派出人手前往探查，一次次暗中试探，如同悬于头顶的利剑，如芒在背。古仙域吃不消的。优煞满头冒汗，这是直接玩不起啊，不跟你下棋，而是直接把棋盘扣在对方头上。他见过无数天骄，但从未见过江夜这般行径的。优煞从凌晨那件事就能看出来了，光是天赋妖孽还不算什么，关键是其思维行事，纵使是有这般天大的背景，也没有一丝傲气，讲务实，狮子搏兔一使全力，不给丝毫机会。这种人是很难半途陨落的。一而放手去做，此事虽大，但云顶书院与苏家都会站在你这一边，古仙域不过一贫瘠之地，翻不起什么风浪。苏清梦全力支持江夜的决定。江夜点点头，又与他闲聊了一会儿，随后他让优煞提供杀影楼的势力分布图，便迅速离开了。论道台上，随着凌晨仪式落下帷幕，登天路重新开放。论道大会开启不过1月，而登天路则占据了大半时间，每个人仅限登天一次，限时5日，若还不能登顶，就必须强制退场，否则会损伤修士本源，同时记录下最高阶层。江夜回到阁楼看台，便着手布置了起来。他先是用传讯使给苏红叶发出了讯息，没过多久便得到了母亲的回复：放手去做，出了任何事情娘替你解决，大不了灭了西方佛国和古仙域。江夜心头一暖，自家母亲一直如此，自小对他的要求总是毫无保留的满足，无论提出什么，不管合不合适，苏红叶都当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纵容着他的一切，并且从不设限，可谓是溺爱到了极点。若换作是寻常人，怕是得把自家老娘坑得老惨吧。江夜无奈地笑了笑，摇头感叹，反派家族就是这样，对外狠辣无情，内里和谐生风。感叹片刻后，江夜唤出江一。江一，魁梧男子从虚空裂缝中走出。江夜没有废话，直接递给他一张划分图，派出族内3位准帝、8位至尊，出动天罡仙缺所有修士，彻底覆灭杀影楼。另外，让地煞仙缺放一个消息。随着江夜一道道指令下达，江一点头，消失在原地。天罡仙缺乃是以江族内战力高强修士组成，主要是镇压外敌；地煞仙阙则是进行暗线势力、刺杀、情报、渗透等诸事，都属于江族直系机构。江夜可没什么心情跟人玩阴谋诡计，他一直以来秉承着能动手就不避避的原则。若是古仙玉石像，赔一点仙财就行了。天影一小准帝，他还不放在眼里。至于天影究竟是不是古仙玉的人，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人来背这个锅，付出些代价，让人看看得罪江族是什么下场。若是古仙玉拿不出点诚意，那就别怪他下狠手了。神子殿下，凌晨那边有情况。江夜正打算观赏一下登天路的盛景，江二又现身禀报。与此同时，系统传来播报：丁，天命主角凌晨觉醒造化圣体，逆转破败，归一化元，逆修复修为本源，断裂的右臂失而复得，气运值增加5000点。江夜顿时喜上心头，没想到会这么快，不愧是天命主角。他当即对江二说道：不必干扰，
撤掉结界，放他走。狗笼，凌晨蜷缩在半米高的冰冷铁笼中，他浑身血污，披头散发，像条濒死的野狗。笼内放有一破碗，碗中装有些许污水，以及一小块生硬发霉的馒头。他不断喘着气，低声咆哮，眼中闪烁着仇恨的火焰。江夜，我凌晨终有一日要杀你血恨！啊呀，一定要杀了你！凌晨心中满是对江夜的滔天恨意，不断自我洗脑中。忽然，像是在天有灵般，一股沉寂已久的古老气息自他血脉深处缓缓苏醒，宛如蛰伏万载的神龙破风。轰！他体内经脉震颤，血液似化作赤金色的神浆，沿着四肢百骸奔涌而过。那一道道断裂的本源法则，在这股力量冲刷下，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宛如破碎的星辰重新拼凑，光辉再现。这是我凌氏祖脉造化圣铁。凌晨心头震动，恍若梦醒。造化圣铁，传说中能吸收天地之造化，归一化元，无论肉身受损还是道基残缺，皆可逆修复，归于圆满。此刻，他原本残破被废的修为本源，如春雨润物般一寸寸复苏。凌晨缓缓睁开双眸，瞳中仿佛有万象归元之光。哈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凌晨缓缓站起，他盯着铁笼，眼中没有惧怕，只有复仇的火焰。轰！一道灵气轰然爆发，冲击龙门，铁条断裂，牢笼轰然崩塌。哈哈，江夜，你以为我成了废人，所以连结界禁制都没有设下？你真是傲慢啊！还想让我一辈子如狗一般活着？你失算了。还有王宏图，你与江族勾结，谋害我师尊，废我修为，真是罪该万死。迟早有一天，我必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凌晨毫不犹豫地冲出，步伐迅捷如电。他自小在云顶书院长大，对这片地界了如指掌。快速奔走间，巧妙避开了诸多守卫关卡。行至半途，凌晨神情一滞，脚步停了下来。他抬头远望，登天在天穹之上金灿辉煌，宛如大日般耀眼，心中顿时生出无尽的渴望。为何我又有这般感觉？凌晨眉头紧蹙，理智告诉他，他应该尽快离开这里，但冥冥之中却有一股奇异的感应牵引着他，仿佛在告诉他，登天路那里有本该属于他的机缘。俘获感应天赋在暗示我。凌晨心中一惊，脸色微沉，犹豫不决。江夜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实在太大，跟他以往见过的天之骄子不同，对方丝毫不讲武德，完全不跟他废话，直接让王宏图强势出手镇压他，这让他心生恐惧。几息之后，凌晨猛地握紧拳头，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之色。不，我不能就这样退缩。我觉醒了造化圣体，断肢重生，只要换负面孔，江夜必定认不出我。我要在他眼皮子底下登顶登天路，同时也借此换个身份，我还有机会成为书院道子。凌晨心中狂吼着，似是下了某种天大的决心。他心思一转，猛地转身换了个方向，飞掠而去。论道台上，江夜潇洒自如地品着悟道茶，享受关云瑶的按摩，仿佛又回到了那副纨绔子弟的模样。不少人都在议论纷纷，这登天路已经是第二天了，江神子还不去登天？少说废话，以神子殿下的身份又无好处，就算登顶天路又有什么意义？你这是故意激将抹黑神子啊！你这女人，我就说两句也不行吗？哼，神子殿下岂是你这等人可以随意评说的？易难修苦笑摇头，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江夜的脑残粉，真是无语。不过许多人都是一脸好奇与疑问，这江夜真不打算登一次天路？玉晨道域内不少天骄都将登顶天路视为最高荣耀，同时也是竞争道子一位的参评，这江夜竟然不在乎。阁楼上，关云瑶似是熟悉了按摩手法，狠狠给江夜来了几下。瑶儿，你这是要谋杀亲父啊！江夜有些吃疼的喊道，一脸古怪的看向他。关云瑶一脸复杂神色，红唇嘟起，你不去登天路吗？我可要去了，祝你好运。江夜一脸懒散的躺在软榻上，拿着一枚仙果就塞入口中，毫不在意的说道。关云瑶无语，随后又一脸好奇的问道，公子为何不登天路？江夜嘻嘻笑了两声，起身揽住他的细腰，转身朝向登天路。他伸手一指，登天台阶上有很多天骄苦涩着脸，身形不稳，强撑着痛苦抬起脚步往上踏去，其中还有温丧。你看这些怨种累得要死不活的，而本公子却坐在阁楼内享受神仙日子。瑶儿觉得这种对比叫做什么？关云瑶心中不解，俏脸疑惑着看向江夜，没有答话。江夜笑道，牛马为了点虚名累死累活，本公子则是稳坐高台，看他们疯狂内卷，相互竞争折磨，真是别有一番兴致。语毕，关云瑶小脸上有些踌躇，瞬间感觉登天路好像不香了，似乎真没什么必要。江夜又缓缓讲道，瑶儿你知道吗？这些人拼命登顶，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弱于我这等出身尊贵的公子哥，或者说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竞选书院道子。可惜他们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靠努力苦熬就能得到的，道子之位本公子早已内定。这些人无非是痴人说梦罢了，与其有时间费这功夫，还不如去外界闯荡，弄点修行资源来的实在。江夜话语中带着调侃，却又有朴实无华的道理。除了那些受虐狂主角们，倒有可能在压力之下突破修为，亦或者得到什么机缘。其他大多数修士除了折磨自己，
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关云瑶略微思索，发现还真是这样。有这时间，他还不如伺候好江夜，得到清心道果，胜得过登顶1万次登天路。我在想什么呢？关云瑶俏脸微红，有些心虚地看了他一眼，心情复杂。就在这时，论道台另一侧忽有一阵骚动传来，人群哗然，窃窃私语声四起。那是谁？怎么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脸跟被雷劈过似的，烂成这样还好意思露脸？哈哈，不会是哪来的乞丐吧？丑得我饭都吃不下了。从没见过，估计是哪座小宗门出来的无名之辈吧，想搏个出头的机会。一道身影步履蹒跚出现在众人视野中，浑身披着破烂麻衣，面容焦黑扭曲，血肉模糊，几乎看不出原本模样，唯有那一双燃烧着疯狂与执念的眼睛让人心悸。来人正是凌晨。此刻的凌晨已彻底烧毁了自己的面容，抹去一切曾经的痕迹，只为掩人耳目，潜入论道台。远处楼阁内，江夜正半躺着，又摘下一颗仙果，懒洋洋地往嘴里送。忽然一道虚影自暗处浮现，神子殿下。江一躬身，声音低沉。凌晨烧毁了面容，又出现在论道台。江夜动作微顿，嘴角的笑意依旧潇洒，却带着一丝玩味。哦，这凌晨胆子不小啊，还敢回来？云顶书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了，跑来干嘛？江夜不紧不慢地将仙果塞进口中，嚼得嘎嘣作响，金眸微微眯起。难道说这登天路有什么机缘？毕竟凌晨天生伴有俘获感应天赋。江夜理清了头绪，轻笑一声，懒洋洋地拍了拍手掌，像是终于来了点乐子。红烟从一侧缓缓走出，面带嫣然道：“公子有何吩咐？”江夜掌心一翻，随手抛出一小包药粉，嘴角一挑，找个看起来宅心仁厚的书院女弟子，给点好处去接触凌晨，请他吃杯茶。红烟心领神会的一笑：“公子，这等事人家自己就可以帮你办好，何须再找他人？”江夜神情一凝，带着不可置疑的语气道：“这等污秽之人，怎能让丫儿亲自去接触？”红烟俏脸一喜，兴冲冲地带着药粉包跑了出去。一旁关云瑶察觉到气氛微变，江夜似乎心情不错，不过以他这几天的了解，对方估计心中憋着什么坏呢？江夜微微托腮，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瑶儿快来，陪本公子看看好戏。”论道台前，凌晨低垂着头，脸上的焦黑烧痕如蜈蚣般盘踞，连眉目轮廓都几乎模糊。他站在长老案前，语气低沉沙哑：“散修灵川前来登天。”登记长老皱了皱眉，眼神在他脸上扫过，露出几分嫌弃，却也没多问，只是随手在玉简上一划，将灵川2字记录在册。周围人群带着窃笑，议论飞天。这模样简直比鬼还吓人，怕不是从哪个荒山野岭爬出来的怪胎吧？凌晨听着四周刺耳的嘲讽，却始终面无表情，只紧了锦绣中的拳头。为了掩人耳目，夺得机缘，这是必要的牺牲。隐忍。这时，一道清脆女声打破了窃笑声：“这位道友，请留步。”众人一愣，只见一个容貌清秀、穿着书院素衣的女弟子走了过来，手中托着一杯淡茶。她看了凌晨一眼，眸中竟没有半分嫌恶，反而带着几分复杂和一丝欣赏。方才看师兄言行沉稳，不像旁人那般浮躁。我敬你一杯茶，全当是祝你登天顺利。此话一出，周围人更是目瞪口呆。疯了吧？他居然请这丑鬼吃茶，不会是眼瞎了吧？凌晨抬头看了那女子一眼，他认得这位书院女修，虽未曾深交，却也略有耳闻。院中人皆说她心性温和，从不与人争执，行事低调宽厚，平日里也接济过一些生活困顿的弟子，颇得众人喜爱。此刻见他主动上前，凌晨心中不禁微微一动，一丝久违的暖意悄然泛起。他默默接过茶盏，一饮而尽，声音沙哑：“多谢。”茶水入口，微涩微苦，可凌晨心头微动，似将这几日积压的屈辱、痛苦一同咽了下去。女子微微一笑，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但她并未多言，转身离去。凌晨目光深邃，望着前方不远处金辉灿烂的登天路，心头登顶野望熊熊燃烧。今日我凌川便要一步一步登到最高。他不再迟疑，迈步踏上登天台阶。阁楼上，江夜正好啜着茶，看着凌川毫无防备地饮下茶水，金眸微眯，嘴角笑意更浓。还真喝了。瑶儿、丫儿、雪儿，快来排坐，看好戏了。三女依次入座，脸上带着好奇之色。红烟笑嘻嘻地凑了过来，低声问道：“公子，您给他下了什么药？看您这架势，怕是不简单吧？”江夜唇角勾起一抹玩味，指尖轻敲着茶盏，懒洋洋笑道：“本公子特意让足内灵药阁炼制的泻药，效果翻了个几倍，道观天灵，泻从口出。今天的气鬼神，这玩意儿就连圣人境修士也顶不住。”红烟听得愣了下，美目微微睁大，随即忍俊不禁，赶紧掩唇轻笑：“公子您真坏。”关云瑶与清玄两女目瞪口呆，但还是忍不住好奇，目光顺着凌川的身影瞧了过去。登天路上，凌晨一步步踩上登天阶，初时气息平稳，脸虽丑陋狰狞，但动作倒也干净利落。不少围观修士脸上一惊，暗暗点头：“那丑鬼登的倒也不慢啊。”“是啊，模样虽恶心了点，不过登天的速度比不少宗门天才还快些。”凌晨闻言面色一僵，心头一阵难堪，但还强自强压下火气，
继续攀登。到了第10层，他脸色陡然一变，眉头狠狠一皱，一股突如其来的胀痛从腹腔深处涌起，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体内翻江倒海。怎么回事？凌晨强忍着，脸色铁青，汗珠大颗大颗滚落，神情难看至极。他运转体内灵气，试图平息腹中的滔天波动，咬牙继续往上攀登。阁楼上，江夜一手托腮，睛眸微眯，几乎要憋不住笑。来了，效果上头了。红烟和清玄早已掩着唇角，笑得花枝乱颤。而关云瑶俏脸甚是古怪，微微偏过头去，面露几分恶心和别扭。到了15层，哎呀，怎么回事？肚子好痛。关狗龙石也没吃多少啊。凌晨脸色已是黑中透绿，五官因剧痛而扭曲，他死绷着腹部，一步步往上蹭，但体内那股剧烈的搅动感越来越汹涌，像是洪水快要冲垮堤坝。他忍不住弓下了身子，面色铁青，牙关发颤。周围一些修士投来异样目光，怎么回事？那丑鬼脸色不对劲啊，刚才登得挺快，这会儿怎么跟 BS 一样？不少人讥笑起来，但更多人只当是登天台阶压力倍增，只是行动有点奇怪而已，并未深究。到了20层，凌晨踉跄着，一手死按在小腹上，青筋暴起，不能让人看笑话，不能！他心头疯狂呐喊，羞耻、愤怒、惊恐交织成乱麻。凌晨腿脚发颤，依旧还在硬撑，一步再一步，浑身的肌肉像拉满的弓弦，濒临断裂。21层，凌晨脚步猛然一顿，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呀，是谁？是那个书院女修？莫非是江夜发现了我？是他安排的？不可能！若是江夜发现，一定会直接出手镇杀我。那可恶的女修竟然坑害我，一定是源于某种恶作剧的心态。亏我还真以为他是好心，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凌晨脑补出了自以为理想的答案，心中愤恨不已。忽然，他五官痛苦的扭曲变形，眼眶充血，像是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终于，下一刻，他猛地一仰头，伴随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哇！一道黑黄色液体从他口中喷薄而出，腥臭难闻，夹杂着残渣，如洪流喷薄而出，带着一股刺鼻恶臭扑面而来。贡米从口中狂泻而出，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接着，哄笑声轰然炸开，哈哈哈！这丑鬼竟然从嘴里喷出来了，这得拉得多狠，连肠子都翻上来了吧？惊天动地，鬼神退避啊！这怕不是修炼了什么邪术，逆流成河？快，谁带流饮石了？这场面当真是千古难得一见啊！众修士笑得前仰后摇，连一些长老都忍不住皱眉捂鼻，面露艳色。阁楼上，江夜也忍不住了，直接笑出声。红烟和清玄笑得趴在榻上，连关云瑶也忍不住摇头失笑，但美眸里透出一丝嫌弃，脸上微微泛起恶心之色，这也太恶心了。而登天路上，凌晨已是浑身虚脱，面如死灰。他感受着四周那一张张讥讽、嘲笑、厌恶、鄙夷的脸，心中只感觉一阵阵羞辱和愤怒，无地自容。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啊！凌晨再度口出黄河，整个瘫在台阶上，像一滩烂泥，浑身抽搐，污秽沾满全身，狼狈不堪，脸朝下，生怕被人看到脸。喷射仍在继续，够了！凌晨心神彻底崩溃，浑身力气如潮水般被抽空。最后一次狂喷后，双眼一翻，嘴角淌出一缕浑着胆汁的秽物。下一刻，天旋地转，他昏死了过去。一群修士笑得捧腹打滚，不少女修一边眼鼻作呕，一边忍不住偷笑。登天路第一次被人拉成臭水沟了，哈哈！这流饮石我要带回宗门，给我那帮师兄弟们看看，快录下来，这流饮石能大卖啊！越来越多修士开始跟风，流饮石光芒此起彼伏。定，天命主角凌晨无地自容，道心崩溃，气运值减少1500点，反派直加1500。正当众人哄笑之际，轰！凌晨体内的造化圣体忽然如濒死野兽疯狂嘶吼，全身金光冲天而起，虚空震荡。登天路穹顶猛然浮现出星罗密布的异象，无数瑞兽腾飞，龙蛇虚影盘踞，乾坤倒转，天地玄黄，混沌雾霭弥漫开来，如古老神话重现尘世。这是众修士脸色大变，抬头只见穹顶裂开一条缝隙，一座金灿古老、笼罩神辉的宫殿在虚空缓缓显现，沐浴在万道金辉之中，神秘而庄严。秘境宫殿，登天路万古至今从未现世过这样的秘境，难道这是那丑鬼身上的特殊体质引发异象，导致秘境开启了？千古未开，如今竟被这丑鬼激发了。无数修士议论纷纷，神色震惊。然而异象惊天，凌晨却瘫在地上，死死地盯住天穹上的古老宫殿，全身像被抽干了一样，金光明灭不定，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口中仍残留着苦涩胆汁，狼狈不堪。这是我凌晨的机缘，我要站起来！凌晨双目赤红，咬着牙撑起身体，他行动缓慢，但却带着惊人的意志力，拖着疲累虚脱的身子缓步向上爬。随着凌晨的举动，论道台上不少只是看乐子的修士也都坐不住了，他们眼神狂热，纷纷动身踏上登天路。原本已经攀登了2日的温丧一行天骄，见登天穹顶有秘境宫殿开启，现在更是干劲满满，
拼尽全力向上攀登。阁楼看台上，江夜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动作优雅却透着几分散漫。随后缓缓撑起身子，单手随意扯了扯衣袖，将褶皱抚平。他停顿了片刻，传音将一道让书院封锁登天路，除了书院弟子全部轰离现场，尤其是凌晨，拖下来带我面前。要是有人敢有意见，直接杀了，任何后果本神子担着。将一身影自虚空闪动，隔着老远距离便传音给王宏图。传音后又重新潜伏在暗处。高台之上，王宏图神色微变，随后脸上又露出笑容。他也正好打算以书院之名驱赶走这些修士。诸位，此地秘境乃是我云顶书院所有，暂请退场，否则就休怪我书院长老出手了。登天路上虽不可动用修为，但对于至尊境以上的修士无用。一群修士们原本还心存侥幸，此刻被呵斥的心头一凛，但不少天骄身后都有势力，眼见书院强势驱赶，不少人神色不善，其中温丧更是忍无可忍，眼中寒芒闪烁。他心头狂跳，目光死死盯着那座天穹之上浮现的古老金殿，眼底满是炽热与贪婪。这股气息甚至比远古时代还要久远。若我夺得这座密殿的机缘，太子之位定能稳坐不说，道子一位也未尝不可。想到这里，他心头燃起炽烈火焰，眼底深处掠过一抹不甘和疯狂。思索了片刻，温桑咬牙站在原地，率先发声道：云顶书院，真当这登天路是你们自家祖坟了？说话间，他浑身气息涌动，散发出一缕若隐若现的皇族血气。隐约间，一条金色龙影在背后浮现，威压浩荡。我乃太古皇族太子温桑，今日若敢动我，便是不将我太古皇族温家放在眼里。话音一落，周围不少修士也纷纷低声附和起来，胆子大了不少。对啊，登天路乃天赐机缘，岂容他们一家独占？温太子说的不错，云顶书院未免太霸道了。声音此起彼伏，场中气氛隐隐有些躁动。高台上的王宏图神色未变，只是淡淡扫了一眼。太古皇族那又如何？云顶书院如今可是得了江夜与苏清梦支持，一个小小的温家算什么？只见他袖袍轻轻一摆，一道幽清剑气无声无息地掠出，空间微微一颤。下一瞬，温桑脸上的狂傲瞬间凝固，他低头看见自己胸膛处赫然多出一个漆黑血洞。他难以置信地抬头，嘴唇颤抖，一个字都没能吐出，整个人轰然炸裂成一团血雾，连元神都被斩灭，彻底形神俱灭。这道剑气顺着温丧轰击之处迅速扩散开来，连带着登天路上的所有天骄，包括凌晨，齐齐猛吐一口鲜血，全部跌落下去。轰！就在此时，天穹之外，一道道恐怖威压如惊雷炸响。前辈，为何阻我？杀我太古皇族温家太子，你们不怕开启不朽战吗？温丧刚死，一名头戴紫金冠的老者瞬息降临，双目赤红，死死盯着江一，杀机冲霄。正是温丧的护道人。江一神情淡漠，负手而立，目光冷幽道：我江族神子说了，温丧带头挑衅闹事，死有余辜，若有不服，我江族随时接着。双方杀机席卷，虚空颤动，气氛仿佛一触即发。金甲老者神色阴沉，脚步微晃，却终究没有再向前半步，只能咬牙切齿。他不过仅仅圣人境巅峰，哪里会是这个准帝的对手？这江夜竟是让一尊准帝护道，长生仙族江家，红叶女帝。他心中怒火滔天，但也带着一丝无奈与忌惮。温家虽是太古皇族，但也只有一位准帝，这如何能比得了？老者悬立在虚空良久，最终拂袖而去。论道台上，场中死寂，所有修士如石化一般僵在原地。堂堂太古皇族太子就这样被当众一剑斩杀。其护道人半途出现，应该是要出手保住温桑，却被江夜的护道人拦住。人群中原本还想叫嚣的几位天骄，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躬身退后，连屁都不敢多放一个。误会误会，我等这就离开，多有打扰，告辞。一群修士心头狂跳，再不敢多留，争先恐后的离开登天路，场面一片慌乱。而那瘫倒在地，全身气息奄奄的凌晨，更是被书院长老如拖死狗般粗暴地将凌晨从台阶上拖拽下来，一路拉至江夜阁楼前。众修士心神震动，却无人敢言。被拖在地上的凌晨，心头憋屈至极，胸膛剧烈起伏，脸上尽是屈辱与疯狂。你们书院好生霸道，竟要独自霸占秘境古殿！定！天命主角凌晨错失大机缘，气运值减少2000点，反派直加2000。凌晨身体瘫倒在地，疯狂挣扎并咆哮着。这一刻，江夜身形出现在广场中央，嘴角挂着熟悉的轻笑，带着几分漫不经心地看向凌晨。他慢条斯理地缓缓走来，似笑非笑地开口：凌晨，再次相见，又赠本神子一份机缘，多谢了。凌晨瞳孔剧烈收缩，心头猛震。江夜竟然早就知道，这怎么可能？我费了天大的决心自毁面容，换副身份，就是为了不让江夜发现。等等，难道对方之前是故意放我走的？以江夜的身份，必定有实力高强的护道人，如果有强者一直跟着自己，他必然发现不了。为何？难道江夜是因为得了自己记忆？这一切是顺藤摸瓜。可他怎么知道自己会觉醒造化圣体？又怎会知晓登天路上会因为造化圣体开启古殿秘境，还派一女子给他下线要坑害他？瞬息间，
万千念头汹涌而出。凌晨心中疑惑丛生，但他气得五脏六腑翻腾，怒火攻心，一口黑血狂喷而出，疯狂叫嚣道：“张掖，你不得好死！”周围诸多长老、天骄心中震惊，私下低语道：“凌晨竟还活着，被废了肢体，竟然还能断肢重生。他觉醒了造化圣体，造化圣体，难怪能激活那座古老宫殿秘境。”江夜淡淡的看了凌晨一眼，金眸底掩不住的蔑视，抽其血脉，废其修为。语毕，一旁的王宏图面无表情，直接一掌落下。凌晨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气息狂跌，原本修复的本源修为又瞬间破碎。我又被废了，他心中恐惧不已，心境跌落谷底。再接着，王宏图迅速走上前来，伸手放置凌晨的天灵盖，手中一股吸力顿时涌出。此刻凌晨只感觉体内的血脉本源如逆流般被这股吸力缓缓抽走，他双目瞪大，这股抽血吸髓的痛处如灵魂撕裂般无比痛苦。造化圣体的光芒也随着时间流逝，如风中残烛，瞬息熄灭。王宏图掌心之上凝聚出一团金辉透体的血液。定，天命主角凌晨再次被废除修为，道心破碎，气运值减少1000点，反派值加1000。定，天命主角凌晨造化圣体被抽走，失去逆天体质，气运值减少1000点，反派值加1000。定，天命主角凌晨气运值已清零。凌晨整个人萎靡不振，皮肤老态，骨骼可见，变得苍老，像是突然间垂老矣。江夜，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对不对？你为何要如此对我？我凌晨哪里得罪过你？话音未落，江夜随手一巴掌扇了过去，将凌晨直接扇得半边脸塌陷，整个人横飞出去，砸在地上昏死过去。这凌晨又被废了，刚觉醒了造化圣体，却又被江神子抓住了。周围人群看得头皮发麻，心头震动不已。王宏图这时上前一步，询问道：“神子殿下，是否将他那一丝造化圣体血脉也一并取走？”江夜笑了笑，懒洋洋地摊开手：“拿来吧。”他这种时候可不会客气。造化圣体乃逆天体质，能够夺天地之造化，快速修补自身本源，强化神魂之力。古往今来只曾出现过一次，排行前50，与其无量混元真典孕育无量道胎极为匹配。王宏图不敢怠慢，将凌晨体内最后那缕圣体本源抽离，凝成一道金光闪烁的血珠，恭敬地递给江夜。江夜接过，漫不经心地把玩了一会儿，随后道：“我要当场炼化此血脉，替我护法。”他想着，既然是造化圣体激发的古宫秘境，说不定会有什么狗血的血脉认主啥的设定，反正江夜也是决心要炼化造化圣体，这对他未来的修行体系至关重要。这时，江一虚影自天际浮现，书院一众长老也严阵静待，设下结界后，童子能快速炼化这体质吗？江夜脑中询问道。可以的，主人。完全炼化需要消耗1万反派值。消耗？江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缓缓盘腿坐下，灵气自体内微微浮动，那团血珠缓缓融入江夜身体，一道金辉光芒自躯体扩散开来。霎时间，江夜周身金辉炽盛，血肉筋骨微微震颤，隐隐有龙吟凤鸣之声自体内回荡。他眸中金芒一闪，气息随之节节攀升，如朝阳出生，势不可挡。蜂王境一重，2重、3重、4重，体内造化之力缠绕元神，吞吐阴阳2气，夺天地造化，强之本源，塑其真灵。气机升腾，呼吸间大道脉动随之共鸣，虚空隐隐颤栗，一番造化感悟涌上心头。周围人尽皆面露惊恐之色，王宏图也是嘴角抽搐。凤王境过后，每一众都至少需要花费数年乃至数十年以上的修行才有可能突破。这江夜竟然连升3重，同时还顷刻炼化了造化圣体，这什么恐怖天赋？如此庞大的能量，怎能如此轻易就炼化完成？江夜缓缓睁开金眸，神念移动内视，感受到这造化圣体的缕缕气息，俊美如妖的脸庞上悄然露出一抹愉悦之色，同时心中不得不感叹道：这凌晨还算聪明，没有被那天机老狗坑，倒是便宜了我。江夜起身，目光又看了凌晨一眼，把他凌晨回狗笼里。书院长老立即上前，拖着凌晨如死狗般一路拉走。这时，王宏图又凑近一步，低声请示：神子，是否直接由我亲自送您直上登天路顶端，进入宫殿秘境？江夜嘴角扬起，微微摇头：不必。他轻轻踢了踢脚边的碎石，眯眼望向那座金宫，心中生出一丝兴致盎然。这登天路终于有了几分意思。言罢，江夜浑身气息一震，身形一动，如闲庭信步般踏上登天路。台阶上微微震颤，台下众人一片哗然，目光齐齐投向江夜，神色各异。江神子竟不用捷径，他要自己登顶。气氛顿时炽热，众人目光纷纷聚焦，期待起这位神子殿下的表现。江夜踏上登天路，步伐闲散，每一步落下，脚下古老道纹便自行黯淡崩散，宛如臣民朝拜，主动退避。压力剧增下，昔日不知拦下多少天骄，可此刻在江夜脚下却如虚设般脆弱不堪，这感觉也不难啊。江夜神色平缓，偶尔伸手拨了拨袖口，动作慵懒，仿佛登天路不过是为了消遣。下方，王宏图神情僵硬，喉结微动，半晌吐出一句：江神子，这是因为得了造化圣体，
所以登天路不敢阻。一众书院长老面面相觑，眼中尽是骇然。这还是登天路吗？有人低语，声音发颤。四周各方修士早已瞪大了眼，呼吸都止住了。登天路每上一层，压力倍增。寻常修士登到30层就已经承受不住了，50层那是要顶尖天骄才有机会，80层往上迈出一步如天雷轰击。可江夜步步登临，如履平地，连衣袍都未曾乱半分。90层，他抬腿便上，轻飘飘落下，没有半点迟滞。他漫不经心地扫了眼天穹之上那座被无尽仙辉笼罩的古老宫殿，轻笑一句：“就这。”童子，这是怎么回事？主人炼化了造化圣体，这座古殿本就与造化圣体本宗同源，再加上主人身负永恒仙体与光明神王体，本就是顶级妖孽，自然会感觉到无比轻松。江夜心中了然，尽管这登天路在玉尘道域名声旺盛，但跟整个诸天万域比，还是差了不少。能登顶之人，必定也有，不算稀奇。不过江夜也不重视这些，他更在意的是这座古殿秘境之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造化。江夜悠闲地迈上最后一层阶梯，脚下的道纹尽数崩散，如退潮般消融，整座登天路在他脚下像是主动臣服了。天穹之上，那座仙辉缭绕的古殿也终于近在咫尺，气息浩渺，威压如海。下方论道台上传来阵阵倒吸冷气的声音，低声惊呼，此起彼伏。登顶了！江神子竟真的登顶了！这么快，1个时辰都不到吧？之前温丧那些天骄不眠不休攀登了2日，都才到一半，这还是人吗？许多书院长老此刻也忍不住微微躬身，对着江夜遥遥一拜，那神色满是敬畏。毕竟他们很是清楚登顶天路的难度，此刻在他们心中，未来黄金大师的地位必有江夜一位。江夜懒得理会这些目光，轻轻甩了甩衣袖，悠然步入古殿。殿中静谧，却并不冷清，金光氤氲，像是千万缕细线交织成一片瑰丽绚烂的内世界。地面是温润如玉的神经铺就，殿墙上烙印着古老道纹，每一寸都流转着大道气息。但在江夜的破望金眸眼中，这些不过是某种幻象形成的半实质产物，否则他怕是要把这座宫殿直接深挖拆卸下来。江夜站在殿中，神魂只觉微微一荡，仿佛沐浴在晨曦中的神泉，温润而舒畅，连灵魂都像在呼吸，轻盈自在。他能感知到自己的神魂底蕴正悄无声息地缓缓壮大，一种说不出的舒适自灵魂深处传来，倒是个宝地。江夜低声道，声音慵懒而愉悦。就在这时，殿中深处一座古老的祭坛骤然亮起璀璨神辉，造化圣体的气息从江夜体内泛起波澜，与那祭坛遥遥呼应，彼此共鸣。果然是凌晨的机缘之地。江夜淡然一笑，嗡，虚空震颤，一道古老深邃的气息自祭坛涌出，下一瞬，一道虚影缓缓在半空凝聚，那是一幅古老画面，仿佛穿透了无尽时空，自万古之前映现而出。远古星河破碎，亿万星辰如沙粒般崩塌，无尽宇宙在撕裂中哀鸣，如同一幅残破的画卷。一道披着金光道袍的身影矗立虚空，他驾驭着身后万宝、神剑、神鼎、神钟、宝塔，诸多地兵仙器如烈阳般璀璨，随他一念激荡虚空，震碎星河。无尽神辉纵横，一人独镇虚空，映得黑暗退散。宇宙深处有一团模糊庞大的黑暗，却如活物般蠕动，其间隐隐有紫黑虫影嘶鸣，嘶吼声仿佛能撕裂神魂，带着极为邪异恐怖的气息，仿佛黑色的洪流从无尽虚空中汹涌而来，所过之处连时光与法则都枯萎凋零。大战持续了不知多久，星辰成片坠落，宇宙法则破碎如雨，大道符文崩散，亿万生灵在这战火中湮灭如尘埃，仿佛整个无尽宇宙都要走向终结。那道伟岸的金袍身影最终也在这团恐怖黑暗中湮灭。江夜神色微微一凝，眉头蹙起，这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人物？他低声嘀咕着，目光深邃，画面中的服饰甚至大道规则的运转都和他熟悉的体系隐隐有别。随着古殿中画面散去，那座祭坛之上缓缓浮现出一卷古光照耀的古经，以及一块通体金光璀璨的碑石。江夜一步踏前，手掌落在古经上，恭喜主人获得无量混元真典，剩余残卷。与此同时，那块碑石微微震颤，一缕缕大道残痕如同金线浮现，沧桑而古拙，似在低语，又似在指引。恭喜主人获得未知石碑，内含玉宝大道碑文，可辅助主人演化领悟玉宝大道，不断推演升华，获益无穷。玉宝大道，这是要我驾驭万宝杂人，这波不亏，倒是很符合我的风格，谢谢你。凌晨，江夜看着那块古老碑石，忽然笑了，金光映照在他脸上，半明半暗，那笑意带着几分随意，也有几分若有所思。江夜收好那卷无量混元真典，随后指尖微微触碰到那块金光碑石，碑体沉重，却透出一种让人心悸的古老气息，像是横亘无尽岁月而不朽。碑面上还隐隐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大道残痕。玉宝大道，江夜轻声呢喃，金眸中生出一丝兴趣。他隐隐感受到这块碑石不单纯是个死物，它像是有灵，带有一种模糊而苍凉的意识。江夜轻触那股气息，只觉脑海中掠过断裂的画面，万宝悬于星空，亿万神器宛如冰海，
呼啸着汇聚成一尊不可一世的大道之躯，似乎便是所谓的玉宝大道的终极大成场景。这恐怕是一尊巅峰大帝的传承之地。江夜眼神微动，暗自咂舌。古殿中金光继续闪烁，江夜本想将碑石收好离去，忽然祭坛之下，大地深处似乎又有阵阵古老韵律传来，这是大道气韵。江夜心神微动，体内永恒仙体似是隐隐激发，自动运转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他朝那更深层次的神妙境界沉入。轰！神魂与大道共鸣的瞬间，他眼前一花，整个人仿佛被卷入了一片无尽的金色世界，天地虚无，只有一道道玉宝大道的气息在四方震荡。此时的江夜已进入一种大道顿悟的奇异状态，虚空中隐约可见无数神秘碑文在流转，保镇天地，契合道源。一念动，天地崩；一念止，万法寂。碑文不断演化，忽而化作神兵横天，忽而又碎裂崩散，化作混沌本源，玄妙莫测。江夜的神魂沐浴在这片道光之中，隐隐听见远古低语：宝有灵，道无形，灵动，道随，灵寂，道灭。他的识海深处，神魂仿佛在不断开裂、重塑，在升华。一缕缕玉宝大道的气韵化为金色纹络，烙印在神魂之躯上，让江夜的神魂底蕴在悄然壮大。外界论道台上，天穹之上的那座金灿古殿依然矗立在天穹之上，金光长盛不衰，如烈日升腾，炽盛夺目。诸多书院长老、天骄纷纷露出惊异神色。江神子进去有10几日了吧？这古殿为何还未消散？莫非得了更大的机缘造化？时间在外界已过去了整整15日。这段10日，诸天中接连震荡，大事频发。首当其冲的便是江族突发的内部大肃清，族中大肆彻查，揪出了不少暗藏的贼子。这些人背后不乏顶尖道统势力的影子，如今正在被逐一清算，其声势之浩大，已然波及到不少古老不朽道统。苏红叶更是在此期间派出不少分身，率领江族强者上门问罪，要求赔礼道歉。这些被点名的大势力见到江族态度之强硬，清算决心之坚决，同时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自知理亏，只能付出一点代价，低头赔罪。其次便是沙影楼的覆灭。江族调动天罡仙缺的强者雷霆出手，在诸天各地搜剿沙影楼分部，同时还借助地煞仙缺的情报机构，耗费了部分族内底蕴资源，锁定了沙影楼不少潜藏已久的隐秘据点，通通连根拔除。但其幕后魁首天影楼主至始至终从未现身。这段10日，江族的动作实在太大，使得诸天不少道统焦头烂额，有的看戏，有的心神惶惶，如临大敌。除去本就与江族是同水火的敌对道统，还有一些表面交好，实则背后人面兽心的势力，在此次史无前例的大排查中，统统被揪出，打入黑名单，彻底撕破脸皮，成为江族公开敌对之列。自黑暗战争结束，红叶女帝横空出世以后，不少道统甚至以往的中立势力都担心惧怕江族，想要再统一整个诸天。毕竟自江族第一位大帝诞生起，江族就一直长盛不衰，这种状况持续了无数纪元。而如今红叶女帝更是霸道无比，狠辣无情，所以他们才选择在暗中捅刀子，就是为了挟制江族的发展。但从未想到江族这一次的彻查行动会如此突然与决绝，规模更是空前绝后，令人措手不及。多年来辛苦布下的暗棋案子，在这几日之间接连暴露，尽数覆灭，损失惨重。而江族的态度也异常强硬，不容丝毫余地。再加上红叶女帝亲自镇场，让局势愈发剑拔弩张，暗潮酝酿，风雨欲来，似乎随时可能爆发大战。这时候一道消息横空而出，将所有目光重新吸引了过去。古仙域疑似有先天仙叶灵池出世，虽说消息来源尚不明朗，真假也未可知，但这等天地奇珍，无人不趋之若鹜。此外，近来沙影楼覆灭后，各大道域内搜查出不少文案档案曝光，里面内容几乎都是一些暗中在与江族树敌的证据，一真一假。但所有问题的根源似乎都指向了古仙域。一时间，诸天万界的道统势力纷纷派遣强者前往探查。随着先天仙叶灵池出世之事渐渐发酵，原本愈演愈烈的局势也渐渐平息下来。玄武古国温家后山祖地，国主温健眼睛通红，收到温丧死亡的消息后，他赶忙来到此地寻求支持。温丧乃是我玄武古国太子，楚军被杀，如果就这般而坐视不理，外界会认为我太古皇族温家软弱可欺。几道人影矗立在一旁，沉默不语。其中有3位准帝强者，江族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底蕴，自远古时代就没人摸得清。光是一个红叶女帝，他们就已经招架不住了。大祖眉头紧蹙，沉声道：“你是国主，应该知晓一点，死掉的天才就不是天才了。楚军换人也一样做。”温健神情一滞，有些不甘心。此前温敬轩也就是一公主，但现在楚军被杀，如果再不做回应，我玄武古国的颜面何在？诸位老祖面面相觑，他们也很为难。温健，最近10日江族的动作你应该也知晓，这摆明了是在敲打诸天各大道统，既是威胁也是警告，其中不乏一些顶级不朽道统。看看天道院的下场，就算我等老祖支持你，你又能做什么？更何况温丧这小辈是自己主动去招惹江夜，
就连你事前也不知道，如此愚昧无知之人，又有什么资格做储君？温健一时之间也是有些哑口无言。问题的根本源于温家无大地强者庇护，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即便他们对江族有再多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老祖，我温家死去的储君就不再是储君，那江族的神子死了也可以换人。众位老祖猛吸一口凉气，大祖沉吟片刻，沉声道：“你是想暗中对江夜下手？”温健语气中带着决绝。没错。大祖脸带怒色，说道：“你不是说这关乎玄武古国的颜面吗？暗中下手又有什么意义？能挽回颜面吗？此事就此作罢。我警告你，不得去招惹江夜。那江夜是红叶女帝唯一的儿子，你杀了他，红叶女帝会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温健心中沉痛不已，难道真的就只能这样算了？江夜身上必然带有女帝本源之力的地符庇护，难道你能派出大地强者出手？就算要报复，那也得等黄金大事，我等诸位老祖晋升大帝才有一丝机会。另外，最近一段时日江族动作太大，也不知红叶女帝是何打算，可能有想开战的意图。此时所有势力都在观望，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先触眉头。温健心中一沉，半疑惑地道：“古仙域的先天仙叶凌迟一事，恐怕是江族故意放出的台阶吧？”大祖道：“可能是，但绝不仅仅于此。古仙域的确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毕竟那是一片起源之地。如今黄金大势将出，说不定会出现一些奇物。其实诸天内没有谁敢与江族真正开战，在暗中挟制江族发展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古仙域与沙影楼之事被摊开，诸天其他道统也意识到了，江族或许是借此提醒各大道统，诸天以外也不平静，凡事得需谨慎。”古典祭坛上，江夜双膝盘坐，金眸缓缓睁开，他静静感受了一番体内神魂之力，眉宇间透出几分欣喜。神魂之躯上烙印着密密麻麻的金色碑文，每一字每一道都隐含着无尽的大道气语。江夜，封王境4重，至尊骨，永恒仙体，破望金眸，造化圣体，残光明神王体。第二阶段10%，永恒地晶，阴阳咒魂真点，虚空晶42%，无量混元真点13%，大道圣光大道20%，虚空大道17%，耀焰大道10%，玉宝大道13%，反派值36000。想必这是那位机缘之下让我进入顿悟状态，神魂成就了不朽级。无量混元真点也算是入了门。与此同时，玉宝大道也是感悟颇深，不愧是天命主角的逆天机缘。江夜心中暗喜，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惊喜。不朽神魂的强度可对标圣人境，以他封王境的修为，先前催动圣气顶多发挥半成威能，如今神魂蜕变至不朽级，便能将圣气威势尽数发挥，甚至能同时御动3件圣气齐出，强行碾压敌人。江族内圣气何其多，江夜完全可以拿圣气来砸人。战力全开，不计损失的情况下，江夜能力敌圣人境修士。至于旁人如何议论，外物也罢，借力也罢，他可不会因为那些陈腐条框就自负手脚，更不会感到羞愧。能杀敌便是本事，能活下来便是道理。待我回族之后，凑齐无量混元真点所需的诸般仙彩，便可开始运养无上根基的无量道胎。江夜缓缓起身，将那座金光石碑收起，正欲离去时，余光一瞥，却发现祭坛上那道金袍身影迟迟没有散去，仿佛执念未了，仍在反复演绎着那场远古厮杀的画面。紫黑虫潮翻涌不息，金袍身影不断催动着珠宝，亿万神兵宛如江河倒卷，却终究抵不住那黑暗的吞噬。江夜目光微沉，神色罕见的凝重了几分。这些协议虫群也不知是何来历，诸天好似从未有过记载，这恐怕涉及到了一些远古秘辛，倒也无妨。我现在还涉及不到那个层次，自家父母或江族老祖应该知晓不少，等实力到了一定层面之后，自会知晓。念及此，江夜心中释然，嘴角微微一挑，神色恢复往日的闲散洒脱，那股慵懒随意、玩世不恭的气质又重新回到他身上。缓步走到店门口，回头扫了一眼那座逐渐消失的古老祭坛，神色淡然，不再回头。江夜步履随意，一步踏出，虚空波动层层荡开，几息间，身影已出现至登天路半空。得了古典秘境传承后，登天路对他已经起不到任何的压制效果。他居高临下，眸光随意一扫，登天路上仍有数道身影负重攀登，那几个不死心的书院弟子拼命在6、70层徘徊挣扎，其中就有书院5首席中的3人，只是关云瑶不在其中。似乎自从与江夜相处后，心思与性情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江夜倒也没在意，身形往地面轻轻一落，宛如游云归位。王宏图等人心头一震，只觉江夜愈发深邃难测，身上带着一股古老神秘的气息。众位书院长老连忙上前，齐齐拱手道：“恭喜江神子又得大机缘。”此时的论道台上人迹罕至，许是受了不小的打击。江夜登顶后，许多人已然心灰意冷，对这场论道大会失了兴趣。毕竟登天路一旦有人踏足顶点，书院道子一位便几乎无人可争。不过还是有人心存一丝侥幸，几个首席弟子面色阴沉，却仍未彻底死心。他们唯一寄托的希望就是江夜的出身。云顶书院虽重天赋，但终究也顾及血脉、来历与背景，
但下一刻，王宏图的一句话，便如当头棒喝，将他们最后的幻想击得粉碎。江神子，经过书院众位长老与老祖商议，共同推举您成为我们书院这一世的道子，不知您意下如何？此话一出，众人无不失声，所有书院弟子都瞪大了眼睛。原来他们还以为至少也要多走几番程序才会确定下来，没想到直接就当场宣布，连首席弟子都没选完呢。此时还在登天路上的王仲明等人皆是一脸呆滞，难以置信，胸中满是压抑不甘，气氛一时诡异的安静了数息。而王宏图却是红光满面，心头笃定无比。数日前，他就与几位老祖与长老商榷好了，江夜此子天赋心性极为妖孽，还借助破望金谋揪出了沈炼、楚南、凌晨三人，可以说是给书院做出了重大贡献。就连5个首席加起来都比不上江夜一根毫毛，他能坐稳院长之位，自然能看得分明。江夜虽外表轻佻洒脱，骨子里却比谁都强硬霸道，行事也有长远考虑，城府颇深。尤其是前段10日，诸天接连动荡，风波暗涌，而每一桩大事背后似乎都绕不开江夜的影子。最让王宏图敬佩的一点是，江夜当日早已看出沈炼是嗜血魔帝的人，早没有派出红叶女帝将其镇压，反倒是让楚南与其结仇，双方背后大帝两败俱伤。这说明江夜绝非只是行事霸道，关键时刻还会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如此种种，恰恰正中王宏图心中所喜，再加上江族神子的绝伦背景，书院有此道子，黄金大师必心矣。此刻，江夜懒散的踱步上前，走上高台，来到王宏图面前，他也没有故作推脱，当即答应下来。这位子也算凑合吧，我为道子，当镇杀书院一切敌。江夜语气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却又隐隐透着让人心寒的锋芒。听闻此言，所有人都愣住了半秒，高台上气氛微微一滞。王宏图等人虽心头一凛，但更多的是心悦诚服，只觉江夜此刻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天生的懒散作风，却又有一股霸气与狠力，以及不容置疑的魄力。好，王宏图也是反应过来，接连说了3声好，当即宣布道：诸位书院弟子听好了，江夜于此刻起便为我书院道子。此话一出，如同金石落地，音波滚滚，响彻四野。在此情形下，已然表明了云顶书院高层的一致决定，再无人敢有半句质疑。台下弟子纷纷低头齐声恭贺江神子登临到位。论道大会告一段落后，王宏图与众位长老将江夜带至书院主殿。江夜，如今道子一位交给你，云顶书院从此与江族便是同一条船的人，我也就放心了。王院长不必客气。江夜点点头，语气从容，眉眼间没有半分骄矜之色。他对于这个院长还是颇有好感的，是个干实事的人。王宏图微微一笑，又道：累了，雾隐繁花已交于太上长老，如今正在参悟，若能有所收获，对书院也是大幸。江夜闻言只是随意一笑，若梦怡能参悟，自是最好。二人又随意说了几句，江夜便拱了拱手，不再久留，转身离去。下一刻，他身形一晃，踏入虚空，直往桃源洞天而去。那一方世外桃源般的境地中，桃花依旧盛开如海，清风吹拂，花瓣飞舞。一座小亭中，苏清梦盘膝而坐，气息平和，内敛得如一池深水，藏不住的那股地威愈发浓郁。一株宛若凝雾而生的奇花，静静悬浮于石亭中央，花瓣半开半合，似真似幻，朦胧如梦。每一瓣花上皆有仙文自生，或流转影光，或显现天地轨迹。听到江夜传来的动静，苏清梦眉心微动，唇角浮现一抹笑意。她缓缓睁开双眸，一瞬之间，亭中原本翻涌的幻雾尽数敛去，鲜花微颤，光辉收束，如入沉眠。这臭小子又来抢东西了。他轻声呢喃，声音柔和，却透着一丝拿他没办法的宠溺。忽然，一缕熟悉的气息穿透桃林，自外而至。江夜步伐轻盈，脸上带着讨好之意。梦姐姐，您这天赋当真是绝顶，比我母亲还要强上几分，这么快就入门梦影大道了。苏清梦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苏红叶天赋比他强多了，他又如何不知？他抬手，纤纤玉指揉了揉江夜俊朗的脸庞，语气温柔：小坏蛋，你也就敢在我面前这样说，但姐姐心领了。不过这雾隐繁花说到底也就那点门道了，对我来说也算是参透的七七八八。他纤手一挥，那朵宛若云雾凝成的鲜花便缓缓飘起，仙光收敛，落入他掌心，被一道神秘印诀封存，然后随手递向江夜：拿去吧。他望着他，语气中既有长辈般的关照，也有几分女子特有的娇嗔：好好参悟，这东西虽说对我作用不大了，但对你绝对是机缘。不过我可提醒你，雾隐繁花融合了虚实之道与梦境之道，其本质是一门极难入门的幻道本源，若无足够神魂意志，只怕一沾即困。你若是在梦境中迷了路，可别怪梦姐姐没提醒你。江夜眨了眨眼，笑着接过鲜花，一边将它收入内解，一边道：那我在参悟中真迷了路怎么办呢？苏清梦一怔，旋即一笑，眼波流转，眉目间尽是戏谑与宠溺。放心吧，叶儿，这雾隐繁花已被我种下了魂印，你若迷失，姐姐会亲自把你捞出来的。他语气看似轻快，眼神却在不经意间多了几分关切。江夜将这一切默默收于心底，
神情却依旧嬉笑。嘿嘿，多谢孟姐姐，那我就放心大胆的去参悟了。他也看出来，这件超仙物其实一开始就被苏清梦霸占了，只是故意当做道子一位的奖励，让他前来成为书院道子，毕竟是书院的东西，好让他顺理成章的拿到手。对旁人而言是遥不可及的重宝，而孟仪却只是随手一赠，这份情沉得很。对了叶儿，这段10日诸天动静不小，都是你搞出来的吧？苏清梦话锋一转，笑眯眯地望向他。江夜讪讪一笑，诸天这些势力对我江族图谋不轨，也不是1天2天了。如今黄金大事将至，自然得拔掉身上的钉子，不然岂不失了先机？江夜当然记得自己此前的布置，彻查清洗族内奸细，覆灭沙影楼，祸水东瀛古仙域，在他的计划中，这场动荡只是威慑警告，也没打算大动干戈。不仅仅是为了速除内患，亦是敲山震虎，将这些潜伏的祸根尽数拔除后，便足以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知晓，江族并非可轻易。但嘴角动了动，终究没反驳，低低应了声，乖乖挪到他身后，抬手为他揉捏肩背。那力道柔中带韧，温热灵气顺着经络缓缓注入。江夜舒服的低哼一声，眼角带笑，瑶儿这手段，怕是专为本公子练的吧？关云瑶并未正面回答，只是道：公子此行收获如何？还行，得了一巅峰大帝的传承，收获颇丰。江夜并无隐瞒之意。关云瑶心中惊讶无比，沉吟片刻，又问道：公子事前为何会知晓那凌晨身上会有这般秘密？你只需明白，每个道域总有些奇人，哪怕没有背景资源，年纪轻轻却能够脱颖而出，必定有大机缘在身。本公子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关云瑶听后不由得一怔，他也是思维敏捷之人，很快便想通了不少。关云瑶沉默了一阵，眼眸微垂，目光落向窗外天穹。夜风微拂，薄纱微扬。与公子相处的这些时日，我想通了许多事。天道无情，世事无常，不争并不代表他人不争。身处红尘，又岂能真的置身其外？从沈炼、楚南、凌晨这些人身上就能看出，他们都没有得罪你，但公子却发现了他们的特殊之处，略施谋略便让他们机缘全失，好处却都便宜了公子你。关云瑶眉间舒展，恍惚间嘴角带着一丝狡黠。关键就在于天道不会怜悯任何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说来，奴家还得感谢公子呢。他的语调仍温柔，姿态依旧乖巧，但在这一瞬间，却让江夜看见了他眼底那一缕清醒的锐意。那你可愿随我回江族？他眉头轻挑，忽然问道。关云瑶缓缓摇头，我准备回关家。过去我怕麻烦，怕世人眼光，怕被卷入权争，但现在我明白了，道之一途便是正。想要爬上顶端，就一定会踩着万古攀山，但我绝不停步。同时，我也想公子一同踏上山巅，我也不能太落后。他语气轻缓，却字字清晰，仿佛刻意要让江夜听懂那深藏其中的决意。江夜看着他那乖巧中带着执拗的神色，神情微微一动。这女人倒是个不服输的主，不过她若能当上关家神女，未来也能够为他提供一大助力。于是江夜道：瑶儿你就放手去做，不管发生什么，都有本公子给你撑腰。关云瑶微微低头，目光带着感激之意。两人又随意闲聊，语气时不时透着点打趣。不多时，红烟与清玄袅袅而入，碧玉宝盘托着灵果仙茶，香气氤氲，锐气浮动。二人眉眼带笑，笑意盈盈地打趣道：关小姐伺候人不太熟练，公子还是尝尝我们备的好茶吧。江夜已在榻上，随手捻起一枚仙果，漫不经心地咬了一口。你们哪有他伺候的有趣？手艺虽生，胜在乖。关云瑶微垂琴手，轻轻咬唇，神情乖巧，似是不知所措。可那一瞬，他眼角却悄悄瞥了红烟一眼，眸光微动，带着一丝似笑非笑的意味。红烟没有说话，只是端上茶盘，躬身奉茶，茶香袅袅，透着几分幽韵仙意。江夜接过啜了一口，不错。他刚想说点什么，唇齿间便泛起一缕难言的燥意，仿佛有赤火在丹田缓缓燃起，灵犀翻涌，气血浮动。他眯了眯眼，目光扫向杯中，这茶。红烟笑盈盈地看了看关云瑶，江夜猛地反应过来，抬眸看向关云瑶，少女依旧跪坐在旁，姿态温顺，眉眼含笑，像是全然不知情的模样。这壶茶是我让红烟亲手泡的。关云瑶语气温柔，却藏着一抹狡黠的柔媚，那笑意浅浅，如雾中花影，既含蓄又引人入迷。好啊，这个小妮子倒反天罡。江夜眨了眨眼，似笑非笑：瑶儿，你这是蓄谋已久。他没有答，只是眉眼弯弯。红烟与清玄对视一眼，俯身一礼，带着淡淡笑意，轻声告退。夜深了，就不扰公子雅去了。屋内旋即安静下来，仙灯摇曳，雾霭缥缈，屋宇间氤氲着一层似幻似真的神光，仿佛整座书院在这一刻都陷入了旖旎梦境之中。江夜浑身气息渐渐不稳，体内开始躁动不已。瑶儿，你这是？关云瑶看着他，眉目如画，语气却软得像水。公子有意。云瑶又怎会不知？只希望公子今后能记得我。这一夜，踏上影绰，香气袭人。关云瑶身影轻柔如烟，带着乖巧的顺从，却又隐隐透出藏不住的主动与大胆。春光静谧，天地无声，唯有一缕柔媚香气在夜色中回荡不息。翌日清晨，霞光初绽，书院一角，江夜缓缓起身，衣袍凌乱，
发丝半散。他转头看了眼仍蜷在榻边浅眠的少女，神色柔和许多。他睡得很沉，像终于卸下了心中执念，唇角还挂着一丝未散的笑意。他轻轻起身，也没惊动他，只在床榻前盘坐片刻，从袖中取出一枚晶莹剔透的玉果，倾心道果。江夜既然答应了他，自然不会失信。这妮子也不做作，反倒是惹人怜爱。低语后，将道果放在他枕边，转身离去。不一会儿，江夜便来到一处地牢中，铁门吱呀作响，地牢深处阴暗潮湿，苔藓爬满石壁，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霉腐的气味。囚笼角落，一只比狗笼还狭小的笼子嵌在地面，凌晨链着铁条被困在其中。他披头散发，脸色灰败如纸，双眸无神，皮肤干裂如焦土龟壳，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躯体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丢弃在角落的死狗。狭小的空间让他既不能完全蹲下，也无法彻底躺平，膝盖顶着下巴，连最基本的伸展都做不到，后背抵着笼顶，骨头似乎都被挤得错了位，气息微弱，生机枯萎衰败，奄奄一息，连抬眼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发霉变黑的馒头未吃完，已经长毛，破陶碗中的脏水早已混进灰尘与铁锈，漂浮着几根黑色毛发。凌晨仅剩一口气，几近油尽灯枯。江夜看着这一幕，微微皱眉，他心中腹诽不断，王宏图这老小子也太狠了点，吃不饱就算了，水还不给够，这狗笼也是绝，半米高都没有，活人都能给逼疯。目光落回凌晨身上，那模样说是生不如死也不为过。定，凌晨已失去天命主角身份，天道庇护彻底剥离。江夜一怔，随即沉默。这就不行了，才关几天啊，看来还是不能一次性薅光完了，这韭菜长不起来了。摇头叹息，他站在笼前静静看了一会儿，算了，继续吊着也是无用，给他个痛快吧。江夜缓缓抬手，指尖一点，轰！凌晨眉心开了一朵微不可察的血花，没有挣扎，没有痛苦，宛如风前烛，一瞬消散，神魂俱灭。定，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主角凌晨，获得反派值15000，回收凌晨所有物，译成半无量道态，回收成功，获得反派值3000，真是啥都不剩了。江夜嘴角抽搐，说完转身离去，背影引入阴影深处，止于地牢中一片死寂与腐朽的空气。一方组的深处，暮霭沉沉，古老的青铜殿宇伫立于乱石碑之间，四周仙雾缭绕，青灰色泥地之中的乱石碑，残破的地道符文依稀可辨，那是亿万年前流传下的遗痕，似在无声述说着古仙域昔日的辉煌。殿中静坐3人，皆是古仙域赫赫有名的巨擘人物，然而此刻他们的神情却难掩疲惫与阴郁，甚至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又是今日，北冥古宗的人刚走，西方佛国的传人便堵在了外殿。一位身披紫袍的准帝皱眉沉声，他们眼里哪还有我古仙朝，他们早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另一位老者冷哼一声，须发皆张，眼中闪着怒意。如今一个个上门索要先天仙液，说是观摩，实则就是明抢，偏偏我们还得陪笑，寸步不敢动。古仙朝圣主低声叹息，目光沉沉。古仙域虽然早已无先天仙液产出，但这些年却出产了一批青灰神液，自然引得各方窥伺。这帮贼子此刻紧紧咬着不放，摆明了要榨干我等，这可如何是好？紫袍准帝语气一转，眉目间浮现寒光，真正的货源还在于沙影楼之事。不错，白眉老者点头应和，眼神深邃，透着复杂。沙影楼暴露是根子，此事我们布置多年，隐蔽至极，却突然之间被连根拔起，消息走漏的太过蹊跷，多年心血一朝尽毁，当真是可惜。如今倒好，沙影楼覆灭，又有先天仙液一事，诸天道统也趁势搅局，推波助澜，把我们架到明处，当成替罪羔羊。紫袍准帝疑惑，以天隐行事缜密的性情，应当是布置的极为隐秘，不应露出破绽，怎会突然间就被江族盯上？而且江族的态度明显太过强硬，似乎已经猜到天隐与我等有关。先天仙液一事，应该也是江族暗中推波助澜，怎会如此啊？圣主眉宇低垂，眼神冰冷，却透出一丝不安。3人沉默片刻，皆望向对方，心知肚明。江族当初古仙域落寞，究其根本便是内江太乙，如今他的后辈又来找我们麻烦，当真是欺人太甚。圣主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声音如寒铁坠地，回荡在殿宇之中，铿然作响，恨意毫不掩饰。问题在于，即便知道是江族所为，我们如今也动不得他们，先将眼前风波暂且压下，再徐徐图之。白眉老者深吸一口气，强压怒意，语调冷静下来。言语之间，忽有一道金色道纹在殿中浮现，悬于半空，闪烁微光。圣主抬手射来，神识一扫，脸色顿时未变。江族来信，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可置信。2位祖座，这是江族的请帖。江夜成人礼。圣主将神识映入虚空，一道淡金色书卷缓缓展开，文字不多，唯有一句：江族神子成人礼，古仙朝须奉上贡礼，天影楼主首级，否则战。言简意赅，却迸发而出冷漠至极的杀机。江族竟猖狂至此！3人目光交汇，皆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深深的忌惮与愤怒，还有无法言说的屈辱。但他们没有选择藏在暗中动手脚，
被人揭破后，只能俯首认栽，别无他法。江族这是想要清算，天影关乎我古仙域未来的根基，万万不可交出去。白眉老祖重一拍扶手，声音低沉如雷。可杀影楼一事，明显已彻底激怒江族，若是把红叶女帝也引动，那后果不堪设想。紫袍准地面色复杂，缓缓摇头。清辉神液还有不少库存，要不送江族后门？圣主语气中带着惭愧与屈辱，两位老祖则是眉头紧蹙。耗材消灾吧。此次江族没有大动干戈，说明他们也不是很想追究到底。天影之事若能赔出足够代价，或许还有回转余地。天影不可有失，只要挺过此劫，将来黄金大事，我古仙域就还有希望。天穹上，九龙拉碾，气势破天，一路所过，诸界生灵皆服的膜拜，不敢仰视其威。车辇之中，江夜揽斜躺于玉榻之上，一手支移，一手端着灵果，姿态散漫而慵懒。红烟立于他背后，素手轻柔，正替他捏按肩颈。一旁，清玄熟练地沏着鲜茶，茶香氤氲。公子，这段时日，由江族内人亲送请帖之后，已有不少大族表态将赴神子成人礼。玄天古宗、万域商会、荒古苏家、金乌神山等皆已来函，献礼之余，还纷纷送来族中才女，皆言愿与神子以缔姻盟。江夜眸中划过一抹玩味，都这么想攀江族，他们怕的不是江族，是怕红叶女帝。红烟在旁轻声一笑，清玄这时又会报道：公子，按照您的要求，西方佛国、古仙朝、玄武古国温家等势力已将特殊请帖送到，除了古仙域走后门赔礼道歉以外，其他势力全都拒认天影此事。天影大抵是古仙域的人了。江夜接过一枚玉筒，纸张铺开，上面记录着古仙域送来的各种奇珍异宝：清辉神液8瓶，太灵神晶200万斤，天星玉髓2万块，玄灵琉璃金略微一丝索。江夜嘴角微挑，这是不打自招，打算破财消灾了。清玄掩嘴轻笑道：应该是，这等赔礼对于寻常道统已经算是伤筋动骨了，毕竟是一尊准帝，这样也要保下天影。江夜心中暗沉，这天影背景身份查无此人，像是凭空出世，古仙域也是一直隐藏其存在，现在又不惜花费大量仙财保下天影，这其中或许有什么猫腻。成人礼结束后，可以去古仙域一趟，顺道看看有没有天命主角诞生。这样想着，忽然传来系统播报声：叮！天命主角沈炼得到地气血煞鼎，吸收大量煞血断体，境界提升至封王境，气运值增加5000点。哟，韭菜长势不错嘛！江夜心中顿时一喜，地气天煞鼎，哪怕是江族内，地气也不是地摊货，必须抢过来。他缓缓闭上眼眸，接触系统定位，一道流光在虚空中急掠而出，显化出一道灵州虚影。这沈炼是准备去血海盗域，那就给他半路拦截下来。江夜唇角勾起，随即朝外吩咐道：江一。虚空一震，江一现身，带我去一个地方。江夜从玉榻上起身，车辇上方天幕裂开，江一抬手撕裂界域壁障，带着江夜消失在车辇中。星河漫漫，无尽苍穹之中，一艘灵舟静静航行，灵光四溢，拖曳出一道道星光轨迹。舟身如金，灵舟四周布满护阵符标，雕刻着繁复仙文，道道阵纹隐现。舟尾一角，沈炼身披灰袍，站在灵舟机关盘前，一手操控着驱动灵阵，指甲缝间还残留着些许黏腻血迹。还是我聪明，不用花灵石也能乘船。他心中暗笑，眉眼松弛，眼底却寒意森森。早在登舟之前，他便悄然杀了真正的周易弟子，并用秘法易容换皮，混入舟中。此刻不过做些低阶苦役，便可稳居舟上，随船而行。果然，还是杀人夺宝来得快。成魔，我沈炼早就该成魔了，否则怎会沦落到这般田地？沈炼这些时日劫杀了不少修士，自从彻底入魔以后，他就完全放飞了自我，只有抢杀资源，才能迅猛提升。另一边，灵舟上人数众多，大族子弟各自倚靠在独立箱室外，或打坐静养，或交谈戏谑，不时有人瞥一眼沈炼所站之处，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与厌恶。瞧那些低贱周易，真是一副穷酸相，怕是连一块灵石都拿不出来吧。不少声音轻轻冷冷的传来，语中尽是傲慢。沈炼闻言微微抬眼，视线落在那开口男子身上，那是某灵兽世家的弟子，衣饰华贵，灵气缠腰，正与一名女子言笑打趣。沈炼低下头，嘴角却悄然绷紧，眼底一抹阴冷闪过。这一幕不知为何让他忽地想起了江夜，那个高高在上，带着所有人敬仰与注目的神子，将他一切踏入尘泥的人。江夜，沈炼心头怒焰悄然翻涌，血气在胸腔中躁动不安，隐隐有魔纹浮现于长辈，却又被他强行压下。等我及其嗜血魔帝的传承，必亲手斩了你。他咬牙低语，体内魔气缓缓蠕动。沈炼不必动怒，等到血海盗域的传承一到手，便可布置血杀法阵，诛杀那江夜。嗜血魔帝残魂此刻亦发出一声轻哼，仿佛回应着他的杀意。前段日子，沈炼见魔帝传音法门，搜罗各方传闻，但他越是深入，越是对江族的底蕴心惊胆寒。沈炼曾问是血魔帝，那江夜母亲红叶女帝，你说她是什么境？而嗜血魔帝残魂有些无奈地回应道：地之极境，无上大帝，即便是我巅峰之身，也难与之一争。那一刻，沈炼感受到命运如大山般将他死死压住，
几乎无法喘息。但更令他震撼的是嗜血魔帝最后的一句话：魔道一途，终其一生，不朽地境便是极限。沈炼呆立当场，心神几欲崩溃，喃喃低语：这不可能，我怎可能止步于此？想到此处，片刻之后，他便强行镇压那股绝望，狞笑着自语：无法覆灭江族，也杀不掉红叶女帝，那我就半途诛杀你江夜，折你天地之资，吞你永恒仙体，叫你这江族神子与于我手。死掉的天才就不算天才。他深吸一口气，正欲再理灵州法阵，忽地整艘灵舟轰然震颤，星空中一道准地气息铺天盖地而至，如天河垂落，压得舟中所有人心神俱震，面色苍白，纷纷俯首跪地。那是一位魁梧男子，脚踏虚空，自星域中踏步而来。江族天位，有人认出其来历，惊呼出口，瞬间引得整船骚乱。江族神子登舟，尔等还不恭迎？江毅朗声喝道，声震灵舟，地威赫赫，令所有人不敢稍动。江夜缓缓而出，神情随和。免礼。他摆了摆手，未曾看众人一眼，目光直落周围，沉声开口：本神子来此，是因为接到消息，嗜血魔帝传人沈炼便在此船，特来诛杀此人。江夜话音落下，灵舟之上已是一片沉闷死寂，无数天骄、道统传人、宗门圣女尽皆骇然失色。嗜血魔帝传人竟在这船上，这可是那位远古魔道巨擘犯下滔天血孽的那一位？怎么可能？不是早被斩杀了吗？一时间，原本祥和的灵舟变得如临大敌，众人心中惊骇难掩，有人暗暗激活了护身宝器，有人悄然后退，纷纷警惕着四周。而船夫沈炼此刻正低头立于舟尾，脸色骤变，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冷汗直流。他心头轰然一震，脑海如被惊雷劈中。怎么可能？江夜竟能追踪至此？沈炼本以为自己的潜伏天衣无缝，杀人夺衣，改换面容，连灵舟的法阵都刻意避开临时锁定，连嗜血魔帝残魂都检查过数次，确信万无一失。可如今江夜却亲自找来，并言之凿凿自己就在船上，体内的嗜血魔帝残魂也惊惧万分，咆哮之音于识海轰鸣炸响，仿佛九幽魔啸。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本作远古时代横行诸天万域，正道追杀不断，练就了一身极为超高的藏匿隐蔽手段，也从未曾留下契机痕迹。你我融合后，本作以大地秘法洗炼肉身，斩因果，灭气息，怎会被区区一个江族神子洞察？沈炼双眸赤红，咬牙切齿，定是那天机大帝在与你交战时留了推眼泪手段。黑暗纪元前，他便是大地中佼佼者。他心中笃定，必定是因为当初楚南死在了他手中。天机大帝在诸天中号称推眼第一，如今又身负重伤，只怕是无法亲自出手，所以便将他的行踪泄露给了江族。正当他思绪翻涌之间，灵舟半空一道金辉骤然炸裂，神圣如日中天。江夜金发披肩，背负神日虚影，光明神王体爆发异象，气机浩荡，天日之辉环绕，仙芒氤氲，神辉笼罩整座舟船，炽烈威压如天柱镇压而下，令无数天骄脸色骤变。他的金眸如电，一扫众生，落在沈炼身上之时，目光如刀锋刺骨，毫无半分迟疑。哪怕沈炼已彻底改头换面，藏匿契机，他仍在一息之间被江夜洞察锁定，都用不着系统帮他。沈炼，我们又见面了。江夜神色轻松，语气淡然，以这魔道贼子，这一次休想再逃。下一息，江夜缓缓伸出手掌，身上仙光陡然炸裂，只见他周身仙气流转，缭绕之间有金色纹络浮现肌肤，如大道之痕铭刻天地，那是永恒仙体的自然意象。与此同时，体内造化圣体轰然震动，浩然正气如潮水般涌动，隐隐凝聚出一方小天地之象，仿若天地初开，孕育造化，天生仙纹腾起，金光灿灿，宛如天上神纹洒落人间。他一掌探出，掌心间竟浮现出一抹殷红幽影，森寒幽冷，带着浓烈的杀伐死意。那是苏红叶昔年成名的神通杀魂印，在他手中重演，仙与魔，明与暗，浩然造化与杀阴煞气交织融合，在这一掌中爆发出毁灭与生机并存的力量。血红掌印横空而至，携无边煞威，仿若镇压万古魔魂，撕裂虚空，轰然砸在沈炼胸膛。砰！沈炼如破麻袋般砸飞出去，撞破灵舟尾舱，气血翻涌，口吐鲜血，这才使三成力就不行了。江夜嘴唇带笑，这要是他全力使出，嗜血魔帝不干预的情况下，怕是直接一巴掌就给他拍死了。另外，造化圣体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威能加持，成效相当不错。下一刻，一股诡异的黑红魔气自沈炼体内汹涌而出，竟无法彻底压制。那气息阴厉冰寒，夹杂着无尽杀伐煞气。他气息紊乱，胸膛起伏剧烈，衣袍早已被震得粉碎，皮肤寸寸皲裂，血肉模糊，一道道魔纹宛若活物，在皮肤之下蠕动爬行，隐隐间有邪意冲霄。真是魔道之人，果真是邪道余孽。嗜血魔气与古山道域劫修所留一模一样。天啊，藏得好深，他竟一直就混在我们当中。灵舟震动，众人骇然失色，无数道目光齐刷刷望向沈炼，惊惧、忌惮、愤怒交织。有女修面色煞白，仓皇退避；有宗门传人祭起灵气，环绕防御；更有胆大之辈跃至半空，怒声斥骂。魔道传人竟敢混到灵舟上，
居心叵测，杀了他！此刻，沈炼从残破苍壁中踉跄起身，胸前衣袍尽碎，气息紊乱，眼神却愈发狰狞。他强行压下胸腔翻腾的血气，却无法阻止背脊间溢出的缕缕魔纹，仿佛有古老的邪意在皮肤之下蠕动，随时可能冲破桎梏。江夜，你为何屡次三番与我为敌？我与你无冤无仇。沈炼心中却惊骇至极，如今他已踏入蜂王境，一身根基用万灵煞血锤炼无数次，按理说已固若金汤，自以为足以抗衡世间绝大多数天骄，可竟被江夜一掌震飞。更让沈炼心惊的是，江夜尚未及关，未形成人力，江夜步步而来，身后光芒如潮，神辉灿灿，冷声道：“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他目光扫过四周，淡淡一笑：“诸位，试问在座之人，远古时代谁不曾有亲人死于魔道屠戮？谁不是与邪道势不两立？”此言一出，立时引发众怒。灵州执事赵盘，一位真王境修士面色肃然站出，朝江夜拱手恭敬一礼，满脸谄媚：“神子所言极是。沈炼此僚正是祸乱诸天的邪魔传人，理应当场诛杀。我听说前些时日，古山道域有劫修血屠小城，吞人精血，吞噬本源修为，闹得满狱惶惶不安。原来就是你这个孽畜干的，人人得而诛之，斩了他！”众人纷纷出声讨伐，怒斥之声震耳欲聋，如浪潮般朝沈炼扑面而来。沈炼浑身颤抖，脸色铁青，牙关咬得咯咯作响，忽地仰天大吼：“你们这群伪善的蠢货，懂什么？我沈炼也是被逼的。若不是我天赋卓绝，却无门可入；若不是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伪善之辈处处打压，我怎会堕入魔道？修行路上逆水行舟，是你们逼我的，逼我堕魔。”沈炼声嘶力竭，仿佛诉说一个凄惨孤悲的故事。然而回应他的却是江夜一声冷笑：“哦，那你倒说说，我难道把刀架你脖子上逼你堕魔了？沈炼，你不过是贪婪成性，野心膨胀，修行无望，才走上邪路。今日被戳穿，倒装起可怜人来，自作孽不可活。”周遭众人纷纷怒斥谩骂，言辞激烈，一口一个魔道余孽，人间祸患，天理难容。沈炼神情扭曲，浑身煞气翻涌，急于暴走。别冲动，快走！脑海中嗜血魔帝残魂猛然震吼，压下他的魔性波动。但沈炼此刻分明红了眼，哪里听得进去？下一瞬，沈炼陡然冷笑，眼底杀机凛然：“走！我沈炼何曾惧战过？你们想杀我，正好让我提前开宴。”轰然之间，沈炼忽地暴起，手中血光暴涨，五指成爪，瞬间掐住身旁两个尚未逃远的船夫脖颈，魔气席卷啊！鲜血喷涌，血雾漫天。那两名船夫尚未来得及挣扎，便被沈炼一口吞噬了生机与本源。血色光团自其口鼻钻入体内，瞬间化作滚滚精元，修为气息如火山喷发般节节暴涨，伤势竟在顷刻间恢复如初。众修士骇然失色。沈炼舔了舔指尖的血迹，神情癫狂：“你们怕了？怕就对了。我早已在此州下布下血炼魔阵，本待抵达血海道域后再展开炼了你们。谁料江夜，你这傻子主动送上门来，正好今日我便吞了你的永恒仙体，以你之血祭我魔躯。”他声如魔雷，震动整座灵州，煞气冲霄，血光倒卷。一刹那，天地黯然，魔光如潮汹涌而出，竟直接搅乱了灵州灵阵的运转，四周空间晃动，浮空宫殿都在微颤。快逃啊！嗜血炼魔阵，他要将我们全部炼化，这是炼疯了！场面顿时大乱，众修士惊恐欲绝，不少人祭出遁光，四散而逃。但魔气如藤，血阵如牢，哪能轻易脱身？一位灵州执事刚欲引动大阵镇压，却被一条猩红魔引卷中，刹那间身躯枯槁，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凄厉惨叫，便化作齑粉。沈炼浑身魔气滔天，再度运转魔阵，又有3位天骄被魔气侵染，血肉皲裂，惨死当场，死状骇人。无数修士面色发白，站立不已，快杀了他！然而就在魔气最盛之际，一道幽蓝神光自虚空深处骤然垂落，轰！神光所至，整座灵州仿佛被天道重锤一击，血阵符文哀鸣连连，寸寸碎裂。江族天位，沈炼神情猛变，只见江一面无表情，掌中捏诀，袖袍轻拂间，漫天血芒崩碎。准地之威，镇压天地！你这血炼魔阵不过是借了魔帝残魂一缕气息，便敢妄图屠州炼人？江一冷哼一声，掌中神印凝聚如渊，猛然一压，砰！神光横扫星洲，宝辉亿万缕，宛若9天银河倾泻而下。原本轰鸣运转的血炼魔阵，在一记准地神印之下轰然崩碎，无数魔纹炸裂，血光湮灭成虚无。沈炼身形暴退，脚下虚空寸寸炸裂，浑身血气翻涌，嘴角溢血。他布置的血炼魔阵，不过是借助了煞血与魔帝一缕气息才炼铸而成，可以轻易炼化圣人境以下的修士。但在江一这个准地面前，还远远不够看。他双目赤红，仿佛被剥了脸皮，羞怒交加。准地，江夜，你这算什么？仗势欺人！沈炼怒吼连连，仰天咆哮，但他体内的嗜血魔帝残魂也在咆哮。蠢货！那准地天位早已在暗中布下虚空禁制，你若再拖延，必无生机。沈炼神色一滞，脑海轰鸣，寒意瞬间蔓延全身。他心神急转，猛地运转神念，
却惊骇发现自身四周空间微微扭曲，如同琉璃金币将他牢牢禁锢。可恶！江夜那护道人竟早早布下后手。而此时，江夜步步而来，神辉照耀星周，一身气息节节攀升，杀意汹涌如潮。沈炼想要后退，却寸步难行，只能死死咬牙。这时，沈炼脑海中嗜血魔帝的声音再度响起：“沈炼，本地神魂本源残缺，与那天机大帝大战后伤痕未愈，而那天机大帝的本源分身也尚未炼化完成，恐难以出手。此刻我帮不了你。”沈炼愣住，整个人如遭雷击。江夜挑了挑眉，似笑非笑的低声道：“则，你体内的魔帝残魂这都不出手，油尽灯枯了。”他摇头轻叹，转过身，一边走一边淡淡自语：“还以为要使用老娘留下的手段呢，倒是省了。”虚空中，一枚泛着古铜神光的地道护符悄然隐去。沈炼目光阴沉，死死盯着江夜，猛地咆哮道：“江夜，有本事让你那护道人退开，你我公平一战，别躲在别人的庇护下狐假虎威。”然而回应他的是一道带着几分慵懒的笑声：“公平一战？沈炼，你是不是被魔气烧坏了脑子？你刚才连我一掌都接不住，要你有何用？”他眼神中带着几分揶揄，话音未落，手掌便轻描淡写的抬起，轰！杀气如墨，阴煞弥漫，一道诡异的掌印带着森然煞气轰然落下，正好拍在沈炼的天灵盖上。啊呀！沈炼痛嚎狂吼，天灵震颤，一道幽暗血印瞬间落入其识海，识海之中，一道黝黑血印浮现，如诅咒之蛇缠绕其魂。那是一道杀机凝练的古老秘术，魂印不灭不除，日夜失魂。此印一落，沈炼体内气机顿时紊乱，境界如崩地般塌陷。我的修为！沈炼惊怒交加，面庞因剧痛而扭曲，本源如同被万刃撕裂，修为轰然跌落，从蜂王境一重跌落至斩道境4重，体内经脉枯竭，气血衰败。定！天命主角沈炼修为跌落，本源受损，道心动摇，气运值减少1000点，反派值加1000。江夜，我要杀了你！沈炼仰天嘶吼，发狂般咆哮。江夜缓缓蹲下身，眯着眼笑了笑：“你很吵啊，把血煞鼎交出来，这次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当然，能不能活得长一点，就要看你自己命够不够硬了。”沈炼猛地反应过来，一股莫名的寒意悄然浮上心头，脑海中电光火石般划过一道清明。他骤然意识到，江夜一直在派人跟踪他。这一刻，沈炼只觉胸口剧烈起伏，血气冲顶，五脏俱焚，悲愤之情瞬间涌上心头，羞辱与怨恨交织如焰。他猛地挣扎着抬头，发出凄厉的怒吼道：“江夜，你害我入魔，害我跌境，毁我本源，现在还要抢走我的血煞鼎，你休想！”江夜无语，这些个天命主角怎么来来回回就只会这么几句，不腻吗？不过他也懒得再跟沈炼废话了，拿不到地气血煞鼎，那就直接杀了当，回收物。江夜眸光一沉，脸上懒散的笑意彻底敛去，声线透着寒意，语气变得冰冷：“你要真不识相，杀了你再把魔帝残魂带回江族，有的是手段剖开识海内宇宙，再把那血煞鼎拿到手，不过是麻烦一点罢了。”沈炼脸色煞白，连指间都在微微颤抖，他能感受到江夜是真的动了杀意。江夜，你真要逼我到绝路？沈炼此前以为哪怕失败也总能保住最底牌的血煞鼎逃遁，但没想到对方准备这般充分，他想不通江夜为何会对他如此关照。可现在他连抵抗的资格都没有。这时沈炼识海之中，嗜血魔帝残魂又劝阻道：“沈炼，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交出血煞鼎，留的性命要紧。只要你活着，本帝便有100种法子帮你摆脱江夜的追查，到时天高地阔，何处去不得？”沈炼咬牙，满脸不甘：“那可是地气啊！你若死了，连尸骨都得被炼成鼎灰。”嗜血魔帝冷哼，他心中焦急不已，毕竟他与沈炼双魂共体，若是死了，他的残魂也将很快消失。血煞鼎虽好，但本帝还知晓一处机缘之地，应该能胜过一般地气。只要能拿到手，他日你未必不能逆转乾坤。沈炼沉默，拳头紧握，指甲嵌入血肉。许久，他才缓缓抬头，目光死死盯着江夜，低声道：“你若得了血煞鼎，可否保证从此不再追杀我？”他眼神里满是不甘，声音沙哑中带着一丝颤抖。江夜挑眉笑道：“你这模样，说的跟我愿意浪费时间追你似的。”沈炼苦笑，心在滴血，那可是地气啊，是他逆天崛起的根基，如今却要拱手让人。嗡！一缕暗红魔光忽地浮现，宛如残烛幽影般摇曳不定。嗜血魔帝的虚影从沈炼的影子之中缓缓显现，眉眼阴鸷，气息衰弱，却仍透着一股杀戮众生的压迫感。哪怕仅是一缕残魂，其存在依旧令人心悸。江族小辈，他的声音嘶哑而低沉，带着一丝森然。当年本帝也曾与你族内人打过交道，那帮人一个个狗眼看人低，表面道貌岸然，背地里却尽是些见不得光的肮脏手段。如今竟又落到你这小辈手里，则当真是命数弄人。本帝倒是有些好奇，你出身长生仙族，天生锦衣玉食，地气宝物岂会少得了？又何必盯着沈炼不放？莫非还真是为了什么除魔卫道？嗜血魔帝语气带着一丝疑惑与不屑。江夜嗤笑一声，眼眸微眯，
随意抬手指了指周遭星光流转的结界，那是江毅亲自布下的迷雾禁制，内外彻底隔绝，天机遮蔽，就算有地境强者路过，也只能看到一片清寂虚空，丝毫窥不出此地异动。江夜并未多答，只是指着周身将移设下的结界道：地气虽有不少，但谁又会嫌多呢？本神子是各识时务的人，宝物自然多多益善。他言语轻松，语气完事，像是在闲聊，但那一抹淡淡的贪婪与自负却毫不掩饰地张扬出来。你也不傻，得血煞顶这事，知道该藏着点。嗜血魔帝目光幽深，阴质冷厉，随即收起了那副探问的模样，话锋一转，寒声说道：既然如此，你立下天道誓言，拿了地气后不得杀了沈炼，否则魂飞魄散，万劫不复。江夜闻言耸了耸肩，只是这一次放过沈炼而已，将来若是再碰见，我可不会留手。同时你们也要立誓，将血煞顶完整交于我，不得有丝毫损毁。江夜语气平淡，但话落之时，一股莫名寒意已然弥漫在四周。沈炼咬牙，面色阴沉。嗜血魔帝沉默片刻，点头可以。当即双方一同立誓，誓言轰然撞入天地法则。下一刻，金色天道符文自虚空中浮现，如锁链般穿入识海，天地轰鸣，道音回荡。沈炼只觉灵魂深处一紧，有种说不清的束缚感，一旦违背，天雷劫火，魂飞魄散。这一刻，沈炼脸色苍白如纸，眸中满是愤怒、不甘与复杂。哪怕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他依旧心在滴血。那可是地气。他缓缓抬手，掌心一道血光升腾，化作一口通体暗红、符文密布的古鼎，鼎壁之上隐隐有魔纹游动，凶煞之气冲霄而起。拿去吧。他咬着牙，声音低哑似从喉咙挤出，指尖都在发颤。江夜却神色自若，笑嘻嘻的一伸手，掌心神光浮现，轻轻一卷，那口血煞鼎便已落入他的掌控之中。定，天命主角沈炼失去血煞鼎，气运值减少3000点，反派值加3000。早这么配合，不就轻松点了？嗜血魔帝残魂身影摇曳不定，已然虚弱到极致，气息如风中残烛，几欲熄灭，连维持显化的力量都逐渐崩解。他望向江一道，能否送沈炼一程？沈炼也是脸色惨白，气息微弱至极，一般只有封王境能够在深空中暂短穿行一会儿，但如今境界跌落的他，根本无法在宇宙星空中自主横渡。堂堂嗜血魔帝，如今竟沦落到向人低头求火。江夜望着他们狼狈模样，眼神平静，唇角却勾着一丝懒洋洋的笑意。嗜血魔帝神色一僵，半晌沉默，终究没再回嘴。沈炼一脸屈辱之色，江一，把这沈炼送到离血海盗域10万星域外的偏僻荒星，最好那种灵气干枯、荒无人烟的鬼地方。江夜传音江一，语气轻飘。下一瞬，江一手掌一扶，卷起星河裂缝，将沈炼与那缕嗜血魔帝的残魂一并裹住，消失于茫茫虚空深处。灵州之外，天穹下仍残留血色云影，其间夹杂着尚未消散的污浊魔气。一众修士瑟缩在船舱与甲板，面色惨白，眼神中满是惊惧。那片迷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一点动静都没有？江神子进去这么久了，不知与那沈炼拼杀的如何了，不会出事吧？但愿江神子能斩了那狗贼，否则我们这点修为恐怕连逃的机会都没有。议论声此起彼伏，每一声都透着压抑的惶恐。灵州之上，到处残留着血炼魔阵激发后的痕迹，甲板之上血迹斑斑，血腥之气扑鼻，混杂着焦糊与魔焰灼烧的气息，令人作呕。断裂骨骼、碎裂的法器随处可见，有的甚至被符阵反噬的血肉模糊，死状极惨。而此前那些镇守灵州的真王级执事者，有不少已经在魔阵爆发时便已仓皇逃窜，留下的寥寥数人皆是负伤颓然。此刻，所有人都陷入沉默中。终于，缠绕星辉开始溃散，迷雾化作缕缕光尘，如烟般散尽。一道身影从其中悠悠踏出，少年身着龙纹黑袍，袍角不染血尘，身姿潇洒如仙，金发随风浮动，正是江夜。众人眼神一震，仿佛从地狱中看见了光明，齐齐露出激动与劫后余生的神色。江夜望了一眼满地的尸骸与血迹，眉心微蹙，眼底浮现一抹若有若无的歉意，轻声道：诸位没事吧？这魔道之人最擅长的便是逃遁之术，各种诡异的遁法层出不穷，着实难缠。本神子方才一时不慎，竟被那沈炼侥幸逃脱了，真是可惜。众人闻言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旋即齐齐躬身行礼，语气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敬畏。江神子仁义，救我等于危难，感激不尽。若非神子及时赶来，我等怕是早就被那魔阵吞噬，血肉化为祭品了。江夜摆了摆手，笑了笑道：不必多礼。斩魔卫道，乃我辈修士里应之举。他话音落下，略一抱拳，神色平静。江夜此时现身，是想让灵州上的人把此事宣扬出去。沈炼入魔，目的已经达到。下一刻，虚空清明，江毅身影突现。江夜平静道：我们走吧。江毅抬手撕裂虚空，一道金光符文构建的空间裂缝浮现。江夜正欲转身走入其中，灵州上一道声音陡然响起，尖锐刺耳，骤然打破死寂。江夜，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堂堂长生仙族江神子，竟然让沈炼那个魔道余孽当着你的面逃了！
你还有脸走？此话一出，全场寂静。下一息，仿佛整艘灵舟都冻结了般，数百道目光齐齐望去，面面相觑，仿若听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这是谁的部将？这么勇？江夜心中微惊，目光循着声音注视过去。说这话的人是一位身披银纹黑袍的年轻修士，背负青铜古剑，气息不俗，不过是不灭境修为，身上却隐有一种不属于他年纪的深沉。他眉眼桀骜，神情带着毫不掩饰的愤怒与讥讽，仿佛天生不惧威压。许家第4序列，许阳。而就在他开口前，许阳内心其实尚有一瞬迟疑。他望着那从迷雾中不出的江夜，龙纹黑袍不染尘埃，神色淡然，周身仙光飘渺，如谪仙降世。江夜出手解救了所有人，护道人出手毁掉血炼魔阵，沈炼如丧家之犬般逃遁。他不是传言中那个只会仗着红叶女地狱鹰的纨绔吗？那一瞬，许阳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敬意，甚至开始动摇先前的念头。但很快，江夜淡漠的神情，周围众人那近乎狂热的崇敬目光，又刺痛了他的神经。许阳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许家那群人长辈的虚伪关怀，兄弟姐妹们似笑非笑的目光。哼，敬意，英雄不过是一群披着圣人皮的狼狗罢了。一念至此，敬意瞬间崩塌，执念如焚火灼骨，怒意与怨念翻涌汹涌而上。许家必须覆灭，而长生仙族江家是最好的刀。许阳眸光一冷，恶意翻涌，强行掐灭心底那点微妙的念头，当即抬手指向江夜，破口而出，恶语滔滔不绝。江夜，你不过是个伪君子罢了，什么除魔卫道，什么救人救世，说到底不过是想博个好名声罢了。灵舟甲板上的众人几乎全都愣住了，许多人脸上写满了震惊与茫然，仿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过去了好久，这才猛然反应过来，当即对声讨许阳：许阳疯了不成？江神子刚才救了我们啊！就是啊，要不是江神子及时赶来，咱们早就成了血炼魔阵的祭品了。他这是在挑衅长生仙族吗？疯了吗？几位伤势未愈正盘坐疗伤的灵舟执事也神色巨变，连忙站起，纷纷指着许阳怒骂：你脑子坏了不成？江神子拼死救我们，你反倒骂他，自己听听人言否？一时间群情激愤，斥责声如潮水般涌向许阳。毕竟他们的命是江夜救下的，这一点无需争辩。荒唐！一声暴喝响起，众人回头看去，灵舟主事人赵盘面色铁青，从船舱中走出，目光森冷，直视许阳：许阳，你疯了吗？说罢，他连忙又对江夜抱拳拱手，语气惶急：江神子，此人乃是荒古市嘉许家给的神子候选人，第4序列，从枯禅到玉东转据点接到的。但他此前似乎在历练途中，在一次秘境中神魂受了些损伤，思维时常混乱。他口出狂言，绝非本意，还请江神子莫怪，此子恐是脑神未清，胡言乱语，绝非我等本意。江夜并未立刻回应，一旁的江一早已按耐不住，但被江夜阻拦了下来。他只是神色淡然地望着那许阳，许阳依旧站得笔直，眼中带着一种莫名的执拗与冷意，似乎一点也不怕长生仙族江家的威严。良久，江夜轻笑了一声，他目光悠悠，唇角扬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语气带着一丝森然：呵呵，有趣。周围众人顿时噤若寒蝉，纷纷后退。那一刻，没人再敢出声，整个灵舟都被江夜一句轻笑压得如临冰狱。唯有许阳毫不畏惧，眸光一冷，嘴角扯出一抹阴冷讥笑：江夜，你救了众人又如何？连个魔道传人都拦不住，你还算什么江族神子？你不是英雄，你是废物！猖狂，太猖狂了！莫不是嫉妒江神子名动珠玉，所以故意挑事？不过是荒古世家而已，竟然如此辱骂江神子，真当以为护得住你了？灵舟上一众修士面面相觑，跟炸开了锅般怒斥出声。即便是那些原本冷眼旁观的修士，此刻也目露不善之色。灵舟主事赵盘更是脸色铁青，咬牙跪地道：江神子息怒，此子怕是神魂严重受创，还望江神子海涵。他一边怒斥，一边转头怒视许阳：你若再敢放4半句，老夫亲手把你丢出去，叫你死在星空里。然而面对众人的怒骂，许阳却毫不退让，他冷冷地扫了四周一眼，眼中尽是讥嘲与不屑。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不敢说罢了。你们以为他是为了救人？不，他不过是为了赢得掌声，赢得你们这群蝼蚁的崇拜，虚伪至极。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们不过是一群盲信的傻子罢了。许阳说完这些，语气越发冷冽，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心中暗自得意，这般劈头盖脸的侮辱，你这江族神子怕是要按耐不住了吧？江夜目光淡然，他并未动怒，反倒像是听到了一场无聊笑话，只是静静打量着许阳，心中已经与系统确认过多次，这许阳并不是天命主角，为何胆子这么大？荒古许家难道与那被挖至尊骨的许七夜有关？江夜眼神悠悠地看着许阳，唇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意。你有本事，怎么不在刚才沈炼不下血炼魔阵时，第一个冲出去杀了他？那时候你躲在船板下，像条死狗般瑟瑟发抖，如今倒是长了嘴。话音落下，整个灵舟陷入死寂，数百修士望着江夜，皆是心头发颤。所有人都听得出来，江夜语气中带着怒意。许阳面色不变，冷笑着强称道：我修为不够，难不成让我送死？这江夜怎么还不出手？看来要加把火了。他话锋一转，
继续挑衅江族神子又如何？你也不过是仗势欺人之辈。赵盘眼皮猛地一跳，终于再也忍不住，沉声道：“神子，此子口出狂言，辱您名声，老奴愿代劳，擒下此僚。”话音未落，他掌心一翻，苍茫星光如海，化作一道流光，轰然压下。轰！气浪炸裂，许阳当场吐血倒飞，身体如断线风筝般砸在甲板上，口鼻溢血，气息一瞬间虚弱到了极致。赵盘的修为虽未动用全力，却是实打实的真王境镇压，压得许阳如同死狗般瘫在地上，动弹不得。灵州上瞬间哗然，早该动手了，这种人留着就是祸端。众修怒斥如潮，连那些出身不凡的大家族弟子也都沉下脸来。就在这时，江毅忽然传音入耳，声音凝重：“神子殿下，那许阳有古怪。”江夜目光微顿，未作声色，淡然听下去。方才赵盘一掌落下时，我感知到他神魂深处有一道异样的气息浮动，非正统神魂之力。那气息很淡，但很诡异，似乎像是某种远古秘法，可凭借一缕神念，在本源中演化出神魂分身。他整个人就是一个被操控的壳子。江夜眉头轻皱，目光落在许阳身上，破望金眸微微一闪。刹那间，他看见许阳神魂暗淡至极，几近虚无，但那虚无中却有一丝古怪涟漪游动，若有若无，如同扭曲的特殊灵气残留。神魂虚弱，却无一丝损伤，怪哉！江夜目光微凝，脑海中念头急转，多半是被某种秘术操控了行为。而就在这时，许阳再度开口，嗓音嘶哑，却依旧带着那股莫名的戾气：“江夜，你敢动我？我背后可是荒古许家，你敢对我动手，那就是与我许家为敌。你江族又能如何？不过一群自诩先族的伪善之辈，真到了生死关头，还不是个个如狗？”话语如针，刺人耳膜，逼人底线。众人脸色顿时一变，赵盘身形猛震，背脊浮现冷汗。赵盘猛地回头看向江夜，面露惶急。神子息怒，他神志不清，这话不能当真啊！我等皆是受您庇护才捡获一命，不敢忘恩，更不敢让神子受辱。此人该死，但还请神子三思，勿为此等疯子动怒，脏了神子手。荒古许家毕竟也是真正的古老道统，自远古时代就长存于世，根基深厚。虽这些年沉寂，但威名犹在，不容侵入。更多的还是怕因为许阳这番疯狂的言论而牵连到他们这些无辜之人。江夜却未动怒，只是轻轻抬手。江一，他话音落下，一道金红般的掌影猛地劈落，砰然一声，许阳整个人便晕了过去，瘫倒在血泊中，再无声息。随后，江夜又转头看向周围众人，声音清冽而平静：“此人数刺辱我，挑衅江族，此事我江族自会追查，也请诸位为我长生江族作证，联名写信于许家，问此子之言是否代表其家族意志，要求给个交代，并把此物复制一份，务必要把今日此事传遍整个诸天。本神子倒要看看这荒古许家究竟想要做什么。”语毕，江夜取出一块流影石，轻轻一捏，嗡，一道画面浮现于众人面前，正是许阳方才出言辱骂，口沫横飞的一幕幕，无一遗漏，其猖狂放肆之状全数记录。众人连连点头，纷纷拿出流影石，金光一阵，全数记录下来。神子言之有理，江族为我等救命恩人，此子之言实在不容。许阳胆大包天，怎能如此祸水东引，坏我等名声？灵州上所有人群情激愤，或是害怕被江夜迁怒，或是真心愤恨许阳言行，大多都应诺，愿出一封联名文书，要求许家给出交代。毕竟江夜先前拯救灵州众人，此恩实在太大。江夜目光深邃，最后看了许阳一眼，眸中闪过一抹淡淡激意。一个被操控的傀儡，谁的手笔？不过没关系，回去过后让族内天玉殿探查一番，便能出结果。江夜不再多言，只看向江一：“走吧。”是。江一掌撕裂虚空，金芒交织，空间顿时开出一道幽深裂缝，三人很快便消失在灵州上。几日后，江族驻地，是神子回来了，见过神子。此刻九龙车辇破空而来，龙吟震天，金光璀璨，穿过重重仙阵，降临在江族驻地上空。神子回来了，拜见神子大人。无数族人仰望高空，纷纷躬身行礼，面露尽未与激动之色。江夜如今名动诸天，未及成人的封王境镇压天骄，更是登顶登天路。这样的战绩，哪怕在江族这等仙道古族中也绝无仅有。九龙车辇缓缓降落，一路前行，仙雾氤氲，彩霞万缕，四周景象如同仙境。只见一座座巍峨神山神岛悬浮虚空，其上古树参天，灵瀑垂落，如银河倒挂，仙禽神兽时而有振翅穿梭，喷吐神辉，尽显太古遗韵。穿过无数神山仙岛，一座宏伟无边、琼楼玉宇般的宫阙浮现天际，巍峨肃穆。神子宫前已有一道人影等候多时。江族族长江玉良：“神子殿下，女帝命我来请你过去。”江玉良微笑开口，眼中含着一丝对后辈的欣赏。江夜轻轻颔首，将早已禁锢的许阳丢出车辇，淡淡道：“途中小有波折，我将此人交于天玉殿，务必查清他的真实情况。我怀疑他被某种秘法所控，不似寻常人。”江玉良点头，手一挥，虚空裂开，一道神谕法印封锁许阳，将其收入禁地。灵州之事，我等已然知晓。江玉良缓缓道：“诸天近日
此事传得沸沸扬扬，我已派人先一步赶往许家。江烨轻轻点头，眼眸幽深如古潭，送许家一封请帖，就说我江烨请他来。江玉良闻言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寒芒。许家前些日子就来到江族了，是为父神子的成人宴，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再发出一封质问信。江烨点点头，默认同意，然后又眸光一转，语气淡然问道：那江族彻查一事如何了？他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布局，肃清内部奸佞，又借着覆灭沙隐楼一事给众道统台阶下，并祸水东银谷仙域，一方面为江族拔除内患，另一方面也以杀鸡儆猴之势警告诸天宵小莫要妄动心思，这既是为江族未来铺路，也是立威。闻言，江玉良老脸开花，满是舒展之意，眼角皱纹都仿佛笑出了花，接连说道：此番多亏神子谋划，此次行动我族调动了天罡仙阙全部战力，吩咐珠玉，除了那天引楼主，另外3位店主陨落，余孽尽数清剿。而江族内部肃清了诸多安插在内部的间谍小人，连带部分暗中通敌的散修供奉也被一并清除。我族此次行动颇为顺利，进展不错，数位准帝与至尊出手，同时女帝也在大力支持此事，震慑了不少宵小贼子。最近各地的善后事宜也渐渐平息，相关的文卷记录也于近日才刚刚统合阅查完毕。江玉良说着，语气中更是带着一丝惊喜。在查阅之后发现，此番行动所花费的资源与人力，与最终的收获相比，甚至还赚了不少。那些暗中安插间谍的道统，为了平息我江族的怒火，付出的赔礼之丰厚，可谓是名利双收。江玉良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枚古朴的玉筒，递给江烨，示意他翻阅查看。神子殿下，您这次书院之行的事迹，族内人都传开了，未及弱冠之年，便已真至封王之境，还登顶了登天路。这等成就，哪怕是黑暗纪元之前的极盛时代，那些号称绝代妖孽的存在，恐怕也远远不及您分毫啊！现在族内各大序列天骄，对您可是佩服得紧。江烨接过玉筒，随手一捏，神识扫过其中卷宗，其中详细记录着被肃清的名单，多为外来修士，供奉长老之流，几乎无一是族中直系血脉。令他微微诧异的是，江族内部道义，外地齐心，直系各脉之间几乎无龌龊冲突，就连那些素来高傲的古脉长老，对自己这个神子也未有一丝怨言。反派家族都这么和谐。江烨心中微讶，脸上却无波澜，手指微动，便将那枚玉筒收入袖中。那就好，我去见母亲了。江玉良恭敬行礼，眼中却隐有敬畏之色。这一代神子心机深沉，手段狠辣，行事却不留痕迹，已然具备一族之主的气魄。江烨不再停留，驾驶着车辇穿过万众飞宫，行至江族核心主山。此地山巅仙光如瀑，古老的神殿在云海中若隐若现，万道神辉流转，主山静谧而庄严，唯有神子与女帝可自由进出，余者皆需通禀。江烨熟门熟路，未受丝毫阻拦。当他踏入主宫前的金文玉阶，一道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温暖熟悉。就在他推门而入的瞬间，殿内传来一声清脆娇呼，带着浓浓的思念与宠溺：叶儿，你终于回来了，娘亲想死你了。话音未落，一道红影飘至，正是红叶女帝。她一袭红衣，风华绝世，上前就是一把捏住江烨的脸，笑意盈盈，眼底尽是柔情。娘！江烨一脸无奈，嘴角抽了抽，任他揉来揉去。你怎么总是把我当小孩子一样？你本来就是。苏红叶毫不在意，哼了一声，笑意渐敛，眼神中多了一抹寒光。那许家好大的胆子，竟敢这般折辱我家燕儿！若你成人礼不给个交代，说不得老娘又得像30年前一样踏破他们主公。他说话轻描淡写，却如惊雷炸响，一旁侍女吓得脸色微变，连带着周围温泉仙雾都隐隐荡起。江烨却只是轻声回道：娘，那许阳之事恐怕并非许家主意，我此行本就是突然而至，许家总不可能提前安排好这种局。再者，他的举动太过激烈，简直像是故意逼我出手，这不像是荒古世家的手笔，更像是……江烨眯起眼，声音低沉：某些人的故意为之，给我一个名正言顺对许家出手的理由。苏红叶听后轻轻一笑，似乎早已心知肚明，哪怕不是许家主意，他们也得担着。叶儿，你可是江族神子，若这般挑衅都能忍，那岂非人人可来啃江族一口？娘不怕你狠，就怕你心软。他笑得温柔，却满是杀意，眸中映着无尽星辰，仿佛能洞穿一切因果命运。江烨沉默片刻，点头。母子二人随后在主殿内用膳。主宫高阔恢宏，宫中仙案上摆满了精致仙食，桌上摆放的灵果仙酿更是动辄数万年以上的珍品，寻常修士毕生难得一见。大帝早已断绝凡躯需求，世间任何仙珍美味都已无法对他的修为产生丝毫裨益，但对苏红叶而言却是兴致满满。江烨自幼便不粘人，性子更是冷淡洒脱，被封印20万年，醒来后相处的时光却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份疏远，反倒让苏红叶更觉珍惜。席间，江烨将云顶书院所遇之事娓娓道来。苏红叶一边听一边挑眉，目光越发深邃。嗜血魔帝就算了，你这孩子怎么还能招来造化圣体？不过这个凌晨竟还是那天机老狗的一枚棋子，还扯上了玉灵大帝，那都是远古时代前的人物了。你这孩子机缘着实不小啊。江烨却只是淡淡一笑，未多做解释，只将一卷金色密录递了过去，
道：“娘，您看看，此秘法对您和父亲可有注意？一部完整的仙级秘法，无论在何处，都是足以引起无数强者争夺的至宝，其价值连城，难以估量。”苏红叶接过玉简，美眸顿时亮起，他迫不及待地将一缕神识探入其中，仔细翻阅起来。片刻之后，苏红叶微微摇了摇头，略带惋惜地说道：“这秘法玄奥精深，确实是一部难得的仙级功法，对你父亲或许大有裨益，但与娘的道并不完全契合，用处变小了一些。”说完，他眼珠一转，眸子中又闪过一丝狡黠之色，忽地凑近道：“要不，你那乾坤天盘分化出来的伪地气，交给娘参悟参悟。我可听小妹说了，你得了2个乾灵盘呢。”江叶嘴角一抽，险些把手里的仙露酒喷出去。自家母亲还真是惦记起他的宝贝了。不过想了想，乾灵盘虽好，但以他现在封王境的修为，想要真正发挥出乾灵盘的威力，还远远不够，至少也要达到圣人境以上的层次，才能勉强动用其皮毛。也罢，交给母亲参悟一番，倒也行，全当尽点孝心。他翻掌一招，2枚骨盘显现，金银2色交汇，浮现大道轨迹，仙纹流转，天地灵辉环绕，隐隐间似能听到时空错乱之音。苏红叶见自己的儿子如此听话，喜笑颜开。他欲手轻抬，释放出一缕精纯的灵气，轻抚其上，感悟片刻，随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道：“不错，这乾灵盘虽然只是先天至宝乾坤天盘分化出来的伪地气，却也具备天地演化、因果干涉，甚至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时空之力，十分神异。此物为娘先替你保管了，等你将来修为高了后再还你。这期间，我会设法将它们改炼一番，使之真正具备杀伐地威，成为你镇压诸天的兵刃。”说到这，他眸光一闪，又补充道：“还有一儿，待你成人礼结束后，记得去把叶清玄那一份乾灵盘也拿回来。失去3分乾灵盘，那天机老狗肯定元气大伤，说不定还会因此现身一次。若有机会，就斩了他，免得再留后患。更何况那家伙身上还藏着乾坤天盘的母气，若能收回母气，再辅以我江族的资源，也许有希望重塑一件真正的先天至宝。”江叶苦笑摇头，自家母亲真是瞧上了对方的宝贝，不愿放手了。族长那边说踪迹快查到了，找到叶清玄，我便动身。苏红叶这才点头，笑意柔和。他又提醒道：“你此次成为云顶书院的道子，也得到了那件名为雾影繁花的异宝，要好生参悟一番。但修行之事，切记不可太过急功近利。有娘与江族在你身后为你遮风挡雨，你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好。江叶郑重应下，起身正欲离开，苏红叶却眉头微蹙，目光忽然向远处望去。怎么了？江叶察觉异常，转身问道。以苏红叶巅峰大帝的修为，哪怕只是不经意间散发出的感知，也足以覆盖整个江族庞大的驻地，任何风吹草动都难以逃脱他的察觉。苏红叶收回神识，缓声道：“一件小事罢了，好像是有个外来修士悄悄闯入了凌迟天山，应该是想偷取些东西。那里虽不是宝库，但也汇聚我族积累的诸多灵泉、药骨与天才宝地，想来是个贼人，交由族内人处置便是。”江叶却微微皱眉，长生仙族江家的威名在诸天万域之中何等显赫，谁人胆敢如此不敬，竟敢闯入江族的圣地盗窃？不是愚蠢，就只有天命主角有这个胆子。他略一沉吟，便起身告别母亲：“我去看看。”江叶借助虚空经神通，快速来到凌迟天山。此地位于江族主山侧翼，乃是一片钟灵毓秀之地，3000灵池，万顷药田，悬空灵山汇聚其间，灵气滚滚，是江族修士闭关取材祭炼宝物的要地之一。然而此刻，当江叶来到凌迟天山的核心区域时，却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几名身穿银色战甲、散发着强大气息的侍卫，正神色严肃地围住一个衣衫华贵的青年。那青年身上明显带着不少储物法器，鼓鼓囊囊，显然是偷拿了不少东西，其中不乏散发着浓郁灵气的玉瓶，以及一些一看便知价值不菲的高级仙材。大胆贼子，竟敢擅闯我江族圣地运灵宝缺，盗窃族内重宝，还不速速束手就擒？如实交代你的来历和同伙。一名领头的圣人境侍卫手持一柄寒光闪烁的长枪，厉声质问道，语气中充满了愤怒和威严。说：“你是谁？为何擅闯我族凌迟天境？”青年眸中泛着寒光，面露不屑，冷声回道：“我只是误入，哪知这里是贵族重地。”误入！一位圣人冷哼一声，掌心闪动，神力凝为神锁，将其困住。你倒是误得很巧，抓起来！青年依然不惧，语气反倒强硬得很。那又怎么着？你也敢管我做事？我可是许家弟子第2序列许清，你敢抓我，许家便敢与你江族发动不朽战，到时候你们江族必然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几名江族侍卫面面相觑，别人可能怕许家，但他们代表的可是江族。领头的银甲圣人上前一步，手中长枪横扫而出，发动圣人之力，气势如虹，瞬间便将许清牢牢禁锢，神力汇聚为锁，将他定在虚空中。他冷笑一声，说道：“哦，荒古许家第2序列，好大的名头，好大的威风啊！抓起来！”就在这时，江叶自虚空中缓步而出，身影未至，寒意已笼罩整个凌迟天境。神子殿下，拜见神子！几名江族侍卫看清来人后，纷纷躬身行礼，而许清则是不管不顾，
看向江夜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惊喜。江族神子，赶紧让你的狗放开我！敢动我，必叫你江族付出代价，否则等我族老祖前来，必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江夜立于高空，黑袍飘扬，神色懒散却又深不可测。他望着许清，眼神里带着一丝饶有兴致的意味，唇角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举止乖张，言语粗鄙，像极了之前那个许阳的做派。之前是第4序列挑衅辱他，现在又是第2序列来凌迟天山偷东西，这般嚣张猖狂。江夜这下几乎断定，必然是背后有人在挑拨离间。他又想到了许七夜，但又好似牛头不对马嘴，毕竟当年是苏红叶挖了他的至尊骨，为何给许家挖坑？江夜沉思片刻，忽地抬手摸出一块漆黑如墨的流影石，随意抛在虚空中，灵光闪动，记录画面。他望向许清，眼神中带着点讥诮与玩味，明目张胆地偷盗我族圣地之宝，你倒还挺硬气的。来，继续，刚才那些话再说一遍。许清面目狰狞，仿佛真被激怒，张口便是破口大骂，咒骂江族上下，直言江夜不配为神子，骂声如潮，语气歇斯底里，却又透着一丝刻意的冷静与试探。江夜眸光微闪，并未拦他，反而不动声色地引导其言辞越发放肆。许清果然顺势骂道：我今日抢了你江族的东西又如何？你能把我怎么样？难道还敢动我荒古许家？信不信明日就是你们江族的死期？这一刻，流影石上清晰地刻下了这些嚣张至极的话语。江夜目色淡然，这下就算是杀了许清，许家也只能认了，而且还得赔礼道歉。这许清骂得虽狠，言语中却透着一股不合常理的冷静，就像是根本不在乎后果。跟许阳一样，神魂暗淡至极，人却还能活蹦乱跳的，大概率也是壳中之魂。江夜眸光如电，心中念头翻涌，却未在脸上显露丝毫。他右手缓缓抬起，指尖神辉凝聚，如日轮升腾，炽烈而神圣的光芒与掌心激荡，照亮四方虚空。光明神王指，此指一出，灭魂远斩万灵。哈哈哈！许清神情透着一丝疯狂，丝毫不惧。江夜手指一点落，神光贯体，轰！许清整个人被一指洞穿，连带着那缥缈残魂也在圣灵光辉中彻底湮灭，没有惨叫，没有挣扎，仿佛从这天地间彻底抹除，一片死寂。就在此刻，江夜耳畔响起清脆的系统提示音，叮！天命主角许七夜失去神魂本源的一部分，气运值减少2000点，反派值加2000。这一瞬，所有线索在江夜脑海中串联呈现。许阳、许清两个许家序列皆为壳中魂，而背后操纵这一切的竟然真是许七夜。他嘴角抽搐，一时间有点想不明白，这是什么路数？荒古许家难道不应该是他的后辈吗？之前江夜还以为许七夜当年失踪是因为许家在背后将其隐藏了起来，现在看来似乎另有隐情。怪哉，许家难不成跟这许七夜有仇？江夜心思微动，眼神却越发冷冽。如今只要确认了幕后主导是许七夜，那事情便好办了。之后行事，江夜也想好了对策。天命主角想做什么，他就越不让对方如愿即可。这许七夜不是想挑起江族与许家的争端吗？那就拆穿此事，让他处于众矢之的，让他与许家决裂。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四周侍卫，沉声道：入我江族，该死！话落，江夜衣袖一挥，背影如风而去。几名侍卫回过神来，面面相觑，继而振奋无比。神子殿下果然霸道，杀得好！什么荒古许家，在我江族面前也敢放肆？就该这样，看谁还敢来犯我江族威严！有人激动低吼，有人恭敬望着江夜离去的方向，眼中满是敬畏。江夜再次回到了神子宫，他并未急着处理后续，心中早已有了盘算。既然许七夜想玩阴的，那本神子便陪你好好玩玩。江夜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金眸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不过三番两次挑衅我江族威严，可别让我找到你的真身。他随即取出一份早先准备好的清单，上面所需的珍稀仙材种类繁多，无一不是价值连城。他轻声道：去族内9天仙藏，取此清单所载仙材。此令一出，外殿守候之人顿时神色一凛，恭敬应舵而去。9天仙藏的管事长老们接到神子江夜的指令，无不震动。神子所需便是族中首要任务，必须想尽办法筹齐，不敢有半点懈怠。很快，整座江族动了起来，先秦振翅，灵舟破空，无数传令弟子在族地内穿梭而行，只是亲自开封祖藏，开启禁阵，检索仙材。只用了短短不到半日的光景，一份份仙光璀璨、道运流转的珍贵材料便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神子宫。殿外灵雾蒸腾，如银河灌顶，清辉神液、浑元玄光藤、太乙神髓、九幽幽莲子，一件件仙材自玉匣中飞出，光芒如日月交辉，灵韵冲天，诸多族人远观皆惊叹不已。这些神物无一不是外界求之不得的天才地宝，传闻可运神胎、淬体魂魄，蕴藏大道根基。尤其是这些清辉神液，是前些日子古仙庭送来赔罪的，拥有超越仙髓的运灵功效，可催化道胎之源。定发现特殊可炼化注入物质，清辉神液可抵消用于光明神王体的专属反派点数，一滴清辉神液可抵用500点反派值，主人是否炼化。神子宫内仙光缭绕，
道运弥漫。江夜听到系统的提示，眼睛顿时一亮，原来是这种使用方式，跟之前的纯阳神液一样，都是由大量天然的特殊灵液炼化溶制而成，都能提升修为，而且能兑换专属反派值。他之前还为这些天命主角炸出的反派值太少而头疼，现在大致方向已经明了。童子，为何之前的纯阳神液一滴值2000反派值，而清辉神液却只有500？主人，纯阳神液与光明神王体高度契合，能直接激发其进化特性，而清辉神液虽不完全契合，但依然能大幅提升主人修为，辅助诸道提升。原来如此。江夜略作清点，发现族内送来的清辉神液有4瓶，每瓶大约20滴。他顿时一挥衣袖道：来人，去把古仙庭送来的清辉神液全部送到神子宫，本神子有大用。不多时，余下4瓶清辉神液也全数送来，灵液幽蓝清透，金光四溢，仿佛封存着一整个星河。江夜手握玉瓶，望着其中灵液缓缓流转，唇角不由微扬。清辉神液真是好东西啊，谢谢你，古仙庭。待我成人礼结束，定要再亲自拜访一番。江夜怎可能满足于此？好东西自然要全数收入囊中。以他的性情，古仙庭暗中谋害江族利益，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童子，这些全部炼化可兑换多少反派值？共可兑换8万反派值，另需再消耗1万反派值，即可将光明神王体提升至第3阶段。是否提升？江夜盘膝而坐，金眸中激发出淡淡的造化道运，一切准备就绪。提升！刹那间，一股炽盛神光自江夜体内腾起，犹如万丈天穹忽然崩裂，一轮白金日耀缓缓升腾，清辉神液缓缓融入江夜体内，宛若仙露灌体，一点一滴滋润魂魄，激荡造化神能。吴银胜挥号而出，光明神王体随之悄然蜕变，那是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觉醒。一缕缕光之规则浮现肌肤，像是大道亲自烙印，一道银色神痕贯穿脊背，灿烂而神圣。他的神魂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更加凝实，更加强大，隐隐散发出一种超脱的气息。江夜周身金芒尽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苍银神辉，如圣气出窍，锋芒毕露。他静坐不动，却仿佛万仞灵视。光明神王体进化至第3阶段，圣光大道进一步圆满，现已解锁光之银刃领域。此领域可在兵器之上附加银刃特性，锋锐无匹，能以神念操控兵器，远距袭敌，攻敌于千里之外，无坚不摧。同时掌控封灭大道，若能将其领悟至大成境界，可在战斗中自然演化银刃领域，万兵凌空，斩灭一切邪法。江夜的手掌轻轻一抬，一柄剑气自垫脚飞出，刹那之间，银光附体，竟在虚空中自行游走，一分为9，如流星分裂，剑意如潮，破开10丈之外虚空。那是银刃特性激活后的异象，剑光过处，连空间都被撕碎，留下道道锋芒裂痕。好一个封灭大道！江夜目中异彩连连，光之银刃乃是光明神王体的杀伐之主。江夜感悟一番后，收回心神，又从储物戒中拿出3生仙枝，灵气流转，将3生仙枝熔炼为液，如星露滴落，缓缓融入江夜体内，化作仙灵之水，灌注经络，涤荡魂魄。他催动无量混元真点，同时引动造化圣体的本源力量，将这些价值连城的仙材与不断炼化吸收。造化圣体本源轰然运转，无量混元真点与体内齐鸣，道纹交织，一道道造化神纹从骨血中浮现，演化万道烙印。忽然，江夜识海深处轰然震荡，虚无之中阴阳颠倒，一尊模糊的道胎悄然运生。它悬于识海中心，四周万道光辉盘旋，有先秦神兽的虚影环绕，有大道符文自动流转，仿佛蕴含了整个世界的演化根本。它的身体在重塑，在升华，无穷的能量在不断被吞噬、吸收，流入奇经八脉，最后灌注入神魂深处，道胎出成之时。与此同时，永恒地经如被神火灌注，缓缓松动，第4层壁障被一股道意冲破，磅礴的仙力在它经脉中奔腾，如同亿万条真龙在咆哮。最终，地经赫然突破至了第4层，修为也在不断暴涨。咔嚓一声脆响传出，体内仙力骤然跃升，仙光贯体，宛若神王横空。江夜从封王第4重直接突破到真王境2重，仙力凝如实质，体表浮现造化纹络。玉宝大道随无量道胎而水涨船高，掌控度飙升至29%。最恐怖的变化是阴阳咒魂真点，阴阳咒魂真点在这股造化之力的滋养下，这一刻催动无量道胎催动魂法，使其近乎真挚圆满。江夜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若是现在对他人种下魂印，那魂印将不仅仅是简单的诅咒破坏，而是直接控制对方的行为，达到一种近乎完美的奴役状态。不知过去多久，江夜缓缓睁开眼睛，金瞳之中大道流转，如同混沌初开，气机磅礴，大道气运自4肢百骸间流转，造化之力如天河倒灌，滚滚不息。江夜吐出一口浊气，无量道胎成，若我此刻种下魂印，哪怕是真王之上，只要意志稍弱，亦能受我驱使。宿主江夜，修为真王境2重，血脉体质至尊骨，永恒仙体，破望金眸，造化圣体，无量道胎，光明神王体，第3阶段0%，功法永恒地经13层4层
阴阳咒魂真典、阳篇大成、虚空经 42%、无量混元真典 28%、宝物炼魂壶、伪造化青莲、棒球棍、雾影繁花、血煞鼎大道、圣光大道 35%、虚空大道 17%、耀焰大道 25%、玉宝大道 29%、封灭大道 13%， 反派值50500，这波提升很大。江夜缓缓起身，龙纹黑袍微震，化作金光流转，背后道纹若隐若现，宛如一尊从大道中走出的少年神王。或许魂印，那就先从许阳身上试试成效。他眸中寒芒一闪，踏出神子宫，江族内域一道道天境自发开启，似在向少年神子让道，直奔封镇罪者的古老禁地天域殿。此殿位于江族东域极深处，地脉交汇，浊气蒸腾，常年禁封于9重神阵之下，仅有少数族内执事有权出入。江夜刚一落地，就有执事在候着，见他降临，顿时躬身拱手，躬声道：“拜见神子殿下。”许阳人呢？江夜语气平静，金眸扫向殿门，冷光一闪，就在里面，依神子吩咐，已用锁魂链困住。江夜点了点头，脚步轻迈，随执事进入殿内。天域殿内光线幽暗，空旷寂静，石壁上镌刻着封印大阵，四方符文环绕，隐隐有神纹流转，镇压囚禁者一切力量。在殿宇深处，一座青铜囚笼伫立，四角插有神铁，发出哐啷啷的金属颤音。囚笼之中，许阳正静静地坐着，探查的如何了？江夜走至笼前，眸中寒芒微闪，淡声问道。执事低头回答：“禀神子，此人神魂确有异样，极其微弱。属下试图搜魂，却发现神魂中似有一道极隐晦的禁制，一旦触碰，恐引发魂海崩塌，直接灰飞烟灭。”江夜眉头轻挑，眼神幽深，看来是布了后手。多半如此，但此法极为隐秘，且非寻常秘法。按属下推测，大抵是某种古老秘法，埋藏极深。江夜立于铁笼之外，静静望着许阳，金瞳深邃，忽而道：“请着吧。”许阳艰难睁开眼，目光浑浊，看清来人后，眼底陡然掠过一丝冷意。江夜，他声音嘶哑。江夜淡淡一笑，你很有胆，背后的人也有胆。神魂中不下这种禁制，怕是早就料到你会落入我手中。许阳先是一惊，但也很快恢复平静，沉默不语。毕竟他面对的是长生仙族，要是探查不出来，反倒奇怪。江夜也不废话，右手微微抬起，指尖萦绕起淡淡的神光，隐隐有阴阳二气流转，其间似有皱纹浮现，如同天地密语，神秘玄奥。本神子如今阴阳咒魂真典已经圆满，你很荣幸成为第一个试验的对象。话音落下，一道黑红色的魂印自其指尖浮现，缓缓飞入囚笼之中，穿过层层绳索，悄然没入许阳眉心。许阳面色一变，嘶声挣扎，刹那间，他瞳孔一缩，只觉体内神魂一颤，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将他整个人意识笼罩。就在这一瞬，许阳识海深处一道潜藏极深的神魂本源异动，那是许七夜亲自布下的神魂本源分身，藏于最深层的魂源，以防许阳被人搜魂。然而在这道黑红魂印侵入的一刻，许七夜的神魂本源分身骤然震动，符文崩散，禁制如纸糊般被撕裂。咔嚓，一道魂音炸响，那古老的神魂印记如冰雪浴火，瞬间瓦解，直接被黑红仙纹替代。整片石海为之一尽，新的烙印高悬其上，黑红交汇，宛如一尊俯瞰众生的魔神。定，天命主角许七夜失去神魂本源的一部分，气运值减少2000点，反派值加2000。江夜眸中寒芒闪烁，听到系统提示后，唇角勾起一抹讥诮，原来也是一种魂印秘法。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我娘的秘法更胜一筹。此刻，许阳识海深处赫然浮现出那黑红仙纹魂印，悄然烙印其魂源之上。那魂印如有生命，悠悠旋转，吞吐神辉，将他所有神识封控，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无法升起。良久，江夜收回手指，魂印发动，许阳神魂中大量记忆便涌入他的脑海。这许七夜还是个穿越者，原来如此。这许七夜前世看小说看多了，天生至尊骨被许家发现，自小雪藏他，而许七夜却因此以为族内要夺他至尊骨，用来培养族长之子许芒，也就是如今许家的第一序列。哪怕当年那个真王进修士告诉了许七夜背后指使者是江族，他反倒认为是许家做的，此举不过是祸水东引，污蔑江族，好把他继续当成韭菜割，让他回到族内重新酝养生长至尊骨。于是许七夜选择了销声匿迹，甚至由于许家将许芒保护得太好，许七夜还以为被挖的至尊骨在许芒身上，如今便想要借江族之手报复覆灭许家。江夜理清了思路，摇头讪笑，既然知晓了来龙去脉，接下来便好应对了。从记忆上看，许家似乎还真是有想要夺至尊骨的意思，但照他前世看的小说套路推测，如果不从中干预，这许七夜最终大概率会与许芒消除误会，许家也会因为看到许七夜的潜力，与之和好庇佑他，那就让他与许家彻底反目成仇。他看向面前的许阳，这许阳也是无妄之灾，在枯禅道域外出历练时，被许七夜半路截杀，神魂俱灭，被许七夜神魂本源分身占据，成了壳中魂。不过这许七夜的一部分已经被他所掌控。江夜淡淡道：“
以后你是谁的奴，明白了吗？许阳面色呆滞，挣扎片刻，却终究低下头颅。神魂已被完全掌控，再无抗命之力。属下听命于神子。很好，接下来就用你来演一出好戏。江夜眸光幽深，看着呆滞如傀儡的许阳，他袖袍一拂，一尊三足铜鼎自虚空中浮现，鼎身古朴，遍布斑驳血迹，似有千百魔魂在其中哀嚎嘶鸣，伴随着淡淡煞气弥漫，一股阴冷至极的腥味扑面而来。赫然是血煞鼎，鼎中仍残留着一滩漆黑如墨的粘稠血液，带着令人心悸的腐蚀气息。那是沈炼以魔血淬体时排出的污秽浊液，蕴含嗜血魔气与残魂碎念。江夜望着鼎中血液，唇角泛起一抹讥诮冷笑，试试看能不能借许阳魂印给许七夜送点小礼物过去。至于成功与否，其实对他并无不局影响。他指尖一点，魂印的黑红仙纹被催动，与此同时，他挥袖引动鼎中黑血，那滩诡异的魔血像是活物般蠕动着爬升，黑雾弥漫，幽光乍现，宛若来自冥域的诅咒魔纹。江夜右手掐诀，左掌猛地压下，轰！那团黑血轰然落下，重重烙印在许阳眉心魂印之上。许阳剧烈颤抖，面目扭曲。魂印为桥，魔血为引。江夜以魂印为链接，血煞鼎为器，借许阳之躯，强行对许七夜本源神魂施下诅咒。下一瞬，他微微皱眉，体内魂印波动忽然一滞，仿佛那条原本隐秘微弱的联系被某种无形之力彻底切断，归于寂灭。似乎成功了。哦，像是失去了什么。江夜垂眸，语气不冷不热，虽失联，却毫不意外。罢了，就算失败也无妨。如今许阳已被魔血污染，成为了魔道之人，此后便是许七夜的行为象征。如此一来便好布局了。而下一刻，江夜得到了来自系统的反馈：定天命主角许七夜神魂本源遭到魔血残念影响，有入魔失控的迹象，根基受损，气运值减少5000点，反派值加5000。江夜轻轻一挑眉，看向血煞鼎，透着一抹兴趣，旋即低笑出声：看来这玩意大有用处啊！远在另一方天地，忽地一道气机动荡，激起天穹涟漪。一位盘坐于万山之巅的黑袍青年，身形猛然一震。许七夜闷哼出声，额头浮现细密冷汗，一股莫名的阴寒之力自神魂本源深处汹涌而出，似要钻入识海，侵蚀心神。怎么回事？许七夜脸色骤变，神色惊疑。话音未落，神魂元海中黑血与煞气陡然翻涌，仿佛某种诡异恶念自深渊挣脱，欲要将他整个人拖入魔渊之中。这是魔血残念。那一刹，许七夜眼神震撼，神魂颤动，几乎立时失控。他感知到这股异变正是沿着某种古老的印记而来，源头赫然是寄托于许阳体内的那道魂印。该死！不及细想，他立刻强行运转神魂之力，以自身本源为引，斩断与许阳之间的神魂连接。斩！一声暴喝，如9天神雷震响，识海中那道魂桥轰然断裂。可下一刻，他脸色更惨，险些从空中跌落，胸中气血翻腾，一口猩红精血猛地喷出，洒落苍穹。他身形晃动，急忙盘坐于地，强行镇压那股魔血残念的反噬。呼！许七夜大口喘息，整个人仿佛从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后背已被冷汗浸湿，差点就入魔了。他咬牙，面色难看至极，眼中更泛起森冷寒意。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江族竟能借助我神魂分身施展诅咒，而且那魔念残魂及其阴毒，分明是以某种邪物为引，专门冲着我本源而来。许七夜缓缓闭眼，仔细体察自身变化。尽管暂时将其压制，可他心知肚明，那魔血已然污染本源，一道无法抹去的魔念污秽悄然潜伏于识海最深处，如魔种埋入到基之下。可恶，根基受损，将来若有道心动摇，怕是真会入魔。许七夜面色铁青，眼神森冷，片刻沉默，他忽而自语：不该小瞧江族啊，终究是长生仙族。江族有万古传承，镇族大地，底蕴深不可测，失策了。而且江族已经察觉到有人在幕后布局了。许七夜喃喃低语，目光沉冷如夜。可他转念一想，又蹙眉皱起，只是奇怪，这江族为何一直没迁怒许家？那江夜不是纨绔子弟吗？这般侮辱都能忍？不对劲！他眼中光芒流转，心思翻涌如潮。之后的计划得换一种方式，不能再如之前那般直接了。这2日，诸天万域内各大修道势力都在热议一件事：许家第4序列许阳以及第2序列许清相继辱骂江族神子，叫嚣挑起不朽战的言论已然传遍诸天。刘颖时早已传遍，甚至在坊间内大火热卖。而此刻，许家主殿内气氛凝重至极，一位身披紫金道袍的中年人正愁眉紧锁，他便是如今的许家之主。他手中正托着一枚晶莹剔透的流影石，指尖法力流转，将其中画面缓缓展开。画面中正是许阳在灵州之上，满脸狰狞，出言不逊，言语狂妄到极点。江族神子不过一条狗罢了，若你敢动我许阳，定要灭你9族。我许家当立万世为名，江族若不服，便开战吧。流影石中音像清晰，毫无篡改之迹。看着这段画面，许家家主只觉头疼脑胀，额角青筋微跳。
此事他早已听闻，但真正见到刘颖之时，依旧感到心寒。荒唐，简直是丢尽我许家脸面！他低声怒斥，却又无可奈何。下方几位长老早已看得面面相觑，其中一位须发皆白、身形瘦削的老者缓缓站起：“许家二长老许永春。”他语气沉稳，沉声道：“家主，此事恐怕有蹊跷。许阳乃是老夫衣钵弟子，其性情谦恭内敛，自幼谨守族训，绝非那等愚妄之人。以他性子，绝不会当众说出如此狂言，何况还当着江族之人。我怀疑许阳身上恐有异变。”许家主沉吟不语，神色愈发凝重，低声道：“你说的，我也不是没想过，但如今事情已至沸点，各方势力皆在观望，甚至连其他不少道统都有隐晦言辞。我们许家怕是要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许家主长叹一声，望向殿外昏沉天光，缓声道：“30年前的事，各位都还记得吧？”他的声音并不高，却带着一种难言的压迫，让整个主殿的空气似也沉重几分。30年前，红叶女帝亲临许家上空，不过因一桩旧账，便强行问罪。许家为了息事宁人，倾尽数做仙脉灵矿，数座古城，2件帝兵才换得红叶离去，甚至请出闭关的大帝老祖，也未能让其退让半步。哪怕那时许家正值鼎盛，依旧抬不起头来，沦为各方笑柄。那女帝手段强势，性情偏执，尤其护短。如今出事的不是旁人，而是他的亲子江族神子江夜。说到这里，许恒语气更显凝重。他从未忘记那一日女帝驾临的压迫。那件事后，族内那位大帝老祖也提醒他，今后不能再与江族再起任何冲突。之后许家便一直安分守己，如今却发生了这等麻烦事，又该如何是好？这时，一道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名内侍快步入殿，抱拳行礼，启禀家主，江族又……但此次前往你需谨记，不要再与江族起任何冲突。江夜虽然杀了许清，但从未主动挑衅，若非许清言语过激，他未必会动手。我们许家不能再陷入当年的境地。许永春缓缓起身，拱手一礼：“老夫明白，若是真查出此人，老夫必将其魂魄炼尽折磨，还我许家清誉。”江族神子宫内静谧无声，玉台之上，江夜盘膝而坐，衣袍无风自舞，气息深邃如渊，仿佛灵魂沉入某种玄妙莫测的状态。他身前，一朵朦胧绽放的繁花悄然浮现，通体似虚似实，由无数缥缈物丝交织而成。今日无事，便在参悟梦影大道。江夜消耗了5000反派值，直接将梦影大道提升到了10%入门阶段，但后续提升需要的反派值太多，暂时没有这个必要。雾影繁花，每一瓣皆如梦幻堆叠，一触即散，一探则空，无法锁定其真形。花心之处泛起丝丝涟漪，宛如大道气韵流转，又似梦中思绪微澜。江夜神魂仿佛融入了一片花海幻境之中，意识飘渺。此刻他所感知到的不再是尘世万象，而是一片由梦境铺成的浩瀚星土。一朵花映出9重幻世，层层叠叠，皆为虚象，皆为真理。梦无所执，幻中窥时，万象皆梦，梦亦非虚。一道光亮自江夜眉心浮现，如一口沉睡的鼓钟被轻轻敲响，灵台成鸣。他的双眼缓缓睁开，金芒隐现，眸中倒映那朵雾影繁花，仿若星辰倒影其中，缥缈不定，却又摄人心魄。梦境探索，像是某种极道幻术，又似推演现实。江夜轻声自语，声音带着掩不住的兴奋。若是修治大成，不仅能拉人入梦，扰其心神，还能影响神魂本源，甚至最终伪造现实。他再次看向那朵花，目光深邃。这条大道难以言明，与传统的神通秘术截然不同。他不靠力量硬汉，而是引心扰魂，编织幻象，以梦为刃，杀人于无形之中。更可怕的是，若此道修至巅峰，连天地规则都可能被虚构强行篡改。江夜缓缓睁眼，长发随之垂落，衣袂飘动，整个人似从梦中走出，又似带着梦境残痕而归。很有趣。江夜轻轻一笑，眼角弯起。此大道极为鬼神莫测，他对其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神子宫外，云霞蒸腾，玉阶长落，一位老者步入其间。许永春，许家二长老，圣王境修士，执掌神魂之道，精于搜魂探秘，溯源追踪，一手神识回溯术，曾为中域名动一方的人物。此刻他拄着一根赤金拐杖，脚步并不快。守宫弟子见状，本欲上前阻拦，却被他那浑厚苍老的声音所震慑。许家二长老许永春特来拜会江神子。声音如同洪钟大吕，在殿前回荡，音波扩散，却在触及神子宫门扉前，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悄然化解，消弭于无形。殿门悠悠开启，霞光一出，雾霭朦胧，梦幻缭绕之间，江夜的声音懒洋洋传出：“进来了，就进来吧。”许永春不语，只微微抬头，眼眸中神光一闪。他看见了那座殿内的景象：青玉铺地，金柱擎天，雾影繁花在空中漂浮，一半虚一半实，每一半皆似梦中印象，内藏无尽变化，似真似幻。殿中，江夜斜倚在一张古木软榻上，金眸懒散，手中正执一卷古籍，似在随意翻阅，眉宇却清朗如风。许永春缓步走入，目光微凝。踏入神子宫的一瞬，他只觉识海轻轻一颤，
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悄然试探。这是一道极其隐晦的梦魂之力，穿梭识海，如春风拂面般温柔，却悄无声息地探查而来。若非他主修神魂一道，只怕连察觉都难。梦影大道，这江族神子修为竟已达到真王境，他心头一震，但未显露于面。这等大道玄妙晦涩，世间罕有，修者能出窥门境，而这江夜竟已能以梦魂之力窥探来者识海。再联想到他在云顶书院一战中施展的虚空大道，徐永春心头顿生苦涩。真王境领悟了2道大道，他还有几日才及冠啊？徐永春联想到许家第一序列许芒白载苦修，也才踏入封王巅峰，大道更是一门未领悟。或许在外界天骄中已算顶尖，但与江夜两相对比，简直判若云泥。殿中，江夜懒散地抬眸看了他一眼，语气漫不经心：“听说许长老是那许阳的师傅。”徐永春微笑道：“杨神子，老夫也不绕弯子，今日前来不是为许阳求情，而是为了查明真相。”他顿了顿，神色微凝道：“我许家接连2位序列弟子，前后皆与神子相遇，且行事大异于常，实难不已。老夫此行只为一探其中根由。”他目光深沉，语气郑重道：“不知可否让我见许阳一面，亲自探查？”江夜轻轻一笑，目光变得意味深长。对方竟然没提许清被杀之事，许家如此态度，显然是打算接过此事。他原以为许家说不准会借此大动干戈，没想到竟能咽得下这口气。看来自己发出那封信的确有些效果，自家母亲的威慑力还是很强的。正好，既如此，江夜也进入正题。既然说到许阳，那我便直言，许长老有所不知，这几日我江族已经查明，那许阳的神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他只是一具空壳，内里乃是壳中魂在作祟。许阳行事如此乖张跋扈，甚至不惜冒犯我江族威严，皆是有人通过某种秘法在暗中操控。也就是说，无论是许阳还是许清，其实都已经死了。此话一落，殿内气氛顿时沉重数分。徐永春神色微动，眼底一抹痛色闪过，终究难以掩饰。他精通神魂之道，自然清楚这其中牵扯的诡异与凶险。若是真如江夜所言，那幕后之人的手段非同小可。若将神子所言为实，可否让老夫一观？徐永春目光肃然，语气却异常沉稳。江夜并未立刻回应，神色似笑非笑。他缓缓起身，语气从容：“既然许长老想亲眼确认，那便随我来吧。不过见了许阳之后，希望你能承受得住。”徐永春心中微跳，却不言语，只默默随行。二人穿过狱内重重禁制，踏入通往天玉殿的隐秘径道。江夜掐动法印，石门轰隆开启，一道阴寒森然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牢笼之中，一道身影被铁链束缚，正是许阳。请江夜负手前行，步履从容如常。徐永春步入天玉殿的瞬间，脸色猛地一沉。殿中，许阳此刻双目紧闭，脸色苍白的如同死人一般，周身散发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死寂气息。然而，更让徐永春心头一颤的是，许阳的体表竟隐隐浮现出几缕细微的黑气，魔气入体，这根本不是他熟悉的弟子，怎会如此？徐永春失声惊呼，他猛地向前几步，死死地盯着许阳。他看到了，那分明是被魔气侵蚀的迹象，这哪里是简单的神魂溃散，分明是被人夺舍之后又被邪恶力量污染的征兆。许阳已入魔，他声音沙哑，似不敢相信。许阳、许清2人被害，幕后之人竟是魔道之人。江夜站在一旁，神色淡然，带着些许遗憾的语气：“许阳的神魂早已破碎，我曾调动族内长老数次探查，可惜无功而返，只探查出此人魔气入体。听闻许长老精通神魂之道，或许能看出些端倪。”他说的轻描淡写，实则早已在许阳神魂中是下层层禁制，让徐永春误以为江族探查不出来。徐永春闻言，眼中神光微闪，神色凝重，良久未动。他探手虚引，一道银白神纹自掌心浮现，沉声道：“那神魂深处被设下多重禁制，有人以极其高明的神魂之术刻意掩藏记忆。”他目光深沉，神念微动，神魂法印自眉心浮现，一丝丝魂光宛如涟漪荡开，探入虚空之中。不过这等障眼手段还难不到老夫。话音未落，只见银芒骤然化为一道锋锐神石，如电钻破壁，瞬间刺入许阳识海之内。猎魂术，砰！识海震荡，重重禁制应声而裂，一缕阴影盘踞其内，形如幽蛇，神魂模糊，魔念翻涌，隐隐有咆哮之声于魂河最深处回荡。徐永春神识深入，层层玻璃之下，终于窥见神魂最底层残存的一道记忆碎片。许芒、许家，你们夺我至尊骨，我必杀你！轰！一刹那，徐永春面色大变，魂海震荡如雷鸣，连退2步，神色骇然。那人并非寄宿许阳神魂，更是引导、控制、篡改他的神识痕迹，将一切痕迹掩于深渊之后，极尽天衣无缝。徐永春眉头紧蹙，沉吟半晌，低声的：“难道竟是许七夜？此子所施神魂之术，极度诡异，极度霸道，非寻常魔道可比。”此话一出，江夜挑眉问道：“哦，许七夜，此人便是背后主使？”他目光含笑，神色淡然，语气却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疑惑。徐永春眼神阴沉如水，
眼底有一道难以名状的情绪翻滚不息。他亲眼看到了许七夜施展诡异秘法，将许阳炼化为傀儡的场景，以及许七夜那充满怨毒的低语。他沉默良久，方才缓缓开口：“不错，是他。我已从许阳残魂中窥得一段碎裂记忆，虽不全，但足以证实此事。许七夜早年不知所踪，族中一度以为他在外身语，未曾想他非但未死，反倒成为了魔道之人。许七夜10岁那年神秘失踪，他们也曾派人追查，但却一无所获。但让许咏春没想到，许七夜竟然会误以为许家夺了他的至尊骨。同时，许咏春心中也暗自凛然，许七夜所使用的那套神魂秘法极为高超，诡异莫测，难怪江族此前即便有所察觉，也未能彻底探查出神魂深处的问题。江夜此刻问道：“此人与许家有关？竟如此胆大包天？”许咏春深吸一口气，语气复杂地说道：“许七夜曾是我族内的天生至尊骨，本来是打算好好栽培他的。”说到这里，许咏春面色一凝，随即又带着一丝讪讪的尴尬，老脸微红，显然是想起了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老夫猜测，那许七夜会如此行为，恐怕是有人在暗中从中作梗，让他误以为我许家当年想要挖取他的至尊骨，所以才会对家族心生怨恨，做出这般过激的举动。但如今许七夜已堕入魔道，已是诸天死敌。许咏春说到这里，微微叹息，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惋惜。若是通常情况，许七夜还活着，那么他倒是还想争取培养一番。但如今许七夜与魔道勾连，更是先后谋害了许阳、许清，绝无海转余地了。就算他有心挽回，许家也不会同意。定天命主角许七夜与许家产生隔阂裂痕，极难弥补，气运值减少5000点，反派值加5000。江夜看着许咏春这般深信不疑的模样，心中冷笑。若是他自己说出许七夜的阴谋，许家未必相信，甚至还可能怀疑是江族在设局嫁祸。果然，让人深信不疑的不是空洞的言语辩驳，而是基于事实的引导与亲身看见。至此，人们便会自行脑补，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得出他们自以为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此前江夜通过血煞鼎远程诅咒过许七夜，如今已被魔气侵染，就算今后许家改变主意，也无济于事。现在只要稍一探查，就能看出入魔征兆。荒古许家作为传承久远的名门望族，绝不会愿意被人打上与魔道之人同流合污的污点，那是要被诸天共同讨伐的。这件事，江神子、许某必会上报家主。许咏春拱手，语气变得沉重：“许七夜之祸，非是我族能容。不管过往如何，此人今日既已堕魔，便再无回头之路。”江夜微笑不语，他已然达成目的。当年许七夜至尊骨被江族所夺，当时此事并没有发生在许家视野下，许阳神魂中的记忆也被江夜特意篡改，许家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许七夜至尊骨被夺一事。而如今许七夜与许家之后，江夜只需在暗中再轻轻一推，便能使这道裂痕永无愈合之日。此事背后还牵扯到魔道势力，若许家不想被外人说闲话，便该早做决断。江夜语气平缓，言辞间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锋利。许咏春面色微动，旋即重重点头：“江神子言之有理，我族会立即外派执事追查许七夜。”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这等叛逆之徒，若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江夜微微颔首，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许家将不再把许七夜当成一员救人，而会视其为魔道之敌，是必须抹除的隐患。许长老心里有数就好，但许七夜毕竟是你们许家造成的祸事，却把火烧到了我这里来，许家多少还是得该有些表示吧。江夜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理所当然的敲打。许咏春脸部一抽，并未反驳。许咏春脸部肌肉猛地一抽，心中虽有苦涩，但却无法反驳。江夜所言句句在理，许家若想平息江族的怒火，同时维持在诸天万域的声誉，这笔赔偿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的。许咏春自将族天域电回许家后，立刻将幕后主使是许七夜之事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许家家主与一众长老。当他们得知许七夜不仅未死，还堕入魔道，甚至以如此诡异歹毒的手段操控许家序列弟子，意图挑起江族与许家的不朽之战时，整个荒古许家都为之震怒。许家家主当即便拍板决定，对外发布严正声明，与许七夜彻底划清界限，宣告许七夜已堕入魔道，乃许家叛逆，从此与许家再无任何瓜葛，并号召诸天万域共同讨伐。这番表态既是向江族示好，也是为了洗刷许家与魔道勾结的嫌疑。同时，许家也迅速派出了大量精锐力量，开始在诸天万域追查许七夜的下落，其决心之坚可见一斑。另一边，江夜也没有轻易放过荒古许家。许七夜借助许清、许阳在江族地盘上接连惹事，给江族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颜面上的损失。在江夜成人礼前夕，荒古许家送来了不少的赔偿，仙财、灵宝、古今秘法琳琅满目，足以让许多圣地大教为之眼红。这笔赔偿既是对江族的交代，也是许家避免两族冲突的诚意。然而，并非所有许家弟子都对这笔赔偿心服口服。荒古许家一处古老秘境中，闭关的许芒在得知族中为平息江族怒火，竟送出如此巨额的仙财灵宝时，顿时勃然大怒。许芒，
作为荒古许家的第一序列，天赋绝伦，是许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更是被寄予厚望的未来家主人选。他自视甚高，心中自有傲气，岂能容忍这等之事？荒谬！许芒猛地睁开双眼，两道凌厉的金光撕裂虚空，他周身气息澎湃，赫然已是真王境巅峰的修为。他刚刚在秘境中突破瓶颈，实力更进一步，正义气风发，却没想到听闻族中竟然因为许七叶这个弃子的事情向江族低头赔偿，这简直是对他对整个许家莫大的耻辱。许七叶那个废物，自己堕入魔道，行事乖张，与我许家何干？许芒愤然起身，身形挺拔如枪，眼中怒火熊熊燃烧。他所犯下的过错，凭什么要我许家来承担？江族内江叶不过是仗着江族势大，便将一切过错推到我许家头上，还明目张胆地讹诈了一笔仙财，真是欺人太甚。他一想到江族那份琳琅满目的赔偿清单，心中的怒火便无法遏制。那些仙财灵宝本该是许家未来发展的底蕴，如今却白白送给了江族，这简直是割肉似虎。江叶，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的江族神子究竟有何等本事，敢如此嚣张跋扈！许芒的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战意。他早已耳闻江叶在云顶书院的赫赫威名，更清楚江叶位极弱冠便已达到封王境8重，但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心。他要在这万众瞩目的成人礼上堂堂正正的击败江叶，为许家挽回颜面，也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骄。江叶的成人礼是吗？好，我许芒定会在那日向你发起挑战。许芒声音滚滚，如同闷雷般在秘境中炸响。神子宫内，江叶静坐在一座神玉案前，指尖流转着一枚小鼎，浑身漠然安静，唇角却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血煞鼎，看来这许七叶暂时是安分下来了。自许咏春离开神子宫后，江族内数日都没有再发生太大动静，类似之前许清、许阳那般明目张胆的挑衅与算计也再未出现。江叶心知，应该是许七叶在他手上吃瘪后有了警觉，毕竟他之前也试验过了，哪怕是许七叶的本源分身，江叶也可以通过血煞鼎对其本源神魂发起魔气侵染的诅咒。如今许七叶不仅与许家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更沾染了魔气，被许家视为叛逆。他若再想有所行动，也只能更加小心谨慎，转入暗中，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明目张胆地跳出来了。江叶眸光深邃，心中正酝酿着新的谋划。不过嘛，若他真以为我会就此罢手，那就太小看我了。趁着这个机会，自然要让许七叶身上多沾一些污水才好。主动永远是最好的防守，痛打落水狗，该是反派所为。这时他唤来了沙影楼的二店主幽煞，虚空轻颤，一道黑影无声踏入。他身形瘦削，面无表情，一双暗金眼眸中沉淀着幽暗杀机，仿佛从无尽死的走出的修罗。神子殿下！幽煞单膝跪地，恭敬地等待着江叶的命令。幽煞！江叶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本神子问你可曾修炼过魔道手段？幽煞闻言，身体微微一颤，黑雾般的面容下，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沉声道：回禀神子殿下，属下早年在诸天闯荡时，为了在凶险之地求生，确实曾借助过一些魔功修炼，但后来属下是强行转修回来的。江叶点了点头，对于幽煞的回答并不意外。其实诸天内不少无根脚靠山的修士都多少接触过魔功，算是一种途径。就连他母亲苏红叶，不少秘法都有魔功的影子。他抬手一挥，一座古朴而透着血腥气息的青铜小鼎赫然浮现在半空之中。血煞鼎周身缠绕着缕缕魔气，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邪恶波动，仿佛能勾人心底最深处的欲望。很好，江叶手中血煞鼎轻轻一弹，鼎音回荡，魔光微溢。这鼎你可用得来？幽煞的心头猛然一跳，他感受到血煞鼎中蕴含的恐怖魔气，知道这绝非寻常之物。他神色凝重地查探片刻，最终低声回应：可用。此鼎融合炼魂禁文，若配合魔功，可在目标所经之地悄然布下魔阵，一旦阵成，便可炼化其血肉，镇压其道基，生机尽灭，形神俱灭。江叶笑了，很好。听闻内许家第一序列许芒想要来参加本神子的成人礼，前些日子我让许家吃了点亏，他好像是不太看得惯，想来江族找回场子。你即刻持此血煞鼎，动用你昔日所学的魔修手段，去截杀许芒。此言一出，幽煞的心脏剧烈跳动，他知道江叶此举的目的，这是要斩断许七叶与许家的所有联系，彻底成仇。而且有着血煞鼎出世，必然能够将许七叶是魔道之人刻在所有人心里，但实施难度却是很高。他略微思索道：神子，许芒身旁必然有修为高深的护道人。江叶不可置否道：我只有一个要求，就算许芒不死，也要让他被血魔之气侵染，让他道基受损，此事不得留下任何证据。幽煞闻言大喜，说道：有血煞鼎在，那许芒必然被魔气入体，只要不是必须镇杀他，我就有完全把握逃脱。毕竟这是我们先入为主，许家行程中没有防备，他本就精通藏匿逃脱之术，对此行之事十分有底气。江叶神色平静，仿佛并不放在心上，道：现在就去吧。幽煞领命后，他身影一晃，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于宫中。江叶神色平静，仿佛并不放在心上。其实许芒死不死都对总体谋划影响不大，
他要的是许七夜魔道之名被坐实。与此同时，东域天渊岭浩瀚星空下，一艘华丽灵舟破空而行，舟身雕刻着许家家徽，霞光流转，灵辉万丈，行于高空，如耀日横空，声势不凡。灵舟之上，许芒盘坐于舱内，舟身气血如龙，散发着真王峰的磅礴气息。他眉宇间带着一丝不耐，掩不住心中的炽热战意。哼，听许咏春长老所言，那江夜未及成人便已成就真王境，我倒是要看看他这个真王境是否名副其实。许芒心中不忿，他天资横绝，自诩未来渴望大地，如今却要以拜访之意出席江夜成人礼。他作为许家第一序列，其实没必要一定要去参加，但近来发生之事让许芒觉得有必要参与一番。一是与江族神子交手，试试深浅，毕竟许家族内弟子早已无人与他争锋；二是许七夜一事让他感觉到一丝莫名的威胁，心中出现一个念头，最好是将那许七夜找出杀掉，否则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大敌。这时灵舟却突然一震，敌袭！震灵大喝，整艘灵舟猛地偏斜，一股惊人的血腥气弥漫开来。外界就在灵舟穿行于一片古老的星域时，异变骤生，乌云突卷，虚空中一道漆黑身影浮现，袖袍鼓荡，魔气翻涌，竟以秘术将整片天域封锁。虚空中猛地亮起刺目的血光，并非寻常仙道霞光，而是一种带着浓烈腥气的诡异红芒。何人？许芒怒喝，身化流光冲出灵舟，舟身神华大作，一掌轰出，天地震荡。然而那黑影早有布置，手中一拍血煞鼎，鼎音震颤，魔纹顿时弥漫虚空，化为一座猩红阵图，在高空铺展开来。血炼魔阵起，无数血色符文凭空浮现，如同拥有生命般扭曲盘旋，瞬间交织成一道庞大的血镜吞魂阵。大阵无声无息地张开，瞬间将灵舟连同周围的虚空笼罩其中，仿佛一尊张开血盆大口的凶兽，要将一切吞噬殆尽。阵图化作无数血纹钻入虚空，化为食魂血芒，朝许芒席卷而来。许芒惨叫一声，体表浮现无数魔纹，气息暴跌，丹田之中法海动荡，道基竟隐隐破碎之兆。你是何人？他怒吼问道。幽煞冷冷一笑，神色淡漠，毫无怜悯之意。但就在他准备发动第二道神通时，灵舟深处一道苍老而蕴含着无尽威严的声音骤然响起：何人敢在此放肆？一名身着素色长袍的老者豁然出现在灵舟前方，他须发皆白，面容古朴，赫然是一位初入准地境的许家太上长老。老者双眸如电，一眼便洞穿了血阵的虚妄。他感受到了那股浓郁到令人窒息的血煞之气，心中猛然一沉。魔道手段！太上长老脸色铁青，他掌心之中神光大盛，一柄古朴的玉尺凭空浮现，猛地朝前挥去。玉尺之上道运流转，瞬间轰击在血阵之上。轰隆一声巨响震彻星空，血阵剧烈颤抖，然而却未曾崩溃。与此同时，幽煞他手中托着血煞鼎，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周身魔气翻涌，如同九幽深渊中的恶鬼。结，荒古许家，今日便是你们的劫难！幽煞怪笑着，血煞鼎中喷吐出漫天的血色光华，蕴含着诡异的魔气，侵蚀之力直扑灵舟上的许芒。小心，这魔气诡异！太上长老厉喝一声，身形一闪，便挡在许芒身前，掌中的玉尺爆发出万丈神光，试图将那些血色光华尽数击溃。然而幽煞显然有备而来，他借助血煞鼎的力量，将魔气与阵法完美融合，那些血色光华诡异无比，竟能穿透玉尺的神光，如枯骨之躯般瞬间沾染上了许芒的身体。许芒只觉一股阴冷腥臭的气息瞬间侵入体内，血肉仿佛被撕扯，经脉被腐蚀，连带着识海深处的道基都传来一阵剧痛。他脸色煞白，痛苦的闷哼一声，周身涌动的真王气息骤然萎靡，境界竟在魔气的侵蚀下开始不稳，隐隐有跌落的迹象。大胆魔头！太上长老目眦欲裂，他顾不得其他，倾尽全力，玉尺之上爆发出的准地威压如同山崩海啸，瞬间将幽煞淹没。他要将这个魔头彻底镇杀。幽煞感受到准地强者的怒火，眼中闪过一丝忌惮。任务已经完成，此刻并非久留之地。在太上长老全力轰击之下，他身形如同泥鳅般滑腻，借助血阵之力化作一缕黑烟，瞬间远遁，消失在茫茫星空之中。休走！太上长老欲追，然而幽煞遁术高明，加之他对血煞鼎的掌控出神入化，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是准地强者也难以锁定其行踪。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幽煞远去。而此刻灵舟之上满目疮痍，许家弟子纷纷倒下，血染舟体，几位护舟只是身陨当场，残躯横陈，气机湮灭。更有船夫早被魔气腐蚀，神魂凋零，化作一具具焦黑尸骨，枯坐在周围。漫天血雾未散，灵舟仿佛被拖入血海魔域，残存之人面色苍白，瑟瑟发抖，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生怕惊动血阵残余魔气。船舱破碎，符文错乱，整艘灵舟宛如一头负伤神禽，随时可能坠毁。太上长老回身，猛然一把扶住许芒。许芒此刻脸色铁青，嘴角溢出丝丝黑血，周身缠绕着缕缕魔气，气息萎靡不振，真王境巅峰的修为竟然有些摇摇欲坠。许芒！
太上长老低喝一声，神识探入，眉头却越蹙越紧。该死，这魔气太过诡异，不仅腐蚀血肉，还试图侵蚀其神魂本源。太上长老，许芒艰难地开口，眼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他不仅未能挑战江夜，反而在此地遭遇魔道劫杀，身负重伤，境界甚至有跌落的风险，这对他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太上长老扶住许芒，脸色阴沉如水，他目光深沉，扫过灵州残阵上残存的血煞魔纹，眸中寒光一闪，仔细检查了许芒体内的伤势，发现那魔气诡异而强大，即便以他的准地修为，想要彻底驱逐，也需要花费一番力气。此人究竟是谁？为何敢袭击我许家弟子？太上长老眉头紧锁，他脑海中迅速闪过最近诸天万域的动向。许芒扬言要挑战江夜，然后许芒就遭到了刺杀许七夜的魔道身份，他心中猛然一震，难道是许七夜？太上长老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这许七夜不招惹江族后，又把主意打到许芒身上，让他们误以为是江族动的手。许芒忍着剧痛，咬牙切齿地说道：“必定是那许七夜找人出的手，这等魔道之人私下必有组织。我刚说要挑战拜访江夜，就有人对我出手，跟之前的许清许阳一样，无非就是想挑起许家与江族之间的争端。哼，许七夜好歹毒的心思，他还想要借魔道之力毁掉我。虽说他之前对江族不满，但也不是二愣子。此前种种，说到底还是许七夜才是罪魁祸首，江族不过是趁火打劫而已，孰是孰非他还是拎得清的。”太上长老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鄙夷：“不挑起我许家与江族大战就不甘心吗？江族若真想对付许芒，何须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而且江族也完全没有出手的动机。如今许七夜避开江族，转而对付许芒，这似乎更符合一个堕魔者的行事风格。他要的是两族之间无休止的仇恨。”许七夜，太上长老眼中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他心中对许七夜的杀意浓郁到了极致。一个天生至尊骨的支系，如今却成了家族的耻辱。太上长老心头翻涌，当初许七夜似有早会，感知道族内暗流涌动，竟在10岁那年便神秘失踪。当年族内两派争论不休，一方主张夺取许七夜的至尊骨，全力培养许芒，以期许家能在这一代诞生真正的至尊；另一派则反对族内自相残杀，认为血脉相连，不可自毁根基。如今看来，正是因为那时的犹豫不决，让这个隐患在暗中生根发芽，直至今日酿成大祸。他看着浑身魔气侵染的许芒，太上长老的脸色更加阴沉。无论如何，许七夜已然堕魔，又接连谋害许家弟子，他要彻底将这个祸端抹除，以绝后患。我这就将此事禀报族内，此等叛逆绝不可留。破碎的灵舟带着浓郁的血腥与魔气，摇摇晃晃地撕裂虚空，最终降临在长生江族的边界地带。这突如其来的异变，瞬间惊动了江族驻守边境的强者，更让陆续抵达江族准备参加江夜成人礼的各方宾客为之侧目。浩瀚的江族山门前，先秦翱翔，瑞兽奔腾，一派祥和喜庆的气象。然而这艘焦黑破碎的灵舟瞬间打破了所有的宁静。看，那是什么？是许家的灵舟！天啊，怎会如此狼狈？怎会成了这般模样？焦黑残破，魔气滔天，像是被魔道之人袭击过。谁敢伏击许家？那可是荒古道统啊！议论之声蜂拥而至，震荡虚空。各方势力的大人物们纷纷从各自的座驾中走出，将目光投向那艘千疮百孔的灵舟。当他们看清灵舟上残存的血色阵纹，以及许芒那身染魔气、气息萎靡的模样时，无不为之震惊。荒古世家，这等屹立诸天万域巅峰的古老传承，其出行座驾竟会被魔道之人埋伏袭击，简直是胆大包天。荒古许家这是招惹了何等魔头，竟然敢如此大胆，将手伸到这等不朽传承的身上。有老辈人物惊呼，眼中充满了骇然。许家这等屹立万古的先族，居然在抵达江族的途中遭遇魔道重手。灵舟中走出一道身影，佝偻苍老，却神魂磅礴。许泰然扶着一身染血的许芒，目光深沉如海，落在远处那巍峨恢宏的江族山门之上，神色复杂。是许芒师兄的灵舟！一名许家子弟失声惊呼，声音中带着难以置信。而在江族山门内，早有一批许家人先一步抵达，他们本是随行而来，为许阳此前的失仪之举而准备不理解释，并出席神子成人礼的使团。原本是由第2序列的许清领队，但许清身上又发生事端后，如今使团由第3序列的许曼曼暂时主持大局，与几位长老执事共同迎接。此时见许芒身披魔血，气息萎靡，众人顿时快步迎上前去。许芒，你怎么会受伤至此？许曼曼一袭青衣，玉容冷艳，乃是许家年轻一代的翘楚人物。此番前来江族，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许族高层犹豫未决，传出风声，似有意将其嫁入江族，但其实也在估价而待。许曼曼也知晓，苏红叶女帝虽不言明，却似在有意挑选来自各大道统的神女圣女为江夜择配。此次神子成人礼，诸多道统中赫赫有名的神女圣女皆已抵江族，个个风华绝代，暗中竞争激烈。太上长老，许芒师兄他怎么了？许曼曼询问道。虽与许芒并非一母同胞，但同为许家天骄，关系亦是紧密。族中如今正值多事之秋，许芒乃是许家未来的希望，
绝不能出事。许泰然见状，只是微微颔首，脸色依旧阴沉。他知道此刻不是叙旧之时，当务之急是救治许芒。我等在江族边界遭到了魔道伏杀，江族之事何在？许泰然的声音洪亮，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急，震彻八方。数位江族执事赶来迎接，不敢懈怠，却也难掩眼底亚色。消息如风般迅速传入神子宫。江夜闻言，眉头微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知道优煞得手了，迈步走出神子宫，前往迎客大殿。当他看到许芒那被魔气缠绕、气息跌落的模样时，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伤成这样，好啊，这回我就当一次好人。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道从神子宫中迈步而出的身影所吸引。他身姿修长挺拔，一袭龙纹黑袍随风轻拂，周身仙光缭绕，道韵流转，如同谪仙临凡。少年容颜俊美到极致，眉如墨画，目若朗星，唇畔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仿佛超然物外。那双金色的眼眸深邃浩渺，如同星辰大海，仅仅是与其对视一眼，便让人心神荡漾。百闻不如一见。此前诸天万域各大道统的神女圣女们就曾听闻江族神子江夜的绝世风采，不少道统更是有心与江族联姻，将自家最出色的神女送来，隐隐期待着能与这位江族神子结下善缘。许家亦不例外。此番许曼曼前来，除了处理族中事务，亦有这方面的考量。许曼曼美眸微颤，竟一时失神。他听过无数关于江族神子的传闻，知其容颜卓绝，天资逆天，但真正见到这一刻，却仍忍不住心神动荡。他曾见过无数天骄，但无一人能与江夜相提并论。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那份浑然天成的仙姿，仿佛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凝聚在了他的身上。周围的宾客们也无不露出惊叹之色。他们此前就想拜见江夜，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多，江夜嫌麻烦，就一律没有接见。如今江夜现身，自然吸引了所有目光。他望了一眼残破灵州，又扫过许芒与许泰然，语气平静，这是发生了何事？许泰然拱手上前，语声带着沙哑与疲惫，带着一丝恳求：江神子，我等自许家赶来，途经却遭遇魔道贼子埋伏袭击。那贼子实力强大，手中更持有一尊青铜小鼎，鼎中魔气滔天，蕴含诡异诅咒之力。观其模样，应该是那嗜血魔帝的地气血煞鼎，连老夫一时不察，也未能将其留下。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恳求：许芒身受重创，魔气入体，道基受损，恳请将神子念在两族交情，出手相助，为许芒疗伤压制魔气。事后我荒古许家必有重报。周围众人闻言，无不倒吸一口凉气。血煞鼎，那是嗜血魔帝当年遗留之物，近来魔道蠢动，难不成又与那沈炼有关？地气，那贼子手中竟有地气，难怪连准帝都未能将其留下。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江夜，他们也想看看江族这位神子会如何回应许家的求助。江夜闻言看向许芒，随即淡淡一笑：许芒兄身上的伤势看似触目惊心，其实不过是皮外伤罢了。这点伤对寻常子弟而言或许难以治愈，但对于我们这等长生仙族而言不过尔。他的话语轻描淡写。江夜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凝重。然而麻烦之处在于魔气入体，此魔气诡异难缠，侵蚀本源，若不及时清除，恐会影响道途。许泰然心知肚明，这并非等闲之辈的魔气，心中一凛，他自然清楚江夜话中深意。那魔气的确非同寻常，即便他能压制，也难以彻底驱逐。许泰然看着江夜，脸上闪过一丝无奈。江神子所言甚是。许泰然拱手，语气恭敬了几分。听闻江族有一座圣灵天池，若神子殿下愿意开口，能先将许芒表面伤势治好，压制魔气扩散，我许家愿付出任何代价。他这是在暗示江夜，即便不能彻底根除魔气，只要能稳住许芒的伤势，便已是莫大恩情。毕竟此时情况甚急，拖不得。他之所以如此低声下气，是因为许芒此伤严重。如果江族不愿用圣灵天池给许芒治伤，许泰然也不可能强迫，许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时许芒艰难地抬头看向江夜，眼神混沌中透出几分恳切。他气息微弱，声音沙哑而微弱：江神子，我知许家与江族有隙，但许阳许清之是是非我族所为，若神子愿出手相救，我许芒来日自当报答。一言未尽，便刻出一口暗红血沫，血中竟隐隐缠绕着一丝漆黑魔纹，如毒蛇游动。圣灵天池，有宾客忍不住低呼，声音中满是震撼与艳羡。他们居然开口求用那处圣池，这可是神子专属之地，哪怕是旁系天骄也无缘染指。是啊，那可是连江族自己都万分吝惜的神物，许家这是豁出去了。只是这份脸面，江神子会给吗？四下议论声此起彼伏，但很快便归于寂静，目光齐刷刷看向江夜。圣灵天池，江族传承神地，这等仙池，世人只闻其名，却未得一见。素来指宫族中神子，直系血脉修行，其内圣权非凡，源自诸天中万载不枯的天路神眼，凝聚天道精粹，汇聚万灵灵性，一滴即可洗髓伐骨，生死人肉白骨。江夜看了眼许芒，又看了看许泰然那隐隐压抑的焦急目光，眼底深处一抹笑意一闪而逝。他淡声开口，语气平静：圣灵天池非寻常灵泉可比，集天地神辉，受万灵朝拜，
每一滴渗漏都需100年方才凝聚，稍有动荡便可能损其本源。顿了顿，他嘴角微扬，语气慵懒中带着一丝轻佻：你们觉得我江族会轻易给外人用？许泰然面色一滞，周围更是一阵错愕。众人都以为江夜要拒绝，可还不待空气彻底凝固，江夜便转身抬手朝远处一道山门挥了挥衣袖。不过嘛，既然人都快死了，就他一命，也算是给我成人礼添点热闹。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所有人都无比震惊，江神子竟真的答应了，不惜动用圣灵天池为许芒疗伤。疯了吧？这可是许阳那个刺头闹出来的后果，他们许家居然还有脸开口。更离谱的是，江神子还真就答应了，他图什么？议论声再起，可这一次没有人敢再小觑许家，也没人敢再忽视江夜的存在。这份气度便是少年弟子该有的风范。许泰然重重一拜，老眼之中泛起一丝近乎湿润的感激之色。谢神子大恩，此恩我许家记下了。江夜微微点头，掌中灵光一闪，一道玉符自袖中飞出，没入山门之中。顿时天地震颤，一道白玉天阶自地面浮现，通往江族圣灵天池深处。他身形微转，朝着天阶缓缓走去，宛若闲庭信步。许芒重伤在身，却被他一缕真元托起，如云随风，轻轻附在身后。江族神子这等气魄，非寻常天骄可比。仙雾缭绕，神光泼洒，那一幕仿佛神子携重伤凡人踏入9天之境，画面震撼无比。江夜淡声开口：此人我带走了。神子大恩，许某感激涕零。但许芒是我许家天骄，若能陪同左右，日夜侍护，许泰然本欲跟上，却刚踏出一步，便被一道虚影拦下。够了！一道红钟般的声音响起，是江族长老出列，拦在许泰然面前。那是一名江族长老，头戴玉冠，须发皆白，气息沉如山岳，虽未动怒，却自有威严弥漫。圣灵天池为我族种地，万载来不得外人擅入。许芒之所以的次池中洗身，是神子开口特许。你许家已经得了这莫大造化，就不要得寸进尺了。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许泰然一怔，旋即恭敬拱手，身形弯得更低了几分，沉声道：多谢神子，若是许芒安然无恙，我许家必定铭心刻骨。许泰然退下2步，再不敢多言。而江夜已经转身，带着许芒步入圣灵天池之门，霞光涌动中，身影消失在浓雾深处。许家众人面色复杂，有震撼，有感动与敬畏。就在众人目光都聚焦于圣灵天池之时，人群边缘一道修长的身影悄然站立，身着淡青长袍，气息沉敛。他五官普通平凡，神情冷淡到极点，目光穿过众人，落在许家众人身上，眼底深处浮现出一丝漠然而压抑的杀意。江夜，他轻声念出这个名字，声音低得几不可闻。他是徐熙夜，神霄仙朝2公主座下的追随者，天赋异禀，位列神霄7要之首，在仙朝年轻一辈中都是最顶尖的存在。但这只是明面上的身份，真实的他乃是许七夜本体。曾经的至尊之骨被族人剖体夺取，骨血流尽，命魂破碎，是靠着至尊骨重塑，才在死亡边缘挣扎而回。许家太上长老许泰然、许芒2人便是罪魁祸首。他本该死在年幼时，却活了下来。这些年，他以神霄仙朝为庇护，潜伏蛰伏，悄然崛起。如今前来江族神子成人礼，一味阻断2公主与江族联姻，2位刺杀许芒，以报昔年血仇的同时，嫁祸于江族，使2大势力结下死仇。却没想到许芒在来江族的路上被魔道之人伏击了。方才他望着许芒满身魔气、濒死之态的模样，许七夜心中满是得意与幸灾乐祸。被魔道袭杀，本源受损，只怕是江族的圣灵天池也只能治愈伤痕，压制魔气。今后许芒的天赋怕是遭受了重创，废了一半。可惜那江夜行事为何如此古怪？这都能答应治愈许芒？若非如此，许芒怕是本源受损更为严重。许七夜眼神深处却浮现出一丝失望。若是江夜拒绝许芒进入圣灵天池，那许家定会怀恨在心，江族与许家关系必定降至冰点，甚至不惜撕破脸。原本这是个绝佳的引爆点，你该冷眼旁观才对啊。江夜，许七夜嘴角浮现一丝笑意，眼底却依旧冰寒。难不成这江族神子还真是一个圣人？不过也好，许芒这伤就算活着也废了。许家再难再出一个许芒。他脸色微沉，心中莫名的生出一丝古怪。按理来说，许芒废了他应该很高兴才对啊，为何却感觉冥冥之中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许七夜越想越不对劲，回想起方才许芒身上的魔气入体，总觉得有些熟悉。难道是血煞鼎？他猛地站起身来，浑身爆发出一阵灵气波动。对了，魔气入体，血煞鼎。许七夜脑海中瞬间将事情拼凑起来，他敢断定此前许阳分身本源传来的诡异诅咒，导致他道基受损一事，十分熟悉的气息。江族必定是通过血煞鼎此等邪异之物，通过许阳，通过媒介诅咒的他本体。许芒被魔道之人袭杀，难道是江夜部的局？这是为何啊？许七夜心中十分笃定此事，但他一时间也想不出缘由。通过许阳诅咒他本体，他能理解，毕竟他此前借助江族之手想打击许家，江族是无妄之灾，报复是应该的。但利用血煞鼎袭杀许芒，这是为何？
徐熙叶，你做什么？圣台之上，霞光交映，一名身着金黄披羽、面容高贵冷艳的女子静静坐立，便是神霄仙朝二公主神洛婉。她察觉到许七叶身上的不平静，询问道。许七叶这才反应过来失态，连忙平复心情坐下，回道：公主不必多虑，我只是惊叹于江族圣灵天池的神意。神洛婉没太关注，她双眸凝视着那即将闭合的圣灵天池门户，目光中有一丝微不可察的波澜。这便是江夜。外界传言他是天地之资，天生永恒仙体，未成年就入封王境，今日一见，倒是比传闻还要令人惊艳。他回想起江夜方才的身影，那种冷静而凌厉的气质，却带着一丝懒散与玩世不恭，在诸多天骄中实属罕见。他没有惊呼，也无神情波动，但眼中某处似被轻轻触动，浮起几分异色。这江夜竟毫不犹豫地破开圣地禁制，圣灵天池岂是他能随意动用之地？他那般随意，却无人敢言一声。此人手段与气魄，已非普通少年可比。他低声自语，声音清冷，却不带轻蔑，反倒有些近似欣赏。若是能得他相助，我登位之路或可再快数年。神洛婉目光一动，眸中浮起些许复杂之意。她并非花痴女子，心性极高，从不轻易倾慕他人，但江夜身上那份超然世外却不失狠厉的锋锐感，实在太契合他的胃口。既然江族愿与我联姻，或许我该认真考虑一下。神洛婉垂下眼睫，仿佛一只蛰伏的金黄，悄然张开羽翼。而许七夜此刻也没去关注神洛婉的神情，心中骇然不已。许七夜心中万千念头翻涌，他只想到一个可能，那就是此事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许家必然会认为此事是他这个幕后之人下的毒手，栽赃嫁祸于他。可他许七夜本就跟许家不死不休啊，难道是江族忌惮许芒的天赋？看来这江夜也不是什么好人，此事多半是他谋划，先是借用事端热点对许芒行刺，栽赃嫁祸于我，然后现身救助许芒，洗脱嫌疑，倒是好手段。不过倒也无妨，江族使用血煞鼎一事若是传出去，必然引起惊涛骇浪，许家也会反应过来此事是江族所为，我该如何拆穿此事呢？不过这江族神子或许远比我预想的要更加危险。许七夜原本还有一系列的计划，但此刻却变了主意。圣灵天池深处，此刻江夜站在池畔，静静凝望池中。池畔氤氲霞光腾起，似有仙琴低鸣，天音自虚空流淌而下，天地灵气潮水般涌向池中心，映照出一幅恢宏画卷。池水澄澈如镜，灵光缭绕中映出许芒惨白的面庞。许芒盘坐一处石台之上，面色惨白，气息极为紊乱，一缕缕黑色魔气正如游蛇般在他体内穿梭纠缠，不断蚕食他的经脉与识海。江夜淡淡开口，语气中听不出丝毫起伏。圣灵天池倒也不负镇族之名。这时身后灵雾微动，一名身披赤纹道袍的老者现身，正是江玉良。他眉头轻皱，目光扫过池中的许芒，终是轻声问道：神子真要让他入圣池之中？语气平和，不带责备，只是疑惑，一个许家之人也配？江夜斜睨池心，语气冷淡至极，他能进来是我允许的。江玉良微怔，旋即一笑，不再多言。一旁的许芒闻言，神色顿时变得古怪，眼中划过一抹警惕与茫然，似乎终于察觉到自己并非因什么感恩施救而被带入此地。然而他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江玉良已轻挥一指，一道金色印记瞬间没入许芒眉心。睡吧。许芒瞳孔骤缩，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神魂瞬间陷入沉眠，意识坠入黑暗。江玉良眉头微挑，再度打出一道封印之光，将许芒彻底定住，防止他神魂挣脱反噬。下一刻，江夜手指一点，眉心光芒炸裂，一道淡金魂印悄然凝聚，顺着虚空浮现的灵纹，悄然植入许芒识海深处。许芒被种下魂印，耀焰出。江夜轻喝一声，一缕焰光自他掌中升腾而起。耀焰，光明神王体附带的大道之力，内蕴大道气运，可净化邪祟，修复魂体，亦能淬炼本源，还从未动用过，不知成效如何。今日便用这许芒当个小白鼠好了。若是能清除魔气，整个诸天都会知晓许家欠我江族一份人情。将来许芒若是能接管许家，那就再好不过了。江夜抬起手掌，掌心一道光辉流转，赫然是圣光大道的一缕神辉，生生不息，破邪辟魔。许芒周身黑气迅速蒸发，体表浮现一道道经文，宛如神纹烙印，生机汹涌澎湃。原本濒死的体魄竟迅速恢复，隐隐间还有突破之势。就连他那被魔气侵蚀的识海，也在耀焰滋养下逐渐重构，仿佛灵台洗空，焕然一新。不错。江夜神色淡漠，眸光微敛，似在观一件器物重铸，不带一丝情绪波动。良久，耀焰收束，金莲闭合，许芒缓缓睁开眼睛，他目光清明，神魂稳固，已无先前虚弱模样，但在那深处悄然多了一道极难察觉的魂印烙痕，宛如神奇注视，随时可令他灰飞烟灭。他神色如常，却在心底某个角落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敬畏，甚至是忠顺。江神子救了我。许芒试探开口，声音仍略带沙哑。你命硬。江夜轻描淡写，多谢神子再造之恩，我许芒铭记于心。许芒低头抱拳，声音真挚，
神态中却不见往昔那份骄傲与孤傲。他不知道为何自己会有这般反应，只觉得心中某处似被压了一块重石，对江夜有种天然的敬从。你已无碍，可以回去了。江夜神色平静，淡然道：江族圣地，非外人可久留之地。许芒闻言顿了顿，最终低头默然，不敢再多问，随江玉良一同离开天池。天池外，许泰然还在踌躇不前，神色焦急。片刻后，池门再起，许芒缓步而出，气息平稳，整个人神采奕奕，与先前几乎被魔气蚕食的模样判若两人。许家众人纷纷围上来，满是惊喜与震动。芒儿，你没事了？这圣灵天池竟真有仙效。许泰然目光震撼，一时间百感交集，对江夜竟升起一丝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他仔细感应着许芒身上的气息，发现那股诡异的魔气竟然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许芒的生机比受伤前更加旺盛，仿佛经过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洗礼。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一位许家长老颤声低语，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魔气入体，尤其是在地气血煞顶影响下，寻常手段根本无法根除，即便是大地清灵也只能勉强压制。可现在许芒竟然痊愈了，连一丝魔气的残痕都未曾留下。难道江族的圣灵天池还有净化魔气的奇效？有宾客忍不住惊呼，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贪婪与狂热。若此言为真，那江族的圣灵天池价值将不可估量。诸天万域中，不知有多少前期修炼魔功导致道基不稳，甚至被魔气反噬的修士。若江族圣灵天池真能净化魔气，那其价值之重，足以令万域强者踏破江族山门，倾尽代价意愿求得一指。江族竟拥有这等逆天的底蕴，多谢江族元首，许家铭记今日之恩。江夜未答，只淡淡一瞥，目光中未有情绪波动。许芒已被他掌控，许家也将因此而对江族心存感激。定，主人大幅度改变原本剧情，许七业气运值减少4000点，反派直加4000。定，系统已检测到天命主角许七业，姓名许七业，41，境界蜂王境8重，体质至尊骨涅槃，剩余气运值50000032000。江夜神情微动，眸中浮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寒光。许七业，蜂王境8重，至尊骨涅槃，呵，还敢亲自来江族？就在许家众人沉浸在喜悦与感激之中时，一道清亮的声音打破了山门前的喧嚣。香神子！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行人自远方浮空仙辇而来，仙光璀璨，道运流转，为首的正是神霄仙朝二公主神洛婉。她青丝如瀑，肌肤胜雪，眸如寒星，气质空灵高华，宛若9天之上坠落凡尘的神女。而其身侧，一名气质沉敛的青年默默随行，目光如潭，暗藏锋芒，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正是许七夜。他表面平静，实则内心颇不自在。二公主平日里高冷如霜，对谁都淡漠不理，如今竟主动拜访江夜。再看那江夜，身形修长完美，气息慵懒而不失威势，俊美无愁，金发似流霞，双眸蕴神辉，浑身上下自带一种让人难以移开视线的魅力。许七夜心中微闷，浮上一抹郁气。神霄仙朝是他的靠山，是他蛰伏多年积蓄力量的依仗，可不能与江族结盟，尤其是与江夜结盟。他喜欢神洛婉，因为他欣赏他的才华，对他有知遇之恩，那是他唯一的靠山，也是他内心深处唯一认可的女子，早就把神洛婉当成了自己的痉挛。若神霄仙朝真与江族联姻，他可不愿意。许七夜进来细思之后，越发觉得江夜只要出现，他的谋划就会出现纰漏，仿佛天生与他对立，哪怕毫无仇怨，这江夜仿佛冥冥中注定与他为敌，绝不能让此事发生。许七夜心中暗自想到，神洛婉莲步轻移，每一步仿佛都踏在天地灵韵之上，身姿如幽兰摇曳。他来到江夜近前，玉手轻抬，微施一礼，声音清冷而悦耳，却带着一股天然的疏离感。神霄仙朝二公主神洛婉，特来拜访江神子，预祝神子成人礼圆满。他的眸光流转间，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江夜，尽管他内心深处对江夜的惊世帅颜有所触动，却绝不会流露半分。江夜金眸微闪，唇畔勾起一抹恰到好处的笑意。这神洛婉也是一女主，许七夜姘头。他目光稍作停顿后，暗自感叹这天命主角的眼光就是好，这墙角必须挖了。神霄仙朝也是一顶级不朽道统，可不能给许七夜当靠山。江夜抬手虚影，姿态从容而随意对神洛婉道：“二公主远道而来，江某荣幸之至，请。”言罢，引神洛婉直往神子宫方向而去。此刻，许泰然目光闪动，心中已有决断。他给身旁的许曼曼递了个眼色，同时心中无数念头涌动。江族的圣灵天池竟真能净化魔气，这等至宝，连族内嫡系都难得入内。江夜此举等同以核心机缘助许家换成许家，也绝难做到如此。既然江夜展现出如此善意，何不顺水推舟？更何况，若许曼曼真能与江夜成联姻，未尝不是一场天大的造化。许曼曼心领神会，踏前一步，冲江夜盈盈一礼：“神子大恩，许家感激不尽。”不过近来许家族中事端频发，曼曼心中亦有数事不明，神子殿下可否与小女子一同共议？江夜一挑眉，目光在他与神洛婉身上清扫，
忽然含笑道：“两位既有雅兴，不如随我入宫，一叙茶话。”神洛婉略一颔首，神色淡然道：“既是将神子盛情相邀，婉自当从命。”许曼曼亦是轻笑道：“曼曼荣幸之至。”此情此景，引得在场诸多道统宾客纷纷侧目。话音落下，江夜并未在此处过多停留，而是转身引着神洛婉一行人径直朝神子宫而去。沿途江族长老们也未曾阻拦，只是微微颔首示意。这等殊荣，令在场无数道统的天骄与宾客为之侧目，心中艳羡不已。这江夜简直风头无两。神洛婉公主传闻其天赋异禀，深得神霄仙主器重，就连大皇子也不比不了，说不定有望成为一代女帝。神洛婉与许曼曼皆是天骄女杰，怎会同时对其如此亲近？江族难道这是要与神霄仙朝、许家联姻？窃窃私语声在山门前弥漫开来，而江夜与神洛婉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层层仙雾之中，步入那座巍峨的神子宫。许七夜跟在神洛婉身后，脸色渐沉，他的目光在江夜和许曼曼之间来回扫视，看到神洛婉那平静外表下还隐藏着一丝欣赏之意，也看到许曼曼脸上那毫不掩饰的感激与隐约的倾慕。他素来喜欢神洛婉，毕竟知遇之恩难忘。至于许曼曼，则是自幼青梅竹马，在许家艰难时日里更是唯一照顾他的女子。然而如今两女皆露倾慕神色，且对江夜态度亲近，甚至周围各大道统的神女圣女也都是一脸谄媚之色，眼中流露出的是赤裸裸的垂涎与崇拜，一种难言的嫉妒之火在许七夜心中悄然燃起。许七夜边随众人行进，边暗自打量江族驻地，沿途所见皆是灵山大川，仙瀑飞流，琼楼玉宇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瑞兽在仙气中嬉戏，每一块砖瓦，每一株灵植都散发着古老而尊贵的气息，那浓郁的仙灵之气简直让人吸一口都觉得寿元增长。仙宫林立，群山如玉，紫气缭绕，这里的奢华程度远超他所见过的任何道统，哪怕是久居神霄仙朝也不由心生感叹，与江族相比似乎差了不止一筹。这就是长生仙族的底蕴，自宇宙开辟以来便屹立不倒，江族倒真是恐怖如斯。许七夜强压下心中的不适，靠近神洛婉，低声说道：“二公主，你当真要与那江夜联姻？我观那江族神子心思深沉，那许芒来江族之前就说要挑战江夜，然后就在江族边界遭到了魔道之人袭击，身负重伤，如今他却突然现身，反而当好人成了许家的恩人，这会不会太过巧合了些？”他语气并不强烈，话语中也不带恶意，宛若一番好心提醒。神洛婉唇角微扬，眸中划过一丝讥讽，却未显于外。他自小在宫中长大，对权谋算计何等熟悉，许七夜这点小心思如何能瞒过他的眼睛？神洛婉早就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爱慕之情，所以才如此抹黑江夜。若真是江夜做的，那圣灵天池的资源能比得上一个许芒？完全得不偿失。他对许七夜不过是因为惜才，将来对他夺嫡之事有帮助，才将其收为追随者，有几分欣赏，但是对其没有丝毫感情。此番许七夜抹黑江夜，让他心中暗自好笑的同时，也多了一分莫名的厌恶，只是他自己都未察觉到这份厌恶。神洛婉没有透露出心中所想，只是对许七夜道：“本公主不过是拜访一番，毕竟神主事前交代过，就算不联姻，也要博取一个好印象，结下善缘，以示我神霄仙朝对江族的敬重。”许七夜听后，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不知为何，总感觉他对江夜此人十分讨厌，那种源于本能的排斥，让他预感到此人将来很可能是他命中的大敌，甚至是死敌。不多时，一行人便来到了神子宫前。神子宫巍峨壮丽，仙光流转，每一块宫墙都似乎刻印着古老的道纹，散发着浩瀚的地威。宫门前，数名身着江族战甲的守卫笔直而立，他们气息沉稳，赫然都是圣人境修为。周围众人无不惊愕，感叹江族底蕴之深。圣人境的强者在寻常道统中足以担当长老之位，可在这里竟然只是守卫宫门的卫士。江夜带着神洛婉和许曼曼踏入宫门，却在许七夜等人想跟随进入时，被那几名江族守卫拦了下来。止步！神子宫重地，闲杂人等未经允许不得入内。一名守卫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许七夜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丝怒意。他身为神霄仙朝二公主的追随者，何时受过这等待遇？他当即对神洛婉说道：“二公主，这不妥当，我等作为追随者，理应随侍左右，怎可被拒之门外？”神洛婉眉梢微挑，他看了看江族守卫，又瞥了一眼身旁面露不悦的许七夜。无妨。神洛婉淡淡道，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不过是一次寻常拜访而已，你等在宫外等候便是。他的话语瞬间浇灭了许七夜心中想法。许七夜知道神洛婉的性子，一旦他做了决定，便不会更改。他只能强压下心中的不甘与屈辱，与其他人一同被拦在宫门之外。看着神洛婉与许曼曼的身影消失在神子宫深处，许七夜紧握双拳，指节发白。江夜这个江族神子，总让他感到极度的不爽，竟然让两女进入他的寝宫，简直是不可原谅。到底怎么回事？自从遇上这江夜就诸事不顺，难道是他在针对我？不可能，我此前不认识江夜，他也不认识我，并无仇怨，这一切不过是巧合罢了。许七夜脸色变得阴沉，眉头紧蹙。此刻
许七夜心中总感觉神子宫内会发生一些对他极其不利的事情。算了，不想了，明日江夜成人礼结束，就让神洛晚离开江族吧，免得再生麻烦。另外，我还得布置一番。没想到许芒此次居然毫无影响，真是奇了怪了。魔气入体也能被治好。原本我是打算等许芒到江族后再刺杀他，但现在如今这般情况，就算真杀死了许芒，许家也不可能觉得是江族干的，当真是全盘乱麻，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出牌了。许七夜脸色抽搐，心中思绪翻涌，快步离开此地。神子宫内香雾缭绕，红烟与清玄以后在殿内，两位江族圣女容姿绝美，各自端坐案旁，早早沏好雾道灵茶。茶几上鲜茶氤氲，灵果芬芳，皆是天地间难寻的珍品。这是以紫星道藤3000年古灵泉所煮之水所熬，望两位仙子不会嫌弃。红烟轻声笑道，举止端庄。许慢慢端起茶盏，轻啜一口，只觉一股清灵之气直冲神魂，浑身毛孔舒张，连修为都似有所精进。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艳，放下茶盏，看向江夜，语气中带着由衷的敬佩：神子殿下，您年纪轻轻，却已步入封王境，这等天赋，当真是举世无双。许芒师兄能得神子相助，当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许慢慢再次替许家谢过神子大恩。他的语气真挚，丝毫没有作假，眼中那份劫后余生的感激清晰可见。神洛婉则目光流转，落在红烟与清玄身上，他轻轻一笑，声音清冷而悦耳，将神子两位侍女都是倾国之资，想来神子平日里也是红颜无数，羡煞旁人。不知神子夜夜如此相伴，可曾荒废修行？他的言语看似随意，实则暗含试探，想了解江夜的性情。清玄低头轻笑，红烟则眼含水意，修行本就随心，若心静，则何处不可悟道。江夜轻笑一声，端起茶盏，慢悠悠地品了一口，动作优雅而从容。他并未回应神洛婉的调侃，而是将目光落在许慢慢身上。许小姐言重了，近日许家与江族之间发生的事，皆与许七夜有关，想必你也应该听族中长老听说过了。江夜语气微顿，睛眸深邃，此言一出，许慢慢眉头顿时紧蹙，神色挣扎。他虽不愿承认，却也知道族中几位长老已暗中定性，今日许芒被魔道袭击之事，许七夜确实嫌疑最大。我也觉得许七夜确实有问题，但他应该不会是魔道之人。许慢慢轻声附和，但声音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可能是因为自小相识，他对许七夜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江夜轻笑一声，目光平静地看着他，许小姐不必多想，许七夜无论是否是魔道之人，都已是我们两族的敌人。从许阳、许清，再到今日许芒遇袭，皆有其影子。许七夜处心积虑，无非是想挑拨江族与许家之间的关系，坐收渔翁之利，报复许家罢了。江夜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许家当年之事，江族不便多问缘由，但是到如今，许家最好还是排查一番，免得又让那许七夜钻了空子。而且本神子怀疑此事或许仅仅是个开始。许七夜有着特殊秘法，神魂分身控制许家序列弟子，然后借此生出事端，想让江族来对付许家，那他同样也能想到利用其他不朽道统的势力来对许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报复。江夜话语如刀刃般尖锐，直插重点。许慢慢脸色苍白，心中波涛汹涌。江夜所言与族中长老的猜测不谋而合，甚至更加深入。神洛婉挑眉，神色微讶，此人竟有如此手段。江夜缓缓附和道，许七夜的手段确实让人防不胜防，就算抓住分魂，也找不到源头，颇为麻烦。许慢慢沉默少许，终是缓缓开口，许七夜自小被人挖去至尊骨，心中执念极深，也难怪他会做出极端之事。他声音不高，却透出一股深深的忌惮。神洛婉闻言轻声叹息，倒是个深藏不露之人，此等人最是阴毒。江夜随即又将目光转向神洛婉，语气中带着一丝看似随意的提醒，二公主，方才在山门外随你而来的那位青年，不知为何，江某看着他总觉得十分熟悉，与那之前的许阳、许清身上的气息颇为相似，而且他身上似乎有一种难言的邪性，虽然隐藏得很好，但却瞒不过江某的眼睛。他没有明说魔气入体，但那句邪性与气息熟悉，足以让神洛婉心生疑虑。江夜看着神洛婉，语气中带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告诫，希望二公主也能辨明识人，不要被小人蒙蔽，毕竟诸天万域人心险恶，伪装之术层出不穷。此言一出，殿中微顿，神洛婉眸光一凝，却并未多言，只轻描淡写的笑了笑，大人名为徐熙夜，10年前我于界外秘境所收，天赋极佳，深得我神霄仙朝的赏识。江夜眯眼笑道，江夜唇畔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弧度，语气带着一丝巧合，徐熙夜名字也如此相像，二公主觉得呢？这句话让神洛婉心头微动，眼中闪过一抹狐疑。她心思深沉，绝不会被三言两语就轻信于人，但也未表现出丝毫异样，只是淡淡一笑，转而将话题带开。神洛婉语气变得自然起来，轻声道，神子殿下，说到巧合，洛婉倒是想起一事，我神霄仙朝在东荒边境上发现了一座仙古遗迹，据说是远古时代的仙宫秘藏，蕴含着一笔庞大的财富与无数传承。半年后此秘境将开启，届时会有很多道统天骄前来，
洛婉想邀请神子前来捧场，不知神子可有兴趣？神洛婉语气诚挚，此举除了拉近与江夜的关系，更是想借此机会展现自己与江夜关系匪浅，将来夺嫡之事也可引起自家父皇的考量。同时，他知晓这处仙谷遗迹并非寻常的传承之地，而是一处仙宫秘藏，是一笔庞大的财富。届时会有很多道统给神霄仙朝施压，想分一杯羹。神洛婉便是想借用江夜的身份，对其他不朽道统施压，确保神霄仙朝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给此番举动加分，增加他神洛婉的影响力。而江夜闻言心中冷笑，这女人想借势。他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装作玩世不恭，毫不在乎的神情道：“这腰最近不太好使，丫儿过来给本神子捶捶。”红颜笑盈盈的上前，玉指轻按在他背脊之上。神洛婉神情呆愣了一会儿，心中不由得腹诽起来。寻常男子对他多是谄媚献殷勤，怎么到江夜这里举止散漫，毫不在意，自己好像一点魅力都不起作用了。神洛婉一时间也犯了难，他略微思索后，也看出江夜非寻常男子，若无足够利益，自不会为人驱策。江神子，此次仙谷遗迹现世，恰落在我神霄仙朝地界，如今江族横压诸天，无出其右，若江神子愿意出面，必可稳压全局。届时遗迹中所得之宝，归我二族共享，利则互通，岂不美哉？神洛婉轻启朱唇，声音婉转中带着一丝无可奈何，却又不乏试探之意。话落，场中气氛顿时微妙几分。江夜挑眉，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好似猜透他心中盘算。这女人是想借助江族的力量，包揽仙谷遗迹中的资源，心思倒是深沉。江夜轻轻一笑，眉眼之间漫不经心。本神子在江族什么都不缺，什么仙谷遗迹，不过是残垣碎骨罢了。言语清淡，仿佛将那传说中机缘无数的仙谷遗迹贬得一文不值。话毕，神洛婉与许曼曼皆是一阵无言。这话也就是江夜能说得出口了。其他势力听闻仙谷遗迹出事，恨不得倾足而动，连准地老怪物都要亲自出面，而在江夜这里却被称作为不值一提，口气之狂妄。但偏偏没人敢反驳，因为江夜有这底气。这些年来，江族的资源似乎越来越惊人，宝药如山，仙级之物常显，甚至还有传言称有先天之物在族中，就连江夜自己都隐约察觉到不对劲。似乎自他解封出世，族中某些看似封存的宝库，忽然间便开启了许多，连他都觉得有些奢靡过头，可谓是富得流油。只是他懒得深究，也未曾在意。至于仙谷遗迹，江夜既然知道了，那就必然不可能轻易放过。若神洛婉真想借江族之事为神霄仙朝夺利，却又不肯放下姿态，那他也不介意换个盟友。神霄仙朝的大皇子，那位被压了一头多年的人物，应该更懂得如何尊重强者，如何投桃报李。想到这，江夜眼神一闪，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笑意。我原还以为神公主今日是来谈联姻之事，他说的漫不经心，仿若只是随口调侃，眉宇却透着一缕隐晦讥讽。看来并非如此啊。江夜此言一出，神洛婉脸上出现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动摇。联姻本就是神霄仙朝主动提出的意向，也是神洛婉最大的筹码，更是他为自己未来铺路的关键。而今江夜却将此言拿出来敲打，这让他意识到江夜绝非如传闻那样沉迷美色。他深吸一口气，敛去眼底的波动，面上恢复了清冷与从容。江神子，联姻之事虽也曾未族中常被提起，但我自幼心向大道，并未将其放在心上。他语气温婉，倒是江神子，若真有此意，我神霄仙朝自会郑重考虑。江夜没有回答，像是对他失去了兴趣。而神洛婉试图将话题拉回正轨，洛婉今日前来，却是为仙谷遗迹而来。神子坐拥天下最顶级的资源，自然不屑一顾。可对于我神霄仙朝而言，这仙谷遗迹却是至关重要。我神霄仙朝底蕴虽不及江族万古不灭，却也传承悠久。若是能得遗迹中那份机缘，无疑能让仙朝更上一层楼，也能更好地应对诸天万域日渐复杂的局势。他顿了顿，拂袖取出一方玉匣，轻轻推至桌上。神洛婉语气变得更加真诚，江神子若愿出手，我神霄仙朝绝不会让神子白费力气。遗迹之中，神子所见所获，皆可自行取用，仙朝绝不干涉。此外，我神霄仙朝愿奉上10滴仙灵真髓、100颗悟道古茶树之子，以及3卷镇压仙招气运的无上帝金残篇，作为神子出手的报酬。神洛婉言语间透出的大手笔，让一旁的许曼曼都忍不住心惊。仙灵真髓是何等珍贵之物，一滴便可让圣人境强者突破瓶颈，悟道古茶树之子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奇珍，种下便有机会生出悟道茶树，助人领悟大道。至于无上帝金残篇，那更是个大不朽道统的镇族之宝，轻易不会示人。神霄仙朝为了这次合作，竟然如此大方。江夜闻言，金眸微闪，脸上那漫不经心的笑容依旧。这条件倒是比他想象的要丰厚不少。然而他并未立刻答应，而是淡淡的摇了摇头。二公主所言之物虽是珍宝，但对我江族而言确实有着不少。江夜语气一顿，眼中流露出几分傲然。至于无上帝金残篇，我江族自有完整帝金，何须残篇？话语中无形流露出江族万古不朽的底蕴与傲气，也让神洛婉与许曼曼心中再次震动。神洛婉眉头微蹙，
他已然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却似乎仍然无法打动江夜。这江夜果然不是轻易能拿捏之人。他心中思量，若江夜当真对这些宝物不感兴趣，那他所求又是什么？那么神子所求为何？神洛婉所信直言，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江夜靠在椅背上，金眸微敛，似在思索。红烟轻柔地为他垂着腰，气氛一时间有些微妙。所求为何？江夜轻轻一笑，目光落在神洛婉身上，带着一丝玩味与审视，精选沏茶。两位仙子远道而来，本神子怎能不尽的主之意？今日困乏，两位就在此歇息一晚，明日再走也不迟。神洛婉微蹙黛眉，刚要拒绝，胸中却陡然一阵燥热，一缕莫名的醉意悄然升腾，自神魂深处荡漾而出。他心中一惊，体内灵力竟有些紊乱，连带神魂也有微微恍惚之感。许曼曼亦感到异样，眼神微变，正要起身，却脚步一软，身子一晃，被清玄轻扶坐回了椅中。江夜依旧慵懒地坐在主位上，神色不动，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香神子，神洛婉凝声低语，眼中透出警惕与疑惑。江夜缓缓起身，嘴角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弧度。仙霄神茶用的是神朝地底九泉灵脉之水，泡的时间略久了些，容易引动灵魂疲惫。他头也不回地走进内殿，声音自空中悠悠传来：“二位仙子，做个好梦。”神洛婉咬牙，却已无力发作，神魂被一股温柔力量包裹，意识如同沉入温泉般缓缓陷入昏沉。许曼曼更是早已倚靠在一侧软榻之上，气息绵长，竟已沉眠。夜色渐深，玉炉青烟袅袅，檀香淡淡。而内殿之中，江夜眺望窗外星辰如瀑，欣赏着夜色美景。他轻声的难道仙骨遗迹吗？倒是不急，若是神霄仙朝不识抬举，我江族就直接接管。另外，我想想看，许七夜接下来会如何动作呢？天色方明，金辉自云层洒落，映照神子宫玉台之上。殿中两道倩影缓缓行转，神洛婉结语微颤，睁眼间只觉神魂通透，灵台空明，竟似有一丝突破之感。他怔然片刻，旋即心中一惊，连忙自查周身，气息平稳，衣衫整洁，未有异样之处，唯有神魂中残留着一缕淡淡清香，仿佛昨夜不过做了一场绵长清梦。身旁的许曼曼也悠悠转醒，轻揉太阳穴，面色红润，眼神却满是疑惑：“我们昨夜被下了药？”神洛婉沉吟不语，眼中波光流转。昨夜之事，他虽心有警惕，却不得不承认，那一丝醉意带来的神魂宁静确实非凡。就在这时，大殿外传来轻快脚步声，红烟推门而入，盈盈一笑，低声道：“神子已醒，请二位仙子梳洗更衣，稍后一道前往神子成人礼大典。”许曼曼眨了眨眼，有些茫然，他竟没有趁机做什么。神洛婉一时蹙眉沉思。江族神子成人礼于江族主殿太虚天宫内盛大举行，大殿高9万丈，楼宇重重，四周悬浮9重天阙，宝光灿灿，道音如潮，浩荡若仙界来临。大殿之内流光溢彩，仙乐奏鸣，无数奇花异草绽放着绚烂的光华，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灵气。今日大半个诸天高层皆齐聚于此，各大古族、不朽道统、皇朝势力皆派遣代表前来观礼。当江夜携神洛婉与许曼曼两女现身成人礼大殿时，整个江族山门都为之震动。然而在这片仙音缭绕、锐气千条的盛景中，坐落于角落的许七夜脸色却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神洛婉与许曼曼竟然一夜未出神子宫，周围的宾客们也议论纷纷，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听说了吗？神霄仙朝的二公主和许家的许小姐昨夜都留宿在神子宫，彻夜未出啊！这其中，嘿嘿，只怕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之事。那江神子当真是风流俊朗，不仅天赋逆天，连这等绝色佳人也无法抵挡其魅力。这些八卦的低语像一把把尖刀，狠狠地扎在许七夜的心头。他引以为傲的靠山神洛婉，以及他心中唯一的柔软许曼曼，竟然都彻夜未出江夜的寝宫。怒火在他的胸腔中熊熊燃烧，嫉妒之火几乎将他的理智焚烧殆尽。他紧握双拳，指节发白，眼中布满了血丝。该死，该死！许七夜心中咆哮，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江夜不仅让他感到诸事不顺，如今更是将他视为珍宝的两位女子也染指了。而另一边，许泰然则是满脸春风，一副满意的态度。他看着从江夜身旁走出的许曼曼，眼中尽是欣慰。虽然不确定神子宫内发生了什么，但能让两女留宿，至少说明江夜对联姻之事并不排斥。江夜负手走至中央，淡然俯瞰全场，金眸如星辰流转，万道归一。今日江夜成人，拜天拜祖拜道，天宫中钟鸣九霄，神息万道，9天神火燃遍穹顶，亿万灵符凝聚虚空，化为万里云龙绕殿。古老的江族地祖虚影浮现，执掌神权，苍穹礼乐随之响彻3万里。各大道统、古族、皇朝的代表纷纷上前献上贺礼，随后各大道统的代表人物纷纷上前呈上精心准备的贺礼，恭敬拜访。天剑宗宗主携天剑宗至宝斩仙剑，恭贺江神子成人礼；万古圣地圣主携万古圣地传承万古不灭功残卷，恭贺江神子成人礼；妖族至尊携妖族神兽9尾天狐幼崽，恭贺江神子成人礼。
一件件震惊诸天万域的奇珍异宝被呈上，每一件都足以引得无数势力厮杀争夺，如今却被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江夜面前，只为博得他一丝好感。江夜面不改色，对这些贺礼似乎并不在意，只是微微颔首，示意侍女收下。他的姿态从容，仿佛这些至宝对他而言不过是寻常俗物。在繁复而冗长的仪式之后，江族神子的成人礼终于落下帷幕。定，天命主角许七夜与神洛婉、许曼曼两女心生嫌隙，妒火攻心，气运值减少3000点，反派值加3000。这许七夜当真是大韭菜啊，就连沈炼都比不过。接下来就是许七夜的末路了。然而，就在江夜准备起身布置之际，一道熟悉的传音自虚空响起：“叶儿，到祖地来一趟。”他眼眸微动，脚步一顿，旋即转身踏步虚空。江族祖地，此地常年笼罩在混沌之气与仙侠神云中，无数阵纹流转天际，如同古神脉搏跳动，震慑心神。自天地开辟就流传至今，神辉未灭。江夜走入其中，四周顿时陷入死寂。江夜踏入祖地，一道熟悉的气息便扑面而来。乖儿子，快来让娘看看。一道风华绝代的倩影自仙雾中走出，眼中充满了化不开的柔情与宠溺。今日成人礼，个大道统来的神女圣女可真不少，有没有中意的呀？苏红叶语气轻快，带着一丝打趣，跟娘说：“娘给你去提亲，哪个势力敢不同意，娘就灭了他们。”江夜嘴角一抽，眼中满是无奈，自家娘亲真是狠人啊。他轻轻咳了一声，道：“娘，这种事您别插手了。不过许家那许曼曼还不错。”哦，许家的。苏红叶眸光微动，露出几分玩味之色。许家最近倒是很老实，不过许七夜那小杂种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既然你中意许曼曼，那娘就去替你提亲。他顿了顿，笑意更深。不过许家若想嫁人，也得有点诚意，嫁妆若不给足，娘便亲自替你要回来。江夜叹了口气：“啊，我只是说那丫头不错，又没说一定要娶她。”苏红叶却不依不饶，斜睨他一眼：“你说不错，那就是中意了。娘懂。”江夜，苏红叶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精致玉盘，递到江夜手中。玉盘古朴而玄奥，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流转着混沌光华。叶儿，这是娘为你准备的成人礼礼物。苏红叶声音温柔，带着一丝期待。此物名为是神盘，娘亲手重铸其本源之力，削弱辅助之力，转而主攻杀伐。它是你今后行走诸天的底牌之一，也更适合你如今的修行。江夜接过玉盘，只觉入手温润，却重若万钧。他心念一动，神念探入其中，顿时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扑面而来，仿佛有万千神魔在其中咆哮，欲要撕裂天地。这简直就是一件主攻杀伐的绝世凶器。不过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是神盘，此前明明只是一件伪地器，短短数日，为何却已被自家母亲改炼成了顶级地器？江夜眉头微皱，指尖轻抚是神盘表面，那一缕缕流转杀伐神纹，更隐隐蕴含某种古老禁忌的气息。他神念深入，一道道模糊的印记忽然浮现心海，那是炼器者留下的本源铭痕，虽被苏红叶掩去大半，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太虚金铜、玄露砂、九幽魔晶，甚至连传说中早已绝迹的万古精髓都赫然在列。江夜神色一凝，心中震动不已。这些材料几乎无一不是纯粹为战而生的狠物，在诸天万域中皆属禁忌之材，有些甚至早已绝迹于世间，唯有封印于古境之地或大劫战场残虚才可能现身。每一种都蕴藏着古老杀机，焚魂裂骨，动辄染因果血河，却被苏红叶悉数融入是神盘之中。虽然以江夜的力量还无法发挥，但就算只能发挥出1/1000，也能够秒杀同境界的任何修士了。伪仙器炼魂壶可炼神魂，是神盘可镇杀外敌，自家娘亲全都给他配备妥当了。江夜心中微暖，轻声道：“谢谢娘，不过您这些材料都是哪来的呀？江族以前可没这么富裕。”苏红叶眼中满是柔和，淡淡笑道：“都是你爹弄来的，那老家伙偶尔还是能派上点用场的。”江夜神情微动，试探着问道：“啊，爹他现在人在哪儿？”苏红叶神情微敛，笑意不减，却轻轻摇头：“这你就不用管了，时候到了自然会告诉你，你也不必去学。”江夜眸光微动，似有所思，却未多问。苏红叶忽而收敛笑意，语气一转，眼神变得凌厉而锋锐：“对了，叶儿，那许七夜你准备怎么处理？”江夜眸光微敛，唇角却扬起一抹懒散的笑：“娘放心，这种小事不用您出手，我自己就能解决。”苏红叶闻言，眼中多了几分欣慰：“好，不过若有需要，娘自会替你扫清一切后顾之忧。”他转身轻摆衣袖，背影飘渺如仙，让人安心。祖地再次归于寂静。另一边，神洛婉身姿高挑，步履间自带一股尊贵之气，回到了他在江族祖地的临时居所。本片区域灵气氤氲，搭建的古朴而雅致。然而此刻的神洛婉眉间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昨夜在江夜的神子宫殿内留宿，让他心绪复杂。江夜竟然没有碰过他。昨夜江夜只给他安排了偏殿栖息，语气平和，甚至含着几分疏离。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神洛婉心绪久久难宁。这个念头仿佛一个无形的钩子，牢牢地抓住了神洛婉的心。他感到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甚至感到有些失落。毕竟
他对自己的魅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复杂的情绪渐渐变成了一种微妙的好奇。何曾有男子会这样对待他？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哪个不是在面前竭力表现，恨不得将所有的珍宝都捧到他的面前？可江夜这位江家的神子，却仿佛对他的绝世容颜和高贵身份视若无睹，甚至还变相拒绝了他的请求。被特殊对待的感觉，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恼怒，反而激起平静。他内心深处为何连自己都未曾察觉到的探索欲？江夜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思绪渐渐回笼，神洛婉不由得联想到了昨日在神子宫中谈到的许七夜一事。今日江夜成人礼结束后，他便想找徐熙夜问清楚，徐熙夜呢？去哪儿了？神洛婉的声音清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询问着侍立在殿外的侍从。一名贴身侍从恭敬回禀启禀二公主，方才有人看到他去了许家所居之地。神洛婉目光微沉，先指轻扣玉脊，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声音。他怎会去许家？他低声喃喃，眸光中闪过一丝异样。此时许七夜正缓步离开许芒所住偏院，面色阴沉如墨，他目中隐有戾气翻涌，心绪难平。许芒不仅安然无恙，甚至在昨日魔道袭杀后，皆是突破了一个小境界。但让他感到不安的却是另一件事。当他以探望的名义正好接近许芒之时，运转体内那重新涅槃的至尊，想要感应对方身上是否也存在至尊骨的本体时，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反应。他体内的至尊骨对于同源的本体极为敏锐，哪怕只是极其微弱的气息，应该也能清晰地捕捉到。然而在许芒身上，他根本没有真正与至尊骨相关的动静，一丝一毫的波动都无。于景浩3-4，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于景浩3-4，许七夜的心中猛地惊起惊涛，一种弟弟的挫败感和茫然感涌上心头。至尊骨不在许芒身上，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至始至终都搞错了人？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隐姓埋名，委曲求全，为的就是报复许家。如今好像是自己搞错了，这让他几乎要陷入疯狂。那个被他恨了多年，将一切仇意倾注的许芒，竟根本不是当年夺走他至尊骨之人。当年夺走我至尊骨的人究竟是谁？这个幻影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他的心头。神秘人当年所说的那句话，如同魔咒一般，此刻在他耳边回响，是江族夺走了你的至尊骨。奇怪了，如果真的是江族所为，为何又仿佛这个秘密告诉我，他们不怕我复仇吗？许七夜越想越觉得迷雾重重，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如谪仙般的少年江夜。如果至尊骨真的在江族手中，那么最有可能拥有至尊骨的，恐怕就是这位江家的神子了。之前许七夜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许芒的身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江夜，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阴翳，只要找到一个接近江夜的机会，只要靠近他，我体内的至尊骨一定会给出回应，就能知道至尊骨到底是不是在他身上了。就在许七夜思绪翻涌之际，一道清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将他从沉思中惊醒。许七夜，你刚才去哪里了？许七夜猛然抬头，只见神洛婉正站在不远，一定是江夜跟神洛婉说了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江夜真是我命中克星？许七夜失魂落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想要回到自己暂住的房间。然而当他走到住处附近时，却被几名江族的侍卫拦住了。站住！这里是神霄仙朝贵客的居所，你是什么人？一名侍卫冷声喝道。我是徐熙夜，我住在里面。许七夜连忙说道。徐熙夜，那名侍卫冷笑一声，如今神霄仙朝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二公主已经与你断绝关系，你不再是神霄仙朝的人了，赶紧离开这里吧。许七夜闻言如遭雷击，彻底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他只能苦着脸灰溜溜地离开了这片区域，漫无目的地走在江族祖地之上。许七夜的心中充满了茫然和不甘，他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不但没有报复到许家，反而失去了神洛婉的守护，如今更是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就在他预感到一片黑暗之际，突然他的目光被不远处的一个偏僻的紫色吸引住了。这鬼鬼祟祟的身影正偷偷摸摸地溜进了一处极为隐秘的宫殿群里。许七夜定睛一看，那身影原来是许阳。自从被江夜的神魂入侵之后，许阳就与他断了联系，如今许阳竟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隐秘的地方，这让许七夜感到十分疑惑。他在江族驻地中走动过，从未见过这个地方。眼前的宫殿群建筑风格极为奢华，灵气乍得几乎要化为实质，显然是江族的重要之地，说不定这什么珍贵的宝物或者什么重要的秘密。许阳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不是被江族操控了吗？许七夜的心中充满了疑问，这里难道是江族的一处秘的？许阳在江族中偷偷摸摸的，是不是有什么隐秘？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许七夜的脑海。许芒被魔道之人袭击，跟江族脱不了关系，许阳又突然出现在这里，定与此前许芒遭袭有关。说不定我正好可以查清此事，若能在此地寻得江族与魔道勾连的证据，岂不是能借机翻盘，重获神洛婉信任，甚至挽回身份？念及此，许七夜目光如电，冷冽深沉，他迅速敛息藏形，贴着山石廊柱，悄然尾随其后。那一片宫殿群深藏于紫金神树之后，入口是一座枯井。许阳纵身跃下，身形消失在井底的薄雾之中。许七夜紧随而至，跃入井中。枯井深邃，
井壁布满了潮湿的青苔，穿着一缕腐朽的气息。许七夜屏住呼吸，身形犹如鬼魅般坠落而下。井底雾气弥漫，缭绕如烟，冰冷森然，仿佛连灵魂都要被冻结。许七夜落地时悄无声息，一身灵力如水般收敛。他目光深沉，望向前方那条蜿蜒的幽道。此地明显早已被布下重重禁制，空间扭曲，灵石难以外放，唯有脚踏实地，一步步深入。他跟随许阳的踪迹，一路行至尽头，却惊讶地发现前方赫然是一座巨大的石殿，殿门半掩，散发出淡淡的血光。他咽了口唾沫，缓缓踏入石殿，脚步越发沉重，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心田中带着一丝令人作呕的腐朽气息，仿佛千百年来的冤魂在此低语哀嚎。许七夜皱眉，眸中露出震撼之色，他连忙循着气味望去，只见宫殿的中央，一只巨大的青铜巨鼎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鼎身上方魔纹缠绕，散发着令人心惊的邪恶气息。而更让许七夜感到震撼的是，在巨鼎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倒着十几具干瘪的尸体，仿若被抽干了血液一般，外围下一层细搞的皮囊。他们的面容扭曲，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仿佛在临死前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这怎么回事？许七夜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连忙寻找许阳的身影，但整个宫殿之中，除了这些令人作呕的尸体和那尊猩红邪异的巨鼎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活物的踪迹。许阳呢？他仔细观察地面，并没有发现任何战斗的痕迹，那些干尸仿佛是凭空出现的一般。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江族为何要在这里藏匿如此多的尸体？许七夜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地面上有一具半毁的干尸衣袍尚在，正是许阳昔日穿着的青灰道袍。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许七夜的心思，让他感到一阵不寒而栗。不可能！许七夜心中震撼欲裂，忽的一个念头浮现，许阳只是诱饵，这是个圈套。他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可能陷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麻烦。就在许七夜心中惊疑不定的时候，周围突然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他猛地转过身，却发现空无一人。谁？许七夜低喝一声，神情紧张地望着四周。然而周围一片寂静。是我这么紧张吗？许七夜皱了眉头，心里感到一丝不安。他总觉得有什么人正在暗中注视着他。就在这时，他闻到了一缕淡淡的甜腻的香气，这股香气若有若无，却带着一丝令人着迷的诱惑。不好，是迷香！许七夜脸色一变，立刻屏住呼吸，想要封闭自己的嗅觉。然而已经晚了，股甜腻的气息已经那悄无声息地侵入了他的身体。他感到一阵阵晕感袭来，体内的灵力开始凝固，四肢也变得有些无力。他想要功法抵抗这股迷香，却发现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起来。这里布置了陷阱。许七夜心中一惊，想要立刻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软软地倒在了地面上。就在他意识即将彻底沉沦之际，略带戏谑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真是个蠢货，居然真的自己送上门来了。”紧接着，一个年轻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许七夜的视线之中，那是一个身穿龙纹黑袍、容貌俊美、目光却冰冷如刀的少年，正是江家的神子江夜。江夜！许七夜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艰难地吐出了两个字，随即便彻底陷入了昏迷之中。江夜看着倒在地上的许七夜，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他缓缓走到那尊青铜巨鼎前，伸出手轻抚摸着鼎身上那些狰狞的魔纹，眼中闪烁着一丝妖异的光芒。青铜巨鼎前，江夜神色冷峻，嘴角却勾着一抹戏谑的笑意。他心念一动，磅礴的灵气涌入青铜巨鼎祭祀之中，那些魔纹仿佛感应到了主人的气息，泛起淡红色的涟漪，一缕缕煞血气息从鼎中渗出，如鬼影般缠绕在江夜手掌心。这里的数百具干尸，他们本是江族关押的死囚与犯人，今日却全数被江夜暗中调来，作为炼煞的祭品。那些被炼化而出的精纯煞血，大部分都被江夜小心翼翼地收入了玉瓶，数道强大的封印禁制瓶覆盖，阻止其中蕴含的恐怖魔力外泄。看着手中的玉瓶，江夜嘴角微扬，心中暗道：一些煞血蕴含着极其强大的魔性，日后能够巧妙地利用起来，或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出相当于的作用，让那些所谓的天命之子尝尝万夫所指的滋味，倒也是一桩美事。做完这一切，江夜的目光再次看向昏迷不醒的许七夜，他缓缓抬手，嗡！血煞鼎再次发出喷射的恐怖，鼎口中涌出的色雾气更加粘稠，如同鲜血一般，朝着许七夜缓缓飘去。江夜操控着这些蕴含着强大魔力的煞血，那滚滚煞血猛然炸裂成一道血龙，疯狂扑向许七夜。入魔吧，许七夜！煞血没入许七夜体内，刹那间，许七夜浑身猛地一震，青筋暴起，脸色苍白如纸，肌肤上浮现出一道道漆黑的魔纹。他的身体仿佛在燃烧，从经脉到骨髓都在被那魔血侵蚀，灵海动荡，神魂颤栗。定！天命主角许七夜煞血入体，彻底入魔，根基受损，气运值减少5000点，反派值加5000。许七夜在剧烈痛苦中睁开双目，那一瞬，他的瞳孔居然泛起幽红之色，血气涌动，宛若堕入魔渊的修罗。啊！他痛苦的嘶吼，体内灵气与魔血剧烈冲撞，经脉如裂，神识如碎，意识一阵阵模糊，难以掌控。江族内，一座座古殿巍峨雄伟，山门之外，
各大道统之人尚未离去，正等待着江夜成人礼之后的联姻消息。而就在此刻，整片秘境陡然动荡，一股无法掩饰的魔气潮汐如火山般喷涌而出，震动整个江族驻地。无数道惊恐的惊声和慌乱的脚步声起彼伏。怎么回事？好恐怖的魔气，竟是血煞之气！江族何时容得了魔修？快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时间，无数强者御空而起，身影如流星般向秘境方向掠去。许家、神霄仙朝、元武宗等各方势力齐聚，在众人之中，许芒的身影目光愤怒。他先前被魔道之人袭击，差点陨落，对于魔道种族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此刻众人身上出现了如此多的魔气，他心中的仇恨如同烈火一般的熊魔燃烧，恨不得立刻将那些道之人碎尸万段。许漫漫也紧随在许家强者的身后，来到了半空。当他接近那股的魔道气息时，娇躯不由得微微一颤，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神洛婉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半空之中，他那双清冷的眸子紧紧地掐住了魔气爆发的方向，绝美出现凝重之色。难道是许七夜？与此同时，在紫玉殿之宇之内，躺在地上的许七夜猛地睁开双眼，他的双目赤红如血，瞳孔深处仿佛燃烧着两团漆黑的幻影，脸上布满了狰狞的黑色魔纹。他发出一声痛苦而低沉的嘶吼，声音中充满了暴力和疯狂。他挣扎着从地上扬起，身体摇晃不定。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殿外响起，紧接着无数道身影如同潮水一般涌入了宫殿之中。当他们看到殿内的场景时，顿时发出了一阵惊愕的呼声。只见宽敞的宫殿之中一片狼藉，地面上散落着数百上千具干瘪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味。魔道之人，这些干尸全是修为高强的修士，都被这贼子吸干了。而在宫殿的中央，当众人降临秘境中央，看清那倒在魔纹之上的身影时，全场死寂。许七夜正如同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一般，浑身缭绕着一道黑色魔气，双眸引动着妖异的红光，正大的喘息着。许家之人也第一时间感知，许芒、许漫漫，甚至是许家太上长老许泰然都赫然在列。许泰然乃是准帝，感知何其敏锐，他当即就察觉到曾经熟悉的气息，立马就认定这个魔道贼子就是当年失踪的许七夜。那是许七夜？许泰然瞪大双眼，几乎不可置信。只见许七夜浑身缠绕黑气，他当真已经入魔。一位许家长老沉声断言。神洛婉也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刚才类似魔物一般的许七夜时，他眉头紧锁，语气冰冷地说道：“许七夜，你既然真的是魔道之人，本宫真是看错你了。亏我神霄仙朝还曾降临于你，竟到了你竟是如此狼心狗肺之辈，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简直罪该万死。”许七夜听到神洛婉的声音，猛地抬头，赤红的眼睑中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想要解释，想要告诉神洛婉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周遭的环境似乎将事件定性，再无回转余地了。同时，内体的煞血魔气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神智，让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和疯狂。理智正在一点点地被吞噬，想要他调动体内的灵力进行抵抗，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竟然也染上了一股疯狂的魔气。许漫漫也看到了许七夜，他那双美丽的眸子顿时充满了震惊和失望。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曾经认识的那个有些木讷的许七夜，竟然会变成一个如此可怕的魔道之人，而且还犯下了如此滔天罪孽。他心中百感交集，猛然震惊，还有一抹难以言喻的悲哀。许七夜，你怎么会变成这样？许漫漫嘀咕自语，眼中充满了悲哀。不可能！许七夜眼中带着一丝迷茫与痛苦，他挣扎着爬起，语气微颤：“我没有入魔，是有人陷害我。”然而，无数道视线早已锁定于他，目光冰冷，神色复杂。你还敢辩解？许芒厉喝，指着他怒吼：“你若不是魔修，何来魔纹入体？何来血煞顶魔气翻涌？许七夜，之前派人袭击我的也是你吧？”许芒眼中充满了怨毒之色，他恨不得将许七夜生吞活剥。当日被魔道之人袭击，差点身死道消。如今看到许七夜入魔，他自然而然将所有的罪责都想在了许七夜的头上。许家太上长老许泰然脸色阴沉，探手一握，一道气机横空照下。老夫早就觉得此子心术不正，没想到真的成了一个魔道贼子。许芒被袭击之事，必然也是此僚所替为。许七夜脸色苍白，身躯摇摇欲坠，他不服气道：“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陷阱。我也不知内顶为何会爆发魔气。”他想要否认，想要辩白，但体内的魔气却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在他的体内横冲直撞，但赤红的眼眸中充满了嗜血之意，抢辩无益。许泰然冷哼，眸中寒芒如霜，掌中灵光跃动，已然酝酿起一道魂术，直指许七夜识海。老夫搜你之魂，自能见分晓。就在许泰然的巨掌即将落下，眼看就要将许七夜彻底镇压之时，许老稍安勿躁，一道如鼓中震鸣的声音突兀响起，震彻虚空，压下了许泰然手中的术法。江夜现身，一袭黑袍猎猎作响，神情淡漠如雪。他身后数位江族长老同时现身，一身威严尽显，灵压如月，逼得在场众人皆心头微震。江夜神子，
许泰见然来人是江夜，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手上动作也停顿了下来。虽然他是许家的太上长老，辈分极高，但在长生仙族江家的神子面前，也不敢太过放肆。许老想要搜魂茶，本意是好的。江夜微拱手，语气却冷淡。但此子如今在我江族秘境之中，犯下如此大恶，炼化血煞顶之魔血，吸食无数生灵精魄，连此地不防的禁制犯人都被其吞噬殆尽，恐怕还是由我江族来处理更为妥当。你说我吞噬精魄？许七夜怒不可遏，浑身颤抖道：“这些干尸分明早就被你布下阵法所炼，我不过是被你设局陷害罢了。”江夜眸中划过一缕嘲讽：“陷害？你倒是说说看，你为何在此地？”许七夜怒吼，眼角已渗出血丝：“我身中迷香，是被人暗算。”江夜淡笑一声，指了指地上残留的魔气与煞血痕迹：“那你解释一下，这些魔气为何缠绕于你体内？这是你布的局！”许七夜狂吼道：“够了，还敢污蔑江神子！”许泰然沉声道，目光死死盯着许七夜，眸中满是复杂之色。他望着那一张熟悉却扭曲的脸，心中隐隐升起一丝疑窦。江夜神子是想……许泰然眉头皱紧，他总感觉这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许老也该看到了，此人已经彻底入魔，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魔道之人。江夜语气平静说道：“还是我江族驻地内犯如此下的罪行，若不交于我族解决，岂不是让天下人认为我江族无能？”江夜也思虑道，许家应该也不会完全相信此前发生的种种事件，若是让其搜魂，虽然许七夜可能会有后手，但他不想冒这个风险。许七夜有特殊的神魂分身，这个气运之子还是直接抹杀才好。许泰然闻言，心中不由得迟疑。江夜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此事里应让江族这个主家处理。尽管他心中其实也有疑虑，但现在总不可能因为一点点怀疑就与江族交恶。况且江夜此前还帮助许芒清除了魔气，无论是哪方面都不适合插手。这时一位江族长老上前一步，语气冷硬地说道：“此人已经彻底入魔，神智混乱，就算搜魂，恐怕也难以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而且搜魂之术本就霸道无比，稍有不慎，就彻底毁掉了他的神魂。”江夜神色沉稳，点头道：“而且若此人真有同党在暗中操控，此举反而打草惊蛇。”许泰然眸光微闪，一时沉默。江夜再度开口：“许七夜行迹可疑，行魔道之事有据可查，秘境的守卫与囚徒全部死了，我江族损失惨重，此人必须死，此事没得商量。”周围人皆是认同。神洛婉目光微凝，他心中总觉得有什么不对，但似乎又没法反驳。毕竟此前许七夜以徐熙夜之名，在他手底下做过不少事，心性品性都有所了解。许泰然亦是心中疑惑，虽然许七夜一事令人震惊，事情前后因果也说得通，但总觉得这其中多少有隐情。但在此等场面下，江族密地之内上千干尸，许七夜又确实入魔，此刻无论怎么辩驳都无济于事。就算心有疑虑，也不可能因为一个魔道之人去得罪江族。走到这一步，许七夜算是到头了。江夜眸光冷冽，快速抬手，一直指向许七夜，看似平淡无奇，却仿佛压塌了万古时空。虚空震颤，大道之音齐鸣，天地在刹那间失了颜色。光明神王指，大日横空，金光如天河道贯，炽盛到极致的神华绽放在这片秘境之中，灼灼烈焰在虚空中贯穿天地。这一刻，万物皆静。许七夜神智昏沉之中，只听得众人纷纷指责与低语，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洛婉，眼神复杂的许曼曼，还有那许芒咬牙切齿的怒容。他不甘心。许七夜想说话，想质问，想大笑，却终究一个字都未能说出。那金色神辉已轰然落下，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伴随着光芒爆裂的狂潮，天地仿佛在这一瞬间被击穿，大地龟裂，山石溃散，虚空被撕成片段。在无尽光明之中，许七夜的身影被彻底湮灭，他连挣扎都来不及，连最后一声怒吼都未发出，便被这一指抹去了存在。神魂俱灭，待光芒散尽，天地再度归于平静，地面上只剩一圈被神灰灼烧得焦黑的痕迹，仿佛从未有人在此活过。人群中有人先是沉默，而后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喝彩。好，死得好，这种魔道贼子就该如此下场。江族神子为我们出了一大祸害。许泰然站在众人之中，看着许七夜消失的地方，虽然心中依然有些不平，总觉得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此刻大局已定，许七夜神魂俱灭，什么也无济于事了。他目光望着地面的焦痕良久，终是叹了一口气。江夜踏步而前，目光扫过众人，开口道：“魔道贼子，人人而诛之。”众人闻言纷纷点头称是，仿佛这场血光与杀戮只是一场顺理成章的审判。定，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主角许七夜，获得反派值3万，回收许七夜所有物，至尊骨、涅盘、天眼分魂诀，回收成功，获得反派值12000。江夜默默清点了一番，说实话，他对于天命主角一向是玩弄戏耍，但许七夜不同。许七夜独有的天眼分魂诀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操作空间太大，是个不小的隐患。而且许家方面，至尊骨毕竟是江族所为，这种事情时间长了也不好瞒，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此前许七夜诸多分身被江夜抓到，
但也只是知晓了许七夜的存在，但查不出他的方位。许七夜主动现身在江族，恐怕也是没想到江夜会注意到他。江夜以免夜长梦多，稍作犹豫后就直接出手抹杀了他。出手前许七夜还有2万的气运值，被抹杀时也没有出现什么变故，也不知其他人出手是不是一样的结果。江夜也不纠结，挥手示意众人可以散场了。众人纷纷躬身告退。很快，与知道喧嚣的殿堂内便恢复了平静。江夜独自一人回到了神子宫。在许七夜死后的第2天，许家内部传来消息，族内和2个序列弟子突然到地不起。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神魂已经彻底泯灭。经过一番调查，许家很快就察觉到，这定然是当初被许七夜暗中控制的分身。现在许七夜本体已经死了，这些分身自然也失去了控制，从而魂飞魄散。得知这个消息，许家上下皆是心痛不已，但他们也知道是许七夜的手笔，只能暗自吞下苦果，表面上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选择沉默。而许家的太上长老许泰然，自从那日在殿宇中见识了江夜的手段之后，心中就久久难以平静。那日江夜最后施展的光明神王指，其中蕴含的大道之力浩瀚莫测，就连他这等准地级别的强者也无法完全看透那是什么大道规则，只觉得那股光明之力纯粹而坚固，仿佛能够净化世间一切邪，简直恐怖如斯。传闻江夜还领悟了虚空大道，更加上江夜似乎对梦影大道也有所领悟，修为更是达到了真王境。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刚刚成年的少年身上。许泰然心中无奈，这江夜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他又瞥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许芒，心中不免生目光怜悯。许芒的天赋在许家年轻一代中也是佼佼者，堪称不世之才，但在江夜面前却是目光如此暗淡无光，简直难以入目。与江夜生同在一个时代，对于他们这些天骄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悲哀吧。过了2日，江夜通过无量道胎潜心修炼，巩固着自身的修为。期间，许家这边传来消息，族长亲自带着厚重的嫁妆来到了江族，向江族提亲，甚至没有过多讨论是正妻妾室的问题，直接将许曼曼留在了江族，与江族众位长老商谈后离开。许家姿势放低至此，显然是表明了许家的态度。江夜也没有在意，江夜对于许曼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更多的还是出于家族利益的考量。许家作为诸天中传承久远的古老世家，拥有着不俗的底蕴和影响力，可以通过许曼曼与许家结盟，对于江族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而且此女也算乖巧，算是他后宫的一员了。而萧神仙朝的2公主神洛婉，自从那日之后便一直留在江族，时不时的现身神子宫，想要与江夜再次会面。只是江夜始终没有见他，对外称自己正在闭关修炼。神洛婉对此虽然有些不解，但也不敢太过强求。经过许七夜一事，他对江夜的实力和手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心中也生出一抹敬畏与凝重。传闻中江夜纨绔霸道，仗势欺人，现在看来，这些传闻恐怕只是以讹传讹罢了。以神洛婉的聪慧，自然也看出许七夜之事背后必然存在江夜的手笔。毕竟当初江夜与他茶话之时，就曾有意无意地引导他将目光放在许七夜的身上。现在许七夜的身份突然暴露，又被认定为魔道之人，其中若说没有江夜的推波助澜，他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神洛婉心思活跃，虽然对许七夜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但也能通过此事看出来，江夜的心性与城府都绝非等闲之辈，甚至在他之上。他思虑一番后，在自己的居所中轻轻的难道，看来想要通过江夜来达成目的，恐怕并没有那么容易啊。此时神子宫内灯火如豆，霞光流溢，香烟缭绕，江夜已于玉榻之上，许曼曼正乖巧地坐在他的身旁，温柔地替他揉捏着肩膀。许曼曼虽然只是作为妾室嫁入江家，但她毕竟是许家的嫡女，无论是性格、天赋还是容貌都堪称上乘。江夜对于这个温婉可人的女子也颇为满意，便顺势收底。许曼曼一边替江夜揉肩，一边好奇地问道：“神子殿下，那神霄仙朝的2公主殿下似乎一直想见您，您为何一直不见她呢？”江夜闻言，嘴角微微扬起，用意抹着淡淡的笑意，淡淡说道：“想见本神子的人多了，想见就能见，哪有那么容易？神洛婉想要与他合作，瓜分仙骨遗迹，江夜也曾给过他机会，但这个女人心思太多，缺乏足够的诚意，总想着试探和利用。江夜自然不会如他所愿，先晾晾他也好，等神洛婉真正认清了自己的位置，若还不识抬举，他就可以命人书信神霄仙朝的大皇子了。至于那所谓的仙骨遗迹，在江夜的眼中早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又过了2日，族长江玉良得到消息，关于叶青云的下落。叶青云是天机老狗的最后一个徒弟，他母亲大人的嘱咐，江夜可不敢忘记。江族最近一直在追查叶青云的行踪，此人因为受太古叶家排挤，50年前就从叶家脱离出走，几年间踏足过多个道域历练，但之后便彻底消失了。最后查出痕迹的是古仙域，整整消失了40多年的时间。得知这个消息，江夜的眼中闪过一道锐利的光芒。我正好也打算去古仙域，倒也算凑巧。古仙域是一片被岁月尘封的落魄之地，现如今诸天万域已经没多少人愿意去古仙域，
毕竟灵气稀薄，资源贫瘠。而此刻江族驻地上空，一座九龙金辇缓缓落下，神辉弥漫，锐气蒸腾。江夜着一袭龙纹黑袍，立于车辇前方，一头金丝随风而动，眸中似有神海翻涌，整个人浑然天成，宛若一尊年轻的神王，令人不敢直视。他神色淡然，正准备登辇而去。江夜神子，请留步。这时虚空微微一颤，一道香风袭来，随之而至的是神洛婉的身影。他今日身着一袭碧烟长裙，衣袂轻飘，肌肤胜雪，玉颜无瑕，宛若仙泥一世而独立。与前几日的清冷孤傲相比，今日的神洛婉态度明显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脸上一抹恰到好处的语气，笑容也愈发殷切与低微，仿佛一个着主人垂青的侍女。原来是洛婉公主。江夜脸上淡淡的微笑，眼神却依然深邃如渊，让人看不出她心中真正的想法。小女子闻神子殿下前往即将古仙域，特来相送。神洛婉莲步轻移，走到江夜身前，微微欠身，姿态恭敬。有劳公主相送了。江夜语气平和地说道。神洛婉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之色，小心翼翼地问道：江公子，前些日子是我唐突，多有冒犯，此番前往古仙域，何时归来？江夜侧手看了他一眼，你想问仙古遗迹一事？神洛婉点头，目光坦然，却含藏一丝不安。若公子有意，我神霄仙朝愿为其助力。他声音低柔，语气中却并非完全的委身，更像是在抛出橄榄枝。因为是观仙古遗迹出事，诸天中不知会有多少顶级道同享，奋意杯羹。若无强援，怕是要被群狼吞噬。对于神霄仙朝就不再是机缘，而是灾难了。江夜微微一笑，却并未正面回应，而是看向远方虚空，淡淡说道：艰古遗迹之事，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等本神子从古仙域回来再说吧。公主没必要挂怀。他的语气没有起伏，没有承诺，没有拒绝，平淡中却自有一种威压。神洛婉眼中掠过一抹沉思。江夜没有明确拒绝，还有意表达回来后会参与此事，那么他就还有机会。他心中微凝，这个江族神子从来不会轻易将筹码交到他人手中。他能与他对话，是因为他还有价值，而他不明确回应，是因为他的诚意还未打动他。尽管神洛婉的态度已经放得很低了，但还不够。江夜没有再言语，直接登上九龙车辇。叶青云消失了近50年，他不能给对方太多的成长时间的。弱小未必就没有威胁，傲慢才是原罪。古仙域深处，一于寂静之地，名为望尘村。此地四面环山，常年被浓雾笼罩，天地昏沉，灵机逆转，哪怕是地境强者闯入，也极易迷失在其中，无法辨别方向，仿佛身处混沌幻境。然而在这片浓雾最深处，却隐藏着一方幽静净土，山峦叠翠，溪水潺潺，茅舍随地而筑，石桥横卧，竹篱间雏鸡啄食，一派闲适人间景象。在村落东南角有一座小院，青石铺地，竹篱环绕，一位面容俊朗，眉宇间带着沉静的年轻人正坐在石桌前，手中拿着一块黝黑的兽骨在细细雕刻。他神情宁静，动作娴熟，气息平稳若止水，眸中却偶有神光闪烁，如星辰深海，令人生畏。这人正是叶青云。院中一旁坐着一位老者，身形佝偻，满脸皱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麻布衣，目光阴沉如刃，正拄着一根黑漆漆的拐杖。青云，你整天窝在这破地儿雕破骨头，可悟出什么？叶青云摇头道：卧心不静，则道难明。枯瘦老者欲言又止，刚想说什么，忽地远处山林巨震，一声低沉的怒吼自雾中传来，紧接着一道庞然身影破雾而出。那是一头通体灰白的六目巨猿，双臂如山，胸膛浮现一道灰色胸纹，气息阴冷，凶煞惊人。赤炎蛮牛闯进村众了。老者眉间轻松，看不出一丝紧张之意。叶青云则是脸色微微一沉，他身形一动，瞬间消失在了小院之中，朝着周围爆发的方向疾驰而去。眨眼之间，叶青云便来到了村庄的密林之中。只见一头体型庞大，浑身燃烧着赤红风的蛮牛正在疯狂地冲撞着周围的树木，所过之处是一片狼藉。这头赤炎蛮牛妖气冲天，赫然已经达到了真王境巅峰，距离突破到神王境只有一步之遥。叶青云身形如同鬼魅般出现在赤炎蛮牛的身前，一掌指诀变换，那青色光芒瞬间从他的指尖绽放而出，化为一道凌厉透明的剑气，朝着赤炎蛮牛狠狠斩去。这道剑气一切外表轻飘飘的，却蕴含着一股斩断的恐怖力量，瞬间贯穿了虚空，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如同天外飞来的一剑，带着无尽的威压。赤炎蛮牛怒吼连连，庞大的身躯猛地一震，轻而易举地撕开了表皮，径直斩在了赤炎蛮牛的头颅上方。噗！一声闷响，赤炎蛮牛庞大的身躯猛然地凝固了，轰然到地，头颅已经与身体分离，表面光滑如镜，鲜血仿佛喷泉一般喷涌而出，染红了周围的地面。一位真王境巅峰的妖兽，竟然被叶青云这么轻易的一击斩杀。他不足100岁便有如此道行，若是外人看见了，定会震惊无比。古仙域不比以前，100岁内若是能入归一，便是天才妖孽，而叶青云如今却是真王境5重，在外界此等天骄，必然会引起无数顶尖道统的疯抢。叶青云挥动了挥手，一道道光芒闪烁，将赤炎蛮牛的埋葬了一些法器。
就在这时，一道略带不满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青云剑诀，哼，老夫教你的归元玄功怎么不用？老用这招，一点新意都没有。”叶青云脸色一抽，有些尴尬地道：“怕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我要当做底牌来用才行。”枯瘦老者仿佛凭空出现，虽然看起来佝偻老态，身上气息十分平凡，但一双眸子却是蕴含无尽星空，道韵自然流转，令人望之即心生敬畏。哼，你说话倒是会讨巧。枯瘦老者没好气地瞪了叶青云一眼，眼底深处却有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对了，老村头找你，让你去祠堂一趟。村长爷爷，那我可得赶紧去，不然可又得罚我了。群山封锁，万古沉寂，终年笼罩着缥缈的迷雾。迷雾中的村庄，方圆还不到100里，但却弥漫着一股股古老而又恐怖的气息。50多年前，叶青云自太古叶家脱离出来，在一次意外中不慎闯入此地，便一直在这里与世隔绝，潜心修炼。村子里没有人离开这里，仿佛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村中有9位前辈，皆神秘莫测，来历不详，却个个修为惊世骇俗，或操神通，或御阵法，或铸道兵，或通养魂。他们看似凡俗老农，村妇老妪，但一举一动间却隐含大道玄机。多年相处之下，叶青云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他们也毫无保留地将诸般秘法传授给了叶青云。最惊人的是，叶青云在此等条件竟能踏入真王境第5重，神魂凝练如星河道观，肉身通透若神经铸体。村口，老村头正倚在一棵老槐树下，静静地看着远山，风吹白发，衣袍猎猎。见叶青云到来，他缓缓笑道：“青云，你在此地修行这么多年，如今也该出去走一遭了。”叶青云一怔，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待他极好，将自己毕生所学没有保留地传授给了他，将他视为自己的孩子一般，这是他在太古叶家从未感受到过的。这份恩情让他难以忘怀。老村头似乎是看出了叶青云眼中的不舍，身旁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位须发皆白、面容慈祥的老者，他也是望尘村修为深不可测的绝世强者之一。青云，你应该也知道，你莫爷爷曾经提起过，想要为你定下一门亲事。叶青云闻言微微点了点头，这件事情他确实听说过，不过他一直以为只是长辈们的诚意，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现在看来似乎是真的了。偶尔会来到村子的莫姓老者也适时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脸上带着一丝和蔼的笑容，看着叶青云说道：“青云小子，那个女娃娃是古仙御饭家的大小姐，是远近闻名的名门贵女，无论是天赋还是容貌都是上上之选。现在你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去见一见人家了。”老村头也淡淡的说：“不错，去见一见也好。如果双方喜欢，那就将这门亲事定下来；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退了就是了。正好你修为也到真王境了，可以借此机会出去磨练一番。”他说话时目光远望，似在透过村头那一片山林，看见了无边世界之外的苍茫天地。说来，这山村太过寂寥，若不知真相，外人定会以为这是某位大教祖地，或是哪家地族的避世圣地。可惜，莫爷爷也点了点头，淡然道：“踏足红尘，历世间百态，也是修道中最重要的一环。”叶青云沉默地点了点头。他虽在此地待50年，但从未忘过在太古叶家中的与人相处之道。他自幼父母双亡，被嫡系子弟排挤，游历多个道域时也是磕磕绊绊，可谓是受尽了人间疾苦。但他并未因此记恨任何人，心中没有一丝仇怨。修道，几位视他为亲子的老者，便是叶青云的人生全部了。可如今真的要离开了，叶青云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怅然与不舍。叶青云和莫姓老者跟着老村头一起走进了祠堂。一位相貌丑陋的老妪蹲在一个竹屋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叶青看到他，亲热地笑道：“云婆婆，我又弄到一头赤蛮牛吧，晚上做点好菜吧，请几位爷爷喝几碗。”云婆婆闻言咧开一嘴黄牙，笑道：“你这小子就是孝顺。”她眼眸一片漆黑，深邃无比，仿佛藏着无尽的诡异，气息恐怖至极，赫然是一位至尊境的大能。言语落下，旁侧忽然传来一声闷哼，一位身材魁梧、上身赤裸的壮汉正负手而立，眼神如鹰，浑身血气如江海翻涌，在其头顶竟隐隐凝聚出一汪血色神海，威势骇人。又是一位准第9重的绝世强者。他孝顺个屁！壮汉冷哼一声，语气不善：“他就是惦记你那一手红烧龙筋罢了。”叶青云哈哈大笑，丝毫不恼，反而嬉皮笑脸地道：“却图大伯，这你就冤枉我了。我确实也想孝敬您几位老人家嘛。”不多时，祠堂中又出现了几道人影，纷纷与叶青云热情地打着招呼，言语之间充满了亲密与关爱。望尘村人并不多，除了叶青云以外，只有寥寥9人，但每一位身上的气息都极为恐怖，都是难得一见的绝世强者。最弱者都是至尊境大能。众人齐聚一堂，美美的享受了一番酒食。云婆婆看着叶青云，慈笑道：“也好，此番你出世，也是磨练成道之路，未来的黄金大势必有你的一席之地。我们这些老骨头能教你的终归有限，世间的风雨才是真正的道场。”叶青云神色微动，唇角动了动，似是还想说些什么，可话语未出口，便被老村头那苍老而威严的声音打断。“好了，别婆婆妈妈的。”老村头眸光深邃如渊，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
你去山里打几桶酒来吧，今晚让我们几个老骨头好好喝几杯。叶青云一怔，心中那股怅然被这一句话轻轻拨散。他终是点了点头，眼中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情绪波动，然后拱手一礼，转身离去。望着叶青云离去的背影，云婆婆脸上看见了一丝欣慰的笑容。青云这些年的修为越发精进了，我看那些不朽道统培养出来的天骄妖孽，恐怕也不如青云。老村头神色不变，表情平静地望着远方，淡淡说道：“他自幼便被我们这几个老不死的老家伙轮番教导，无论是神通道法，还是阵法炼丹，都是由我们亲自传授。再加上他们时不时还会捉一些妖兽的肉来给他养气养身，难道这样还能不如那些天骄们？那我们这些老家伙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云婆婆闻言只是微微一笑，但眼中的神色却渐渐凝重起来。她沉默了片刻，忽然压低了声音道：“这个女人最近一次出手，直接就磨灭了一整个道域，修为怕是可能步入了那个境界。这才多少年呐！”老村头闻言，神色依旧如旧，但那双究竟浑浊的眸子中却是带着一丝无奈之色。他低声道：“当年我们被他逼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多少兄弟死在了他的手里，如今只能是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苟延残，真是天道不公啊！”夜已深，山村寂静，唯有老屋中灯火未熄，粗陶大碗中烈酒如血。几位白发老者围坐在木桌前，目光沉沉，神色复杂。血图壮汉目光微沉，面带无奈之色的说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那一战是我们败得太惨，这世道不应该是这样的。”老村头淡淡道：“时也命也，如今过去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放下吗？那些逝去的兄弟早已化为尘土，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更应该好好珍惜眼前的时光。”众位皆是沉默，脸色不太自然。重重一掌拍在桌上，木桌咯吱一声，竟他下一脚。他声音嘶哑道：“放下，谈何容易？当年我们从一个个无家可归的散修，贩夫走卒，一步步打拼创立火莲城，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兄弟姐妹们肝胆相照，义薄云天。我们所信奉的道义，是逆天改命，是嫉恶如仇，是不顺从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域统治者。我们所作所为，是为了天下那些受苦受难的底层修士，是为了打破那些腐朽贪婪的世家。”是啊，云婆婆眯起眼睛，皱纹如沟壑，一双黝黑瞳孔中鬼影浮动。那一年，凡是贫贱孤苦之人，走投无路之辈，只要愿意执意入我火莲城，我们便收；愿意拼命，我们便庇护。人间不易，我辈替天行道，何其壮哉！血图咬牙，低声道：“可那长生江族眼中哪里容得我们这些人？那高高在上的长生江族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竟然不惜出动强者，悍然对我们火莲城发动了灭顶之灾。苏红叶那个女人，当年不过才准地修为，却带着江族无数强者，将我们火莲城彻底覆灭，无数兄弟姐妹惨死在她的手中，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那景象简直……”涂姓老者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他那双布满皱纹的眼角，此刻竟也渗出一丝浑浊的泪水。老村头缓缓闭目，半晌才低声道：“若不是长生江族以屠城威慑天下，我等怎会沦落至此？可我们终究是敌不过一个长生仙族啊！我们这9个老家伙，当年也不过是侥幸逃脱，身上都带着或轻或重的伤势。这些年来，我们只能躲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苟延残喘，连真名都不敢轻易示人。”其他几位老者闻言也纷纷低下了头。当年的那一战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老村头看着眼前这些老友，深深地叹息了一声。他明白当年的那一战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的伤痕，那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伤痛，更是心灵上的创伤，让他们至今都无法真正释怀。沉默了许久，老村头才缓缓开口，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这些年来，我们虽然隐居于此，但看着青云这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变得强大，我们的心中也算是多了一丝慰藉。这孩子天赋异禀，心性纯良，我们倾尽所有，将一身所学都传授给了他，为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在黄金大事之中崛起。或许将来有一天，他真的能够替我们，替那些死去的兄弟姐妹们讨回一个公道。是啊，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的品性我们信得过。云婆婆那双漆黑的眸子中，此刻也充满了慈爱之色。这些年来，我们几个老家伙将自己毕生所学都倾囊相授，为的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有所成就。青云这孩子的天赋确实没话说，不足100岁便已经达到了真王劲武重天，放眼整个诸天万域，恐怕也找不出几个能与之媲美的年轻一辈。血图壮汉也点了点头，粗犷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而且这孩子心性坚韧，吃苦耐劳，心怀天下，将来必定能够有一番大作为。涂姓老者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外界毕竟凶险莫测，以青云现在的实力，虽然已经不弱，但在那些真正的强者面前，恐怕还是不够看。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安排护道人，免得一些老不要脸的以大欺小？老村头闻言点了点头，沉吟道：“青云是我们最后的希望，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只是派谁去保护他呢？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身上都带着伤，而且一旦离开这里，说不定那苏红叶会察觉到。”说到这里，老村头眼中隐隐显露出一丝忌惮。
鬼婆婆率先开口说道：“我去吧，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们几个老家伙，但论隐藏身形和追踪匿迹的手段，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而且我在暗中保护他，也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也去。”血屠壮汉也紧跟着说道：“我的实力虽然不如巅峰时期，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的。有我在，至少能替青云挡下一些明面上的麻烦。你们两个。”老村头看着主动请缨的两人，眼中露出了犹豫之色。他知道鬼婆婆和血屠的身上都有着不轻的伤势，让他们去保护叶青云，他心中有些担忧。放心吧，老村头。鬼婆婆看出了老村头的担忧，笑着说道：“我们两个老家伙虽然不如当年，但这点本事还是有的。而且我们也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在暗中保护青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血屠壮汉也瓮声瓮气的说道：“是啊，老村头，你就放心吧。我们两个老家伙别的本事没有，但保命的手段还是有一些的。再说，我们也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顺便也替那些死去的兄弟姐妹们看看外界如今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听到两人如此说，老村头知道自己再劝也没用了，他深深的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既然你们两个都坚持要去，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不过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切以保护青云的安全为重，千万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明白。”